平行世界，华夏临海市某 MCN 公司内，观众老爷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张扬满面笑容地看着镜头，化了防老妆的脸，配上假胡子，让他看上去有30-40岁。今天是本人第一天开播，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扬，有12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大家要是有什么文玩、字画、玉器、珠宝不懂的，都可以连麦问我，就点最底下的主播连麦。今天第一天连麦免费，兄弟们赶紧连麦啊！张扬念完开场白，赶紧去看弹幕有没有回应。看到几千人的直播间，弹幕全在刷签到，他有些局促地摸了摸鼻子。今天是他第一天直播，也是公司这个抖音号的第一次。直播间里这几千观众都是公司砸钱买推广和签到红包吸引来的。公司对张扬的要求是观众留存率起码要到 5%， 也就是抢完红包后还要有现在人数 5% 以上的观众留下来继续看直播，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扬在镜头外冲导播勾了勾手指，示意别耽误时间，赶紧让托儿连麦。梨花申请和你连麦。来了，欢迎第一位网友梨花。张扬故作高兴地说道。你好，喂，能听到我说话吗？视频那边说话的是个娇柔的女生，只不过镜头对着地，画面里只有大理石的地板。哎呀，还真是个小姐姐，我刚才就在想，这名字得是女孩子。张扬马上端正坐姿，脸上更是乐开了花。其实他看到公司的地板就知道这是隔壁舞蹈区的小姐姐来当托了。不过他直播的人设有好色这一条，老板说这样接地气，符合中年男人的设定，所以他必须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来。弹幕看见主播这张猪哥脸就想笑，这弹幕攻击性太强，一看就不是托。张扬没反驳，有互动就是好兆头。他问梨花小姐姐要看什么呀？梨花夹着嗓子说道，我想看一下这个镯子。镯子？来，让我康康。视频里梨花伸出一只细腻白嫩的手，手腕上戴着翠绿色的镯子。弹幕好嫩的手，手也要美颜是吧？手完年。张扬很想把这种下头弹幕念出来，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到那翠绿色的镯子上，突然愣住了。镯子旁有一行行小字，物品信息，名称手镯，材质玻璃，生产时间2021年，详细信息工艺品，外形仿翡翠手镯，但实际价值天差地别，从外表就可以分辨。物品信息，这是搞直播效果还是试过啊？张扬不知道，他以为这是 AI 识别的信息，赶紧在镜头外冲着导播猛指自己的屏幕。你抽风了呀？导播在耳机里压着声音对张扬吼道，赶紧鉴宝，红包马上结束了。镯子上的字怎么回事？张扬偷偷掐掉麦克风，捂着嘴假装咳嗽，同时问导播，什么字？你导多了眼花是吧？赶紧按剧本来。导播不耐烦地说道，他看不见。张扬很确定导播眼前有2块显示器，一个画面和自己眼前的一样，一个和观众看见的一样，2个都没有字。按照剧本，张扬这时候要两眼放光，装模作样的告诉对方这是真翡翠。这镯子是这个叫梨花的女主播掉的凯子送给他的，那兄弟可是个神好，送出来的礼物自然价值不菲。只是现在看着物品信息，真翡翠起码值20个 W 这种话，真说不出口啊。万一直播间有懂行的呢？张扬所谓12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当然是假的，他其实是临海大学历史系大2的学生，出来做兼职的。经同学介绍，签约了这个 MCN 公司，第一份工作是假装专家直播鉴宝，给这个抖音号涨人气，方便其他的同事带货。张扬想，不能因为我砸了直播间的口碑啊，于是决定说实话。小姐姐，你这个啊，应该是跟啤酒瓶一个材质的，连颜色都一样绿。啊？梨花错愕地问道，老师你看错了吧，这是翡翠，不是玻璃。弹幕我还以为是塑料呢，没想到是玻璃。这么绿，要是真的得值多少钱？这女的肯定不会信的。看到直播间这么多弹幕，张扬知道自己做对了，他接着开口，这就是玻璃。你把镯子拿起来，正对着光看，是不是能看到里面有很多小气泡？梨花照做，语气逐渐变得不确定起来，就1-2个很小很小的气泡。哎，对，就算只有1个气泡，那也是玻璃。张扬瞄着自己手边的笔记本说道，他还是提前做过准备工作的，知道怎么分辨玻璃还是石头。鉴宝他没经验，但是知道结果往回推并不难。不对吧？梨花喃喃地说道，这是我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送的，他没必要骗我啊。你那个朋友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很贵。梨花的语气听起来有点难受，连加都懒得加了。弹幕贵个屁，这女的被骗了，估计是被白嫖了，所以不敢相信。张扬也有点懵，导播跟他说会找个托儿，咋还入戏了呢？他正想要不要再找个话题，结果对方主动把连麦断了。这边麦刚断，马上就有人打进来，这次不是托儿，是真观众。
人海浮沉申请和你连麦。哈喽，大哥，这 ID 一看就是大哥。张扬笑着和对面打招呼。老师好。对方也很有礼貌。我想请您帮忙看一下我这铜镜，这是我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放在家里好多年了。视频画面里出现了一面造型古朴的圆形的绿色镜子，上面还粘着铜锈和泥土。这次没有马上出现物品信息，不过张扬完全不着急。青铜器这种东西，100个里面有100个是假的。来，给我看看背面。张扬有模有样的指挥着对方，端详了一会儿，他正要开口说这是假货的时候，突然又愣住了。名称：青铜镜，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公元前331年。详细信息：此青铜镜是战国时期秦国贵族用的物品，疑似刚刚出土。弹幕：青铜器都是假的。主播为什么沉默了？表情凝重，东西好像有问题。不会是真的吧？战国、秦国，还是刚出土的？物品信息里的关键词看得张扬眼皮直跳。这要是倒卖文物，那可是要判刑的。他要是给这样的人帮忙鉴定，天知道会不会被殃及。张扬冷静了一会儿，决定仔细问问兄弟，这东西哪来的？不是跟你说了吗？祖传的呀。对方的语气有点不耐烦。主播你就告诉我这东西是什么年代的就行了。年代啊？张扬有点犹豫，因为对方说话的语气很怪，正常人不是应该问真假吗？问年份是什么意思？确定是真的了？你这房间里光线太暗了，兄弟，铜锈的颜色在我这边看起来有点不对，你能不能去外面找一个光线好一点的地方？老师，你等一下，我把窗户打开。好，你转动一下。张扬指挥着对面转动铜镜，不过他的视线却是在观察对方视频的背景，看起来很像工地的活动板房。好消息，不是在墓里；坏消息，物品信息更新了，疑似2个字消失，变成了刚出土的文物。你这个器物外面的铜锈薄薄的一层，很均匀，没有被土壤腐蚀的迹象，看起来像是在比较密闭的环境里保存的。但是这上面又沾了土，不会是挖出来的时候沾上的吧？弹幕：密闭环境，那不就是关吗？老九门的也来鉴宝？你不懂，这种新直播间条子少。弹幕的话让张扬的思路愈发清晰起来。这上面的土你别管，你就看东西本身。对方随手拿出一个毛巾，想把铜镜上的土擦干净，动作非常粗暴。哥，这是文物啊，别这么弄。张扬赶紧叫住对方。听到文物2字，这个叫人海浮沉的网友手上的动作明显愣了一下，接着开口反驳：这是我祖传的，不是文物。明显心虚了，还在嘴硬。张扬笑道：祖传是多久吗？现在不是说祖传的就行了，祖传的人家也管，除非你能证明这是从80、90年前传下来的。兄弟，还是赶紧联系当地的文物部门上交吧，这东西你要是敢买卖，3年起步。张扬刚想和这个网友讲清利害关系，对面直接就把视频给掐了。大哥，现在掐没用啊，我们这边都做了记录的，你赶紧上交，晚了就来不及了。弹幕：主播确实懂行啊，把对面老九门说的有点慌了。刚才的人听口音像是陕北的，我还听到挖机的声音，应该是工地出货了。主播还不报警啊？小心被请去喝茶。张扬，兄弟们越说越玄乎啊，放心，像我们这种直播间都是做过备案、签过承诺书的，不会有不健康的价值导向。直播间主打的就是一个正能量鉴宝。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张扬心里也在打鼓。他对弹幕的说法已经信了7、8分，看着还没退出的连麦结束页面，他顺手就点了举报。举报用户人海浮沉涉嫌违法犯罪，详细描述这个人倒卖战国时期的文物。干完这活儿，张扬终于安心了。大主播的直播间都是有网景监控的，可惜公司这个直播号是个新号，不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弹幕：主播别愣住，快连麦啊！我也想啊，兄弟们，还有没有鉴宝的？张扬看了一下直播间的人数，还有800多观众在看，按这个趋势下去，今天的任务肯定能达标。雨中听梨花申请和你连麦，来活了。张扬赶紧点了接受连麦。我去！看到对方的视频画面，张扬大受震撼。弹幕：玛莎拉蒂，这方向盘一看就是富哥们。但张扬并不是因为对方有钱而震撼。说实话 ，MCN 公司里有钱人还是挺多的，楼下保时捷也停了有好几辆。张扬震惊的是对方车上的摆件，物品信息给出的是象牙制品，生产日期在1980年。张老师你好，富哥们非常有礼貌，我想请你帮忙看一下牙。说着就把车上的象牙摆件拿了起来。这个是我父亲88年的时候买的，那时候还没出保护法，所以能交易。这个我现在肯定是不卖的，就留着收藏。88年，张扬一听这话就知道对面这人研究过。为了保护野生动物，1989年开始，全球范围内禁止象牙贸易。这人说个88年买的，太刻意了。东西是对的，
张扬点点头，这应该是80年代的象牙制品。那这个表面发黄有影响吗？这是好事，发黄说明时间久。这要是个纯白的，按这个大小，张扬伸出手掌，起码5年。弹幕：主播对刑法简直了如指掌。干鉴宝这项知识量要求这么大的吗？我怀疑主播在博物馆的时候没少帮条子给犯人定罪。张老师，那这东西现在的价值呢？5年。张扬似笑非笑的说道，心想你小子还是想交易吧，搁这儿问价，我才不上当。好，那您再帮我看看这个。副哥们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印章，这是机械石印章吧？张扬看着物品信息，明知故问，这次终于是可以正经交易的东西了，想请您帮我看看是真是假。真的啊，这东西一眼大开门，80机械石，而且品相非常好。这东西您买的时候多少钱？不是买的，是一个朋友送的，我也想知道值多少钱，请您估下价格，这样我好回礼。哦，那你这朋友够铁的呀。张扬又伸出了手掌，这印章我可以出到5个 W， 要是走拍卖的话还能再高点。这么多吗？视频那头副哥们的语气有点不敢相信，我以为就万把块的东西呢。品相好，个头小了点，我这个价格还是保守的，您可以找专业机构再看看。张扬给的报价都是拍卖信息网上匹配到的结果，3年前有块品相和大小都差不多的机械石卖了7万，他保守点给个5万的估价，差不了多少。直播鉴宝就是这点好，可以尽情的使用黑科技，估价什么的有海量的大数据做支撑。张扬看了一眼弹幕，这时候直播间的观众已经自己聊起来了，有质疑价格的，有说自己也有一样的东西的，还有问主播之前在哪个博物馆工作的，总之热闹了起来。感谢兄弟们的3瓜2枣，粉丝连麦免费，兄弟们别急着送礼物，先卡个粉丝灯牌啊。张扬趁着直播间人多，赶紧打起了广告。他和公司签的合同没有礼物分成这一项，老板说想要分成的话，固定工资要低50%。张扬算了笔账，一天得有人刷500块的礼物，分成的方案才算赚，自然就没考虑。所以他对礼物的需求不高，但是对粉丝数要求高，粉丝越多，他直播的人气要求越容易达到。直播了3个小时，直播间里已经有了1000多观众，真实粉丝数也有了300。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也就不用加班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没点关注的兄弟们点点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弹幕：张老师这么早下，晚上是要去导斗了吗？懂又不懂，那是实地鉴宝。兄弟们，我再提醒一遍，导斗违法呀，注意弘扬正能量。张扬看到这样的弹幕，忍不住说道：这是老师踩缝纫机的时候学的口号吗？老师下去的时候记得在东南角点根蜡烛。看弹幕越来越离谱，张扬摇摇头，下了，明天再见。关掉直播，导播第一个走了上来，递过来一杯奶茶。啥情况？张扬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隔壁舞蹈区的妹妹小梨花请你喝的，说你帮她提前发现假货，避免了被人嘲笑。哦，小事情。张扬心安理得接了过来。那他怎么说？要去找他榜一大哥的麻烦吗？找啊，今晚就去。张扬哦了一声，这话题有点太八卦，他没继续往下问，只是猛嘬奶茶。对了，导播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的样子，你是真的懂古董吗？我看你说的一套一套的。我学历史的呀。学历史和古董没什么关系吧？导播你学什么的？我大学学的土木。对啊，你土木都能干导播，我学历史的，研究古董不是很正常？张扬撇撇嘴说道，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这样啊，有道理。导播喃喃自语，没再纠结这个问题。第二天下午1点，张扬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没办法，他要化妆，不仅要粘胡子，还要调整下肤色，不然他白净清秀的脸庞加上有些像白骨的五官，往直播间一坐，谁还有心情看鉴宝啊？下午1点半，张老师鉴宝准时开播。大家下午好啊！开播不到5分钟，直播间里就已经有了200多名观众，其中99%都是昨天看过直播的粉丝。老师昨天有收获吗？有没有遇上粽子？这次盗的是哪里的墓？不是，兄弟们，我自我介绍里写的是博物馆啊，别老问老九门的问题。主播是搬山还是卸岭的？主播是鉴宝的。张扬没好气地说道。好了，闲言碎语不要讲，来接入今天的第一位观众。网警7243申请和你连麦。这 ID 让张扬眼前一黑，啥情况？警察来了。他求助似的看了一眼导播，愣着干啥？你敢不接吗？导播眼睛望着天花板说道，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还不敢不接？好，让我们欢迎这位叫网警7243的朋友。网警来了，主播还不跑？主播啥时候直播踩缝纫机？张扬假装没看到这些闹心的弹幕，假笑着问道，喂，主播你好。一声洪亮的招呼声后，
连麦对象的视频画面终于出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面铜镜，名称青铜镜，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公元前331年。详细信息：此青铜镜是战国时期秦国贵族用的物品，为刚出土的文物。桌子上的铜镜竟然就是昨天那个人海浮沉拿来鉴定过的，这办案速度简直光速啊！下午好，两位 Sir。 张扬笑着打招呼。主播应该还认得这个铜镜吧？警察甲双手把铜镜捧了起来，手上还戴着白手套，非常专业。认得认得。短暂的震惊过后，张扬马上想起来自己也没干啥呀，根本没帮那个网友鉴宝。那还慌什么？有啥说啥呗。盗掘这个铜镜的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场还发现了部分准备运去交易的文物。警察以一脸笑意的说道。不会是主播把同行举报了吧？我来错了吧？这真是个正能量直播间。我们这次和你连麦，一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文物保护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想问你，这个铜镜大概是什么年代的？警察甲说道。我们申请文物鉴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张老师要是能帮我们给一个大概的范围，我们也好开展后面的工作。哦，没问题啊。这个铜镜应该是战国时期秦国贵族用的。张扬实话实话，不过隐去了具体的年份，不然有点太离谱了。谢谢。警察甲放下铜镜。这时警察乙又从身旁捧起了一把断了一半的残剑，上面满是铜锈，被腐蚀得非常厉害。名称青铜残剑，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公元前340年。详细信息：战国时期魏国将领的佩剑、断剑，为刚出土的文物。警察乙，这个也是和铜镜一起挖出来的，现场应该还有东西。我同事带着那小子去指认现场了。您这边是在哪个地方？这两个东西有点不搭嘎。我们现在是在长安市郊外的一处农庄，东西都是昨天和你连麦那个人在农村自建房的工地上挖出来的。长安市的话，那倒是有可能。张扬点点头，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青铜剑。那个时候秦国和魏国交战很多，这把剑很可能是墓主人的战利品，那个铜镜是陪葬品，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战国时期墓里出来的东西吗？警察乙问道。应该差不了太多，当然还是要看专家的。张扬谨慎地说道。张老师就是专家，那个墓他说不定已经去过了。我看到青铜剑都惊呆了，老师却和平常人一样，佩服佩服。懂又不懂，张老师说不定有完整的，残剑算什么？建议严查。看到这些弹幕，再看到两个警察似笑非笑的表情，张扬赶紧自白。我只鉴宝，随时可以接受检查。张老师别紧张。警察乙笑道。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记得帮忙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啊。我们宣传口的同事会再联系你的。呼，挂掉两位警察的连麦，张扬长舒了一口气。按他们的说法，搞宣传的警察还会联系自己，但无所谓了，反正配合宣传的是公司会出力的，他出个人就行。直播行业确实高危，还好昨天举报了，不然指不定碰不上什么情况。那家伙竟然真的想把铜镜拿去卖，真是上赶着吃牢饭。根据张扬在网上搜到的结果，那个铜镜加青铜剑起码5年。主播出汗了吗？出汗了，出汗了。来，接下一位观众。张扬都没看是谁，直接点了接受连麦。老师好。一个叫西西东东的网友用有点中原口音的普通话和张扬打了声招呼。你好，张老师，我这边有个石雕，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吗？对方把镜头对准了床单上的一个枕头形状的物件，上面雕着略显粗糙的花纹，黑色的外皮上还沾着些黄白色的灰，乍一看也是刚出土的东西。这正面雕的应该是个麒麟。张扬指挥着网友，来，你翻一下我看看。另外一边是个牛。网友翻动着黑色物件，指着上面雕刻的图像说道，这个顶上还有一条刻着2绒细珠。行，来底下我看看，底倒是没什么。好，再看看侧面。哦，两边都是兽面纹。完整的看了一圈，物品信息终于弹了出来。张扬迅速的看完后，小声的嘶了一声，这东西也不对劲啊，这个看上去也像老九门的啊，这样是一看就是墓里出来的。昨天那个兄弟是你师兄吗？张扬半开玩笑的问道。他已经被抓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搬山的，你是卸岭的，老九门团建来了。哈哈哈哈！啊，昨天网友被张扬的玩笑话说的有点懵。什么上一位？刚才警察来的时候我才进的直播间。哦，那没事了。兄弟这东西怎么来的？张扬已经想明白了，这种有问题的东西先打听清楚再鉴定。这个是俺家扒老房子的时候发现的，昨天那个好像也是建房子的时候挖出来的，不会是同一个工地吧？兄弟是哪儿的人？我听你像中原口音啊。是，
俺老家就在中原市。哦，张扬微微点头，不是长安同一个工地的就行。他继续问，你刚才说扒老房子，东西是房子底下的？就是挖老房子的时候发现的。老房子指地下1层的房子，给老死的人住的房子。看到这2条弹幕，张扬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兄弟，你挖了几米啊？啊，没有几米啊。网友认真的说道，老家那种房子，地基就40-50公分吧，不到1米。40-50公分，这东西应该挖不出来。张扬摇了摇头，真的就40-50公分，房子的地基不会太多。老家那种房子，对方好像有点着急，语无伦次。张扬决定炸他一下，兄弟，你好好说，我们直播间有条子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现在你的 IP 地址估计已经被监控了，说错话你自己负责呀。啊，这个不是我买的，就是老家房子地基里挖出来的。虽然对方的辩白有些苍白，但在张扬看来，这时候还没挂电话，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这人问题真的不大。张扬决定把自己知道的物品信息告诉对方，再看看他的反应。兄弟，你这东西是清中期的？哦，清朝的。那这个是用来干嘛的？这个不是给活人用的，这应该是古代祭祀用的案台，就墓里或者坟前摆些瓜果蔬菜的小供桌，就是你这个东西。不是给活人用的，我就说是祭祀用的吧，这样是太明显了。清中期不会是皇帝用的吧？皇帝不会用这么破的，估计是乡绅用的。啊，祭祀用的。但是这个是在我家老房子底下挖出来的。是啊，如果你没说假话的话，那说明你家房子底下有东西。嗨，张扬实在憋不住笑，只能捂着嘴假装咳嗽了2声。什么东西？对方还没反应过来，张扬直接挑明了，你家房子底下有墓，而且是清中期的墓，不过墓里葬着谁，或者说镇压着什么东西，这个说不好。这兄弟今晚睡不着了。坏了，这房子不能要了。主播快问问他晚上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这房子阴气肯定很重。我以前听村里的老人说，这种房子养猫永远养不活。啊，网友不敢相信这样的事，苦笑着说道，那房子都盖起来了，都盖了有20多年了。张扬一听，这不是自爆了吗？说明东西就是20多年前挖出来的。他继续追问，兄弟，这东西就一个吗？像这样的供桌一般都是一对啊。这是一对啊，当时就发现这个。哦，那估计你挖的不对，你得再往旁边挖挖。主播是懂行的，专业。那没办法了，房子都盖起来了。兄弟，你今天找我鉴定是出于什么目的啊？张扬直接问道。你来的太迟了，你刚挖出来的时候就问啊，不然你房子不能那么建。我就是想问问这东西是干嘛的，因为有人说要上交。网友非常老实的说道，还有人说这是民间的，出了5000块，我没卖，不敢卖。对，这是地下的，民间的，正常情况你还是得上交。这东西也不值钱，为了几千块钱判个1-2年的不值当，你说是不是？哦，那是。一说到有盼头，网友马上清醒了。那这个东西交给张老师您看行吗？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交。别，张扬连连摆手，这个呀，你去县文化局什么的，联系文物保护部门就行了，说不定还有锦旗呢。你交给我，我反倒说不清了。好，那谢谢老师。不客气，再见。主播不会嘴上说着上交，私下去联系人家吧？不可能私聊的，这种东西给我都瘆得慌。张扬摇摇头。不过话说回来，兄弟们现在是真的猖獗啊，挖出来的还敢找我鉴宝。张扬喝了口水，继续工作。雨中听梨花申请和你连麦。哎，这 ID 有点眼熟啊，不是昨天探鸡血时的副哥们吗？张扬按下接受连麦的同时，鼠标已经悄悄悬停在断开连麦的图标上，他做好了随时掐断连线的准备。这哥们儿上次弄个象牙摆件已经很行了，这次拿出什么不让直播的东西，把直播间弄没也不奇怪。哈喽，张大师，又是你啊，兄弟。鉴宝这一行回头客并不少见，一般都是家里有2个臭钱的，心血来潮鉴定一次，意犹未尽，回去翻箱倒柜找存货，再鉴定第2次。在对方从一个个小礼品盒里往外取物件的时候，张扬注意到了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信息。兄弟，你这46级的号要花多少钱啊？啊？副哥们愣了一下，随即答道：30-40万吧。我还有个号50多级了。真有钱人。牛。张扬给对方竖了个大拇指。兄弟，我看你带着小梨花的牌子，你是他粉丝吗？算是吧，你看我 ID。 副哥们儿一边说一边拿起了一个半透明的镯子，一眼塑料，有点像那种夜光的镯子。先帮我看看这个。张扬单手撑着下巴，面带笑容地看着副哥们展示他的东西。名称
手镯，材质翡翠，生产时间2016年。详细信息：珍贵的首饰，高冰种翡翠手镯，价值不菲。张扬有点怀疑，这兄弟是来炫富的。老师，我这镯子怎么样？你这镯子不错，冰重的。张扬点点头。你这个多大圈口？厚度多少？圈口50几吧，厚度应该1厘米。哦，那大概……张扬沉吟了一会儿，假装在思考，其实在等搜索结果。价值大概30个 W。30万吗？对面的语气有点难以置信。我60个 W 买的，会不会偏贵了一点？这话直接让张扬沉默了2秒。偏贵了一点吗？是一点吧。冤大头来了，人家看个直播能刷几十万，买点翡翠亏钱不是很正常？主播怎么像没见过世面一样？60万应该是标价吧？珠宝标价都虚高的。看到有靠谱的弹幕，张扬直接偷了。兄弟，这60个 W 应该是标价吧？我一般不讲价，喜欢就买了。富哥们点点头。我和我爸2个人买这种东西，加起来应该有个2000万。多少？2000万？张扬这次真被震撼住了。人傻钱多啊！2000万，起码有一半是被割韭菜了。大胆点，2000万有1500万是被割了。主播惊呆了，看到青铜剑都没惊讶，张老师竟然被区2000万惊到了。注意，非静止画面。这些我还有很多。富哥们继续说道，又随手从桌上拿出一个细细的镯子，一半是半透明，一半是绿色。你这个也不错，半山半水，一半无色一半绿的料子。这个你花多少钱买的？张扬已经被对方吊起了兴趣，他很想知道这人亏了多少。这个11万。我去！张扬无声地说了一句，因为他看到了软件匹配的报价，和眼前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实际成交价还不到5万。老师，这个值不值？这个是个小细条啊，太细了。张扬想着委婉点。对，这个是买来送给女孩子的。大哥，性别能不能别卡这么死啊？包养不是一定非得女孩子。大哥，缺小弟吗？大哥，缺男朋友吗？大哥，缺儿子吗？哈哈，老师你说笑了，这东西我准备送给小梨花的。我爸搞煤的时候挣了些钱，他带着我研究这些石头，我们2个人都没少买。原来是煤老板啊，那合理了，怪不得有导演说最喜欢这种老板。小梨花吗？张扬突然明白了，大哥，昨天的玻璃镯子是你送给小梨花的是吧？是啊，那是我从我爸那拿的，说当初80万买的，没想到老头子买个假货，还是个玻璃，丢人了。对方轻轻叹了口气，有点恨当爹的不争气的意思。哎，那你昨天怎么弄的呀？昨天就正常鉴宝啊，我平时很喜欢看鉴宝节目的。富哥们说着说着，悄悄给张扬刷了个礼物，2架彩虹摩天轮，价值600块。谢谢大哥的礼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好奇。张扬解释道，这年头愿意连麦的榜一大哥还是挺少见的，都是默默的刷礼物输出。我懂的，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先帮别人看吧。哎，好嘞。挂断视频，张扬第一个想法是，要不找老板谈谈分成的事吧？直播间真有富哥们儿啊！不过也就是一想，肯定不会真这么干，因为据他所知，小梨花昨天出发去找大哥，到今天还没回来，想要维护和榜一大哥的关系，代价可不小。好了，兄弟们，还有人连麦吗？网友昵称取不来请求和你连麦。张老师好，这个您能帮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吗？视频那头，一个小年轻在桌面上摆着2个彩色的小杯子，外表精致，质地看上去像陶瓷的。来，你打开我看看。虽然才2天时间，但张扬已经非常熟练了，知道必须得看清楚整个物件才会冒出来物品信息。2分钟后，小伙子，你这东西是个套杯啊？小酒杯放在大杯子里面，还能盖个盖子，这个还挺精致的。那这个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对方问道。没看错的话，应该是5、6、7的一个掐丝珐琅彩的杯子，当时创汇用的。一般不是文物，张扬还是说的比较详细的，这样显得专业。5、6、7是鉴宝行业的说法，指的是50年代到70年代。那这个东西现在价值多少钱一个？一个的话可以给到1000块。哦，我这有5个，那还挺值钱的。不，5个那是另外的价钱了。张扬解释说，这种一般4个算一套，成套的话可以给到1万。这么贵？这下对方真有点意外之喜的意思了。谢谢张老师。哎，不客气。张扬挂掉视频，突然看见刚才连麦的昵称取不来，也给自己刷了200块的礼物。兄弟太客气了，没必要刷礼物啊，主播随便捡点漏不就发财了？大家还是对张老师的身价有误解啊。捡漏？对啊，我可以去捡漏啊。张扬想起来，临海大学不远处就有古董一条街，他这样的去捡漏，不是稳稳的挣钱？张大师这么早就下播了？
张扬同学，可以帮姐姐看下这个牌子的小衣服是真是假吗？小张弟弟，为什么你20岁了还要粘假胡子？是不是没发育啊？卸妆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有穿着非常清凉的美女走过来骚扰一下张扬。这些都是公司的女主播。张扬下午4点半下播，正好是这些姑娘们起床化妆，准备晚间档直播的时间。眼睛别乱瞟啊！给张扬卸妆的高姐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头。这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高姐孩子都上初中了，但可能因为成天和小姑娘们混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中年人的稳重，反而八卦得很。小梨花的事就是她告诉张扬的。姐，咱们公司的女主播都是这种风格吗？风格？哦，你是想说都是脸好看，但是身材没料，是吧？高姐一副我懂你的表情。有料的还没起床呢，他们都是深夜档。哦，张扬恍然大悟，那些容易让人营养不良的主播可不得到深夜吗？他打听这些事儿纯粹就是好奇，毕竟这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虽然是兼职，但是对自己公司的情况还是要有了解的，不然太不敬业了。对了，你一个临海大学的大学生，不去给学生补课就算了，从哪儿知道的这么多古董信息？感觉那些连麦的观众都被你唬得一愣一愣的。高姐有些疑惑地问道。啊，姐，你也看我直播呀？张扬心说，我直播的时候你明明在上班，这不是摆明了在摸鱼吗？看啊，不光我，刚才那些和你打招呼的姑娘几乎都看。不然你以为他们怎么认识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嫩。高姐说着话，脸上突然露出神秘兮兮的笑容。他们都说像你这样的见识，要么家里是开古董店的，要么就是开珠宝店的，不管怎么说肯定有背景。悄悄告诉姐，你家里到底是干嘛的？张扬从眼前这个中年女人的眼里看到了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和他与前女友分手后室友的眼神一模一样。可惜他真的没背景，就像分手不是被绿一样。我就是个穷学生，学历史的，懂一点鉴宝的知识。那老板为什么要招你做直播呢？高姐质疑道。因为我工资便宜啊，而且直播间的主要目的是带货，鉴宝直播间卖翡翠玉石啥的更容易卖出去。张扬解释道。不过看高姐的表情，好像这位爱八卦的化妆师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过老板既然都把这事儿透露给兼职的学生了，肯定不是啥大秘密，只能是高姐没关注到这个消息。这样啊，那就可惜了。高姐叹了口气，和听到张扬是和平分手时的室友一样，一副很惋惜的样子。你要是有背景，姐还能帮你介绍几个姑娘。几个？姐，细说。说啥说，甭管几个都是要票子哄的。高姐摇摇头，好了，妆卸完了，任务完成。对了，张扬，你什么时候有空，帮姐挑个翡翠镯子呗？我怕和小梨花一样买到玻璃。行啊，周末你给我打视频就行。张扬点点头，线上帮忙看一下还是没问题的。视频吗？哦，差点忘了你能直播鉴宝。那行。高姐开心的加了张扬的好友，备注 AAA 鉴宝张扬。临海大学是临海市内唯一的一所一本院校，但在本地人眼里，它就是所普通本科。能升一本，完全是为了跟上临海市的发展，强行升格的。所以张扬上高中的时候，班级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高考不努力，林大做兄弟。张扬高考那天发挥失常，最后靠着临海大学对本地生源的优惠政策，勉强挤进了家乡的最高学府。但是专业就没得选了，他的分不够第一志愿法律系，被调剂到了历史系。好在他对历史不是完全没兴趣，也学得进去。在临海大学历史学院大门往南外1公里的地方，就是临海市唯一的古玩市场临海古董城。张扬从公司出来后直奔这里，刚到市场门口就碰上一个4人小团队，正在写着临海古董城5个大字的牌坊前录着视频，看上去还挺专业的。张扬远远的听见那个戴着细框圆眼镜的中年男人好像在说开场白。寻宝库必多真假大邱说，大家好，我是邱大师。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号称网红之城的临海市，来带大家看一看，除了网红美女，这里的古玩市场有没有什么宝贝。这台词搞寻宝视频的。张扬赶紧上网搜了搜，发现这个邱大师是小破站的一位有名的 UP 主，20几万粉丝，平时发布的视频内容主要是到各地的古玩市场捡漏，视频标题都是什么百万大漏、价值超千万、国宝级珍品之类的，一看就很有噱头，很专业。张扬自己的鉴宝直播间现在才1000多粉丝，这一比较，他马上想到，要是让这个人抢在自己前面，那漏岂不是就没了？他瞬间没了看热闹的心思，匆匆走进了古玩市场。刚一进门，一个裹着绿色军大衣的中年男人拦住了他，热情地问道：小兄弟，你要找什么？你是保安还是市场的管理人员？张扬警惕地问道。都不是，我是个摊主。男人说话间解开了身上的军大衣，衣服里面竟然满满当当的挂着各式各样的铜钱和银元。康熙通宝
乾隆通宝，袁大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张扬只对袁大头有兴趣，不过这东西假货真的多，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先把目光集中在某一枚袁大头上。2秒后，物品信息慢慢浮现，看到写着材质白铜，他马上收回了目光。嘿嘿，这些我都看不懂，不懂的东西买不了。张扬憨笑着摇摇头。那你买什么？我帮你指个路。男人合上衣服，抱着胳膊说道。他脸上的笑容虽然没了，但是语气还是没变，一样的热情。做生意嘛，买卖不成仁义在，混古玩市场的人，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张扬想了想，玉石、瓷器还有书画，应该都可以，别的东西则容易踩刑法的雷。听完他的要求，男人皱了皱眉，又问张扬大概有多少本金。听到1000多块的答案后，他指着远处门面最大的一个古董行说道：去那儿吧，那里的店子大，服务员受过专业训练，不会因为钱少就瞧不起你。张扬笑着道了声谢，不疾不徐地往临海第一古董行走去。1000块难道就不能捡到漏吗？张扬觉得自己可以。临海第一古董行，张扬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名头不错，但真的有那么专业吗？这大白天的，偌大的古董行，看起来一个顾客也没有啊。张扬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古董行里一个穿着黑色 OL 装的女店员注意到他，马上微笑着走了过来。来的姑娘穿着黑色西装，一双大长腿，踩着红色高跟鞋，木质地板发出哒哒的声音，脸上热情的笑容不多不少，刚好露出8颗牙齿，确实专业。张扬只浅浅打量了一下对方的气势，对刚才军大衣老哥的话，心里已经信了7、8分，其中有6分是给这个眼前这个店员的。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女店员走上来，非常有礼貌地说道。张扬看了一下她的工牌，方甜甜导购员。你好，我想捡漏，请问这里有漏可以捡吗？张扬非常直白地问道。这个问题有点装傻的意思，但却是张扬计划中的一环。方甜甜脸上笑容不减，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当然有漏啊，我们这里的藏品虽然都经过鉴定，但就算是再厉害的大师也有打眼看错的时候不是，所以只要您的运气好或者眼力毒，大把的漏给您捡。就算运气不好也没关系，我们这里的东西比别家便宜多了，拿到外面市场去照样能挣点小钱。对方话说的是滴水不漏，不过张扬明白自己一个在门口随便看看的，对方都愿意花功夫在自己身上，那平时肯定没少挣。张扬想了想，点点头，行，那我自己先逛逛，有需要会叫你的。好的，我帮您简单的指一下路。这边的柜子主要是青铜器，那边是瓷器，那边是古钱币。张扬默默听完，径直走到了瓷器区，先看大件儿。瓷器看起来最简单，啥都不用管，看年份就行。一般来说，年份越早越值钱，官窑比民窑值钱。生产时间1953年，50年代的民窑不值钱。生产时间1972年，外汇瓷，可惜残破了，不值这个价。生产时间2001年，纯纯的现代工艺品。张扬走马观花似的，就看个1分钟，看到日期信息，用手机查个参考价就走，这样效率很高。只是他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就有些怪异了。甜甜，你刚才带进来的那个人不会是来别的店子过来刺探情报的吧？在柜台后，一个胖胖的女店员小声和方甜甜嘀咕道，我看她每次就看一小会儿，然后就用手机在那里记录东西。就她？不可能，我看她书包上有临海大学的校徽，应该是个穷学生。你知道她刚才说什么吗？方甜甜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啥？她说她想捡漏。方甜甜的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还透露着一丝鄙夷。想来古董店捡漏的人她见多了，但这么年纪轻轻的学生，满脑子就想着捡漏发财，这人废了。哼，能这么说话，看来脑袋也不太好使，估计是个书呆子。胖店员撇撇嘴说道，不过还是比直播寻宝的好一点，那种乌泱泱一大群人过来，在镜头前买一个，拍完还要退款的飒比，才是真的烦。哎，谁让咱们就是个打工的呢？方甜甜有些惆怅地感慨道，眼神刚飘到门外，刚好看到几个人站在店门口，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冲着摄像机镜头在说着什么。方甜甜用胳膊肘顶了下闺蜜。怎么啦？胖店员转过身，看到门外的情况，马上给了自己一嘴巴，我这个嘴。接着瞬间变脸，挤出笑容迎了上去。张扬还不知道自己被一胖一美的经典闺蜜组合关注了，不过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意，他更在意的是眼前的这些瓷器。东西有真的吗？还真有，而且有不少好宝贝，有好几件清中碗的瓷器，嘉庆、道光年间官窑仿乾隆的，真实价值在10万左右。大漏？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标价都在20万以上，说明人家真的请鉴宝的看过。张扬开始有点怀疑那些捡漏故事的真实性了。大件找不到漏，他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放在一个个小格子里的瓷器，
都是些器型不大的物件。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有非常简单的标签，写着汝窑花瓶、青花大碗、歌窑茶杯之类的信息，加一个价格，其他什么年代、背景、鉴定信息一概都无。说不定有漏啊。张扬沉下心，一个个看过去，56年的、现代的、上周的、1853年的。1853。一个高腰方形的粉彩小花盆吸引了张扬的注意。小小的花盆器型精美，上面画着缠枝莲纹。名称：粉彩花盆。材质：陶瓷。生产时间：1853年。详细信息：琢器，咸丰年间的粉彩瓷器，达官贵人书桌上用来栽培盆景用的花盆。由于是方形，比一般的粉彩瓷要珍贵许多。张扬查资料的时候，见过有人说琢器一方顶10元，意思方形的琢器成型的难度是圆形的10倍，而且这还是个晚清的粉彩瓷。他赶紧上网搜了搜，发现2年前佳士得拍卖过一个这种样式的，当时的成交价是12万。大漏找到了。哈喽，这边能过来一下吗？张扬转过身，准备喊店员过来，把粉彩花盆拿过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磕碰，顺便问问价。一回头，发现2个店员根本没理他，都在给一个中年男人引路。男人的身后还跟着摄像师，正是张扬在古玩市场门口见过的 UP 主团队。哦，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也玩瓷？中年男人看到张扬干净青涩的脸，有些惊讶，转过头冲着镜头笑着说道：“兄弟们，没想到咱们这行还有后浪啊！”张扬没打算搭理这人，直接跟方甜甜说：“你好，我想看看那个。”“哪个？”方甜甜走上前。“那个粉彩花盆。”“那个啊，那个2999，谢绝还价。”方甜甜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接着马上回头，笑着对着身后的中年男人说：“邱老师，我再带您看看这边。”“谢谢，暂时不用了，我想先采访一下这位小兄弟。”邱大师乐呵呵地说道。“采访我？”张扬本来还想着怎么回绝，但看到摄像师手里镜头的一刹那，他心猛地一跳。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这张玉树临风的脸不能出镜啊，起码不能在和古董有关的视频或者直播里露脸，不然眼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和斗鹰的张大师五官和脸型长得一毛一样。张扬赶紧转过身，面对柜台大声说道：“这个粉彩花盆我要了。”“啊，这个2999，你确定吗？”方甜甜惊讶地问道。“是，我现在就要。”张扬语气非常的肯定，同时把支付软件里能借的钱都借了出来，凑够了3000块。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先买了，不然这漏有可能被身后这个邱大师爷抢走。看张扬是认真的，方甜甜也摆正了态度。他把花盆取了出来，按照售货的流程开启录像，开始确认。“您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张扬接过花盆，粗略的看了一眼，发现确实没什么磕碰，花盆上的粉彩画也基本完整，稍微放心了一些。“是的，我确定。您需要鉴定机构开证书吗？”“证书需要把瓷器送去鉴定，同时还需要一笔鉴定费。”“不用证书，帮我包起来就行了。”张扬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放在柜台上，伸出手机：“这是付款码，你这里能扫码吧？”“能的，我去拿收款的机子。”胖店员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卖东西还是比上电视重要一点，毕竟前者实打实的能赚到分成的钱。小兄弟这么豪爽。这时候邱大师靠了过来，冲张扬说：“粉彩这种东西年代不够，可不值钱啊。你看好了吗？麻烦快一点，我急着赶车。”张扬只当没听到身边这人话，假装不耐烦地催促道，说着还看了下手机的时间。邱大师讨了个没趣，转头跟摄像师说：“这段掐了，接着往其他区域走去。”张扬付完款，把装有宝贝的盒子装进包里，顿时觉得书包沉甸甸的。花盆不重，可却价值好几万啊！张扬走后，邱大师问方甜甜：“刚才那个小兄弟常来吗？”“不，他今天第一次来。”方甜甜笑着说道：“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要捡漏呢。”“捡漏？”哈哈哈！邱大师也忍不住笑了。作为一个经常发布捡漏视频的人，他捡的漏有一大半都是高仿品，视频里根本看不出来真假。他买的是哪个东西啊？“就这个。”胖店员摊开货物手册，指着上面的粉彩小花盆说道：“其实今天上午，古董圈很权威的汪老爷子刚来过我们这儿，那些瓷器他都过目过，没发现什么问题，所以那个捡漏的学生肯定没捡到。”哈哈哈！他杠铃般的笑声回响在整个古董行里。这时，门外传来一个有些沧桑的男声：“小姑娘，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众人抬头，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配着一位穿着唐装的白发老者走了进来。刚才说话的人正是这个老爷子。“汪大师！”方甜甜认识这个老者，赶紧站起来打招呼：“汪大师好！”胖店员也跟着站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不停捏着手指。这位汪老爷子和古董店的曹老板关系匪浅，2个店员可不敢得罪他。“哈，
别紧张，我又不是监工。两位姑娘，你们老板回来没？还没，说在我们下班前会回来。哦，那行，我先领着建业转转。汪大师冲身边的男子指了指不远处装有瓷器的那些格子，今天考考你的眼力，你先去哪边瞧瞧，看有没有好东西。好的，伯伯。汪建业回完话，陪着汪大师向瓷器区走去。两个店员见状，赶紧跟了上去。这时候，邱大师也在网上查到了这个汪大师的真实身份：华夏文物学会的荣誉会长，国家级鉴宝大师，曾经担任过寻宝节目的总顾问。这样的人物，就是在燕京也不一定能见到。没想到在临海这样一个2线网红城市，却碰到了。邱大师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人物，赶紧带着团队的人也跟了上去。哎，这个格子里的东西呢？汪大师走到近处，能看清楚每个格子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怎么了？汪建业赶忙问道。汪大师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两位店员，指着那处空着的格子问道：“两位，这里的东西，这个刚刚卖掉了。”胖店员实话实说，就在您来之前10分钟左右。这么不巧吗？汪大师面露遗憾，卖了多少万啊？多少万？这个问法让在场的除了汪建业之外的人心里一震。这个是按我们老板的定价，2999卖掉的。方甜甜声音越说越小。啊！汪大师似乎想要惊叹，但是又觉得有些不妥，终于语气平淡的说道：“看来有个懂行的人来过了，买那个粉彩花盆的是个大学生。”邱大师终于有机会插进嘴：“您是？我是小破站的 UP 主，刚才那东西卖出的时候我就在场。”邱大师笑着说道，同时悄悄示意身后的人赶紧录视频，自己现在可是在和古董行业真正的大师沟通呢。汪大师，那个粉彩花盆很值钱吗？他借机找了个话题。一般值钱。汪大师捋了捋下巴上的胡子说道，那有可能是咸丰年间的粉彩，论艺术价值和价格，虽然比不上雍正、乾隆的粉彩，但要是拍卖的话，10万应该拿不下来。而且，老人语气突然一变，那花盆或许是咸丰时期 JDZ 的御窑出品的。因为太平军的缘故， JDZ 的御窑在1853年就被毁了，之后再也没烧，所以咸丰一招，制瓷数量极其有限，传世品极为稀少。那还是个方形的浊器，自然更少了。唉，汪大师叹了口气，满脸的遗憾。至于他故意留着不买，想带自己侄子来考考眼力，顺便给后辈搞出点名气的事，因为觉得没必要说，就隐了下来。但他透露的信息已经足够让其他人惊掉下巴了，尤其是方甜甜听到10万的时候，感觉大脑都要宕机了。张扬那句你好，我想捡漏，就像有魔力一样，不停地在他脑海里循环播放。那人真是大学生吗？汪建业看着自家大伯的神情，连忙打听道。他已经有了把东西从那个年轻买家手里买回来的想法。是的，甜甜见过对方书包上的校徽。胖店员迅速答道：“你说是吧，甜甜？甜甜？方甜甜？啊，是的，是的，那个人是临海大学的，我应该能找到他。起拍价就定个10万吧，个10百千万10万，搞定。”在临海拍卖行的官网上填完全部的资料，张扬一脸满足地躺倒在了自己的床上，耳边传来室友的喊叫声：“对面打野死了，打大龙，快过来！来了来了，别叫，我3件套，打大龙顺秒的。我成绩还没好，刚吃了对面的蓝。”张扬把头伸出床帘，看了一圈，发现室友们都戴着耳机，手底下机械键盘噼啪作响，看起来玩得很嗨，而且好像还要赢了。希望3龙魂被翻吧，这样等下还能看吵架。张扬有些邪恶地想到。他坐起身，看了看自己的电脑屏幕，看了才发现 LOL 的图标已经被一众文档包围了。青铜器鉴定要点，清代瓷器发展史，翡翠微料和冕料的区别，直播说话的艺术，观众喜欢看什么？袁大头到底值多少钱？鬼吹灯这些梗你必须知道。资料多到看不完，让他根本没有去启动游戏的想法。张扬回想起几天前他在辅导员办公室看到的那张历届学生就业情况调查表，历史系前几届的毕业生有一半都去当历史老师了，剩下的基本是在读研或者考公。这3种未来都不是他想要的，张扬因此有了一种危机感，所以他对现在这份原本只是为了挣零花钱找的兼职也开始重视起来，说不定能吃到直播最后的红利呢。至于柜子锁着的那个咸丰年间的粉彩花盆，只能算是一笔横财。天天捡漏，那是邱大师的视频里才有的事，真有这样的好事，那些国家级鉴宝大师早就成首富了。第2天，张扬照常来到公司，一进门就看见老板的表弟，公司的宣传总监，正翘着个2郎腿坐在沙发上。看到张扬，外号锦鸡的金总监乐呵呵地站了起来。张扬，小弟弟，你这次立功了。哦，张扬被金总监对自己的称呼弄得一愣，怎么了？你看看这个。金总监翘着兰花指，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 A4 纸，这次咱们的机会来了。
咱们？张扬在心里嘀咕道：“我看起来像娘娘腔吗？什么时候和你成自己人了？”不过看完那张纸上的内容，他就明白为什么谨记要这样说了。确实机会来了。简单来说，因为之前鉴定青铜器的事儿，负责搞文物保护宣传工作的警察已经找到了公司头上，今天会安排民警和张扬连麦宣讲一下。如果只是到这儿，倒也不算什么大机会，但是抖音直播板块的负责人觉得这可是正能量的好事儿啊，必须大力支持。于是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马上加了金 V 认证正能量鉴宝直播间，而且从现在开始会有为期7天的额外推广和流量支持。怎么样，抖音给的条件还不错吧？金总监很满意张扬脸上惊讶的表情，得意洋洋地说道：“这都是我和他们负责人聊的，这波推广下来，你那个直播间很有概率能上新人榜的前10，然后咱们就可以开始卖货了。”那挺好的。张扬笑着把纸递了回去。还是你自己有本事啊！金总监朝张扬竖起大拇指，加油，好好干，我帮你跟于总提涨薪的事。于总就是金总监的表哥，这个 MCN 公司的老板。好，谢谢。张扬嘴上道着谢，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涨薪？画饼吧。不过娘娘腔总监的话还是让张扬挺兴奋的，直播间越好，他的人气也就越高，只要出名了，这个年代难道还会缺变现的渠道吗？兄弟们，下午好。张扬用金总监的腔调和直播间的几百名铁粉打了个招呼。能在开播1分钟内就到直播间的观众显然很认可张扬的直播内容。主播嗓子怎么了？老师忘吃药了吧？张老师这是去世了吗？去世，兄弟真有文化。张扬冲镜头啧了一声，恢复本来的声音，兄弟们可以开始连麦了。我先念个口诀：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天不生我张大师，鉴宝万古长如夜。宝来。网友未命名231请求和你连麦。来了，兄弟，让我康康你的宝贝。主播真的忘记吃药了，病情加重了。老师好。视频里说话的是个小伙子，手心里放着一块棕红色的玉，玉本身大概1根手指的长度，2根手指宽，玉的一头还系着绳子，方便佩戴。哦，古玉。张扬照常指挥着小伙子，你把东西提起来我看一下，你把镜头往下移一点，对，就这样仰着拍。半分钟后，张扬已经心里有数，一看就是上周的工艺品，这不就是普通的石头吗？先不急鉴定，兄弟，你先说说这东西的来历吧。从哪弄来的？山里面捡的。对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张扬没听出来具体是哪儿的人。你自己的捡的吗？不是，是我爸捡的，他小时候在山里面放羊的时候捡的。这绳子是你自己穿的吗？张扬继续问。是啊，我打了个孔，平时挂在脖子上。哦，挂脖子上。张扬缓慢地说道，随即笑出了声。张大师一笑，不是3年就是5年，感觉这个小伙子已经流汗了。来，兄弟，你把东西握手里。对方乖乖照做。这样吗？握在手里，对着镜子逆走4步，念诵符声玄黄天尊。对，你握紧它，握得紧紧的。现在你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一些画面，或者看到什么东西？开始了，主播开始整活了。没有啊，没有任何画面。视频那头的小伙子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吗？那我来带你看一下这个东西，你看它的沁色非常的漂亮。张扬故意在沁色2个字上加了重音。看工艺呢，应该也是古代驼鸡的工艺。你再看它的形状，像不像一只猪？确实，我跟我爸讲，也是说这石头像一只猪。小伙子附和道。这是汉代的一个玉珠。张扬直接给了结论，东汉的玉珠。哦，那这个东西现在价值多少钱呢？对方问道。我先说用途吧。张扬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应该是个陪葬品，死人握在手心里的。一般这种都是一对，一只手握一个，所以刚才的沁色其实是尸体沁的油。保友，这个可不兴带啊。听了张扬的话，视频那头的年轻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本来是攥着玉珠的，这会儿只敢用2根手指头提着绳子把玉珠悬在空中。这边张扬的解释还在继续。在古代，珠是财富的象征，有钱人升天的时候手里握玉珠，寓意着死了也能把财富带走，算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能享受荣华富贵，那不就是和烧纸钱一个意思吗？可惜玉珠被人从手里抠出来了，那个人的愿望破灭了。墓主人，我荣华富贵呢？我刚才让你握在手里感受一下，是想看你和墓主人有没有什么联系。现在是白天，也许晚上凌晨12点的时候，你握着这个，可能脑海里就会有画面了。主播太损了，损都让你夺完了，哈哈哈！主播坏低狠啊！这个应该不会有吧？年轻人说话间，直接把玉珠放在了桌面上，
看上去是连碰都不想碰了。老师，那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有价值啊，这毕竟是东汉的古玉，而且这东西它背后代表着一座东汉时期的墓啊。你想想看，在崇山峻岭之间，不对，忘了问你，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父亲在山上捡的？啊，是的，我爸说是他以前放羊的时候捡的。多大的山？几尺高的山吗？几尺高的山不就是坟吗？这个我不知道。对面说话的语气好像确实不清楚细节，是捡的还是从手里往外抠？你懂我的意思吧？肯定是捡的，不然我爸不可能让我挂在脖子上。年轻人很肯定地说道。那当时捡的时候，周围有没有什么洞啊？小山包之类的？张扬追问道。这个我不知道，我问一下吧。年轻人冲着外面喊道。爸，你捡这个东西是在哪里哦？这个鉴宝的老师问你，周围有没有洞？视频里可以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老九门的来了。我的导斗父亲。没有洞，有坑，这个是在矿区捡的。过来的人说话声音嗡嗡的，带了很明显的口音。张扬一听就知道，这应该是南皖省那边的人。矿区是马鞍山那边的矿区吗？张扬随口问道。他这么问，完全是因为他只知道南皖省的这个地方有矿。对方支支吾吾，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直接断了连线。啊，兄弟，你人呢？应该是被带走了。带走了？不至于吧，就那么个玩意儿，案值才多少点？可能是他爹倒斗啊。那也太扯了。张扬回应着弹幕，哪有倒斗的，把自己扒拉出来的东西给儿子挂脖子上的？太扎眼了。主播不会以为倒斗的都是老九门吧？是啊，很多人就是觉得挖坟能挣钱，就挖了。张扬看着这几条弹幕，陷入了思索，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18字阴阳风水秘术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掌握的，大部分盗墓贼就是草台班子，字都不认识几个，一把铁锹就开挖了。这么一看，连卖的那个人的爹确实有点可疑。要不再举报一波？张扬挠了挠头，做主播的像这么疯狂举报，也是头一份了吧？还好有人替他解决了这个烦恼。临海网警陈警官请求和你连麦。真正管事的人来了。张扬偷看了一眼直播间的数据，这么一会儿已经有6000多观众了，怪不得刚才鉴宝的时候弹幕滚动的速度那么快。先说词，导播在麦克里大声喊话，生怕张扬忘记了。张扬非常隐蔽的点了下头，看向镜头，把之前准备好的宣传语一字不差的背了出来。兄弟们，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个正能量直播间啊。最近连麦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兄弟的法律意识真的很淡薄，尤其是在遇到古董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捡的，或者说我从地里挖出来的宝贝，怎么就不是我自己的东西了呢？我说不是，得上交。有些兄弟还觉得我是在坑人，还和我杠。今天啊，我直接把市局刑侦支队文物办负责文物保护的民警同志请来了，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文物保护的知识。来，让我们欢迎陈警官。张大师，你还真的？不是吧，主播真是条子的卧底啊。兄弟们，我家里有事，先走一步。主播你这样的，在我们老九门是要被清理门户的。张哥，晚上咱还下墓吗？有些口嗨的弹幕，有本事别走啊。张扬边说着边点了接受连麦。视频的那头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民警，样子斯斯文文的，但是身上的警察制服自带威慑力。你好，陈警官。下午好，张老师。我这边嫌疑人都到齐了，警官可以开始了。10分钟后，关于文物保护需要宣讲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也多多帮忙宣传文物保护的知识。悄悄透露一下，最近全国都会开始文物保护专项行动。最后我再举个例子吧。陈警官举起一张纸，上面贴着一张青铜剑的照片，这个是一位大学生在某鉴宝节目里拿出来的，他父亲传给他的青铜宝剑，商周时期的珍品。但这东西啊，其实是他父亲在老家宅基地里挖出来的。小伙子不知道啊，拿着去网上鉴定，专家告诉他是真的，让他赶紧上交。这学生坚持东西是祖传的，还拿到古玩市场卖了5600块。我们找上门的时候，他钱都快花光了。当我们告诉他国家禁止私下买卖青铜器，最高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时候，这个大学生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最后东西追回来了，加上他认错态度良好，最后法院判处他2年有期徒刑，缓刑3年。所以啊，张扬一边听陈警官讲故事，一边看着弹幕。案值才5000，判不了10年，这个我懂。当时鉴定的大师也姓张吗？警官，我举报，刚才张大师帮人鉴定了墓里出土的玉珠。坏了，直播间里有内鬼。陈警官，你听我解释。不对，是交代，也不对，算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刚才啊，张扬把刚才鉴定的事细细道来，连带着自己的怀疑也说了出来。
视频那头的陈警官听完，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我们刚才已经有同事注意到了，问题不大。在你们连麦的时候，我们已经追查到了对方的 IP， 看地址应该就在马鞍山市的郊区。接下来我们会联系当地负责文物保护的同志，去调查清楚背后的具体情况。毕竟是东汉的墓葬啊，比较少见，虽然时间可能很久了，还是要试着找一下的。”陈警官扶了下眼镜，语气有些感慨：“那我就放心了。”张扬松了一口气，感觉到自己的话可能有歧义，又补了一句：“我的意思是，那样的话，文物应该能得到妥善的保护。”说着说着，张扬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之前对好的连麦流程里没有写，但事关重大。他直接开口：“陈警官，如果以后我鉴宝的时候遇到从墓里偷盗出来的东西，我帮他鉴定了，但是没有及时发现，最后那个人被抓住，供出我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啊？”主播终于知道怕了，哈哈，看张大师说话的时候胡子都在抖，慌了。供出这个词用得很准确，主播已经在提前想后路了，当然要承担责任。陈警官一脸认真的说道：“你们直播间是在我们这里被过案的，所以你们有记录和上报的义务。这个在你们办手续的时候，我的同事应该有让你们签过承诺书。”啊！张扬心下一阵无语，这事儿老板和导播都没和他说过，真坑啊！我只负责记一下对方的 ID 吗？这样也没啥用吧？对面可以匿名连麦。张扬反问道：“主播为什么这么懂啊？这么快就想到规避的办法了，厉害！”陈警官点点头，对答如流，确实可以匿名，但也有办法。最近我们会有专人关注你的直播间，对可疑的情况，我们会直接查对方的 IP 地址，定位还是很准的。不过需要你把连麦的时间拖久一点，尤其是当对方用4G 网络连线的时候，追查基站比较耗时。这个没问题。张扬点点头，拖时间嘛，瞎聊不就行了？这年头直播最怕的就是秋后算账，尽早的规避风险才能长久。告别陈警官，张扬又接到了好几个鉴宝的连麦请求，不过都是些玉石首饰，7儿800的，不值钱，也没看点。直播间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主播能不能整点活呀？这么大个主播，鉴定的全是地摊货，太丢人了。直播内容不行啊，溜了溜了。当有人开始刷溜了溜了，直播间的在线人数马上开始几百的往下掉。张扬，稳住！导播看着数据，开始给他压力了。张扬很想说，我也想稳住啊，但是连麦的对象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有没有看点，真不是他能决定的。他能做的就是快速的解决那些看起来乏味的战斗。妹妹，这个是假的，这不是冰种翡翠，这是玛瑙。大爷，这袁大头是假的，材质不太对，你可以称一下克重，26克就是对的。东西是对的，晚清民窑的青花盘值1000多块钱，这个到不了雍正，就算你是在拍卖行买的也是这样，拍卖行它也不保年代。终于在和民警连完麦1个多小时后，张扬和导播苦苦等待的看点来了。新用户34294请求和你连麦。你好。出现在视频里的是一片枯黄的野草，听到张扬打招呼，一只男人的手才慢慢出现在镜头里，手里拿着一小块不规则的棕色土块。张扬仔细看去，发现土块上隐隐有些花纹，而且像是从某个地方硬掰下来的，周围有很明显的断裂痕迹。这不是拖拉机压的泥块吗？看上去像铺马路的那种砖头的碎片。张扬瞅了眼弹幕，转过头，物品信息已经给出来了。名称：土砖碎块，材质：粘土，生产时间：1783年。详细信息：建筑用品，砖头上的花纹很像民间的镇墓符。1783年不就是清中期？墓。张扬看了眼视频里的环境，确实是在户外。兄弟，你这东西是在哪儿弄到的呀？就在这个田里。视频里说话的是个小伙子，他移动镜头，带张扬看了下周围的环境，附近都是郁郁葱葱的农田。我们这里是平原，出来玩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山包，就过来看了一眼。来，您看看这个。对方说话间走了2步，把镜头对准了地面。地上有一个陷进去的坑，坑边的植物被破坏的比较严重。我擦，盗洞！弹幕的话提醒了张扬，确实有可能是盗洞。您瞅见了吧？小伙子继续问。你说的那个小山包有多高？不到1人高。我带您过去看吧。镜头画面变换，宽广的农田中间立着一个1米左右高的小山包，上面长着一些灌木和杂草，非常像坟墓。有没有发现夯土层啊？张扬非常专业问道。判断土堆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的，就看有没有夯实土壤的情况。视频那头的小伙子很专业，没有犹豫，直接就回答：有，夯土层还挺厚的，有20-30厘米吧。很快，对方走到了一个小土坑旁，
坑里全是碎砖头。我去！张扬忍不住惊叹了一句。来，你拿几块起来，给我仔细看看。看了大概3、4块碎砖，张扬心里已经有了个初步的结论。这些确实是墓里的，而且像是墓室顶上的砖头，是吧？对方的语气没有任何惊讶。我再带您看看盗洞吧。看看盗洞，太点了。这坑里的东西是刚挖的吧？旁边还有饮料瓶子。直播倒豆，这个主播真行啊！行，我看看。张扬有点期待，他自己也只在图片上见过盗洞，视频里看还是第一次。老师，您看，这还有一个。视频那头的年轻人把镜头移到了土包的侧面，在一堆树根中间有个脑袋大小的洞，洞口的正中间黑漆漆的，看起来就很深的样子。这应该是刚挖的吧？主播的眼神不对劲，有一种看到同行的快乐。现在盗墓这么猖獗吗？呵呵。张扬笑着摇摇头，果然实物和图片还是有点差距，但是看得出来这不是普通的洞，应该就是盗洞。他根据自己刚学到的知识分析道，这应该是洛阳铲打的，斜着往下打。对，这是探的。年轻人也很懂，专业啊，还知道是探墓的盗洞。这就是他自己挖的，能不知道吗？这不对，打的方法不对。张扬摇摇头，洛阳铲不是应该从上往下插吗？这斜着插，应该什么都看不到。这有点不专业啊，感觉不是专业人士干的。张扬是故意这么说的，他想看一下对面的反应。这样吗？我也不懂这个。年轻人继续往前，把镜头带到了土坡的另外一面。老师，您能看出来这是个木门吗？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张扬揉了揉眼睛，把面前的土坡想象成一个墓，那小伙子指的地方还真像是正中间的门。靠，这就是专业人士吧？张扬想起了陈警官的话，这时候应该有网警在他直播间，他要做的就是帮忙拖时间。他马上开口回应，啊，应该是。听到他确认，年轻人沟通的欲望强了不少，不停地移动镜头，带张扬看周围情况。这边也有一个洞，他又指出了一个盗洞，这边是靠着河的，在山坡的对面隔着一小片农田，是一条蜿蜒的小河。这个墓差不多得有10米宽吧。年轻人走远了一点，把土坡的全景拍了出来。你这感觉不像是大墓，应该就是个明清时期的坟。张扬说道。明清的吗？年轻人有点不相信。我再带您看看夯土层吧。在某个盗洞的旁边，他扒开一些杂草，把完整的夯土层展现在了镜头前。老师，这个夯土为啥感觉用水浇过？张扬仔细看了一下，说道，这应该是糯米水的痕迹。这也佐证了我刚才说过的话，这就是坟。明清时期都没什么人修墓了，所以搞得很简陋。这要是再早一点，得是用糯米水配核酸和土来防盗墓贼，那东西没钻紧机械，根本打不开。主播是在教学吗？专业课上课了，有一种社会实践远程连线老师的既视感。老师太厉害了，吓得我赶紧举报了直播间。直播间的弹幕1秒10几条，张扬根本看不过来，还不知道已经失控了。视频那头，年轻人的话也越来越多。我给您看看这个，您看，这周围都是平原，但是就这里高这么一块，而且面积很大。这是在介绍怎么找着墓的吗？交流经验。这里面应该出不了大东西，像这种明清墓都很穷的，除非你那里在古时候很有钱的地方，富人多。你是在什么地方？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张扬开始套话。南莞。年轻人简短的答道。又是南莞，开始套地址了。前面那个也是南莞的，那边这么多倒豆的吗？坏了，吃瓜吃到自己家。南莞，南莞不行。张扬轻轻摇头，明清时期南莞应该没什么，反正很一般，不太行，出不了大货，差点意思。一般。南莞凤阳猪重8不服，没大货，快收手吧。主播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弹幕都听懂了张扬的话外音，但是连麦的年轻人完全没意识到。哦，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墓，但这个小一点。他又带着张扬看另外一个盗洞，这个前面就是河。这个正常，脚踏河，头枕山，古时候有这种说法的。张扬用专业知识解释道。他现在也有点慌，因为这盗洞有点太多了，就算出不来好东西，也架不住数量多呀。这个洞要比那边的大一点。年轻人比划道。你看这洞大吗？我挖的。这不会是一个墓葬群吧？谁家祖坟被挖了？是，但应该出不了什么好东西。哦，对方的语气有些失望，接着说，我们就是玩儿，我们就是在玩的路上瞅见这个地方了，然后让你给看看。都是玩，谁不是玩？张扬忍不住笑了。小兄弟，这时候往外摘，摘不干净了呀。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专业设备，洛阳铲。没有挖机是吧？对，没问题，都是业余的。
张扬附和道：“是，所以视频突然开始出现卡顿。张扬兄弟，你有点卡，定位了，网卡了，网络监控了，这个怎么？视频一直卡顿。张扬兄弟，你这太卡了，你要不要弄一下网？坏了，直接卡掉了。再见啊，大哥，你直接卡掉了，断掉直播。”张扬看了眼弹幕，是不是下幕了？信号不好，大哥被抓了。很明显是网警在查他。张扬觉得最后这个弹幕说的有道理，这证明他时间拖够了。直播间的兄弟们，别搞了呀，年纪轻轻的去找个正经事儿做呀，别搞这些了。回头记得告诉我判了几年。主播刚才是不是在教唆盗墓？不是，我们刚才就正常交流，大家应该也看见了。我一直在劝他别挖了。就这种清朝的坟，你除非说是皇帝的墓，里面能出大货，其他这种你就算挖，也只有些民窑的瓶瓶罐罐，值不了多少钱。万一挖出官窑的呢？官窑，寻常人怎么用得起官窑？封建社会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冒着3-5年的风险，你挖个几天就出来一个几百块的民窑青花碗，值个1000把块的，划不来啊！咱们直播间的兄弟们还是要冷静，这些都不是正经发财的路子。主播太正能量了，我哭死！要不是你刚才说的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主播真不懂倒斗呢。是怕同墙太多了，抢饭碗是吧？兄弟们，我是一个鉴宝主播，倒斗和我没关系。来，咱们赶紧连麦下一位宝友。宁正东是南皖马鞍山市新乡县公安局的一位民警，他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警队工作，之前一直是一名基层的治安警。这2年，因为国家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他被调到了刑侦支队文物办，专门负责侦破辖区内各类涉及文物盗掘、贩卖的案件。今天，他正在整理之前的案件资料，副支队长突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小宁啊，等下你和老马一起出个外勤。副队长从打印机里抽出刚打印好的资料，扔给了宁正东。宁正东将纸上的资料仔细看了一遍，神情有些惊讶地问道：“这是省里来的调查通知，规格这么高吗？你关注这个干啥？你看看地图，凭着那3个基站的位置，你能找到图片里的地方吗？”副队长指着纸上的图片说道。图上的画面分明就是张扬直播间的截图，连续好几张，截图的时机正好是连麦的那个年轻人给张扬看墓地周围环境的时候。应该可以。宁正东点点头，指着地图上的河说道：“这应该是郊外的清水河，看着图上水面的宽度，应该在河下游。然后你再看这边，这里。行了行了。”副队长摆摆手打断了他：“你自己心中有数就行。这是2分钟前上头刚发下来的，你们赶紧去，争取抓到现行。晚了，这群盗墓贼跑了，我拿你是问。”宁正东面色一正：“行，我马上出发。”与此同时，在新乡县的河西村清水河边一片农田里，3个附近村里的年轻人正围成一圈，看着坑里的碎砖头。为首的是刚才和张扬练过麦的小伙子，瘦瘦高高的，外号叫寸头。一个胖胖的小年轻问寸头：“寸头哥，咱们还要挖吗？刚才那个老师说这里面没什么好东西，而且刚才那直播间的弹幕说网警会顺着我们的信号直接查到我们在哪儿。”寸头捡起刚才他鉴定过的碎钻头，拿在手里掂量了下，好像在想什么问题，接着和同伙解释道：“胖子，人家主播说不值钱，那是人家有钱，看不上这点儿。你听不出来，那个主播以前也挖过，不然怎么能这么懂？人家现在金盆洗手了，当然要劝我们。你要是听他的，那东西卖了以后的几千块钱，可就没你的份了。”胖子听完想了想问道：“能分几千？”寸头白了他一眼：“起码5000吧，甚至有可能上万。你别看这里已经有盗洞了，但是这洞口这么小，大件根本拿不出来的。大件的古董，哪怕是个夜壶都可值钱了。而且咱们这清朝的时候有钱人很多的，没听说吗？村长家祖上可是尚书，也许他祖坟就埋在这儿呢。说不好这墓里就有大东西。”这时候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兴奋地说道：“哥，查到了，网上说警察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定位嫌疑人的位置，但是非常慢，而且范围很大。”寸头听完把手里的碎砖头一扔，狠狠拍了下眼镜青年的头：“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不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就是玩儿。”“是，我记住了，我们就是玩。”眼镜青年点点头：“这地方都被人盗过了，我们就是看看里面还剩什么东西，这才对嘛。”寸头满意的说道：“大哥，我们不是打电话，我们是视频连麦，你是不是搞错了？”胖子问眼镜青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查了，网上说上网只能查 IP 地址，但是4G 网络查不了 IP 地址，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被发现。”寸头满意的摸了摸下巴，看向胖青年：“那不就得了？胖子，你现在还慌吗？”胖子想了想，又问：“
他们会不会顺着咱们的斗鹰号追查过来啊？号可都是实名认证的。寸头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没事，这个号是拿你爹的身份证注册的，你忘了？”胖子闻言恍然大悟：“哦，那没事了，我爹以前进去过，再进一次也无所谓。行，那咱们就开挖吧。”眼镜青年把铁锹递给了胖子：“你听哥的指挥，我去那边山坡上给你们俩放哨。”“行，我来。”胖子接过铁锹，撸起袖子，摆开架势，顺着刚才的盗洞开始往下挖。3个小时后，在地面上已经看不到胖子的人了，只看到一个洞口，不停的有铁锹往外撅土。寸头就站在洞口，一边看着手机里的女主播，一边嘴上给胖子加油。这时候，他突然感觉有人在背后拍了拍他。干什么？寸头皱着眉头转过去问道。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一脸严肃的看着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警察正是出外勤的宁正东。啊！警察！寸头慌忙站起身：“报告警察同志，我发现一个大坑，因为好奇就过来看看。”“哦，是吗？”宁正东似笑非笑的说道。“可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你蹲在这儿了，看了这么久吗？”寸头看向警察身后，两人警察应该都是从马路那边过来的。他心想：该死，眼镜不是说在放风吗？怎么警察来了都不知道喊一声？我刚才还在思考这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寸头狡辩道。就在这时，他身后的洞里突然传来了胖子的声音：“哥，我挖着棺材了，你快下来看看。”宁正东手移动到了腰间，准备掏手铐。寸头被他这个动作吓了一跳，还以为警察要掏家伙，吓得马上把手举了起来：“我认罪，我认罪，我们是在盗墓。”此时脸上沾满了泥的胖子从洞口里探出半个头，看着寸头的背影问道：“哥，怎么喊你？你不应我呀？你举着你的手是要干嘛？”宁正东偏过头，绕过寸头，看着胖子笑着问道：“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傍晚，在山坡上睡觉的眼睛青年悠悠转醒：“哥，胖子，你们挖完没？怎么也不叫我呀？”等他走到墓前，才发现2个同伙早就不见了踪影，现场一个很深的洞被黄色的警戒线封了起来。坏了！眼镜青年很熟悉那个警戒线，因为和电视剧里警察封锁现场用的一模一样。新乡县公安局审讯室，姓名李伟，年龄16。噗！宁正东刚喝下一口水，听到这话直接喷了出来。多少？他看向3人盗墓团伙中的胖子，质问道：“你说你16岁？16岁壮得像头牛。”宁正东和老马把他拉出盗洞的时候，差点2个人都被他拽下去。我确实16岁，但是因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营养好，所以发育得快。胖子解释道。行吧，反正以身份证为准的。宁正东问道：“那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们就是玩儿。打住！同样的话，宁正东已经听过2遍，赶紧打断了对方。你的大哥寸头，他可是已经撂了，说你们是盗墓。那我们就是盗墓，大哥说啥就是啥。胖子很光棍的答道。之前在网上鉴宝的是你吗？不是，是我爸。据我们调查，你爸现在应该在省第3监狱服刑。你的意思是他逃狱了？啊，他还没放出来吗？胖子的表情有点意外。那没办法了，鉴宝的是寸头，我大哥。你倒是诚实。宁正东点点头，他最喜欢认罪态度好的人，这样不用费什么劲。那你把事情详细的经过再讲一遍吧，尽量不要漏过任何细节。好。胖子点点头，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说起。如果不是他，我们不可能走上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阿 T， 千里之外，刚刚完成了直播任务的张扬突然打了个喷嚏。小张感冒了？高姐关心的问道。最近降温，你们这些年轻人可得注意点。谢谢高姐。张扬随口答道，心里却开始嘀咕，该不会是逃课的事被老师发现了吧？张扬兼职的时间是每天下午，他这个学期就只有今天的下午有课，因为是全院学生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学生多，从来不点名。老师的意思也是爱来不来，考试能及格就行，张扬才敢直接逃。回到学校，张扬连书包都没来得及放，赶紧一路小跑去教室。看时间才刚下课，运气好能堵到老师，和老教授说明下情况，兴许还有救。结果还没进教学楼，就看到班上的同学在往回走了。老师还在吗？张扬随便找了个人问道。走了呀，下课老师都是先走的。点名了吗？点了，不过你别慌，下周还要再点一次，再翘第2次就行了。胡那就好。张扬点点头。这时候一个穿着 LO 裙的女生走了过来，笑着和他打了声招呼。张扬。嘿，丁莹。张扬认识这个女生，和她一样是4班的，身高和长相都很像王子文。对方在大学里每天都穿 LO 裙，这样的女生
张扬的室友们很难不讨论。你最近有去过临海古董城吗？丁莹走过来，小声问道。去过呀。张扬没有多想，兴许这个女生也去过，碰巧看见了她。那就是了。是什么？张扬问道。没什么，那个，你晚上有空吗？我想介绍个女生给你认识。有空有空。张扬的室友刚好过来，偷听到丁莹的话，马上替他答道。老张，你放心去，书包我帮你背回去。室友秦凯热情地帮张扬把书包取了下来。那行。张扬点点头。古董城，介绍人认识。这会儿他已经大概想明白了丁莹的意思，肯定不是介绍女朋友，很可能是谁知道自己买了那个粉彩花盆，想找自己谈谈。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但在当下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根据监控里的人脸想找个人并不难，张扬并不意外。我们现在就去，你可以等我一下吗？我先回去换个衣服。丁莹小声说道。行，那我刚好去吃个晚饭。张扬转身就想和室友们一起走，5点刚好是晚饭时间。吃屁吧你，还吃晚饭？秦凯把张扬拉住，在他耳边嘀咕，你陪着人家姑娘出去不吃饭干唠啊，是不是傻？接着笑着把张扬推到丁莹身边，我们先走了，你们聊。室友的举动让张扬哭笑不得，他只能跟丁莹说，不好意思，那我们走吧。张扬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学校里天天穿 LO 裙的女生出校门非要换成碎花连衣裙，都是裙子，有什么区别吗？白让他在女生宿舍楼下喂了半小时蚊子。丁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远房表姐会认识自己班上的男生，还这么急着要和他见一面。本来今天他想去话剧社排练洛丽塔的，只有方甜甜什么都明白。临海大学外的瑞星咖啡厅里，方甜甜一边搅动着咖啡，一边想着怎么和张扬开口。丁莹已经很自觉地出去了，但张扬脸上的微妙的表情让比他大了5岁的方甜甜一时间有点恍惚。明明在店里的时候，他还觉得眼前这个大2的学生在异想天开，没想到最后小丑竟是他自己。方甜甜假装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张同学，你那个粉彩花盆是给自己买的吗？是啊。张扬边喝着咖啡边答道，非常惬意。按理来说，面对比自己年长这么多的人，张扬应该多少会有点小紧张，但可能因为对方是在古董店里工作的，而张扬又对古董这一行有绝对的自信，所以他感觉语气和心情都很轻松。那你有出售的打算吗？方甜甜继续问道。你要买，还是你替别人买？张扬反问道。那个花盆起码价值10万，这个姑娘是个店员，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懂古董的样子，张扬只能理解成她是替别人来问价的。是我自己买，3500，可以吗？方甜甜有些心虚地问道。实不相瞒，那个花盆是有人预定好的，但是当时店里有一个 UP 主在，我就给忙忘了。3500？张扬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我没听错吧？我只见过卖家给学生打折的，第一次见让学生打折的。3500，你已经赚了500，很多了。那个就值3000。方甜甜嘴很硬，我们请过专家鉴定过的，只是因为我工作的失误，所以多给500，算是我付出的代价。其实我1个月的工资也就4000多，这500我真的很有诚意。说着说着，方甜甜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抿着嘴，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张扬。看张扬不为所动，他又故意把衣服往下扯了扯，露出脖颈下一片迷人的雪白，挺好看的。张扬坦荡地看着对方，嘴角挂起一丝讥讽的笑容。你这么大方，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你1个月工资就算5000的话，不吃不喝也要攒20个月才有可能买得起那个粉彩花盆。3500卖给你，凭什么？你什么意思啊？被张扬噎了一下，方甜甜脸涨得通红，生气的直接喊出了声。咖啡店里的其他人听见他这么一喊，纷纷看了过来。张扬赶紧扭头看向窗外，避免现场社死。这女人太离谱了。他偏着头小声提醒对方，大姐，这里是公共场合，注意下形象。你怕丢人？嘿嘿，我可不怕，反正东西带不回去，我工作肯定要丢。方甜甜有些耍无赖的笑道，接着又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你是不知道，我们老板很凶的，不仅要我赔钱，还要开除我。好弟弟，你就帮帮姐姐嘛，大不了我再多给你点。方甜甜说着，又把胸前的衣服往下拉了拉，一副要把这个思路贯彻到底的样子。其实事情远没有方甜甜说的那么严重，人家汪大师知道粉彩花盆被买走，只是略微有点遗憾罢了。是方甜甜她自己想趁机搭上汪家，尤其是汪建业那个他眼里的青年才俊，才主动请缨来找张扬。当然现在他也想趁机发笔财。至于眼前这个大2的学生，在他眼里这番低声下气该录的也录了，他总该怜香惜玉了吧。怜香惜玉，张扬这会儿的想法跟这个可完全不搭边。他想的是，
这女的不会算数吗？5000一个月，20个月那就是10万啊！还是说这女人觉得她自己能值10万？张扬转过身瞥了对方一眼，身材和长相确实都比一般人要好，就是这嘴脸也太令人作呕了，让他连周旋挑逗一下的想法都没有。他抱着胳膊正色道：“方小姐，我可能说的不够直接，那个粉彩花盆是清晚期的官窑，品相极佳，10万块在拍卖行都是起拍价，你懂吗？所以别在我这儿卖萌撒娇搞擦边，没用的，我还不至于捡芝麻丢西瓜。”方甜甜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她盯着张扬看了一会儿，脸上有怨气，又不解，还有一丝复杂的羡慕。半晌，开口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也就直说了，你这个东西是汪大师看上的。”方甜甜拉虎皮扯大旗，把国家级鉴宝大师的名头拿了出来。哪个汪大师？张扬疑惑地问道。他认识的姓汪的，而且还有点名气的，就是那个卖老坛酸菜的主持人。什么大师，他还真没听说过。你玩古董的，竟然不知道汪大师？你就不能说名字吗？张扬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汪国生老师，听说过吗？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你这个东西可是国宝，不能只看经济价值。等会儿，你先别扯那么多，他名字具体是哪几个字？张扬打断了对方的长篇大论，拿出手机问道。汪洋大海的汪，国家的国，声音的声。键入汪国生3个字，马上有百科词条弹了出来。张扬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对方确实是个鉴宝大师，不仅各种电视节目没少上，还上过官媒，相当于官方认证了。而且这个汪大师的老家就在临海，和方甜甜说的也对得上。不过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鉴宝大师？真不熟。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你来晚了。张扬露出遗憾的表情。那个粉彩花盆我已经交到拍卖行了，今天白天一天都在忙这个事儿。啊？方甜甜不敢相信，怎么可能这么快？当然要快啊，这个月15号就是瓷器拍卖专场，错过这次要等1年。等15号拍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是12号，离月中还有3天不到，张扬给出的理由完全说得过去。可方甜甜还想说些什么，张扬已经站起身。感谢你的款待，等下帮我和丁英同学道声晚安，我先回去了。哎，等等，我是学生，你不可能让我买单吧？张扬回过头，耸了耸肩，接着径直走出了咖啡店的大门。走出门后，见方甜甜没有追出来，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真没劲，还以为是艳遇呢，没想到是晦气。”次日下午，张扬正常上班，正在化妆呢，金总监突然走了进来，还带着一个摄影师。高姐，你这还要多久才能忙完啊？金总监尖着嗓子问道。哟，金妹妹，姐姐这还要一会儿呢。高姐学着金总监的语调答道。姐，你可真爱开玩笑。金总监用兰花指点了一下高姐，挥挥手，让身后的摄影师走上前来，吩咐道：“等会儿，等咱们的张大师化完妆，你给他拍张沧桑一点、成熟一点的照片，我要拿来做封面。”什么封面？张扬睁开眼问道。一般金总监过来的时候，他都是闭着眼，眼不见心不烦，听见这还关他的事儿，他下意识地关心起来。咱们抖音号的头像，还有短视频的封面啊。金总监笑着说道，那语气别提有多开心了。张扬，老板已经去粤省进货去了，咱们估计下个月就能开始直播带货了。这时候咱们得把你的品牌树立起来。听到这话，张扬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辣椒酱的牌子，那种产品就是拿人的半身像做商标的。他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这个，金总，咱们当时的合同里没说要使用我的肖像吧？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金总监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张扬的肩膀。放心了，你现在这么火，等老板回来，大合同给你安排上。你就说年薪100万够不够？哟吼，100万啊，张扬，你这么值钱？高姐惊叹道。行吧。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张扬也就没多说，很配合的拍了宣传照。反正合同的事不定下来，公司肯定也不敢用这照片，不然就是侵犯他的肖像权。拍完宣传照，他马不停蹄的回到了直播间。主播终于回来了，这就是大主播吗？椅子待播5分钟。张扬看到这样的弹幕，愣了一下，看一下旁边的数据，显示已经开播6分钟。直播间里已经有5000多观众在线观看。导播不想浪费张扬上班的每1分钟，竟然提前开播积攒人气。兄弟们，我来晚了。张扬不好意思的冲观众拱了拱手，刚才遇到点事儿，咱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鉴宝。探出的第一个连麦申请是新乡县公安局申请和你连麦。又是警察来做宣传吗？现在都不事先通知了。张扬一脸疑惑地看向导播，对方却回了他一个我什么也不知道的表情，努努嘴，示意他赶紧接。张扬觉得这地名有点耳熟，可一时间没想起来新乡县在哪儿，但对方敢起这么个名字，
肯定不会是假的。他接通连麦，主动打了声招呼：“您好，下午好，张大师。”视频那头警官并没有露面，但是背景那面蓝色的墙已经有派出所内卫了。你能帮我看看这个吗？对方把镜头对准了一个黄白色的小罐子，比风油精的瓶子稍大一圈，上面依稀可以看到彩色的画，画得像是一只昆虫。这上面画的是蝈蝈。对方帮忙介绍道：“哦，那不错，您把东西拿起来，我看看底下。”张扬端详了一会儿，待物品信息显现，他才再次开口：“这应该是个粉彩的鼻烟壶。鼻烟壶这东西是明万历年间才传到国内的，但是粉彩是清朝才有的。这种东西一般都是老东西，很少有去仿这个的。”“哦，清朝的，能更具体一点吗？”民警追问道。“看上面的土磬，我觉得是清中期、雍正、乾隆，差不多。这个应该是墓里出来的吧？这种土磬不像是在咱们日常这种全是空气的环境下保存的。今天一来就是老九门吗？说老九门的看不到人家的袖口吗？这很明显是普利曼 Polly。警察叔叔鉴宝，不会是要量刑吧？主播已经彻底叛变了吗？”“是的，这是我们不久前在一个明清墓的盗洞里发现的。”民警简短的说道。“能确定是清中期的是吧？”“是的。”张扬看着物品信息里的年代，很笃定了，点了点头。“那像这种东西，价值一般在多少呢？”“问价了，看来是要定刑。主播要把一个同行送进去踩缝纫机了。”这个张扬看了眼弹幕，他完全不慌，按照大数据匹配的结果，实话实说，如果是全新的话，之前湘江那边拍卖过一个，大小差不多，最后的成交价是6万。这个受损有点严重，可能要打个2折，直接说1万不就得了？弹幕懂又不懂，这叫严谨。主播太细了。好，民警点点头，没有多纠结。谢谢张大师，就不打扰你了。好嘞，再见。主播刚才的是警察吗？兄弟们，别瞎问，一起看看宝贝不就行了？张扬看向镜头，没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啊，卡1毛钱粉丝灯牌就能连麦，大家别客气，有什么宝贝赶紧连我。来，咱们欢迎下一位朋友。张大师好，今天我带来个宝贝。给我看看。张扬刚拧开保温杯的盖子，还没来得及喝，视频里的一幕直接让他惊呆了。只见画面里，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从铺满红色颈部的盒子里拿出了1米多高的彩色泥塑金刚像，泥塑底下有一个圆形底座，表面的彩色颜料有些脱落。任何一个对古董有点了解的华夏人，看到这个下意识的都会想到一个词：唐彩。弹幕直接疯狂了。这要是真的，建议击毙，就地正法吧，手铐都省了，请他吃花生米吧。张扬也懵了，卧槽，这东西能看吗？他冷静下来想了想，青铜器都能看，那唐彩应该也能看，但是话是一句都不能乱说。视频那头说话的是个中年人，展示完宝物，悠哉悠哉的说道：“主播你懂这个吗？这东西一般博物馆里才有，我看你说在博物馆工作过，应该见过吧？上面那个黄色的是鎏金的吗？”张扬问道。这几天的鉴宝经历，他已经逐渐明白了怎么快速拿到物品信息，看得越全面，关于宝物本身了解得越清楚，信息来得越早。不是，是贴金。对方对答如流。哦，底下我瞅瞅。对方把镜头对准金刚像的底座，底下是空的。怎么样，老师，这可是大货。对方得意洋洋地说道。这真是国宝吧？普利曼呢？出来干活。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盗墓倒斗有意思，但是真看到文物，那股正义感还是不会少的。重器啊！张扬随口感慨道，眼神却已经移到了物品信息上。名称：唐彩金刚像，材质：陶土、铜、铁、锰等，生产时间773年。详细信息：唐彩泥塑金刚像，外表贴金，品相完好，疑似山晋省内南之寺被盗文物。看完物品信息，张扬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抄。接着浮起一个念头，王警这会儿应该已经出动了吧？这东西应该是寺庙里的吧？张扬试探着问道。哈哈，老师你果然是懂的。对方冲镜头竖了个大拇指。我懂，我怕你不懂。张扬有些深意的说道。哈哈，我懂。这有条弹幕说够枪毙20次了。哈哈，我好怕呀。对方的语气非常嚣张，给人一种有恃无恐的感觉。这人不抓吗？这么明目张胆，可能是特殊时期流出国拍卖回来的，合法的，说不定人家早就润了。确实，感觉应该偷运出国了。弹幕说的话都不是张扬现在关心的，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拖时间。这个东西啊，嗨，东西肯定是对的，上面还是贴金，这种金刚像的话，应该是在庙里供奉的，肯定不是啥正规渠道流出来的。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不是倒斗倒出来的，上面没有土磬的痕迹。
这个是朋友送的，送了得有20多年了。对方笑着说道。这些弹幕啥也不懂，在这儿喊抓抓抓，哈哈哈！超过20年以上，无期徒刑的追诉期也就20年，懂吗？管不着我了呀！太嚣张了，主播想想办法，这次我们支持你，不能让这种人逍遥法外。张扬也觉得确实太嚣张了，但对方越是嚣张，他的心越沉重，因为对方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出来秀，恐怕没少研究相关法律。直播间有没有喜欢收藏的兄弟啊？我这个东西可以走海外拍卖的渠道啊。可能是觉得对弹幕还不过瘾，对方直接开始在直播间叫卖。就在这时，张扬终于等到对方的视频卡了，而且很快就卡掉了线。可以了，应该是 IP 锁定了。他长舒了一口气，冲着观众们说道：兄弟们别急，我查下资料先。天降正义，支持主播打击文物贩子。南之寺唐彩盗窃案。直播到一半，主播突然开始上网查资料，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响。这要是换成别的直播间，观众要么开喷，要么直接退出。但是在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里，满屏都是天降正义，老师加油。很快，张扬就靠着物品信息里的关键词找到了相关的资料。他看向镜头，冲观众说道：看大家对刚才那个唐彩还挺上心的，干脆我带兄弟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据我分析，刚才那个唐彩啊，肯定不是什么正经路数出来的，正经的都在博物馆藏着呢，要么是100年前流出拍卖回来的，要么就是后面通过什么违法途径得来的，肯定是违法途径。那人不都说了追诉期吗？主播想啥呢？直播鉴宝改成断案也行，我喜欢看。是，我和你们的看法一样，违法途径的可能性很高。这里我又抓到了一个关键点，20年，那个人很懂20年的追诉期。那么20年前有什么和唐彩相关的事吗？哎，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你们看，张扬把电脑屏幕投到了直播间。那是一篇关于南之寺盗窃案的报道。南之寺在华夏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里排第1，最古老。除了莫高窟里的塑像，南之寺内的唐代塑像是内地现存最早的佛教塑像。在上世纪末的时候，3名歹徒闯进南之寺，将保管人员打伤，抢走了佛像肚子内的宝贝，还有寺里的几座泥塑。这是一个悬案，至今未破。兄弟们，这个时间点和刚才那个人20年的说法，是不是刚好对得上？张扬敲着桌子分析道。主播说的在理，这个南之寺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和刚才鉴宝的人的情况很像啊。我不知道怎么举报那个人，只能先举报直播间了。张扬一看有人要举报直播间，他有点慌，赶紧解释：别搞事，兄弟们，这事儿我们导播已经在联系警方了，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我们要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件事我会持续关注下去的，大家尽管放心。来，有请下一位鉴宝人。马鞍山市新乡县河西村外，2辆警车停在水泥路上，周围站了不少围观的村民，大家都隔着警戒线，远远地看着河边的农田。在张扬鉴定过的清朝土坡旁，以寸头为首的3人盗墓小团体，正在几位民警的带领下指认犯罪现场。今天是刑警支队的副队长亲自带队，宁正东和他的搭档老马只需要在外围警戒。老马闲着无聊，问身旁的宁正东：老宁啊，咱们申请的考古队什么时候能下来？这都好几天了，要是太晚，下场大雨，这坟可就毁了。我昨天打电话催过了，我跟他们说，这边有个清中期的墓葬，很久前已经被盗过1次，这2天又被盗了第2次，需要抢救性发掘。他们说，考古队的人都派出去了市区第3矿场那边发现了一个东汉的遗址，现在分不出人手，要我们再等2天。东汉？老马非常惊讶，咱们这儿还有东汉时期的遗址呢？不只是遗址。宁正东面色严肃地说道，听说这次也是抓到了盗墓贼，根据人家手上东汉的玉珠才找到的。玉珠？老马是懂文物知识的，压低着声音说道，那玩意儿不是死人攥手里的吗？这盗墓贼可比咱们这里的3个憨包很多了，起码得5年吧。哈哈。提到刚刚抓捕到案的3个年轻人，宁正东也忍不住笑了。这3个人里面最有趣的是那个胖子。那天你在审寸头，不知道他有多搞笑。我问他，你们这个盗墓的主意是怎么来的呀？他一脸正经地告诉我，说是因为在网上看了张大师的鉴宝视频，觉得挖到个宝贝就发了，所以才来的。真是这样？老马问道。当然是假的。宁正东笑着说道，我看了他的抖音浏览记录，全部都是在看大姑娘扭胯。全是？是啊，我刷了10几条，全是，根本没鉴宝相关的。那他好养的真好呀。老马感慨道。对了，你知道寸头怎么料的吗？老马转移话题，说起他审讯寸头的事。为什么？那小子嘴是真的硬，说他不知道那是墓，就是挖个坑过家家呢。然后
我就把从胖子身上搜出来的那个小瓶瓶，就装风油精那么大的那个，拿去找张大师鉴定了一下。张大师，这次轮到宁正东惊讶了，这不合规矩吧？啥规矩不规矩的？老马耸了耸肩说道：“咱们做基层工作的，哪有这么多说法？你请人家张大师看一眼，和拍照在网上 AI 识图有啥区别吗？都是做个参考。那小瓶瓶，乾隆的，粉彩的，值1万多。寸头那小子好像知道张大师的厉害，看了我鉴宝时的录屏，他直接就招了，承认自己是想发财才去盗墓的。这么简单？”宁正东有点没想通，那寸头嘴很硬的啊，一次鉴宝就服软了。我猜他应该是破防了。老马有理有据的分析道。一旁正在指认犯罪现场的胖子找了个机会跟寸头说了一句：“哥，我对不起你，我把你供出来了。我本来想让我爹顶罪的，但他好像还没逃出来。”没事。寸头的脸上是麻木而绝望的表情。胖子，我真没骗你，这墓里光一个鼻烟壶就值1万，早知道我和你一起挖了。哥，别说了。眼睛一脸痛苦的说道：“咱们可能要3年后才能再见了。”不会吧，我把你们俩都供出来了，应该算戴罪立功，能减刑的。胖子有些不确定的说道。剩下2个人瞬间瞪大了双眼。行了，你们几个老实点。民警在3人身后呵斥道。与此同时，还在直播的张扬接到了一通来自新州市公安局的电话。您好，请问是张扬，张大师吗？电话那头说话的是一个声音甜美的姑娘。没错，我就是。请问您这边是有关于我市南之寺被盗案的线索要提供吗？是的，我有非常多的线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把南之寺的事情和新州的民警讲清楚后，张扬感觉浑身舒畅。直播间的观众虽然听不见他说什么，但看张扬眉飞色舞的样子也没闲着，不停的扣弹幕。主播老婆生孩子了吗？这么高兴？有可能是昨天夏目出的货已经出手了，说不定是邻居家生孩子了。兄弟们的分析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张扬挂完电话，看了2秒钟的弹幕，整理了下思路，和观众说道：“刚才是普利曼打来的电话，南之寺的事情大家可以放心了。”太快了吧，主播！66666，主播 NB 大快人心。直播间满屏幕的666和小礼物刷了起来。唯爱小梨花为主播点亮霸气灯牌 X1， 化妆品海外代购赠送给主播彩虹摩天轮 X1， 临海唯一牛德华赠送 V5X99， 谢谢大家的礼物。张扬冲镜头拱了拱手，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感谢了一会儿弹幕和继续，张扬看了眼时间，离下班还有3分钟，继续鉴宝的话，万一再出个大祸，可能耽误他这个铁血打工人下班，便说道：“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主播在摆烂吗？1万观众下播，这个人气，换别的主播能播到人4了。兄弟们，取消关注点一点，别惯着主播。别呀，明天又不是不播了。”张扬话音未落，就看到直播间马上掉了10几个关注。张扬，别急。耳机里传来金总监的声音：“再播会儿，还有点事。”张扬一抬头，发现这货又带着那摄影师来了，这时候正在导播旁边冲他比划着：“继续，再鉴定一会儿，帮你拍点工作照。”原来还是宣传的事，没完了。张扬轻轻皱了一下眉，但很快把情绪调整了过来，冲着镜头说道：“既然大家都还想看，那咱们就加重。主播千万别勉强自己，不想播可以不播的，不勉强。今天高兴，加重一位幸运的宝友。”张扬大手一挥，马上连线下一位宝友。接通视频，对方的画面乌漆麻黑的，半天都没反应。张扬只能提醒一下：“喂，可达鸭007，你在吗？你摄像头是不是有问题啊？”“哦，等下呀，我开下灯。”说话的是个有些烟嗓的女生。叭的一声，台灯亮了。这位宝友，张扬说这话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嚯，妹妹，你这没少买啊！镜头里的白色床单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玉石首饰，得有个10几20件，其中以手镯居多，还有些挂饰。这不是我买的，这些都是我妈买的。女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无奈。我妈，她每次去旅游吧，就非得在景区买东西，桌上的东西都是她退休以后这2年买的。我想找您看看，亏了多少，心里好有个数。一看就是假货居多。我的韭菜母亲，家里有老人是没办法，我妈就是说不听的。听这个女的语气，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主播悠着点，别把人家心脏病给气出来。2年买了这么多，张扬粗略扫了一眼，加起来估计有20件。他心想，这也是个大户人家。这样吧，咱们从你觉得最贵的开始看。张扬说道。您先帮我看看这个吧。姑娘拿出一个羊脂白的挂件，比1块钱的硬币稍大，上面雕刻的是弥勒佛像，顶上还穿着一红绳。来，你拿起来我看看。别正对着光，有点晃眼。羊脂玉啊，
这是好东西，肯定不便宜。这佛像雕的还不错，应该是机雕，然后手工修的。张扬点评道。是吗？姑娘语气有些惊喜。我妈妈买的时候是按和田玉买的，这个花了她3万块。3万？真黑啊！这是在哪儿买的？张扬问道。在韭菜沟。韭菜沟？你说的韭菜是咱们平时包饺子用的那种韭菜吗？张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实时语音识别的还真是韭菜2个字。哈哈，韭菜沟是专门割韭菜的地方吗？应该是九寨沟吧？啊？不是，我嘴瓢了，我说的是九寨沟。哦，吓我一跳。张扬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姑娘，你之前有没有在某宝上看到过那种几百块的和田玉？有，那种肯定是假的，应该是玻璃吧？姑娘还是有点社会阅历的。不是玻璃，人家那种和你手里这个一样，都是玉，但是都是阿富汗玉。玩珠宝的一般管这种料子叫阿料。那阿料值钱吗？姑娘问道。我这个有开和田玉的证书的，是不是价格也差不太多？而且还是手雕的，开证书要不了几块钱，量多的话证书还能打折。这东西的本质就是大理石建筑材料，大一点用来做铺地砖。张扬没有多废话，直接打断了对方的幻想。你这个9块9包邮，还能送双袜子。视频那头的姑娘一时失语。阿富汗玉等于大理石，这种东西就是专门拿来骗老人的，毕竟是在韭菜沟买的呀。那我可以拿着证书去找他们麻烦吗？姑娘有些不服气，卖家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这个鉴定机构应该还在。找不了的，妹妹。张扬解释道，这个机构正不正规？现在还在不在？都是问题。就算在，人家会说鉴定的是真的，卖的是假的，东西被调包了。这种事说不清楚，维权很困难。其实这些网上都有大把的案例，但是人们往往在被骗之后才想起来看。好吧。姑娘的语气非常沮丧。那您再看看这块无事牌吧。姑娘又拿起一块令牌形状的白色玉牌，有1/3个手机那么大，厚度和成年人小指头的差不多，周围有些纹饰，中心是光滑的平面。无事牌寓意平平安安，无事烦扰。这个也是在九寨沟买的，按和田玉买的。在韭菜沟买2件，心是真的大。一眼阿富汗玉。张扬看着想当然的弹幕摇了摇头。有时候不一定要卖假的才能挣钱，比如眼前这个就是。这个没问题啊。确实是和田玉，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质地和刚才那个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才是和田玉的质地。这样啊。姑娘语气振作一点，这个您看一下，大概值多少？这个我能出到1500。张扬很中肯的说道。他猜对方肯定买贵了，但是他不可能瞎报价，那坏的是自己的口碑。姑娘又失语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这个我妈花了2万6。张扬，妹妹啊，钱这东西没了还能再挣，亲情还是比钱重要的。张扬苦口婆心的说道。他带入自己到对面这个姑娘的角度，血压已经高了，5万块变1000啊，而且还剩10几件东西还没鉴定。这个我知道的，张大师。姑娘苦笑道，这是我妈自己的钱，她怎么花都是她自己的事，就是被骗子骗了，让人心里有点不得劲。这是没办法的，就当交学费了。唉，只能这样了。姑娘叹了口气，张大师，您再帮我看看剩下的吧，基本都是在景区买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好。张扬痛快地答道。这个妹妹心态还挺好的，也就是不缺钱，换个普通人早就破防了。普通人也不会花3万买大理石吧？盲猜这20件亏了10万以上。10分钟后，张扬挂断连麦的时候，人已经有点麻木了。那个姑娘一共鉴定了21件宝贝，其中真正值钱的就一个观音挂饰，价值在5000上下，结果还是花1万买的。加起来，按弹幕统计的数据，亏了有16万。到后面的时候，感觉鉴宝的那个姑娘已经有点绷不住了，甚至都懒得说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反正都是亏钱。兄弟们，现在是真的要下播了，老九们的兄弟晚上还有活动，88888888。希望主播明天还没被抓。明天周末，大师有安排吗？张扬本来都准备关直播了，看到周末2个字，突然想起来，明天是临海拍卖行的瓷器专场啊。他的粉彩花盘都已经寄到拍卖行了，明天高低的去瞅一眼，这样心里才有个底。但是公司会准假吗？他想了想，决定先斩后奏。兄弟们，明天的直播时间可能会推迟一点，我要去参加一个拍卖会。这个年代还有拍卖会吗？拍卖会为什么不能直播？播户外啊？播不了，户外直播要备案的。我先下了呀，大家明天晚点见。直播推流关闭，导播冲张扬比了个 OK 的手势，示意他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牛啊，张扬！金总监带着摄像师走了上来，指着他说：“快拍一下张大师幕后的样子。”金总，
我明天。拍卖会是吧？去啊，晚上把直播时长补上就行。好嘞。张扬没想到金总监这么好说话。卸妆的时候，从高姐嘴里他才知道，原来跟在金总身边的那个摄影师是她的新男朋友。借着给张扬拍照的名义，金总成功把男朋友塞进了公司，所以连带着对张扬也和善了起来。对此，张扬只有一个的想法：逆天。次日下午2点，张扬提前到了现场，临海拍卖行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会客室里，下午好，张先生，这是之前您网上确认过的单据，麻烦再过目下。好的。张扬从笑容甜美的客服小姐姐手里接过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里面是他之前在网上确认过的东西，比如合同啊、费用明细之类的。在临海拍卖行，不管拍品成不成交，都要付2%的保管费。成交的话，要付成交额5%的交易费；如果流拍，则要付起拍价3%的流拍费。张扬选的是拍后付款，这也是拍卖行推荐的选项。没问题。张扬仔细的看了一遍，随后问道：“我的东西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这个您可以查阅拍卖手册。客服非常专业的答道。好吧。张扬耸了耸肩，他起身走出会客室，刚一开门，迎面撞见一对情侣打扮的人。阿光，这里就是拍卖行的后台吗？两人中的女孩正挽着身边瘦瘦高高的男子的胳膊，夹着嗓子问道。这样的夹子音，这样的网红脸，张扬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公司的主播小梨花。她直播第一个客人，也是公司上周流水最高的女主播。那她身边这位，哎，张扬同学？不对，张大师。小梨花也认出了张扬，并且马上介绍：阿光，这位就是给你鉴宝的张大师，怎么样？我就说他是假扮中年人的吧。张扬，这个是那天找你鉴宝的雨中听梨花。你好，张大师。阿光热情地伸出手。你好，榜一大哥。张扬笑着和他握手。具体怎么称呼？你是小梨花姐姐的榜一，也是我直播间的榜一。哈哈，我叫陈彦光，叫我阿光就好了。好的，榜一大哥。哈哈，你们真有意思啊。小梨花捂着嘴笑道。张扬同学，你来拍卖行干什么？卖个小玩意儿。张扬说道。他不过卖个10万的花盆，眼前这个榜一大哥上周给小梨花刷礼物就刷了小30万，所以没啥保密的必要。哦。阿光脸上顿时来了兴趣。张大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你这么年轻，有这样的见识，我想你家里应该有长辈是古董这行的高手。我很好奇，你卖的是什么？嗨，没那么夸张，我就是个凡人。回答张扬的是两个人鬼才细腻的表情。看两人不信，而且一副不说不让走的架势，张扬只好说：你们有这次的拍卖手册吗？我指给你们看就知道了。我有。小梨花从帆布包取出一个蓝黑色的小册子。我找找。张扬接过册子，没想到翻开第一页就看到了自己的粉彩花盆。一般来说，拍卖会的第一件宝贝都是精品，不一定是贵的，但一定要能引起大家竞拍的兴趣，不然上来就流拍，兆头不太好。张扬没想到临海拍卖行这么给面子，排在了第一位，那说明拍卖行背后的专家认为10万的定价肯定能成交，当然也从侧面说明这个初始价格偏低。看张扬指着第一页的粉彩瓷，陈彦光轻咦一声：张大师这东西不错呀，光哥也懂瓷器，这人连石头都玩不明白，竟然懂瓷器。略懂略懂。陈彦光谦虚地说道：你这个粉彩花盆画挺好看的，还是清朝的，一看就不便宜。张扬一听，好吗？果然不懂。他说的2个点都跟这花盆值钱的原因不搭边，不过心里这么想，他嘴上还是说着：确实这东西10万绝对是便宜了，但是我也怕流拍，只能希望到时候成交价高一点了。听到这话，陈彦光眼里有金光闪动，但是嘴上却没多说什么，只是笑着祝张扬好运。阿光，你是不是看上他那个花盆了？在张扬走后，小梨花偏着脑袋看向她现在的男朋友，两个人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关系。小梨花的直播已经暂时停了，当然如果两个人分手的话，她还是要回去继续直播的。是啊，那东西送给老头子，价格刚刚好。陈彦光望着张扬离开的方向说道：老头子最近迷上了含羞草，东西的大小也正适合。不过相比于东西，这人挺有意思的。有意思？你是说张扬？小梨花问道。说起来你们算是校友。哈哈，我那是函授的。对了，他是学什么的？陈彦光问道。听说是学历史的呢，负责给他化妆的高姐跟我说的，应该假不了。历史啊，怪不得会鉴宝，这样的人在互联网时代才是真正的人才。陈彦光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看身边姑娘懵懵懂懂的样子，他笑着拍了一下对方的脑袋。走了，带你去看看我给你拍的那个钻石项链。张扬其实也注意到了陈彦光有些过分热情，但是他没多想。按名侦探高姐的话说，
这姓陈的身份基本可以确定为某连锁医美集团的少东家，身价几十亿应该还是有的。他爹还真是做煤炭生意起家的，不过不是挖，而是转卖。年轻富二代喜欢玩直播，很正常。但是你要真觉得自己能和他交朋友，那就有点小丑了，不是一个层次的别硬蹭。当然，张扬没多想，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来得及，因为他刚下楼就遇到了方甜甜，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和一名西装革履中年男子。那个老人的长相，张扬有点印象，应该就是方甜甜口中的鉴宝大师汪国生，那个想买自己捡的漏的人。看方甜甜和这两人熟络的样子，应该是一起来的。张扬想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装作低头看手机，贴着楼梯的扶手快步往下走，结果却被一根黄棕色的木拐杖拦住了去路。别介意啊，小伙子，汪国生笑着说道。张扬是吧？有空吗？咱们聊聊。见方甜甜已经指认了自己，张扬不卑不亢地答道：你好，汪大师，你认识我？张扬点点头，折指方甜甜，他和我提起过在网上见过您的照片，而且您手里这根拐杖是正儿八经的海皇黄花梨，我想答案就很明显了。不错，好眼力。汪大师点了点头，脸上露出赞许之色。一旁的汪建业也露出感兴趣的样子，小兄弟能一眼分辨月皇和海皇。这位是我侄子，海陵博物馆的馆长。汪大师介绍道。哦，幸会幸会。张扬恍然大悟，怪不得这方甜甜这么殷勤，原来是想攀上馆长的高枝，直接从店员变名媛啊。海陵博物馆以前就叫临海博物馆，但因为是私人的，后来市立博物馆建起来的时候就改了名字。张扬记得自己小学毕业旅行就是去的这个博物馆，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博物馆好漂亮啊，听完讲解员的解说后变成了古董好值钱啊。张扬觉得自己愿意干鉴宝的活儿和小时候的经历恐怕还有点关系。馆长提问，面子还是要给的，于是张扬笑着答道：拐杖上有这么大个实心鬼眼，还算开门。这种根据结果来反推证据的事，张扬最近直播干得多了，越来越熟练。汪建业明显被他唬住了，看了好几眼他伯父的拐杖，嘴里嘀咕道：这种鬼眼月皇也有啊，怎么看的？看到眼前的一幕，汪大师和蔼地对他侄子说道：不懂的先记下，我回去教你。接着转头看向张扬，介意不说话？咱们在这儿站着也不太好。行啊。张扬点头答应。他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转变，原因很简单，这位是博物馆馆长啊，那可是简陋的稳定销路，打通关系的话，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跑来拍卖了。至于之前让他有点厌烦的方甜甜，在3个古董行家面前只能干些开门倒水的活儿，话都说不上几句，倒也能忍受。临时会客室里，听张扬说起他小时候去海陵博物馆的经历，两个汪家人都来了兴趣。你去的时候是多少年前？汪大师主动问道。我去的时候应该是9年前，那时候还叫临海博物馆呢。我记得当时的讲解员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跟我们说买那些古董花了馆长好多钱。9年前，那时候我还在曼彻斯特读本科，带你们的讲解员应该是我妈。汪建业皱着眉头说道，似乎有很多话想说，最后全部化成了一声叹息：哎，我弟弟弟妹已经故去了。汪大师淡淡的说道，老人见惯了生离死别，对这些事情看得轻一点。节哀。张扬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简单的表示一下。谢谢。汪大师点点头。听说你是临海大学的学生？是，历史系大2。那你这份眼力当真不一般。汪大师冲他竖了个大拇指，就算是我朋友那些从小在古董堆里捉迷藏长大的孩子，都不一定有你这份眼力。你家里也是做古董生意的？不是，就我自己玩。真的假的？这么强？汪建业面露惊讶，表情夸张，一看就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没有太多华夏人的沉稳与内敛。反观汪大师就不一样了，他把一杯茶水推给张扬，缓缓问道：家里有长辈是手艺人？这话就问得很讲究，因为倒斗的会自称手艺人，专门做古董赝品的也自称手艺人。张扬摇摇头说：没有，我是家里第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你是怎么看出那个粉彩花盆是漏的？而且你那天一进店子就说要捡漏，这么自信吗？汪建业急切地问道。张扬看出来了，这个小汪馆长就是汪大师的嘴替，两个人是真想把自己的底给探出来。他正想着怎么才能让这两人问不下去，身后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汪大师，拍卖会要开始了。哦，要开始了。汪大师在侄子的搀扶下起身。小张同学，赏个脸，咱们一起去看看。汪大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张扬也不太好拒绝，跟着汪建业到了贵宾室。张扬还是第一次见县市里的拍卖会，贵宾室在2楼，主要是看拍品和做决策。真正参与到拍卖流程的人都在楼下，坐成3排，
每个人左手拿着电话和外界沟通，右手随时准备举牌子。这些都是挣个辛苦钱的拍卖经纪人。第一件拍品当然就是张扬的清咸风粉彩缠枝莲纹方花盆6字楷书款，大屏幕上给出的起拍价是10万，单次加价1000。现在开始竞价，随着主持人落锤，马上有经纪人举牌。8428 10万零1千，7529 11万吗？好的，直接加到11万。3562 12万。看着大屏幕上的数字不停地往上涨，张扬心里美滋滋的。他心想，临海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1年的平均月工资才5000，这才花了几天时间，他竟然一下子就挣到了未来2年的工资，真爽！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幻想着靠古董一夜暴富，实在是古董这行来钱太快了。此时在1楼的汪家的经纪人抬头往雇主这边望了望，眼神仿佛是在问，咱们之前不是说要拿下这件粉彩瓷的吗？怎么还没动静？其实汪建业一早就想报价了，但他的手刚摸到电话，就被汪国生用拐杖拦了下来。急什么？先让那些不坚定的主动出局。汪建业讪讪的缩回手，和张扬对视了一眼，脸上笑得很尴尬。张扬摸了摸鼻子，只当没看到，继续注视着窗外。当价格来到15万，只剩一个竞价者的时候，汪建业出手了。他对电话那头的经纪人说道：17万。楼下5501号牌随即举了起来。5501，麻烦您再重复一遍。好的，17万。还有比17万更高的报价吗？17万1次。3562，确定吗？好的，20万。屏幕上的数字一下飙升到20万。跟！汪建业对着电话里坚决地说道。5501， 21万。张扬回过头看了一眼汪家博值，20万的价格有点虚高了，还往上加是什么意思？似乎是看出了张扬眼中的疑惑，汪建业颇有些自得的解释说，今年年底在欧洲有场粉彩瓷器交流会，我们稍微一转手就能小赚一笔，这是我们海林博物馆独有的路子，底下这些人不懂的。原来如此。张扬点点头，视线继续回到大屏幕。他现在开始希望这个3562号一定要继续竞价，反正汪家看起来势在必得。给我狠狠的加。3562 25万。5501 26万。3562 30万。哦，现场的人对这个报价发出一阵惊呼，汪建业也犹豫了，看向自家大伯。汪大师点了点头。我们继续跟。5501 31万。3562 35万。5501 36万。3562 40万。这次汪大师的头没能点下去。恭喜3562以40万的价格拍得1号拍品。汪家包间里气氛一时间有点尴尬，上来第一件就竞价失败，而且拍品的主人就在当面，汪家人多少有点丢脸。还是汪大师老练，先开口恭喜张扬。恭喜张小友，只可惜我们没缘分啊。谢谢汪大师，这价格也有点超出我的意料。张扬诚实的回答道。这就是眼光好的人厉害的地方了。汪大师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其实拍卖会进行到这里就已经跟张扬没关系了。不过来了，看会儿戏也无妨。张扬闲得无聊，不停地看着各件拍品的物品信息，想着有没有漏可以捡。结果漏没看到，倒是在进行到第81件拍品的时候发现了赝品。81号拍品，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梅瓶，起拍价60万。5501 70万。这次竟然是汪建业带头冲锋，上来就把价格提高到了70万。张扬大概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在其他买家眼里，5501背后的买家虽然开局不利，但之后接连拿下了好几件拍品，总的价值超过100万，说明买家的家底是厚实的。而5501之前都是1万1万的往上加，这次却破天荒的加了10万，足以看出对这件磁州梅瓶势在必得。这样一来，很多凑热闹的人就觉得没必要竞价了，但总有不管这些弯弯绕绕的人。3562 71万。之前和汪家争夺张扬拍品的买家沉寂了大半场，又出手了，只是这次变成了3562一点点的往上加。看着大屏幕上的金额一点点的变化，张扬的眉头却逐渐皱成了川字。名称：磁州窑梅瓶，材质：青土，生产时间：1920年。详细信息：近代仿北宋磁州窑的仿品，工艺和材质和真品相差无几，细节上略有差别。果然拍卖行也会卖赝品啊！在张扬疑惑的时候，汪建业已经和3562的买家把价格推到了85万。张扬想了想，这汪家博之人还不错，起码在自己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举手之劳似乎可以帮一下。汪大师，这个梅瓶是不是有点不对啊？汪国生一脸惊讶地看向张扬。汪建业更直接，
捂着电话和张扬说道：“这不可能，我大伯已经长过眼了。像这样的拍卖会，汪国生作为本地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海陵博物馆的法人又提前缴纳了保证金来参加这次拍卖会，自然是有机会提前看看拍品的。虽然是隔着玻璃看，但也能看个8、9不离10。不过这次，张扬确定汪大师翻车了。你大伯看过了怎么了？我还看过了呢。虽然心里这样想，张扬嘴上说的却是，那可能是我看错了。看在他们间接帮自己卖东西的份上，提醒一下，已经仁至义尽了。汪建业点点头，嘀咕着大伯的眼光可是公认的。他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因为父母去世才回家继承了博物馆。而他有底气进入一个之前几乎没怎么涉足过的行业，就是因为他有大伯在背后撑腰。全国闻名的鉴宝大师，一件磁州窑都看错了？不可能。汪国生的反应却和他的侄儿不同。听到张扬的话，老爷子很谨慎，盯着屏幕上的煤瓶，眼睛逐渐眯了起来。他对汪建业说：“建业，把东西先拍下来。”接着看向张扬：“张小友，你说的是对的，这确实是后仿的，是我看错了。那你们还要？”哈哈，没事，我能拿着假的让拍卖行退货。那个3562的买家不一定行。再说，他不是还买了你的东西吗？咱们就当帮他的忙。汪大师看着张扬，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大伯，这个磁州窑煤瓶到底哪里有问题？汪建业虽然按他伯伯的话去做了，但仍是满肚子的疑惑。底不太对。汪国生苦笑道：“当时在玻璃柜子里，我只看了瓶身，看瓷没问题，就觉得是对的，没有细想。刚才张小友一说，我便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会儿想明白了，那个煤瓶的底周围一圈被腐蚀的有些凹凸不平，正常煤瓶应该会更光滑一点。我看图的时候认为这是正常的，毕竟是从北宋传下来的，有腐蚀也正常。难道是人为腐蚀的？”汪建业问道。大概率是，而且你仔细看，那些点状凸起的未腐蚀的部分太光滑了，显然是仿造的时候刻意修理过。真正的磁州窑不可能这么光滑。汪建业虽然有点外行，但是接手家里的产业后还是上了心的，关于磁州窑的知识也知道一点。磁州窑是北宋的民窑，在当时是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工人在底足修坯时要讲究效率，只能是略微的修整刮削一下，不可能刮得太好。而近代仿制的手艺人为了拿仿品卖个好价钱，活儿干得太用心，瓶底处处都弄得光滑平整，反倒成了内行人辨别真假的依据。是啊，不过卖这东西的人能想到把瓶底弄粗糙也很厉害了。张扬顺着汪大师的话往下说，其实磁州窑瓶底不光滑这一茬他还真不知道，但现在汪家人自然是当他早就看出来了。哈哈，但是还是逃不过你一双慧眼啊。汪国生大笑道，似有深意地看了张扬一眼，赞叹道：“真是后生可畏，大师过奖了。”拍卖结束，临分手的时候，汪大师发出邀请：“张扬，你什么时候得闲来海陵博物馆做做客？顺便也可以看看现在的博物馆和你小时候见到的有什么不同。到时候你直接找建业就行。对，直接给我打电话。”汪建业笑着递过来一张名片，张扬接过名片，应了下来。他心里明白，这就是他帮汪家人鉴别赝品得到的回报了。回报具体是什么，恐怕要赴了约才知道。但起码以后卖1、2件平价古董给海陵博物馆，对方应该不好意思杀价吧。从拍卖行回来，张扬感觉自己收获满满。除了汪家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东西卖出去了。问了一下客服，40万，手续费、缴税什么七七八八扣完，剩下还能有个35万。几天前他可是靠借钱才买得起粉彩花盆，这下直接一波肥。张扬想着，等过几天钱到账，可以请室友们好好搓一顿。虽然有巨额收入在等着他，但直播的事张扬也没准备落下。今天白天有不少人在张大师鉴宝的抖音主页留言，问他啥时候开播，宝贝都准备好了，故事也编好了，就等他这个正主了。张扬在化妆的时候，导播把直播间标题改成了晚上7点开播，结果竟然有粉丝黑屏刷起了礼物，这可是女主播才有的待遇。张大佛爷大弟子送出平安符 X99， 黑屏刷礼物的兄弟啥情况啊？没啥，庆祝张大师从墓里平安归来。666应该是一个团队的，原来张大师是老九门张家的。兄弟们聊得这么开心，来，我康康。哦，张大佛爷的弟子，谢谢这位兄弟的3瓜2枣送了10块钱的礼物。兄弟是想连麦吗？连麦赶紧申请啊，今天优先连你。刷礼物就能插队，主播看不起穷哥们儿是吧？这不算插队，人家黑屏刷礼物给个面子，那个大弟子下不为例哈。以后黑屏刷礼物的都不算数。张大佛爷大弟子申请和你连麦，为是张大师吗？兄弟，你视频都连上了，就别装打电话了。哎呀妈呀，张大师，你终于开播了，你再不开播，
我都要去局子里捞你了。对方一口地道的东北腔，略带夸张的语气，喜感十足。希望这个大哥鉴定完还能这么开心。哈哈，说的我好像真去倒斗了似的。话不多说，看看你要鉴定什么东西。好嘞，请您长长眼。视频里，男人摊开手，手心放着一颗指甲大小、晶莹剔透的宝石，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裸钻啊，你这是多少克拉的？3克拉，一个做钻石生意的朋友给的。张扬打量了几秒钟，点点头。不错，这个人造钻石品质不错，应该值个1万多，而且很好卖。原来是人造钻石，吓死了，还以为是天然的。天然的估计要100万了吧？不过人造的比天然的漂亮。这年头还有人买钻石？黄金不香吗？1万多。视频里，男人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不过手里有老茧，钻石倒是没掉。你这个不会是按天然钻石买的吧？张扬有点不敢相信。人造钻石的卖家没必要冒充真钻骗钱，法律风险太大，毕竟成交金额动辄几十万。他觉得这个东北大哥在帮忙搞节目效果。不是，这是人家给的。东北男人语气还算平静，不像被坑了100万的样子。这人不会觉得有人送他价值100万的裸钻吧？总感觉这人怪怪的，手钻钻石不像懂珠宝的样子。那您再帮忙看看这个。好，您把东西拿起来，对着灯光。张扬指挥对面展示着一个叶子形状的翡翠挂饰，东西只有男人的拇指大，但是看着很漂亮。这个不错，这是飘花翡翠，外面镶的是 K 金吗？应该是吧，这也是一个朋友给的。男子答道。白送的？张扬问道。帮我问问，你那个朋友还缺朋友吗？视频里传来东北大汉爽朗的笑声。这个不白给，抵了我1万，您快帮我看看值不值？1万恐怕不值，镶的 K 金的话可以给个5000左右，上下浮动1000块钱都算正常。只亏了一半，这朋友一看感情就不深。生人坑一半，熟人大满贯，看来是生人。哦，那还行，这个不用找他了。虽然连着鉴定2件都是假的，但东北大哥的语气听着还是挺乐观的，没着急也没难受。那您再帮我看看这个。这个玉佩抵了7万。7万？大哥，你这到底借出去多少钱啊？整个一散财童子啊。也不多，就小钱。东北大哥摆了摆手，拿出一个淡绿色的翡翠山水牌。这还是打光看一下吧。张扬有种直觉，这东西值不了7万。对面这个大哥应该有传说中的亏钱光环，买啥都赔的那种。果然，等物品信息冒出来，张扬的直觉是对的。大哥，你这是微料啊？哦，微料，确实，这个里面好像有条裂纹。东北大哥没听懂微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说他手里的翡翠有损坏的危险，下意识的往回圆呢。大哥，你不懂翡翠啊？张扬问道。啥也不懂就接受翡翠抵债，这心得多大啊？不懂呀，但是我找人看过了，这个确实是翡翠。大哥对答如流。微料就是危地马拉产的翡翠，和我们常说的翡翠成分差不多，但是价值差的有点大。张扬解释道。弹幕里还是有不少懂翡翠的。微料的话应该不值7000。这大哥真是纯纯的大冤种。这些该不会都是同一个朋友的东西，拿来抵债的吧？这个只值7000吗？东北大哥明显开了直播，看到弹幕马上问张扬。怎么可能？说只值7000的兄弟一看就不懂翡翠，我出7100块。我操！大哥嘴里啐了一声，随手就把这个微料的翡翠扔到了一边。那这些也不用看了。视频的镜头移到了桌面的另一边，桌上放着一个红色的锦盒，盒子里还有好几件翡翠玉石。东北大哥直接把东西粗暴地扒拉到了一边，接着冲旁边招了招手。马上有人来把盒子收走，又放上了一个新的盒子。这人到底有多少东西啊？东西越多，亏的也越多，没啥好羡慕的。咋感觉这人像是收债的呀？刚才换东西的是小弟。东北大哥看见猜他身份的弹幕，笑了一声。兄弟们猜对了，我确实是那啥的。不好意思啊，张大师，再耽误你一会儿。没事没事。张扬摆摆手表示无妨，直播间人气一直在涨，这大哥还是很有节目效果的。不少弹幕都在推测，他收的那个7万块的玉佩究竟抵了多少钱？有说抵债算一半的，也有说算20%的，已经有炒起来的趋势了。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给的，说买的时候花了。别，兄弟，这个咱们不聊价格。张扬看到东西的瞬间叫住了对方。他看到这大哥拿出了一个白色的手镯，但上面的纹路还有微微泛黄的表皮，说明这不是和田玉，那能是什么？已经很明显了。行，大哥是懂的，笑呵呵的说道：“这东西，您能帮我看看是短毛还是长毛的吗？长毛是指猛犸象牙吗？猛犸象牙可以交易啊，短毛其实也可以，只要缝纫机踩得够快。”
张扬定睛看去，稍微松了口气，还好，这东西不行。您这个是短毛的。我去！大哥气得敲了下桌子。我那朋友说是长毛的，长毛的贵啊。这个咱们不好评价。大哥，这家还有别的东西没？张扬也看到了那条收债的弹幕，他心想，自己好像成了讨债公司的编外人员了，在帮忙鉴定抵债的东西值不值。法律风险不高，就是有点怪啊。这段直播录像得掐掉。有的，您再帮我看看这个，这是当和田玉的籽料给你的吗？张扬看着大哥新拿出来的物件，这次的东西看起来品相不错，是一块拳头大小鹅卵石形状的石头，大部分是乳白色，带一点黄色的皮。是，这东西那家伙花了50万。大哥伸出一个大巴掌比划道，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和田玉的籽料的话，是值这个价的。这东西一眼假，这皮看起来就是染色的，这么大的籽料老值钱了。注意看张大师的表情，东西应该是真的。我是不信这大哥能收到真货。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吗？皮是原本就有的，还是后来染色的？东北大哥看着弹幕说的，小心翼翼提问。这是鹅料，鹅料大哥应该知道吧，就在东三省往北的地方。听说过一点。弹幕说错了，这皮还真不是染的，这是石头本来的颜色。张扬仔细研究过和田玉的理论，没办法，现在鉴定最火的就3样：翡翠、和田玉和古钱币。其他什么瓷器、青铜器，有时候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但是这3样几乎天天有。料的石头啊，原石应该有香瓜这么大。张扬用手比划了一下，最外面一层是灰皮，颜色和水泥差不多，接着是黄褐色的过渡层，最中心才是白玉。像在粤省有些地方有专门加工鹅料的，一点一点的去掉外皮，留一点点黄色的过渡层，然后再打磨出白玉部分，看上去就和真的和田玉籽料几乎一模一样。张扬的解释非常到位，弹幕量激增。长知识了，谢谢老师。长脑子了，谢谢知识。长老师了，谢谢脑子。弹幕在玩梗的时候，东北大哥叹了口气。老师，这东西值多钱？50包邮解军愁。3000，不能更多了。弹幕别把鹅料想得太便宜了，这么大的东西，几万块还是值的，说不定把这皮去了，里面的白玉品质高的话，还能更高点。比籽料肯定是比不了，不然人家造假干啥？呼！东北大哥听完，长舒了一口气，谢谢老师。我现在知道那家伙为什么欠了这么多钱了，都是买石头亏的呀。大哥真相了。玉石这种东西，正常来说，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收藏一下就好了。张扬也不好多说什么。好了，谢谢老师。大哥说完话，挂断视频后，又给张扬刷了99组平安符。谢谢兄弟的10块钱，太客气了。兄弟们，有没有点硬菜的？刚才大哥自己很行，但是东西不太行。主播这么猖狂的吗？暗示观众整活儿。主播，我有块青铜镜，能看一下吗？青铜镜？这个叫湘北吴彦祖的兄弟别走，连我，赶紧连我。我鉴定青铜镜，那是绝活儿。张大师好。视频画面里出现一个剃着光头的中年男人，长得有点像季春华，只不过没蓄那么长的胡须。看到张扬后，他咧开嘴一笑，更像了。兄弟是雪刀老祖吗？张扬乐呵呵地问道。看到有人愿意在鉴宝前露脸，张扬还挺高兴的，起码不是见不得光的东西。哈哈，是有点像。大光头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笑容很阳光。等一下，我调转下摄像头，您帮我看看这个。我等着。半秒钟后，张扬看着视频里摆在麻将桌上的铜镜，轻咦了一声。这东西好看啊！有画面边缘的麻将做参照物，大致能估计出来，铜镜的直径大概是20-30公分，算是很常规的尺寸。铜镜的背面正中心有个扁圆的钮，周围有4根大的铜钉，造型古朴，纹饰精美。这是典型汉代铜镜的造型，除了花纹，上面还刻着不少汉字。张扬仔细看了一下，确认字体都是隶书，但是具体的内容一时间看不清楚。哇，这花纹再复杂一点，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秦王赵古镜吧？一看就是现代的工艺品，连做旧的铜锈都懒得弄。确实好看，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国宝。青铜镜上的字我竟然看得懂，那假的没跑了。弹幕说的这些，张扬也有同样的想法。镜子的品相非常好，只有最外边的一圈有点土和铜锈，中间雕刻的马车和骑兵都没有任何岁月的痕迹，干净而且漂亮，不像商周，倒像上周刚出场的。这雕的题材是昭君出塞。大光头主动介绍道，这些字我一个个看过了，中间这一圈写的是重作夷侯王复此镜者大富昌。兄弟，你这么念，我们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啊。张扬代表弹幕建议道，你把这话打在弹幕上，兄弟们看到的复制一下。重作夷侯王
复此敬者大富昌。好了好了，兄弟们别刷了，我已经看懂了。张扬毕竟是学历史的，文言文还是能看懂一点。这就是铜镜的作者签的名，最后是一句吉祥话，说的是用这个镜子的人一定会大富大贵。那您看这东西有价值吗？大光头问道。废铁38块钱一斤，可以拿到工地上骗老头儿。说不好，这个纹饰啊，文字啊，起码看起来不像是臆造的，但是也可能是别的文物上有，直接抄过来了。来，您把镜子拿起来，正面我再看看。张扬端详了好一会儿，镜子的物品信息终于浮出水面。名称：青铜镜，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38年。详细信息：文物级别的青铜镜，上面记载着昭君出塞的故事，这一点在已出土的文物里属年代最早，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38年，张扬看了一下手边的年代表，那不就是东汉？张大师，我感觉这个是后来仿的，毕竟上面一点铜锈都没，还有汉字，但是这工艺挺好的，我感觉这有可能是近代仿的，也有可能是567的东西，这两个价值还是有点区别，所以想请您看一下。大光头自顾自地说着，没注意到张扬脸上一闪而过的震撼。兄弟，你这东西是买的吗？还没买，这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东西给我先玩玩。大光头嘿嘿地笑道。你说的这个朋友，绝对不是我自己。那行。张扬点点头，继续打听，你平时经常买青铜器吗？怎么可能？古董我经常玩，但铜镜还是第一次。大光头解释说，刚才您不是说用这个镜子的人一定会大富大贵吗？这寓意还不错，我有点心动了。大富大贵不行，但是可以保你10年衣食无忧。真的？什么也不用干，躺平的那种？不要干活的，踩缝纫机。张扬笑着说道。10年缝纫机，意思是这东西是真的？卧槽，那这是国宝了呀！商周的青铜器吗？商周有昭君出塞，穿越者是吧？大光头的语气马上变了，有点慌。您是说这东西是老的？是，应该是东汉的。张扬点点头说道。而且你这个东西上记录有昭君出塞的故事，这个题材之前还没有这么老的，这是第一次见，大概率是个国家一级文物。兄弟，提醒一下，你刚才已经露过脸了，这东西你要是买卖，10年算少的。张扬伸出一根手指加一个拳头，贩卖一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哈哈，听懂了张扬的意思，大光头干笑了2声。老实说笑了，这东西现在我肯定是不敢买的，直接上交还能换一面锦旗加2000块奖金。张扬帮他出了个主意，但是这东西它不是我的啊，万一是我朋友祖传的呢？又来一个祖传的。说实话，祖传还不如说是捡的，前面的兄弟捡的也要上交，只有祖传的不用，可以说是海外回流的，但是手续有点麻烦。看来兄弟们没少干这规避风险的事啊。弹幕冷静点啊，别把自己带进去了。咱们直播间有条子看着的，被请去喝茶可别怪我。张扬点了一下弹幕，回过头回答大光头的话。祖传也不是没有可能，到时候你朋友要是被抓了，验一下 DNA 证明墓主人和你朋友有血缘关系，说不定能少判几年。老师，您的意思是这东西是墓里出来的？废话。张扬皱了皱眉，你看看这镜子的品相，除非装在盒子里深埋在地底下，不然怎么可能将近2000年了还保存得这么好？可以了，判刑吧。这兄弟还在挣扎啥？不相信张大师的眼光？那好吧。大光头犹豫了一会，很快下定决心，我等下就去上交。好的，就说是张大师挖出来卖给我的。啥？别啊，兄弟，这玩笑可不信开啊。哈哈，老师你也会怕呀？视频那头大光头笑着说道，听得出来他真不慌。怕呀，我要是进去了，谁给兄弟们鉴宝啊？没事，我们可以自己鉴，隔壁子轩老师也能鉴。宝贝不好找，鉴宝的人还不好找吗？你看弹幕都这么说了，要不老师去局子里采采风？别，兄弟，没啥事就挂了吧，我这边挺忙的。张扬是真怕有乐子人搞事情，随便整点阴间的活儿，这直播间就要没。行，老师再见。大光头也不墨迹，马上挂断了连麦。不过看起来他更像是急着去投案自首。又鉴定出一个文物，不过这次来鉴定的人非常正常，很阳光。观众们不自觉地联想到了之前那个鉴定唐彩的。马上有人在弹幕里问，张大师，唐彩的人抓了吗？对啊，唐彩的案情进展呢。兄弟们别急，这种事儿没这么快的，效率太低了，再晚文物贩子要把东西运出去了。是啊，太慢了，去哪里投诉？举报直播间吧，这样主播就会着急了。弹幕一时间群情激愤。这时
直播间里突然有个叫林海网警警号008的号发了这样一条弹幕：疑似南之寺唐彩盗窃案正在办理中，警方会尽快通报案件进度，请大家耐心等待。网警发言，大家就消停了。恰恰相反，直播间弹幕彻底疯狂了。有人复制了网警的弹幕，在不停地刷，还有的人则在发条子来了，直播间真有警察啊，风警扯呼。有的人则在艾特网警的账号，不怕死地骚扰。兄弟们，冷静点，再发这样的弹幕，直播间要没了。张扬赶紧出来控制局面，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艾特人家网警干啥？人家还要工作的。来，导播，赶紧连麦下一位观众，趁直播间还在。在张扬鉴定着180块的小首饰的时候，临海市网络警察支队的办公室里，支队长孙方来正反复观看着张扬刚才的直播录像。这时，一位年轻的民警走了过来，向孙方来汇报情况：队长，这个案件我们已经通知刑侦的刘队他们了。孙方来点点头，揉了揉鼻梁，有些疲惫地说道：行，你再记录一下这些信息。这个叫湘北吴彦祖的男性，年龄30-40，他的抖音号不是用本人身份证注册的，但是可能和号主有亲属关系。他的身高大约在1.6到1.7米，微胖，光头，说话带有很重的湘北省口音，结合 IP 地址看，应该就是湘北人。他鉴宝时的背景应该是在一家麻将馆，而且是临街的麻将馆。孙队长在听说张扬直播间出货后，马上要来了直播录像，一点点分析。他把自己刚分析出来的东西详细告诉身旁的民警，这些信息加上队里其人对湘北吴彦祖抖音号的调查结果，都会汇合在一起，交到刑侦支队手里。至于他们怎么调查，就不是网警管的事了。队长，最近这张扬的直播间是有点多啊。一旁的民警嘀咕着，这种文物的案子咱们之前都没怎么遇到过，那是以前没怎么重视，前几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上头下来的红头文件要我们重点关注这类文物案件。孙队长和身旁年轻的小伙子解释道。那怎么这要巧都在这个叫张扬的直播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孙队长摇了摇头，接着站起身，对着远处的另一位民警喊道：李路遥，之前让你整理的张扬的材料发给刘队他们了吗？昨天已经发了，不过里面好像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发了就行。至于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土夫子、盗墓贼，找上他，交给刘队他们去头疼吧，咱们就协助调查。孙队长躺在椅子上，长舒了一口气。队长，这有个人举报张扬直播间，说直播间里有违法买卖文物的行为。什么文物？说是唐彩。哦，那还是南之寺的事。对了，赶紧去个人找刘队问一下，那个唐彩案进展的怎么样了？不然这样的举报，不知道还要接多少。张扬还不知道直播间被举报了，此时他正苦口婆心地劝着一位国宝帮的大爷。大爷拿出来的东西，一眼看过去全是工艺品，偏偏他当国宝一样藏着。张扬不看物品信息，就能断言都是假的。但这位大爷贼倔强，非得挨个问清楚。大爷，这个是现代仿永乐的，年纪应该还没您大。为啥呢？大爷问。您这个底就不对，您可以去网上看看拍卖的那些永乐的瓶子，瓶底没有您这种的，几百年传下来不会这么干燥。大爷点点头，又拿出一个汤碗。这东西一眼假。我去，这个碗还挺漂亮的。这底下2款写的是雍正御制啊，以后看到这种款千万别买。大爷，可是我在网上搜到过这种款啊。大爷继续问。确实有，但基本都是珐琅彩的国宝，不会像您这个这么花哨。雍正会做这么花哨的东西？雍正的瓷器都比较素雅，这个太花了。雍正太素了，乾隆受够了才开始农家乐画风的。大爷点点头，又拿出一个黑色的酒碗。这个碗是仿宋代磁州窑的。大爷，你看碗的底是不是那个瓶子一样，特别干，正常碗用一段时间底是很滑溜的，可能造出来以后没用过啊。大爷问。大爷，磁州窑是民窑，普通人都用得起。水浒传里人家喝酒的碗，有的就是这种，喝完啪往地上一砸。兄弟们动手。哈哈哈，主播还演过水浒传啊。懂了，这是1000的直播间，所以这个也是假的。可能是张扬说的太花了，大爷没听懂。假的，大爷，5块钱一个。这个我花600买的。大爷的语气有点酸溜溜的。600，大爷，你这在哪儿买的？就抖音上啊，我也不懂，我看他们都挺稀罕这些东西，就买了。不会是在这个直播间买的吧？真害人啊！应该是按工艺品买的，这个价格不是按古董价卖的。大爷，这个价都不对，几百块钱只能买近代或者晚清的盘子或者碗，还不能是好看的，稍微好看一点就要1-2千了。你还在抖音买？大爷，现在网上捡漏的视频那都是假的，千万别信啊！此时，远在金门的邱大师突然连打了2个喷嚏，他摸了摸鼻子，心里嘀咕了一句：
难道是昨天拍简陋视频的时候着凉了？长沙市雨花区湘北吴彦祖站在派出所门前不远处的停车场，已经踌躇了半个钟头。他幸好是本地一个小饭店的老板，因为在家排行第6，周围的人都叫他郝老六。郝老六挂掉张扬的连麦后，马上就带着铜镜，开始自己那辆哐哐响的桑塔纳2000，到了区派出所门口。只是下了车，临进门的时候，他心里犯嘀咕了：就这么进去，会不会说不清啊？也没听说过派出所能办文物的案子，他们不会把我当盗墓的逮进去吧？除了办身份证的时候，这还是郝老六第一次主动来派出所。他这心里一嘀咕，腿也就软了。离派出所就10几米，他愣是来来回回，就是挪不过去。起初，派出所值班的民警以为门口不远处抱着个黑色公文包的大光头是在等人，没太注意。结果很久过去了，大光头还在，偶尔还往派出所瞟2眼。这举动连路过的买菜大妈都看出有问题，值班的曾警官当然不会看不出来。他主动走出门，问郝老六来干嘛的。抖音的张大师让我来上交一个文物。关键时刻，郝老六还是对得起他的外号，好一个老六。不过曾警官对什么张大师好像不感兴趣，反倒是对文物2字很警觉。毕竟隔壁区就有全国闻名的马王堆汉墓，他下意识的以为这是辖区里出现了类似的墓葬。东西在哪？在这里。郝老六指了指公文包，打开以后露出铜镜的一半给曾警官看了看。青铜器。曾警官瞪大了眼睛，这可了不得。他赶紧示意郝老六先进派出所详谈。走，边走边说。这是你刚挖出来的吗？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的东西。怕警察不信，郝老六还强调了一下，真的是朋友，不是我自己。哦，那你朋友在哪儿挖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在哪儿捡的，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买卖这个东西。郝老六解释道，我是来上交的。可以。那你刚才说的什么张大师？又是怎么回事？曾警官掏出纸笔开始做记录。事情要从我那天刷抖音看到一个推广视频说起。郝老六把鉴宝的事一五一十的讲述出来。那个张大师说这是国家1级文物。曾警官指着桌上的公文包说道。是啊。郝老六点点头。张大师是抖音方的鉴宝专家，他直播间带 V 字认证的，你搜张大师鉴宝就知道了。好。曾警官如实记录下相关信息，继续提问。你那个朋友是哪里人？联系方式有吗？既然你不是物主，那后续可能要联系他配合调查。哦，他叫毛阳，是贵省人。郝老六毫无保留的把朋友给卖了。1小时后。好了，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感谢你配合我的工作。曾警官站起来握了握郝老六的手。哦，好。郝老六怔怔的答道。临出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警官同志，张大师说上交文物有奖金和锦旗，是真的吗？这个如果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确实是文物的话，会给予你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你放心。嘿嘿，那就好。郝老六乐呵呵的走出了派出所的门。回到车上，他没急着走，而是先打开了张扬的直播间，他开始抠弹幕。大师，我东西已经上交了，先提前把奖金分你一点。湘北吴彦祖赠送给主播彩虹摩天轮 X1， 粉丝等级提升至 LV4。张扬刚鉴定完眼前这个袁大头，都准备下播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感谢吴彦祖兄弟的礼物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没在里面多和警官聊聊？出来了，记录了一下信息，铜镜已经上交了。可以啊，动作真快。张扬冲镜头竖了个大拇指。兄弟，就你这办事速度，我都想给你发个锦旗。直播间里不少观众都是看着郝老六来鉴宝，又看到他这时候来刷礼物的，不少人和他聊了起来。阿祖，你进局子喝茶了没？奖金这么快就到账了？你是不是把那个卖你铜镜的朋友卖了？对啊，兄弟，那卖你铜镜那个人他怎么说？张扬还挺关心这个问题的。那个人就算不是盗墓贼，也大概率和倒斗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湘北吴彦祖，我也不知道，看警察调查吧。就普通朋友，那人就是个古董贩子。经典普通朋友。张扬当然不信这个说法，就算真是文物贩子，那人家也不可能卖给所谓的普通朋友。不知根知底，这种10年缝纫机的东西拿都不会拿出来。不过这都不关一个鉴宝主播的事。张扬随便说了2句词就直接下播了。公司前台还有小姐姐在等着他吃夜宵呢。梨花姐，这个张扬背景到底是啥？公司前台的沙发上，一名叫小米芽的深夜电台女主播正扯着小梨花的胳膊，打听着等下一起吃夜宵的对象。她的长相很网红，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和小梨花比起来多了些科技感。不过她的优势在于纯天然的窈窕身材，前凸后翘，走的也是轻熟女的路线。小梨花请她来作陪，
当然是从高姐那里打听了张扬潜在的取向，特意找的。怎么，你连20岁的小弟弟都不放过啊？大姐姐，小梨花捂着嘴笑道。啊，我也才18岁啊，算起来我是妹妹啊。对，18岁，我2只手都抓不下。小梨花笑眯眯地伸出手。两个姑娘在沙发上嬉闹的时候，张扬已经背着书包走了出来。看到小梨花身边的姑娘，他登时懂了。这么大，高姐真是啥都往外说啊！看来以后不能瞎好奇了。嗨嗨，他干咳了2声。两个姑娘听见后，只用了半秒钟就恢复了淑女状。啊，张扬同学，你下播了。小梨花寒暄道，介绍下，这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小米呀。哈喽。张扬挥挥手，算是打过招呼，回过头问道，梨花姐，榜一大哥呢？张扬问的是陈彦光，那个富二代。他也没想到下午买自己粉彩瓷的，竟然就是在路上遇到的榜一大哥。他更没想到的是，榜一大哥今晚要请他宵夜，不会是想协商退货吧？张扬有点小担忧。阿光他去订座位了，我开车带你们过去，吃完饭咱们再去夜店嗨一下。小梨花笑嘻嘻地说着接下来的安排，一旁的米娅笑得很开心，眼神很是期待。只有张扬皱了皱眉头，咱们不是吃个烧烤就各回个家的吗？我明天早上8点有必修课的呀。小梨花露出疑惑的表情，谁说吃烧烤的？我说的不是吃夜宵吗？有什么区别吗？张扬问道。吃海鲜烧烤大排档啊。小梨花看了看张扬，又指了指米娅，一脸惊讶地问道，你不懂什么叫吃夜宵吗？小弟弟，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装的呀？张扬转过头，看见米娅不好意思的样子，懂了。这么刺激的吗？榜一大哥不会是看个直播能刷上100万进去的人物，已经被他玩穿了呀。不过对张扬来说，这种事只有猎奇感，没有吸引力。他可不想掺和进这种破事，看起来诱人，谁知道对方打的什么主意？万一拍个照什么的，自己岂不是被对面拿捏了？那个，我之前那个粉彩花盆，你们还满意吗？张扬转口问道。花盆很好啊。小梨花虽然不知道张扬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但还是回答了。你们是交的定金，还是直接付款了？张扬继续问。付清了呀。你是怕拿不到钱？小梨花觉得自己懂了张扬的心思，笑着说道，阿光用的是他爸的账号，加起来都拍了上千万的东西了，放心吧。哦，张扬点点头，那我就先回去了，帮我跟榜一大哥说下，不好意思，我明天有早课，真不能玩太晚，11点宿舍就关门了。什么意思？你不是逗我玩吧？我们位置和房间都订好了。真不是，理解一下，我是学生。张扬诚恳地答道。听完张扬的话，小梨花肉眼可见的有些不开心，不过好像顾忌什么，没有直接发作，而是冷冷地说道，那你先别急着，我和阿光打个电话，你自己跟他说。那架势给张扬一种自己在混社会的错觉。画风不对了，以前的佳子英小姐姐呢？不过张扬还是很讲礼貌的，打个招呼的事也不耽误时间，他很耐心地等对方打电话。半晌，小梨花拨通了陈彦光的电话，聊了一会儿，把手机递给了张扬。喂，张大师吗？晚上好，光哥。张扬换了个公司里其他女同事对陈彦光的称呼。是不是他给你找的那个女的，货不对版？电话那头，陈彦光压低声音说道，这都是他自作主张选的，不是我个人的审美啊。那倒不是，这个米娅还挺好看的。张扬实话实说。米娅？凑！电话那头，陈彦光啐了一口，是不是你们公司那个贼大的？是，怎么了？光哥你？我的，张大师，我的问题。陈彦光仍旧压低着声音说，这个米娅的脸就是在我们这里整的。看来张大师你和我品味一样啊，都喜欢没整过的。听陈彦光在电话里自报爱好，张扬知道对方想歪了。光哥，你想多了，我明天有早课，晚上11点宿舍就关门了。懂的懂的，嘿嘿，这借口搪塞女人刚好。陈彦光会心一笑，接着说，其实我今天晚上请你，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做笔生意。做生意？直播？还是古董？张扬反问了一句，没等对方回答，继续问道，会不会很累啊？如果有那种躺着就能挣钱的生意，还不违法犯罪的话，那倒是可以考虑下。电话那头，陈彦光被张扬问得愣了一下，慢悠悠的回答，不算累，对你来说。不过我想插着问一句，你和海陵博物馆那边关系硬不硬？陈彦光在拍卖会那天退场的时候，看到了张扬和汪家伯侄一起出门。虽然汪家没他家有钱，但人家社会地位高，人脉和路子广啊，这些隐形资产有时候比钱有用多了，尤其是古董首饰这行，关系算是认识吧。张扬没夸口，一面之缘，能有啥交情？不过这话听在陈彦光里却有几分异样的感觉。
只算认识的话，会在一个 VIP 房间里参加拍卖会。只算认识的话，那个汪家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为什么毕恭毕敬的递名片？而且这人20岁就拿着40万的瓷器去拍卖，虽然价格是自己抬上去的，但也离谱啊！他肯定是在谦虚，要么就是扮猪吃老虎。张扬还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富二代网上冲浪冲多了，脑补能力一流，在面对着他这个20岁却拥有和自身年龄明显不符的见识和资源的时候，思想已经敌化了。在陈彦光眼中，张扬肯定和古董圈子有大关系，现在不透露，说明自己和他的交情还没到那份上。也对，40万就想入圈，也太看不起玩古董的了。那也没事，陈彦光装作完全不在意的样子说道：“以你的鉴赏力，自己搞个私人博物馆也很轻松。大哥，你想干嘛就直说吧，咱们两个男的打啥哑谜？”行，那我就直说了。电话那头，陈彦光清了清嗓子：“你应该知道，我就是个富二代，没啥大本事，但其实我还有个弟弟，他在剑桥留学，学经济。我感觉吧，我爹想废长立幼。张扬，现代社会的继承权不是这样的吧？不是继承，是到时候集团的股份怎么分的问题。”陈彦光给张扬科普了一下，他们家族是企业里的弯弯绕绕。总结一句话，非常传统，长辈说了算。哦，所以你要做生意，做出一番成就，然后抢夺继承权。张扬已经脑补出了豪门内斗的画面，几十亿的争夺呀，想想就刺激。不过陈彦光的想法和张扬想的完全不一样。做生意太累了，这点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所以我想了个路子，咱们找些能以假乱真的古董，拿去卖给我爸，还有他那些朋友。你别觉得这计划简单，我保守估计，从他们那些没啥见识的老头子那里弄出个几千万不成问题，甚至上亿都有可能。陈彦光兴致勃勃地说道。张扬听得直接愣住了，什么情况？不光直播间的宝友行，连现实里认识的人也行起来了。咋样？我这思路？电话那头，陈彦光语气有些得意，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张扬听完，心想挺好的，这样保底能吃3年牢饭。他现在很庆幸在赴约前问清楚了，不然真被坑波大的。不过富二代嘛，想一出是一出，很正常，怎么干是他的事。张扬觉得自己要做的就是想个法子，绝了对方找自己干这种事的心思。光哥，你这方法我以前见人用过呀。啊？听到自己的套路被人用过了，陈彦光起初很惊讶，不过很快就想通了。也是，你是混古董圈子的，这行当本来就是9假1真。那倒不是，不是我圈子里的朋友，是我一个表哥，他就是用这个路子，不过他家没你家这么有钱，所以他弄的是袁大头之类的。哦，陈彦光马上就懂了，袁大头确实假的多，网上就有的买。是啊，他拿假的袁大头卖给他一个爱收藏的叔叔，坑了大概有小2万吧。张扬化用了一篇自己在网上看过的报道。2万吗？那是个狠人。不过后来他叔叔因为缺钱，想去古玩市场出货，结果被人认出来东西是假的，腿给打断了。陈彦光倒吸一口凉气，追问道：“然后呢？他叔叔把他腿打断了吗？”没有，不过我记得好像他叔叔因为这个老婆跑了，然后我那个表哥在亲戚朋友间名声都臭了，全家都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他们全家就搬离了临海。不过现在好一点了。为啥？陈彦光好奇地问道。因为听说他去年卖假货被抓了，进去要踩2年缝纫机，暂时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了。你刚才把思路一说，我就想到了这个表哥。过几天去探监，毕竟他没骗过我。张扬颇为感慨地说道。这故事直接让陈彦光这个富二代沉默了足足1分钟，最后说了句：“那算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张扬心想，随便你怎么想，不找我就行。那今晚的夜宵还有那个叫米芽的怎么办？没事，让他们过来吧，我礼物都已经刷了，不能浪费了。兄弟，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对不住你了。改天我一定给你找个没科技的。陈彦光信誓旦旦地说道。张扬心想，这哥们的想法估计是掰不回来了。算了，误会就误会吧，反正自己也没吃亏，好歹把眼前的事解决了。行，那你跟梨花姐说一声。OK， 你把电话给她。可能是张扬讲的故事太有警示意义了，陈彦光连着好几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的直播间，刷了不少礼物，说是想学一点古董方面的教训，免得步表哥的后尘。张扬倒是无所谓，粉彩花盆的钱已经到账了，34万7千，这么大一笔钱让他感觉自己的银行卡一下子便厚实了不少。10岁之位，他已经开始盘算什么时候再去一趟古玩市场。市场里最大的临海古董行估计没啥好货了，但这不代表其他店子没有啊，毕竟临海市这么大呢，说不定还能挣个几万块。不过张扬这种想法和来他直播间鉴宝的宝友们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咸鱼。
那些真觉得自己捡漏的宝友，开口就是没100万我不卖，甚至还有说我这是真的，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个是假的人。这种时候，张扬一般都是直接告诉对面，东西在他看来是假的，不过因为是视频鉴宝，色彩可能会失真，最好还是线下请大师鉴定一下。说的滴水不漏，但张扬说话留一线，别人却不一定要这个脸。这天，直播间连麦了一位特殊的用户，他的名字叫李老七鉴宝。同行来了。连麦的时候，导播帮忙查了一下对方的直播间，整个抖音的鉴宝区，张扬是下午档第一，人气1万多。虽然放到在晚间档都排不进前10，但现在是实打实的一个。而这个李老七鉴宝现在的人气是300多，排在下午档的第33，也算小有名气了。不过对方一开口，张扬就觉得这人不太行。小张啊，下午好。你甚至不愿意称呼我一声张老师。这人谁啊？来鉴宝还倚老卖老。这个也是抖音的鉴宝主播，同行来砸场子了。这位宝友，下午好。你要鉴定什么？张扬只当自己没看到对方的 ID。我不是来鉴定的，我来考考你的眼力。李老七把镜头移动到了桌面上的原木盒子，很明显东西就装在里面。但是对方偏偏说，我先考考你，这是什么盒子？这还能是啥？这不就是桐木盒子吗？你咋知道是桐木的？李老七反问。当然是物品信息给的呀，不过这话张扬只能在心里说。他嘴上说的是，瞧您这话说的，就跟问我为啥称呼你大哥，不称呼你大嫂一样。看来主播不知道跨性别人士啊。LGBT 平权主义者表示谴责，弹幕别瞎起哄啊。下触发关键词，你人没了，别怪我。直播间人多了，张扬必须时不时控制下弹幕的节奏。回到连麦画面，李老七已经把东西取出来了。盒子算你看对了，你再看看这个东西。对方拿出来一个瓷器，造型是一个大的汤碗，碗内壁是白色的，正中心圆形区域有彩色图案，画着蓝色的海浪和红色的带翅膀的海兽。这是典型的成化斗彩海兽纹。这东西也太新了吧！仿斗彩的碗里，这都算次品。明代的碗咋用着外国的颜料？您给我看看外边。哦，外面也是海兽纹。张扬心里已经有数了。大哥，你这东西是按成化斗彩买的？那可是天价啊！一只成化斗彩海兽纹的碗，少说也要几百万。几百万？李老七嗤笑一声，这个东西，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前几年盛海博物馆搞展览，他们的封面就是这个碗。啊？那他们的东西怎么到你手里了？张扬故作惊讶地问道。他那个是他的，我这个和他那个差不多，但是不一样。他那个是公的，我这个是母的。太点了，国宝帮的话术就是这样的。等下他肯定得说，这东西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个。李老七显然没看弹幕，还在自顾自地往下说，就这东西，你和盛海博物馆那个放在一起，转2下，谁来都分不清。听着李老七的话，张扬第一反应是，这人认真的吗？这东西明摆着是仿品啊，东西就是去年这个时间生产的，1年时间都不到。这人还是个鉴宝主播，什么眼力啊？这时候，一条弹幕引起了张扬的注意，这不会是国宝帮的来套话的吧？接着，不少弹幕开始提醒张扬，主播小心对方拿视频去骗人，有可能是想看看哪里假，回去继续改进。张扬一细想，还真有这个可能。弹幕谁有？虽然鉴宝水平不行，但是他们鉴宝直播看得多啊，这些套路说不定就在某些主播身上见过，那就不用跟这种人浪费时间了，直接告诉他事实。你这是假的，就是最近几年仿造的，而且这工艺还这么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张扬直截了当地说道。你，李老七显然没想到张扬会这么直接，情绪一时间有些激动。他估计还没想明白，刚才不是还在聊宝物背后的故事吗？怎么突然就跳到这里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半天还是憋出了一句话。你不会没看出来吧？张扬一脸怀疑地问道。我看你的名字写的是李老七鉴宝啊，你也是鉴宝主播啊？是主播，但我说这是真的。我和你不同，我专精陶瓷鉴定。李老七颇有些自傲地说道。我可是英吉利世界东方陶瓷协会的会员，每个月交几10刀的学费，可以看协会的文献，了解古代瓷器的各类知识。所以我在陶瓷上的造诣，不是小张你能比的。怪不得叫主播小张，原来是瓷器代师。交钱就能进的协会，这也能拿出来吹吗？大哥，我是宇宙陶瓷协会的探险者号，你知道吧？上面的陶瓷散热片就是我帮忙看的。看这人一本正经说胡话的样子，张扬诚心逗逗他，于是信口胡说起来。真的假的？李老七好像没听出来张扬在阴阳怪气，嘀咕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咬着牙说道，那也没用，你今天就是看错了，我这东西就是真的。你看不懂，那我就来教你看看釉面。嘿，大哥，你嘴真硬。张扬摇摇头，有些无奈。他现在是真摸不准，
这人是真傻还是装傻？这人是傻子吧？我都看得出来是假的，可能是故意搞节目效果的。这个主播我好像见过，他自己有店子的，那店子里卖的还不全是假货？不是，小张，你不懂，能不能虚心的学？我考你，橙花斗彩的红彩有哪几种红？我这宝贝上面又是哪种红？李老七语气很急，非常非常急，听得张扬莫名其妙。其实这时候张扬要是看一下李老七的直播间就懂了，因为他直播间里全是攻击他的弹幕。张大师鉴宝团出征，国宝帮造假的窝点是在这儿吗？鉴宝主播玩假货，还在嘴硬，还在嘴硬，还在嘴硬。流汗黄豆点 JPG， 甚至有不少李老七的老粉丝都出来问：七哥，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这是国宝，谁来看都一样吗？所以李老七才急着要和张扬讨论理论知识，先把真假的事跳过去。问题是张扬根本不需要啊，他只需要根据结果反推就行了。学啥？张扬的语气有点不耐烦，直接打断了对方。你这就是个仿造的，听清楚了，是仿的。明成化斗彩瓷器，青花釉里红海寿纹碗。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说得这么清楚吗？张扬拿起手机对着镜头，手机屏幕上是某宝的商品页面。因为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1500块某宝同款，月销量0。哈哈，主播太狠了，爆杀！如果这是整活，我的建议是多来点。好活儿，就是有点烂。面对张扬的打脸，李老七开始有点慌，但马上就镇定下来，想到了辩解的法子。你说的网上那些仿品，就是仿的我这个666666，这话说的让张扬听了都得承认，确实太溜了。您都这么说了，那要不今天的连麦先到这儿了。在张扬眼里，对面都耍无赖了，还有啥好说的？但李老七不这么想。那你是承认你看错了？张扬没看错，这就是假的。张扬一想到弹幕说的这可能是国宝帮来套话，他的态度就不自觉地坚决起来。万一这个李老七把他和自己连麦的视频掐头去尾，随便截取一段说是斗音张大师鉴定为真的视频，用来卖他手里这假货，张扬突然有了自己站在被告席的画面，绝对不能和稀泥，假的就是假的。看来你还是不懂。诺，你看，这是赭红彩，红中泛紫，釉面浓淡的地方有色阶，这个釉层比其他红要厚一点。说完了，假的，仿的啊，看来你真是不懂啊。我跟你说，这东西吕成林老师看过的，说这是真的斗彩。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就是他看错了。张扬淡淡的说道。他看错了，哈哈，笑话。难道你比吕老师还权威？张扬还真不认识对方口中的吕成林是谁，国内鉴宝大师太多了，没个几年时间不可能认得全。我不认识吕老师，不过我有汪国生老师的电话，要不让他帮你看看。汪国生，听到这个名字，李老七好像一点都不陌生，突然冷笑道：我懂了，你是国家博物馆那一批人的狗腿子，怪不得呀。怪不得什么？怪不得要打压我们民间收藏家。李老七说话的时候用力的捶了下桌子，把碗都捶得蹦了起来。不过很可惜没摔到地上。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这个张大师的丑恶嘴脸了吧？丑恶？张扬有点懵，这造谣有点离谱了吧？他们国家博物馆这一派系的人把持着官方博物馆，故意把咱们民间收藏家里的国宝说成是假的，来维持他们手里东西的稀有性，然后卖高价。大家试想一下，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怎么可能就那么几件瓷器古董？我们普通民众拿出几件国宝，很正常吗？这不是专业国宝帮的说辞吗？这人不会是国宝帮的9代长老吧？这人的话术一看就是骗子，骗子果然脑子不好，想来张大师的直播间骗人。走走走，咱们把他举报了去。张扬一边听着李老七发议政一样的慷慨陈词，一边看着自己直播间里高质量的弹幕，心里还是很欣慰的。自己态度都这么坚决了，要是直播间观众还能信对方这种话，那可真没救了。哎，李老七，我打听一下，你这东西哪来的呀？你问这个干什么？李老七很警觉。没，我怕你是被某个制假售假的犯罪集团绑架了。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我报警救你。张扬打趣着说道。不用你救。那行。张扬打断了对方。那我就先挂了哈，我这边还有正经人鉴宝呢。说完，他直接断开了连麦。主播带我们去举报这种人吧，起码把他直播间封了吧。我看了一下他的垫子，有成交记录，估计没少骗人。兄弟们，连国家博物馆的专家都贬得一文不值，我是真拿他没办法呀。张扬叹了口气说道，这种人，你就算把他的东西送到牛津做热视光鉴定，那是全球都认可的结果，他还是能说是鉴定造假，他东西是真的，你能有什么办法？
千万别指望说服国宝帮。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告诉周围的亲戚朋友，这些东西是假的，就是工艺品，不信就领他们来看我的直播录像。如果哪位兄弟家里有人被骗了，千万别忍啊，尽量去报警。国宝帮的人不认自己的东西假，无所谓，法律认就行，卖假古董就是诈骗。雨中听梨花，我去看了一下，李老七的直播间还有不少人在嘴硬呢。嗨，别管他们，这种国宝帮的人早就被洗脑了。我的直播录像啊，大家多多转发点赞啊，起码让信我鉴宝的人不会去买他家的假货。江南省景地镇一个陶瓷作坊里，李老七正在办公室里冲着手机怒吼：不能退！我这里买东西不能退，这是古董行业的规矩，懂不懂？我卖给你的就是国宝的价，人人有国宝，有什么问题？对，你姓张的那种人一辈子都发不了财。他是官方认证的，怎么了？那个认证可以买的，我想认证也可以认证。你爱找谁鉴定找谁鉴定，反正我卖的东西是真的，谁来都一样。挂掉电话，李老七气呼呼喘着粗气，大概是情绪单位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斗彩海兽文碗，用力砸在了地上。刚才他口口声声的国宝，哐当一声直接稀碎。哎呦，这又是怎么了呀？李老七的老婆听到碗碎的声音，连忙抄起扫帚走了进来。不就是套人家的话吗？怎么这么大火气？那个姓张的大师油盐不进啊，烦死了。李老七越说越气，也不知道这人从哪里冒出来的，混了个抖音官方的认证，搞得观众全去看他了。我怎么勾引他分析，他就一口咬定是假的，多的一句话也不说，太 TM 星号了。还有，李老七指了指地上的碎渣说道：王老二那个缺的东西，把我们送他当国宝卖的碗，直接给挂到网上去了，卖1500一个。要不是我反应快，差点下不来台。这王老二真不是东西。李老七老婆跟着啐了一口。行了，先别收拾了，出去弄点饭，我要给秋哥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国宝帮内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组织，底层的人大部分就像张扬最开始认识的那个买了几千块国宝的老大哥一样，懂一点古董知识，被忽悠的找不着北。国宝帮的中层当然就是李老七以及邱大师这样的喉舌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像邱大师这种懂网络有一定数量粉丝的简陋 UP 主地位比李老七高一点。邱哥在忙吗？和邱大师打电话，李老七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对方可是组织里的智囊。哦，老李啊，怎么了？这还没到你送货的时候啊。名为简陋，实则是带货的邱大师靠高频率的发布简陋视频，吸引冤大头找他买国宝，都不用打广告，视频发布完自然有人主动找上门。而这些漏大部分都是由李老七这样的厂家提供的高端仿品。不是进货，是跟你说一下我和抖音张大师的事儿。哦，你认识他？那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邱大师是看过张扬直播的，古董的圈子不大，抖音鉴宝区白天的王，他还是刷到过的。是啊，邱哥你和我想一起去了，我按你以前在群里说的法子去找他鉴宝来着。李老七刚才干的事就是邱大师最早想出来的，带仿品去鉴定，引诱对方说词儿，然后把所有和假的有关的片段删掉，最后拿拼凑出的鉴宝视频去卖货。怎么了？没找到机会吗？是啊，那个人口风很紧，反倒让我搞砸了个斗彩碗。那就多试几次呗，换着来，找几个以前买过你东西但是现在不来往的人，忽悠他们去鉴定。邱大师马上想出个办法。你的意思是？李老七不太理解。你傻呀，这也不懂。这种不来往的人鉴定出来是假的，东西是砸他们手里，跟你没关系，反倒是那主播说漏了嘴，你不就能用了吗？我去，邱大师高啊，怪不得你能发财呢。李老七奉承道。那是。邱大师有些骄傲地说，就算是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来了，我也能用它赚钱。什么鉴宝大师？我们的工具人罢了。在这两个国宝帮的人商量着怎么坑张扬一把的时候，张扬已经进坑了。下午回宿舍的时候，张扬刚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因为3个室友在他开门后齐齐停下了手上的键盘和鼠标，转过身用很怜悯的眼神看向他。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不是，是你头顶有字。什么字？3个字，倒霉蛋。原来下午2点的时候，辅导员临时通知开班会，说这周学校有个活动，历史系主办的，需要大2出6个志愿者。大学活动的志愿者等于免费的苦力，除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的，没人愿意去。一看没人主动报名，辅导员说那就直接看着名单点名了。第一个就念了张扬的名字，谁让他没参加班会呢？去就去呗，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张扬没觉得这事儿哪里倒霉。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吗？什么活动？寻宝，走进临海，2天时间，从早到晚，户外做引导，维持秩序。忘了跟你说，这几天室外平均气温33摄氏度。
想象一下，烈日炎炎，你要在太阳底下帮忙维持秩序，而我们在宿舍里吃着冰西瓜，打着游戏。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张扬一时语塞，突然感觉生活失去了乐趣，而且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关键的事：当志愿者，那直播怎么办？听说张扬要去给寻宝节目做志愿者，金总监莫名其妙的笑得很开心，跟张扬说：“去吧，我已经让他们把直播间标题改成我去录节目了，后天见。你是志愿者，近水楼台，记得和那几个鉴定专家，每个人都和张颖，到时候可是宣传的好材料。那我还要来公司化妆？不用，脸部的细节可以 P 啊。”张扬听完心情复杂，不过看在金总监准假很痛快的份上，他答应去试试。其实试不了一点，他被分到的是行人引导组，小组的任务是负责从学校大门口到活动场馆的路上帮来鉴宝的人指。具体到张扬，就是在校门口指路，纯纯的苦力。穿上冰袖，戴上草帽，就算摄像师拍到他上了电视，别人也认不出来。次日上午10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把寻宝走进临海的海报立起来，张扬也就开始了一天的志愿活动。小伙子，电视台鉴宝走哪条路啊？喂，我车能开进去吗？我不是来鉴宝的，我是来林大找人的。兄弟，你看我这东西漂亮吧？这可是国宝。问路的人形形色色，还有不少自来熟，主动上来找张扬聊天。平时张扬都是视频鉴宝，宝友很少露脸，今天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鉴宝人，他也算长见识了。谁说玩古董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起码张扬见到的人里，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差不多4、6开，不过老年人容易被骗倒是真的。好几个疑似国宝帮的宝友都是退休的老人，临海的民间收藏家水平不行啊。张扬在校门口看了大半天，心里有了这个初步的结论：真货很少见，大部分都是现代的仿品。大海里捞针，捞出来的几件真东西还都是晚明、清朝的物件，不值几个钱。当然有很大可能，真正值钱的东西，宝贝的主人不会轻易让人看见。站了一天，没有什么让人精神一振的宝贝，到下午的时候，甚至连问路的人都没有了。张扬只能坐在门卫室旁边的台阶上玩手机。手机快没电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旁边碰了碰张扬的胳膊，一抬头，一个面色黝黑、穿着工地用的黄背心的老汉正咧开嘴看着张扬。兄弟，你是收古董的不？老汉笑嘻嘻地问道。古董？老汉的话触发了张扬的关键词。有的人表面看上去是个志愿者，但其实真实的身份是鉴宝大师，而且这个大师还贼想捡漏。张扬看了一圈，发现没其他人，于是小声问道：东西在哪？我看看。在这里。老汉从手提的米袋子里掏出一团废报纸，报纸完全打开，中间包着的是一个满是铜锈、拳头大小的铃铛。牲口用的铃铛。老汉解释道：还能响脸？说着就要去摇。张扬连忙伸手制止了对方。名称：铃铛，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1399年。详细信息：古代常见的青铜铃铛一般挂在马脖子上，器物表面有大量铜锈，部分铜锈刚刚脱落，疑似刚出土不久。1399年，这个年份对学历史的张扬来说很熟悉，因为这一年有著名的靖难之役。这老汉拿出来的竟然是明朝的青铜器，东西的价值可能没多高，但对方一身的打扮基本上明摆着告诉张扬，这铃铛是工地上刚挖出来的，那就意味着背后很可能是一座墓，墓里还有。大爷，你这东西是刚挖出来吧？张扬单刀直入，同时观察着对方的表情。老汉很坦荡，连点了2下头，是嘞，就前几天工地上的挖机挖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挖到坟了，因为里面还有碎骨头，但是值钱的东西好像就这么一件。挖到坟了，还有骨头？张扬被对方的话惊到了，倒不是挖出来一个墓有多罕见，他惊讶的是对方都知道是墓了，还要把墓里的青铜器拿出来卖，胆子是真的大。大爷，你看那儿。张扬指了指门卫室门口的摄像头，那个摄像头已经把我们2个都拍进去了，你现在跑都没有用了。卧槽！大爷抬头看了眼，发现张扬说的是真的，他嘴上骂了一句米袋子和铜铃铛都不要了，转身就想跑。不过张扬直接扯住了他的背心，你再跑我喊保安了呀。听到张扬这句话，大爷终于冷静下来了，转过头上下打量着张扬，半晌一脸狐疑地问道：你到底是不是收古董的？不是，我是研究古董的。张扬笑着说道，摘下草帽露出清秀的脸庞。我是临海大学的大学生，不是警察，你不用慌。他的长相玉面书生不外如是，很有说服力。哦，是学生啊，吓死我了。大爷拍了拍胸口，擦了擦头上的汗，可能是觉得不够，
又自来熟的从张扬手里接过草帽，扇了2下风。你是大学生，那你看得出来这东西值钱不？不值钱。张扬摇摇头说道，这是个马铃铛，虽然东西有点年头，但谁会花钱买个马铃铛呢？啊，真的假的？老汉不是太信。张扬可没空和他讨论价值，而是直截了当的问道，你们工地挖出来坟，为什么不上报？果然是大学生，懂得还挺多。老汉冲张扬竖了个大拇指，但是一听就知道你做人不灵活，上报可以晚2天，把东西卖了再上报啊，不然考古的一来，工地就要停工了，我们哪来的钱呢？老汉在工地待了这么多年，也不是第一次见出货了，自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手段。怪不得。张扬点点头说道，那现在是我直接报警，还是你自己去派出所？啊，不是吧？老汉有点不信张扬说的话，报警对你有什么好处？大不了我给你5块钱，你当没看到过我？5块钱还真大方。不是钱的事，我要报警，是因为你们挖出来的这个坟里面可能还藏着更多的东西。没有了，就这么一个铜铃铛，你还说不值钱？老汉的语气有些郁闷，看上去不像骗人的。张扬旁听过考古学，自然不会像老汉这么想，他解释道，你们是拿挖机挖，考古是要用烧烤刷油的那种小刷子，一点点刷的。你看，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东西是老东西，而且是土里挖出来的。你说我懂不懂？老汉犹豫的一会儿，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那行了，我送你去派出所报案，你要是跑了，等我报警，警察再找到你，那事情可就严重了。会咋样？会坐牢。啊，那好吧。老汉叹了口气，嘴里念叨着，倒霉啊，倒霉。张扬看着对方，在心里摇了摇头。像对方这种卖东西的方法，那才是上赶着触霉头呢。工地老汉，外号叫吴老二，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混了几十年工地，一事无成，全身上下唯一能拿出来说到的是他的见识。素的荤的，黑的白的黄的，吴老二都见识过。他是真的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米还要多。所以前几天工地挖出骨头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墓。这样的事他年轻时见过，还帮考古队送过盒饭，抬过棺材。他自然也知道墓里除了骨头还有陪葬品。于是当晚他带着几个工友，趁着夜色跑到挖出来骨头的地方，寻摸了大半个晚上，找到了几个瓶瓶罐罐和这个青铜铃铛，还有些生锈的铜钱。宝贝是找到了，但大家都不懂古董，也不知道哪个值钱。吴老二本来想一人一个把东西分了，赶紧散伙，可眼看工友们为了争这个青铜铃铛马上要打起来，他怕动静太大，主动请缨说把东西先卖掉，同时也想着看能不能找到个大买家，把其余那些瓶瓶罐罐全包圆了，把古董换成钱，分钱比分东西来的爽利多了。所以张扬要是再耐心一点，蒙一蒙吴老二，骗他说自己就是收古董的，说不定还能见到更多的宝贝。同样因为这一点，吴老二知道这派出所真去不了，现在跑了就损失个不值钱的青铜铃铛，要是跟着去了派出所，工地床底下那些宝贝都保不住。走在路上，吴老二越想越烦躁，卖惨、求饶、分钱、拜把子，他能想到的招式都用了，身边的大学生就是不松口，回答永远是那么几句，你这青铜器不值钱，没必要为这点钱坐牢。铃铛不重要，背后的墓重要，摄像头都拍下来了，你还想啥呢？到后面吴老二已经有点上头了，今天必须跑了，让你小子见识下社会的险恶。正常跑肯定是没机会的，老头子怎么跟年轻人比速度，必须利用地形优势，比如红绿灯。两人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路过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站在安全岛上，张扬还在跟老汉聊天。大爷，你也别心疼，这东西背后要是真有大墓，你肯定有奖金拿。虽然比不上卖铃铛的钱，但是安全啊，还有可能上报纸呢。而且我说句实话，你那种卖东西的方法，要么被骗，要么直接撞上警察。老大爷没回话，张扬正要看一眼，耳边突然热闹起来。喂喂，你回来！这是交通劝导员在喊。呲，这是汽车采集沙的声音。老东西不要命了！这是司机的骂声。张扬转头一看，穿着一身黄马甲的大爷，几秒钟的功夫已经冲到人行横道中间了。卧槽！张扬马上抬脚想追，却被一旁的劝导员阿姨伸胳膊硬拦了下来。干什么？干什么？红灯看不见啊！阿姨嚷得很大声。不是，那个人。张扬隔着川流不息的车流，指着大爷说，他闯红灯是他的事，你年纪轻轻学老人家，你想试试这些车会不会让你？看你也才20几岁的样子，不想活了？阿姨的嘴跟连珠炮似的，驳得张扬根本说不出话。大马路上汽车咻咻的驶过，张扬目送着大爷一路跑远。大爷，没有你我可怎么上交青铜铃铛啊？哎，不对，
他好像被马路对面的劝导员拦下来了。张扬还以为有正道的光，结果只看见大爷和马路对面的劝导员手舞足蹈地比划了几下，马上就走了，身影消失在人海之中。这时，通向派出所的人行横道的绿灯终于亮了。张扬看了眼手里的袋子，想了想，决定还是把事情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社区派出所里，2位民警接待了张扬。没看到东西的时候，听说张扬是从工地老头手里得来了一件青铜器，2个民警的表情已经有点微妙了。等到张扬把铃铛拿出来，其中一个民警直接没绷住，笑出了声。你笑啥？不好意思，我想起高兴的事。哦，张扬点点头，虽然觉得面前2个民警表情怪怪的，但他还是讲了一下自己的鉴定结果。这是明朝初年的青铜马铃铛，你们看这上面的铜锈，应该是常年埋在土壤里。你看这上面的土，应该是刚出土的。2位民警憋着笑，有些敷衍地配合着张扬。你们不信吗？张扬听出了这种敷衍太明显了。不信。民警甲很快地摇了摇头。民警乙顺势问张扬，这个东西，那个工地的老头要了你多少钱？没花钱，他一听说我要带他来派出所，直接闯红灯跑了。不过我们学校保安室的摄像头应该把他拍下来了。那你上交这个东西的意是？甲问道。没有交易的话，很难定性成诈骗啊。诈骗？不是这个，我想说这文物背后可能有明代的墓，那墓里可能有更多的文物。好，你等等，我给你看个东西。民警甲从墙边拖过来一个纸箱子，还挺沉的样子。这些都是这周收上来的假古董，还没来得及归档。来，你看，这玉碗、玉板、玉观像、佛像、玉盏，俗称工地5件套，都是工地上的老头子卖的。对了，还有升级版的佛头、玉扳指，青铜器也有。你看看这个。民警乙掀开另一个纸盒子，张扬往里面看了一眼，大受震撼。里面赫然是一座5羊方尊，离谱吧？民警甲笑道。不过像这种这么大的假货很少见了，因为很多人没胆子买。现在的青铜器都是明清的了。你看，这是明朝的青铜灯盏，清朝的香炉，东西多的都放不下了。哪有这么多墓了？那些工地老头拿出来卖的都是骗人的。这话听完，张扬知道2个民警是变招法的，想让他相信这个青铜铃铛是假的。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就是说破天，眼前这2个人也不能信。沉默了半分钟，他想到了办法。既然是假的，我能拿回去卖吗？可以啊，当工艺品卖可以，卖个10几块没事，但是当古董卖不行。2位民警耐心地和张扬解释道。那行，10几块也挺多了，够我吃一顿饱饭了。张扬用报纸把东西包好，收进袋子，笑着说了声谢谢，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心里则是念叨着：寻宝，我来了。寻宝，走进临海，栏目组会在临海待上2天，第1天全天和第2天上午是海选，第2天下午就是正式录制节目了。只有那些经过海选确认过高级的仿品或者称得上民间国宝的东西，才能参与最后节目的录制，持宝人才有机会上电视。张扬，下午就不用站岗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辅导员从校门口路过，叫了张扬一声。老师，等等，你先别走。张扬叫住了对方。怎么了？你能替我站完剩下的岗吗？张扬说着递出了手里的草帽。啊！辅导员愣住了，他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这样的要求他还是第一次见。他微笑着告诉张扬，你有急事的话可以先走，我找人来替你。哦，那谢谢老师，我先走了。张扬赶紧放好帽子，抄起脚边的米袋，迅速往场馆的方向跑去。等等，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急事？我急着去鉴宝。张扬边跑边喊道。等他跑到活动场馆的时候，几个志愿者已经在布置铁围栏了。不用排队了，海选已经结束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排队的路人直接炸了锅。啊，怎么不早点说啊？是啊，早知道我早点起来了。就是，没意思，我的国宝还没鉴定呢。借过。张扬一边喊，一边在人群里不停地穿梭。本来他今天想找个人替自己站岗的，这样就不用这么赶了。但是大热天的，这样的苦差事谁愿意啊？根本找不到人，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海选的尾巴。你别挤了，都结束了。一个中年女人喊道。我是工作人员，让一让。张扬这样喊了几分钟，总算挤到了队伍的前面。围栏已经合上了，他扶着栏杆，上气不接下气地跟面前的志愿者说道：我3班张扬，开门。怎么现在才来？还以为你已经进去了。嗨，太热了，跑不动。张扬和面前的志愿者很熟，虽然不是一个班，但2人在新生军训的时候都同在一个方阵受过训。志愿者都是固定的岗位，张扬很轻松的就问到了是谁在守路口。
昨晚他就已经和这兄弟说好了，看到要放张扬进去，排队的群众不乐意了。凭什么他能进去啊？就是，就算他长得帅，也不能不守规矩啊。我约好了的。张扬大声解释道。什么预约啊？我们怎么没听说寻宝能预约啊？是啊，骗谁呢？真约了人，不信你们看呐。张扬往身后一指，远处一个穿着西装、杵着拐杖、满头银发的老爷子正笑着冲张扬招手。那不是国生老师吗？人群里还是有识货的。不是说他都金盆洗手了吗？这小伙子有汪大师的关系，那还来见傻宝？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上节目镀金。没理会身边的闲言碎语，看到汪大师，张扬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有大腿在，手里这件破玩意儿终于可以解决了。铃铛在张扬手里待了一夜，他悟出一个道理：这种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真没啥好玩的。看别人倒斗，乐得很，但真有东西到了自己手上，对他这种责任心强的人来说，很耗费精神。看上去是张扬抱大腿，其实昨天晚上是汪建业主动给张扬打的电话。在电话里，汪建业说他大伯也是汪国生，要来临海大学参加节目，问张扬有没有空做个临时导游。张扬昨天给人指了一天的路，真不想做苦力了，下意识的开口回绝，接着还反客为主，说自己有件东西想请汪大师长长眼。汪建业听了这话有点不高兴，但旁听的汪国生很感兴趣，一口答应了下来，甚至还主动和张扬定好了碰面的时间地点，这才有了今天在场馆外的那一幕。来，我介绍下，这位是青铜器鉴定专家车礼军老师。海选确实已经结束了，不过有汪国生在，这都不是问题，直接把节目组的专家给请过来，单独鉴定。车老师好。你好你好，我算是汪老师半个学生，这位小张同学不用太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汪国生私下和圈子里的几个密友聊过，他拍卖会买到假梅瓶的事，所以包括车礼军在内的几个鉴宝专家都知道汪家老爷子，认识了一个眼力了得的小伙子，年纪非常轻，模样长得也俊。张扬一露面，车礼军就知道是他没跑了。只喝了2口茶，张扬就急不可耐地把东西拿了出来。车老师，我这里有个明初期的青铜器，想请您帮忙看看真假。哦，车礼军有些惊讶，估计没想到张扬会拿出来这么个东西。不过毕竟是专家，他没有扭捏，戴上白手套，拿在手里端详起来，这有点像分辨秀啊，很高明的造假手段。车礼军嘴里嘟囔了2句，偷偷瞟了张扬一眼。同一时间，汪国生也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张扬。张扬没说话，准确的说是面无表情，跑得有点累，他还没歇够。这样是倒像是旧东西。车礼军又点评了一句，看张扬始终没什么反应，他把东西放了下来。东西是对的，张扬同学是吧？你这东西哪来的？刚出土的。张扬淡淡的说道。噗！汪建业刚好在喝茶，听到这话直接喷了出来。他问张扬，你刚挖了谁家的祖坟吗？张扬摇摇头，不是，别人刚挖的。剩下2个老人都比较沉稳，脸上看不出来太大的反应。汪国生笑着说道，张扬，你别卖关子了，说说这东西是怎么得来的。这还要从那天夕阳下的奔跑说起。张扬把工地大爷的事娓娓道来，临了补上一句，我学业繁忙，实在是没心力处理这样的事，所以想看2位专家能不能找警察方面的关系，帮忙把东西给上交了。还有那个工地也得安排一下。哈哈，我看你是因为那2个民警不信你的话，懒得操心了。汪国生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张扬心里真实的想法。这个，嘿嘿，确实也有一点。张扬并不避讳。行，这事儿就让建业去弄吧。建业，你不是认识郭局长吗？我来搞定。汪建业一边擦着桌上的茶水，一边答应下来。正事儿办完，众人又闲聊了几句。等车礼军去彩排节目了，汪国生使了个眼神，把汪建业支走。老爷子突然眯起眼睛，跺了一下拐杖，盯着张扬问道：小张同学，抖音那个鉴宝的张大师是你什么人？老师，你也刷抖音啊？张扬没有躲避汪大师的视线，况且这时候才遮掩，也确实迟了点。看啊，我经常在上面看国家宝藏的一些片段，人老了，看电视容易犯困，偶尔看看手机还行，所以抖音的算法就给您推荐了张大师。嘿嘿，我一看那个人的眉眼，就感觉在哪儿见过。汪国生一副事情得逞的表情，相比于平时多了几分老顽童的意思，看上去也就更亲切了。老爷子接着说，后来我仔细一想，见过的人里谁长这样啊？就是你了，张扬。哈哈，确实是我，让您看笑话了。张扬摸摸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一老一少，如果隔远了看，还以为是爷孙俩在谈心。说实话，我开始还不敢肯定，后来建业他拿了个 AI 画图的软件，
把张大师脸复原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跟你小子一模一样，真有你的。汪大师把这些事当趣事讲出来，话里话外其实是在告诉张扬，他并不在意这些。那个是防老妆，每一次要画整整半个小时呢，结果您一眼就看破了。那是，你也不想我是干什么的，咱们搞古董鉴定的，能看不出来吗？汪国生得意地抿了口茶，接着问：你年纪轻轻的，装得那么老成干什么？是怕别人不信你吗？在汪大师眼里，张扬在鉴定宝贝真假这事儿上绝对是顶尖水平。那个被张扬看出来是仿造的梅瓶，到现在拍卖行的专家意见都不统一，已经送到牛津做热释光来断代了。岂止是不相信，简直就不会有人让我看。张扬语气中透露着无奈，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在想：我签兼职协议的时候，也没想到真能搞出名堂啊！本来就想着混口饭吃，熬死别的主播，成为直播鉴宝行业的活化石，可能是他原本唯一的出头之路。谁成想，突然能看到物品信息了，还碰上官方帮忙宣传，流量和热度蹭的往上涨。前几天都有人专门做张大师鉴宝的直播切片了，热度是真不错。汪大师大概率就是刷到了他鉴宝的切片。听到张扬的话，汪国生点点头，宽慰道：年轻人嘛，要沉得住气。古董这一行，谁都不会信一个毛头小子。我做学徒那会儿，也是在柜台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有熟人愿意找我看东西。汪大师感慨了一会儿往事，突然深深地看了张扬一眼，话锋一转，问道：你很不错，不过你从哪儿学来的本事呢？我这人好奇心重，你别介意。我猜你家里应该都是古董手艺人吧，而且生意做得还挺大的。手艺人是很文雅的说法，其实就仿造文物的。汪国生觉得张扬家里人是专门做古董仿品生意的。您为什么这么觉得？是不是想知道哪里露马脚了？汪国生轻轻一笑说道：你这就是典型手艺人的思维，被人看出来有问题，第一时间就想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其实很简单，你鉴宝的视频我看过，太直接了，就跟流水线一样。而且你分析东西为什么真为什么假的时候，经常没说到点子上，但你眼光确实毒辣，就没有判断错的。点不明白鉴宝的点，说明你没有系统的学过这些知识，也不是从小在古董堆里长大的孩子。但你又能很快看出哪些是仿品，说明你知道古董假在哪里。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汪国生轻轻捋着白须，如果配上旁白，那应该是老夫已经看穿一切，果然逃不过您的眼睛。张扬点点头，认下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必须得接住啊。汪大师的逻辑基本闭环了，张扬自己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而且听老人家这说话的语气，也没有因为自己这种身份就主动疏远的意思。他唯一要想理由的是，为什么家里人造假，张扬却要出来鉴宝呢？但张扬马上就想好了理由，叛逆这2个字就够了。不错不错，汪国生笑眯眯的又夸奖了张扬一次。你的家庭背景能养出你这样的孩子，真挺幸运的。也许他们不会这样觉得。张扬带入自己的身份和情绪，半真半假的答道：哎，没事，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汪国生拍了拍张扬的肩膀，指着不远处节目组的海报说：鉴宝就鉴宝，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个民间国宝的噱头吗？为了让大家把好东西都拿出来。张扬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全是。汪国生摇了摇头，我们主要是想让那些想要踏入古董收藏领域的人知道，值钱的东西没那么多，国宝的也就那样了，那些看上去比国宝还好的肯定是假的。现在我觉得你的直播鉴宝也是在干同样的事。汪大师肯定地说道，语气里丝毫不掩饰对张扬的欣赏。有机会来一次海陵博物馆吧，我帮你把张大师在博物馆工作过这件事坐实一下，免得有后患。谢谢老师。明白汪大师是在提携自己，张扬发自肺腑地感谢道。第二天下午，张大师鉴宝准时回归。主播诈尸了？才拘留了48小时，是否有点太轻了？大师，点彩好了，咱们今晚挖哪儿？挖哪？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好了，话不多说，鉴宝时间到，让我们欢迎下一位韭菜。喂，兄弟，听到吗？老师好。视频里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您等一下，我调转下摄像头。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价值多少，我好回礼。小伙子提着一个黄绿色的方形玉石山水牌，能看得清牌子上雕刻着一条龙，自然光照下，黄的还算比较通透，看着像秀玉啊，鸡雕的秀玉。这是品相不错的黄翡翠。张扬很快给出了鉴定结果。想到了汪大师的话，他决定多说2句。你对着光是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玉石结构的。哦，谢谢老师。等等，我还没采访你呢，这是你兄弟送你的礼物吗？是，一个好哥们送的。小伙子答道。小伙子，
你这东西应该是一对啊，只有这一个呀？不是，是一对。张扬很肯定，因为物品信息上就这么写的。龙阳雕刻的主题对上了，诡计多端的零陷入陷阱的一。老师，你别吓我呀，我只是见个宝。小伙子的声音逐渐变形。我没骗你啊，真是一对。可惜物品信息里没说为什么是一对。张扬看了一眼弹幕，心中有了答案。你看牌子的中间，鸟，在天愿作比翼鸟，你知道吧？这种鸟2只，而且是生死相随的。我操！年轻人吓得直接把牌子扔在了床上，笑死了，哈哈哈哈！灵异事件，刻的难道不是等个鸟吗？恭喜兄弟有了甜甜的爱情。老师，您看，我现在把这牌子退回去的话，还来得及吗？小伙子说话的语气慌得很。张扬和弹幕的话，让他这个直男刚才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想……你别慌啊，有可能是他买错了呢。张扬笑着说道。是，应该不是肯定买错了。小伙子自我安慰道。买没买错，你心里还没点数吗？这么慌张，肯定是想到了什么生活上的细节。这个就叫做爱情。看小伙子还不自觉断线，张扬又补了一刀。当然，正常情况下，买这种山水牌都会问一下刻的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说买错的情况，其实几率不大。爱情无罪啊，兄弟。啊，别，我还是去退给他吧。小伙子越听越慌，说完这话，直接挂断了视频。这个人像骚灵啊，不像猛一。听声音确实不像，怪不得要慌。不是，兄弟们在这聊什么零和一的，我听不懂啊，能不能聊点我能懂的？雨中听梨花，老师，你刚才说生死相随什么的，是真的吗？哦，什么情况？咱们直播间的榜一大哥也收到过这种东西。张扬冲镜头挑了挑眉，问道：要不要连线我帮你看一下子？也许也是爱情哟。雨中听梨花，不用了，东西是个妹子送我的。去死吧，陌生人。平安小梨花 ，Sir this way。羽皇还记得自己买镯子亏了多少万吗？起码2000万。张扬回答了弹幕的话。这个谁有说的好？虽然有点气人，但要是我买石头让别人赚了2000万，别人估计会把女儿老婆都嫁给我。所以直播间的穷哥们儿也别伤心。行了，咱们连线下一个宝友。面对疾风8申请和你连麦。这位网友是个托儿所，来，秀出你的亚索，不，宝贝。老师好。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周围环境比较嘈杂，好像有不少人在旁边说话。对方的镜头对着地，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摆着4、5个瓷器，有碗，有碟子，大部分都是青花，白色的釉面上还能看到些许土沁的痕迹，像真东西。这背景一看就是工地啊，哪个工地出货了？这肯定是真的，就看值多少钱了。工地也有假货，工地老头专门骗人的。兄弟是工地的。张扬觉得弹幕说的有道理，这年头地面都没铺水泥，周围还闹哄哄的，确实像工地宿舍。不是的，我们这里是……宝友刚想解释，身边突然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声音：警察，不许动，手里东西都放下，原地蹲下。拿着手机和张扬连麦的人应该是听到了疑似警察的喊话声，把手机放在了床上，但是忘了挂断连麦。于是直播间几千名观众和张扬一起，一边看着床板，一边偷听着视频那头的动静。老实点啊，都别乱动。你们谁前天去卖了一个青铜铃呢？就在临海大学门口。是吴老二去的，一个明显不是警察的人答道。谁是吴老二？站起来！报告警察同志，吴老二去买烟了。卧槽，条子来了！直播抓捕老九门是吧？早就听说张大师的直播间行，今天终于赶上了。老师，快说2句啊！张扬看着弹幕，冲镜头嘘了一下。他可以说话，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人家民警同志正忙呢。哦，那你们昨天挖出来的东西呢？民警继续询问。老关，你赶紧的，告诉警察同志东西在哪？都在这儿。嚯，不少啊，都摆出来了，这是准备分了。小冯，过来清点一下。听到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张扬壮着胆子喊了一句：喂，听得到吗？主播牛逼，6666666，我愿称之为今天最牛逼的整活。雨中听梨花送出航空火箭 X10。哎，谁的手机没关？那一头的民警果然听到了张扬的声音，手机很快被拿了起来。镜头里4、5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蹲在地上，镜头边缘依稀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别挂，别挂，警察同志，我有话要说。拿起手机的民警把摄像头转了过来。视频里，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警察盯着张扬看了2秒。张大师鉴宝，你是抖音的鉴宝主播？
原来他在看张扬的直播间信息。是，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警察同志，你看左上角有官方的认证。张扬笑着说道。张大师为什么感觉很慌啊？说话的样子好像罕见啊。警察，就是他，他是给老九门销赃的。你是给盗墓贼销赃的吗？民警看到弹幕，皱着眉头问道。怎么可能？我可是正经的鉴宝主播。民警同志，你们是不是在一个工地？是不是因为一个青铜铃铛来的？民警在执行任务，本来都准备关手机了，听到张扬说到青铜铃铛，马上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问道：你怎么知道铃铛的？真是自己的事儿。张扬有点小激动，汪家的动作真快啊！不过有这速度也不奇怪，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像头，昨天那个老汉又穿着那么显眼的黄背心，顺着道路监控一直查，很容易找到他的工地。我刚才偷听到的，耽误了警察的时间。张扬赶紧补偿一个重要信息，我看了那些人的瓷器，可以确定东西基本都是明朝的。行，知道了。民警没空和张扬多聊，马上断开了连麦。呼，张扬长舒一口气，躺倒了在电竞椅上。舒服了，主播又出汗了，应该是腿软了。张扬看着弹幕，才发现陈彦光偷偷摸摸刷了5000块的礼物。他冲镜头拱了拱手，谢道：谢谢榜一大哥给兄弟家的鸡腿啊！雨中听梨花，好活，我去帮你买个热搜。不用了不用了，树大招风。刚才可不是我整活，运气到了。好了，咱们继续连麦。老师，我这里东西有点多，能帮忙都看一下吗？可以啊，这么多东西都是你收藏的吗？张扬看到视频里的沙发上摆成长长一条的古董，心想这又是那个大冤种啊。根据他这几天鉴宝的经验，除了翡翠玉石这些开门的，其他的东西越多越证明收藏者的眼光不行。之前有个想给博物馆捐6000件藏品的民间收藏家，里面有5999件是假的，还有1件是近代仿的。这人的东西好多啊，开古董店的吧？一次鉴定这么多，建议主播收费。大胆预言，这里面最多一个真的。张扬看到最后一条弹幕，心想你可以再大胆一点，这些东西大概率全是假的。因为小伙子拿在手里的第一件藏品就让人眼前一黑。这些东西都是我爸收藏的，您先帮忙看这个吧。小伙子拿出一个圆不溜的瓷器罐子，很像张扬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庄严的罐子，罐口刚好能放进去一个汤匙。罐子的外面画着彩色的画，保有展示的那一面画的是一只黄牛。小伙子，你觉不觉得这头牛它有点抽象？像不像小学教材里画小朋友看的那种？这画的是勇敢牛，牛画的像猪似的。我侄女5岁，画的猪比这个好看，所以这是假的，是吧？小伙子很直接，间接告诉张扬，您别分析了，告诉我是真是假就行。但是这问法，他身边的大爷好像不太同意。小伙的爹，宝物真正的主人，忍不住插嘴说道：不是假的，这应该是洪武的东西。洪武，你是说这东西是明代的？是的，这底下有官窑的款列。大爷赶忙回答，指挥着小伙子带张扬看瓷器的底座。大爷，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6个字应该是大明嘉靖年制吧？这中间差着几辈，100多年啊！洪武仿嘉靖的，没毛病。历史没学好呀，这人。查询大爷精神状态，文盲收藏家。啊，是。听到张扬的话，大爷好像没意识到话的意思，随便应付了一句，连忙转移话题。这个上面画的是犀牛，还有小孩，这个画一看就是老的。还有，这个里面是有接胎痕的，就这里。画老？哪里老了？难道明代有动画片？接胎痕？好专业的术语啊！张扬要不是查过资料，都没听说过这东西。以前的瓷器都是手做的，有些复杂的，没法一下子成型的东西，就分几部分做，做好了再拼接起来。各部分拼接的痕迹就是接胎痕。老的瓷器一般都有这东西，所以有的人便把接胎痕当成了鉴定的依据。这是汪大师之前和张扬提过的鉴定时该看的点。张扬顺着大爷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确实在罐子的内部看到了明显的痕迹。但是这东西的信息栏里明明白白写着生产时间1988年，东西是现代仿的。张大师皱眉头了，懂我的意思吧？估计在想怎么编呢，这大爷上年纪了，扛不住咋办？那个大爷，您要不吃2粒降压药？弹幕提醒了张扬。没事，不用，这都好久前买的，不值钱。是的，老师您说这是真的假的就行。小伙子也附和道。这个我看的画是后仿的，这上面的画确实太抽象了，古人的审美目前还没见过这样的。当然，求稳的话也可以找人现场鉴定一下。张扬很谨慎地给出了鉴定结果。听到没，爸？假的。
小伙子突然冲他爸说道：“大爷只应了一声。张扬正好奇，这爷俩是要整啥活吗？就看见小伙子从旁边拖出来一个不锈钢的大铁桶，接着把那个罐子对着铁桶，哐当一声砸桶里了。听声音，应该碎得不要不要的。不是，兄弟，这干啥啊？张扬还以为自己误入了某电视节目，假的就要全砸掉。这罐子用来装盐多好呀，可惜了，假的留着干嘛？丢了都有可能被人捡到，继续骗人，还是砸了好。年轻人淡淡的说道。他爹在旁边重重的叹了口气，没有言语。看得出来，两个人应该是提前商量好的。这处理赝品的方式值得点赞。其实东西再放500年就是文物了，这么丑，再过1000年也没有价值。可以的，小伙子硬气。就冲你今天这句话，我今天就全跟你明说真假，不阴阳你，也不和你绕。张扬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力挺。行，老师，您再看看这件。小伙子又拿起一个灰色的罐子。大爷这次干脆自己接了过去，给张扬介绍：“这是3只燕子，这罐子上有橘皮纹。”橘皮纹？这大爷真专业吧？趁大爷介绍的功夫，张扬赶紧悄悄点开电脑桌面的语音搜索。哦，橘皮纹。张扬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偷偷看了眼资料。所谓橘皮纹，一般是指瓷器的釉面出现像橘子皮一样凹凸不平纹路的现象。这感觉还是现代工艺啊！这燕子跟扑棱蛾子一样。大爷还是赶紧吃药吧，等会来不及了。这个是假的，现代仿的，不超过30年。张扬信守对年轻人的承诺，直接下结论。好的。年轻人的语气听不出任何悲喜，但从他爹手里把瓷器夺一把过去，接着啪的砸在桶里的动作看，他的心态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您再看看这个。这次大爷主动拿起一件瓷器花瓶，上面的釉面5颜6色，这是很典型的窑变釉瓷器。窑变釉就是瓷器实际烧出来的釉面和预想的不一样，发生了不可控的变化，所以往往色彩斑斓。这一眼工艺品啊！哇，窑变都有人买啊，嫌钱多？可别分析了，真怕大爷顶不住。砸！这是窑变釉啊，这个漂亮。张扬嘴上随口说了一句：“这个也是3阶的。”大爷介绍道，意思是有3道接胎痕。张扬听出来了，这大爷不是专业，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点专业名词，猛往瓷器上套啊。这个也是现代仿的。啪！好果断的砸。张扬忍不住给小伙子竖了个大拇指，为他的果断点赞。可能是被砸的多了，一旁小伙子的老爹连气都懒得叹，又抄起一件瓷器，像古装剧里的酒碗，放到了镜头前。剑斩。是。大爷巴拉巴拉的开始解释，什么胎底啊，釉面啊等等，不知道的以为国家博物馆的专家来了。但一看他手里的东西，几乎所有弹幕都在说假的。这碗放到廉价的古装剧里，都嫌弃它看上去太新，油光锃亮的，吃完饭没洗碗吧？这剑斩也是后仿的。张扬很快下结论。好嘞。小伙子答应一声，熟练的把东西接了过去。老师，您再看看这个釉里红。这次换年轻人拿东西，他一边展示一边说：“我爸买的这个，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张扬点点头，再次给对方点了个赞。你的感觉是对的，这也是现代仿的。哎，行吧。小伙子语气听出来有点累了，随手把东西一抛，准确命中。他爹还想继续鉴定，被小伙子拦了下来。鉴定出来是假的，你砸吗？砸干什么？留着装东西也行啊。大爷嘟囔道。呵呵，不砸你会死心啊？这都是花我自己的钱买的。你自己的钱？那我给我妈养老的钱呢？这两人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我觉得这儿子做的对，不然他爸不长记性。这是不是跟小时候家长砸小孩游戏机一样，砸了还是想玩？古董可比游戏耗钱多了。说起游戏，我想起小时候买的游戏王的卡被我爸撕了。弹幕在瞎聊，鉴宝人在吵架，主播在看戏。嗨嗨，兄弟大爷，吵得差不多了吧？张扬看了一下时间，跟这父子俩连麦快10分钟了，光看戏就看了1分多钟。小伙子的妈刚刚也加入了战场，再看下去要变成家庭伦理剧了。啊，不好意思啊，老师，忘记挂断了。小伙子还挺讲礼貌的。没事，其实你这个是吧？张扬刚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帮他们开解一下，没想到小伙子直接挂断了电话。对方是真忘了挂断，不是搞节目效果。兄弟，我话还没说完呢。张大师不会想帮着劝一下这个大爷吧？他太温柔了，我哭死。别管闲事了，还是鉴宝吧。也是，这大爷不吵几次，估计也醒悟不过来。我估计刚才那小伙子也是被逼急了，没办法，才来了一手当面砸赝品。直播间的兄弟，谁还想砸的，
连麦一下，我帮你看看。老师，我在古玩店，你能帮我鉴宝吗？好一个天真无邪，送出粉丝灯牌 X5，这个叫好一个天真无邪的兄弟，这种单我不接的。这5毛钱我等下帮你充号里，别刷了。我不是怕看错，我是怕我说了真话，你走不出古玩店啊。3个小时的直播一晃就过去了。关掉直播后，张扬站起身，伸了个结实的懒腰。又是安全下播的一天，身心愉悦。张扬决定晚上去按个摩，好好放松一下，毕竟之前挣得几十万还没怎么花泥。他正准备往外走，突然看见2个保安抬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王叔，你们这是搬的啥？张扬认出其中一个保安是楼下大堂值班的老王。公司的办公楼是一间4层酒楼改造的，1层是大堂、会客室、展厅，2楼是一个一个专门用来直播的房间，3楼和4楼则是那些女主播的宿舍。张扬每次下楼都看到老王在前台打王者，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老王干活。这不是你们晚上直播要用的吗？老王一边擦着汗一边说。晚上这里还有人直播吗？张扬想了想，他也没听说啊。他的办公用品都没收拾过，没感觉被人动过。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老板让我们搬上来的。于总回来了，这个消息倒是让张扬有点惊讶。于总，外号胖头鱼，头很大，人很胖。和他的表弟金总不同，于总的性取向很正常，据说每3个月就要换一次女朋友。高姐曾说，这兄弟俩把霍霍过的女生平均一下，就都是正常人了。于总回来，意味着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要开始带货了。那这抬进来的东西就是货呗。王哥，让我看看这里面装的是啥。张扬走上前，准备伸手打开箱子。老王眼疾手快，用帽子挡住了扣锁。别，张扬，老板没说你能看啊。我就看一眼，于总又不会知道。不行，老王摇摇头。这时候门口传来一个的浑厚的男声。张扬要看就给他看啊，废什么话。是。老王听到这话赶紧退到一边，敢在公司里这么大声说话，还让老王点头哈腰称是的，只能是于总了。谢谢于总。张扬头都没抬，嘴上随便客气了一句。换以前，他高低的站起来，礼貌的跟于总打声招呼，毕竟是老板嘛，指着他发钱呢。但现在张扬觉得没啥必要，兜里揣着几十万呢，腰杆子硬气。客气了，张扬。来，你看看我买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于总倒是很热情，还主动走上前帮张扬一起把箱子打开。我去，这么多！张扬有点惊讶，面前竟然是满满一箱子的翡翠饰品，有吊坠，有镯子，也有手链，全部都装在塑料袋子里，乍一看还以为是街头卖的那种5块10块的玻璃。张扬随手拿起一块无事牌，端详了片刻。怎么样？于总问了一句。东西不错。张扬点点头。虽然是最近2年新做的，但是重水还可以，雕工也不错。哈哈，这些都是我从粤省买的。于总笑得很得意。他接着说，东西看完了，再看看人。人？张扬疑惑地转过头。于总适时地往前走了2步，避开张扬的视线，把身后的人露了出来。在胖头鱼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长得嘛算是甜美可人型的，不是那种大美女。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脖子、手腕上那绿油油的翡翠首饰。这是模特？张扬想当然地问道。这姑娘白皙的肌肤把翡翠的绿衬托得很好看。差不多，她是我找来帮忙卖货的，以后就是你的助理了。张大师你好，我叫曹佳云，你叫我小云就行。张扬还没卸妆，看上去起码30好几。于总找来的助理小姑娘，看她这副胡子拉碴的长相，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个中年人。你好，曹小姐。张扬知道对方误会了，刚想解释，一旁的于总已经笑出了声。哈哈，曹小姐，张扬按年纪得叫你一声姐姐呢。他这脸是化了老人妆的。真的假的？曹佳云一脸惊疑地看着张扬。是的，我才大2。张扬亲自解释，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大2啊，那你确实可以叫我一声姐姐，小弟弟。曹佳云捂着嘴笑道，说话的语气和张扬认识的公司里的女主播一模一样。有点嗲，有点茶，好像整个公司里除了高姐，剩下的女生都是这副样子。可能是当女主播掉凯子的后遗症。想到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带货，张扬心里下意识的很抵触。不过他接着又想到一个问题，晚上带货，可他晚上不上班的呀。张扬马上看向于总，于总，你们是晚上带货吗？是啊。于总点点头，白天带货也没人买啊。可是我下班了呀。那就加班啊。于总的语气很理所当然。于总，你是不是忘了我兼职的时间是每天下午？没忘啊，
但是我弟跟我说，你想重新签合同，没这么回事吗？金总监还真没给张扬画饼，他真跟老板说了合同的事。有。张扬点点头。那不就得了，以后你下午和晚上都上班，保底工资给你2万，带货的利润给你分1成，怎么样？于总话说的非常痛快，保底工资和绩效一拍脑袋就定下来了。但是条件和金总监说的年薪100万差距好像有点大。于总，你表弟金总监当时说的可是年薪100万，不少人都听见了，你这差距也太大了。嘿嘿，所以我说你年轻人嘛，眼界窄。于总轻蔑一笑，随即指着那一箱子翡翠说道：这一箱子利润少说也得有个5万。曹家云接了一句：对，5万的利润，这还只是今天一晚上的量，一天5万，1个月就是150万，1年12个月接近2000万了，分你1成，那是多少？200万。于总重重的喊道。张扬看着胖头鱼脸上肥肉一抖一抖的，唾沫星子到处乱飞，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觉得金总监虽然娘了一点，但是比起他这个表哥还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这2人虽然是表兄弟，但是画饼的实力却像是祖传的。200万还是保守估计呢？曹家云也在一旁帮腔道：这还保守啊，2000万都赶上普通上市公司1年的纯利润了。张扬看了曹家云一眼，心想当老板的画饼也就算了，卖货的助理也跟着画饼，什么意思？公贼！他开口问道：这位曹小姐之前带过货，这利润是你估出来的？忘了给你介绍了。于总回答道：这位曹小姐是我专门从粤省请来的金牌销售，专门配合你直播带货的，不是老板你的新女朋友？张扬问得很直接，把另外2个人问得一愣。曹家云愣了不到1秒，直接后退了半步，有点和于总划清界限的意思。不是，张扬，你这说的哪里话？我女朋友你之前不是见过吗？于总的表情有点尴尬，倒也没生气。生意人这点度量还是有的。哦，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张扬清了清嗓子，把拒绝的理由说了出来。老板，我直播的人设是一个在古董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中年人，如果是我自己要带货，那这个主导者得是我吧？可我没干过这个，而你给我找的搭档又是高手，到时候一直播，我不成傀儡了吗？那就露馅了呀。这个你放心，我很专业的，不会喧宾夺主。曹家云插嘴道：你看，我话都没说完，他就打断我。张扬无奈的摊了摊手。啊，这……曹家云脸上浮现出尴尬的神色，知道眼前这个中年人其实是个大2的学生后，他就没法当张大师来对待了。于总见状，眼睛逐渐眯了起来，缓缓开口：张扬，你难道不想带货？顿了一下，还没等张扬回答，又继续说：连新的合同也不想签了。言语之中已经把签新合同和直播带货画了等号，明摆着威胁张扬。合同肯定要签啊。张扬不吃于总这套，自顾自地说道：我都帮你们把直播间人气带起来了，抖音的官方认证也拿了，金总监还拿着我的照片和视频在到处宣传，现在卸磨杀驴有点晚了。听到这话，于总眉头一皱，脸也开始红温，明显已经生气了，但他好像有所顾忌，强压住火气说道：那怎么了？公司能捧出一个张大师，也就能捧出李大师、王大师、周大师，无非是多找几个托儿的事。是，但那不得花钱啊，而且效果还不一定比我好。张扬还是一脸轻松的样子。而且你想想，这一天是5万的利润，再捧一个出来得浪费多少天，多少个5万？有道理啊。曹家云突然又插嘴了，这话让张扬有点惊讶，他心想这女人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刚才替于总捧场，这会儿又替自己说话。但张扬没想到的是，曹家云的话似乎很管用，直接给于总干沉默了。最后胖头鱼竟然点点头，承认张扬说的有道理。张扬，你到底想怎么样？什么条件？你提。很简单。张扬笑着说，加薪可以，加班不行。工资提到2万，但我还是只每天下午来上班，晚上带货让这位曹小姐自己搞定。你不出面，别人会信吗？于总反问道。没事，我相信曹小姐自己会有办法。张扬本来想就这么说，呛一下这个助理，不过想到他刚才好像帮了自己一个忙，又补了一句：不行就和我连麦，我声音出镜，替他证明一下，行吗？于总问道，但不是在问张扬，更像是在问曹家云。行的，到时候我就说。曹家云看着张扬，眸光流转，在和张扬对视的时候说道：就说我是张大师的小老婆。噗！在门口看戏的高姐刚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听到这话，满满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全部喷到了矮他半个头的于总头上。高秀娟！于总咬着牙，一字一句地喊着高姐的名字。
好像下一秒就要把高姐撕碎了一样。于总，不好意思，我拿纸巾。高姐赶紧放下保温杯，摸着自己的兜。但很可惜，她听到于总喊200万的动静就过来看戏，走得太急，那件揣着纸巾的外套根本就没来得及穿。这时候，于总已经转过身来，怒视着高姐，眼睛里有熊熊怒火。张扬知道自己刚才坑了于总一下，这会儿他找到由头，肯定会把气全撒在高姐身上。想起自己直播的桌面就有抽纸，他马上开口：“于总，给。”曹佳云的话和张扬无缝衔接，同时递出一包纸巾。于总看到是他递过来的纸巾，明显愣了一下，瞬间挤出笑容：“这怎么好意思？谢谢，谢谢曹小姐。”说完也不去接，而是摊开手，等曹佳云把纸放到他手里。啊！张扬看到这一幕，心想：这姓曹的什么人？就刚才金总接纸巾这个动作，配合他那个表情，张扬只在小学生找家长拿钱买零食的时候见过。难道这曹佳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金总的后妈黎大普？注意到张扬的目光，曹佳云转向张扬，露出一个温婉的笑容。张扬回以微笑，像直播里冲宝友做的一样，也冲他竖了个大拇指。看于总开始用纸巾清洁他的大头，张扬赶紧往前走：“高姐，帮我卸妆了。”啊！高姐还在想她该怎么帮于总的忙，被张扬这么一喊，顿时有点慌了手脚。高秀娟，你 TM。 于总低着头想说什么，却被曹佳云打断了。卸妆吗？我可以去看看吗？对，带曹姑娘去看看。于总语气瞬间变软，摆摆手示意高姐可以走了。张扬赶紧给高姐一个眼神，拉着她离开了案发现场。化妆间里，那个曹小姐，虽然你帮了高姐的忙，但是老这么盯着我看也不太好吧？张扬白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曹佳云，语气有点烦躁。从他开始卸妆，这女人基本都在盯着他看，偶尔走进来一个拿化妆品的女主播，他还要和人家打听自己的情况。至于高姐，他更是没放过，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高姐的情报全掏空了。那不是对小弟弟你感兴趣吗？曹佳云说话的语气还是嗲嗲的，只不过因为刚才他帮高姐解了围，现在这么说话，张扬听起来觉得没那么讨厌，能忍一忍，但是也忍不了太久。行了，有话快问，我马上就回去了。被于总耽搁了一会，张扬快要赶不上他固定坐的那趟公交了，所以得赶紧把这个女的打发掉。回临海大学吗？是啊，回临海大学男生宿舍。太好了，我还没去过临海大学呢，我可以和你一起吗？曹佳云故作兴奋地说道。不可以，张扬冷冷地答道。根据高姐传授的经验，当一个女主播夹着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管她提什么要求，全部拒绝，那就肯定不会吃亏。直播带货的女助理，那也是女主播。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快问。好，不过高姐，麻烦回避一下。好。刚才的事一闹，高姐有点沉闷，但是曹佳云的话，她回应得很快。她迅速放下手里的工具，离开了化妆间，甚至还贴心地带上了门。张扬同学，你为什么20岁就能鉴宝啊？瞎蒙的呗，反正公司请了托。张扬随口糊弄了一句。撒谎！你的直播我看过，绝对不是瞎蒙的，绝对！曹佳云言之凿凿地说道。快坦白，高姐分析的对不对？你家到底是开古董行，还是开珠宝店？都不是。那你跟谁学的鉴宝？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好奇，真的就一个问题，问完马上走。行吧，我鉴宝的师傅是汪国生老师，你知道汪大师吗？不知道我可就没办法了。张扬没办法，只能拉出汪大师的牌子，把这个女人快点打发走。汪大师？真的假的？曹佳云脸上掩饰不住的惊讶，但很快变成了怀疑。你该不会蒙我吧？你说汪大师长什么样？多高？多重？喜欢吃什么？这我哪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侄儿叫汪建业，现在是海陵博物馆的馆长。你看，这是我拍的他的名片。对了，汪老师最近就在临海，我们刚见过，这还有我们俩的合影。张扬说的话，展示的东西都是之前他和汪国生商量好的。汪大师可能觉得张扬一个制假售假家庭的儿子能出来打假，实在难能可贵，所以对他相当照顾，连对外的口径都统一了，就说张扬是跟汪大师学的本事，免得把家庭情况暴露了。我去，还真是汪大师。张扬和汪国生的合照打消了曹佳云的疑虑，他没有再问，甚至都懒得多说一句话，径直走出了房间。在门口笑着和高姐聊了2句后，马上就走了。这女人莫名其妙。张扬小声嘀咕了一句：怎么回事？你们聊了啥？高姐一进来就向张扬打听起来。姐，你不是郁郁了吗？刚才我看你一句话都不想说。嗨，那不是有外人在吗？早就想往胖头鱼头上浇水了。你说我给一条鱼换水有什么错？牛的，高姐。
张扬被高姐逗乐了，差点被你转移话题了。快说，刚才那姑娘和你说什么？没说啥，她说想追我，被我拒绝了。张扬开始瞎扯。高姐刚把自己的底细全抖落给姓曹的姑娘，张扬当然不敢跟她多说。美的你小子也不看看人家那大翡翠，那么有钱，能追你？姐跟你说，你长点心吧。这女的来头不小，你是没看于总刚才川剧变脸的样子，本来想骂我的，一下子就挤出笑容。高姐模仿了一下于总刚才的表情，嘿嘿，那模样笑比哭还难看。我估摸着啊，8成这胖头鱼有啥把柄落在这女的手里了，不然不至于当着我们的面也这么装孙子。高姐虽然嘴上说个不停，但一点不耽误手上的活儿，很快就帮张扬把妆卸干净了。张扬看了眼时间，跑2步的话，应该还赶得上自己常坐的那趟班车，赶紧提起书包就往外跑。刚一下楼，就看见陈彦光戴个墨镜，正半倚在前台上翻着台子上公司的宣传手册。对方看到张扬，立马迎了上来：“张大师，我来接你下班了。”陈彦光满脸笑意，伸手就要接张扬的书包。“光哥，你什么情况？”张扬下意识后退了半步，这殷勤来的有点急，有点怪，榜一大哥接下班，那不是女主播的福利吗？咋了？不是说好我找个机会再请你吃一顿夜宵的吗？陈彦光笑嘻嘻地说道：“放心，这次一起吃饭的我全都提前过目了，没有人动过刀子。”哦，原来是吃饭啊。可是我晚上打算去按摩呀。张扬揉了揉后颈，直播的时候一直坐着，有点不舒服。按摩？陈彦光挑了挑眉毛，踩背行不行？你喜欢多重的？帮你安排。知道这人又想歪了，张扬有点无奈。来，哥，你过来坐。张扬想了想，把陈彦光拉到了旁边的沙发坐下。说吧，这次你想到什么点子了？这几天张扬每次直播，陈彦光几乎全程都在，礼物弹幕都没少刷。是富二代找不到更好的消遣了吗？听他刚才说的话就知道，人家夜生活精彩着呢。所以张扬一直觉得这货是在直播间里寻找灵感。上次陈彦光说请吃夜宵，最后摊牌，其实是想走张扬的路子，买假货骗他爹。这次又来，很明显又有什么坏点子了。嘿嘿，慧眼如炬啊，张大师。别大师了，你这么叫我，我总觉得你想坑我。张扬没好气地说道。哎，你这是哪里话？我是这样的人吗？陈彦光收起笑容，凑上来在张扬耳边嘀咕道：“你知道90年代的文物大盗吗？”张扬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忙问陈彦光：“什么东西？细说。”这里说个屁，万一被人听到了，我要踩缝纫机的。走走走，去我车上，给你看个东西。陈彦光的戏很足，搞得跟特工接头一样，而且他拿出的东西，乍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他递给张扬的是一个巴掌大小的金佛，表面有些地方已经发黑，佛像的脸、佛头的肉髻以及底下的莲花做雕的都非常精细，底座是用木头封死的。张扬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东西不算重，应该是空心，木底座是用来防止雕像变形的。是真的不？陈彦光眼巴巴地望着张扬，等着他开金口。真还是假，要看你是按什么买的。这确实是个晚清的鎏金的佛像。你按什么年代买的？按文物买的。张扬转过头看了陈彦光一眼，浓眉大眼的富二代怎么老想着吃牢饭呢？被张扬看得有点心虚，陈彦光解释道：“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文物大盗吗？90年代那个李河涛，这个据说就是他从博物馆里弄出来的。”看陈彦光说的跟真的一样，张扬当场拿起手机搜了下他说的这个名字，还真有这么个人，是个监守自盗的文物大盗，倒卖了200多件文物，10几年前就吃花生米了。而且根据报道上写的，这人倒卖的文物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佛像，还有很多件流失在外，没能追回。再看张扬手上的佛像，卧槽！张扬立马把东西扔给陈彦光：“大哥，你来真的？富二代买点假货，亏点钱不好吗？非要整这么大？是真的吗？”陈彦光两眼放光，他把金佛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嘴里念叨着：“这次总算让我买到真东西了。”看到他这副样子，张扬反倒冷静下来了。东西是他买的呀，不管判几年都跟自己没啥关系。而且这文物的说法也不一定是真的。佛像确实是晚清的，物品信息明明白白写的是1839年生产，但是清代的鎏金佛像保存到现代的并不少，物品信息里也没写这是某某寺庙遭窃之类的信息，说不定只是卖东西的人编了个背景故事，好卖个高价。这种操作在古董行业屡见不鲜，什么朱重八用过的碗，乾隆皇帝用过的筷子，慈禧太后的簪子，本来很寻常的东西，硬扯到历史人物上，价格能高10倍都不止。光哥，你这东西怎么来的？不会告诉我，
这东西是文物大盗托梦给你的吧？张扬笑着问道。当然不是，这是我买的，在你抖音账号找到的渠道。陈彦光看向张扬，眼神非常纯真。别吧，哥，别搞事啊！我账号哪有这种渠道？有的，你点开你鉴定唐彩那一期的视频，我给你找。张扬将信将疑，开始在公司的抖音号上翻视频。视频剪辑一直都是金总监在负责，张扬自己还真没怎么看过。找到了，是这个视频吗？你往下翻。停！就这个评论。陈彦光找到的评论来自一个叫海外文物回流找我的账号。这个账号发了这样一条评论：做过文物回流的都知道，这种唐彩很好买的，而且手续合法，价格也低，比在国内买便宜多了。只有一个点赞，发布时间在1周前。张扬深深地看了陈彦光一眼，这种最底下的评论怎么找到的？这唯一的一个赞，应该是发布账号的人自己点的吧？你就找他买的？是啊，牛不牛比？这种路子都能让我找到。陈彦光歪嘴一笑，相当嘚瑟，接着还炫耀：我那天看你直播，有个弹幕说感觉很多来鉴宝的都是想找买家，我一看有道理啊，然后我就开始在评论里找。你自己找的？张扬仿佛看见了变态。公司这个抖音账号下有100多条视频，这个人竟然挨个看评论区，我哪有那闲工夫，出钱让几个妹妹帮忙找的。可以，合理。张扬点点头。然后呢？然后我就联系上这个人了呀。某个夜黑风高的夜晚，直播圈有名的富二代陈彦光突然叫了7、8个不入流的女主播到他的别墅里。你以为是开 party？ 不，他给每个主播发了一个手机，让他们帮忙找抖音评论里疑似卖古董的账号。找到以后，这些女主播先私聊卖家，把口嗨党和一眼假的骗子过滤掉，再让陈彦光做选择。最后，他通过视频连线确认并购买了一件清中期铜鎏金佛像，转账58.8万。这价格好像有点贵吧？根据张扬查到的资料，这接近60万的价格明显是当清中期卖的，晚清的东西肯定到不了这么高。没事，亏一点问题不大。陈彦光心很大。你就单纯为了收藏？张扬不太信，貌似某人接触古董的目的是为了骗家里老头的钱。陈彦光转了转眼珠，犹豫了一下，给了张扬一个理由：我作为一个有点臭钱的富二代，看了1周的鉴宝直播，但是自己手头连件像样的古董都没有，手痒了想买一件，很合理吧？说得通。张扬点点头。不过，我作为一个官方认证的正能量鉴宝主播，多次和警察连麦宣传文物保护知识，连华夏文物学会的荣誉会长都点名认可了我直播鉴宝对文物保护的贡献。现在怀疑你这东西有问题，拍个照问一下别人，应该也合理吧？合理。陈彦光也点点头，接着才反应过来张扬说的是什么。我去，你个老六，你要举报我？不是举报，是把你这个拍张照发给汪大师，让他帮忙看看，在不在你说的那个文物大盗卖的东西的清单里。你现在就问吗？是啊，下午5点钟，不管什么作息的人应该都醒着吧？张扬看了看时间答道。那行，你问，我和你一起等，如果是的话，咱们一起去上交，最好能上新闻，让大家都知道我买到文物了。陈彦光对于可能失去60万的事一点都不在意，好像他买这东西只是为了证明他眼光好。在等汪大师回复的时候，2个大男人坐在车里，多少有点无聊，瞎聊一通，聊来聊去，最后还是回到了陈彦光手里的那座佛像上。你买这东西的时候请人长眼了，还是说是你自己看的？张扬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自己买的呀，谁让你晚上跟个大闺女似的窝在宿舍不出门？我是视频验货，又不好上抖音连麦，只能自己看了呀。说起买东西的经历，陈彦光讲得很起劲。你是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上学考试都没那么紧张过，看了1个小时的资料。视频验货的时候，小梨花还在旁边提醒我有哪些点要关注。我当时就跟对方说，只要东西鉴定出来是真的，我就多买一点。这种买到真东西的感觉真爽啊！因为无聊，张扬听话听得很仔细。然后他发现了陈彦光说的话好像有问题。等等，你说你还要多买一点，意思是那个人哪里还有啊？你说啥？陈彦光想假装听不懂张扬的话，但是终究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不过他马上做出保证，你放心，如果真是文物的话，我肯定不买了，我还要配合警方调查。这话说的张扬听完就知道，要是汪大师那边证明佛像确实是流失的文物，陈彦光肯定要接着买。不过良言难劝该死鬼，张扬也没打算再多说，反正吃牢饭的又不是自己。2个人又等了大概1刻钟，汪大师那边终于来消息了。这次是汪建业专程打电话过来。这位海陵博物馆的馆长一上来没回答张扬问汪老爷子的问题，反倒问张扬：张扬，这东西
你花多少钱买的？陈彦光在一边看着张扬，指了指他自己，又摆了摆手，意思是别暴露他的信息。没买呢，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看的，标价60万。多少？60万？这是哪个小兔崽子报的价？再黑一点。电话那头，汪建业愤愤不平地说道：“你先别急着买，这东西是伯父以前从海外拍回来的，不到10万块，和你说的那个什么文物大盗没什么关系。这是海陵博物馆淘汰下来的东西，应该在某个合作伙伴的古董行里才对。我要去找人问问，看看什么情况。啊，好，那我这边先挂了，谢谢啊。”看到张扬挂断电话，陈彦光猛狠狠捶了一，在低的喇叭声中，他跟着大喊：“操！冷静，冷静！好消息，东西不是文物。”张扬本来想笑的，不过发现陈彦光神色有点不对劲，赶紧正经了一点。陈彦光并没有回话，开始猛戳手机。安静了大概有5分钟，他好像找到了什么，把手机递给张扬：“张扬，今天我叫你一声哥，哥，帮我个忙。”“什么忙？”张扬看向对方的手机屏幕，上面是陈彦光和海外文物回流找我的聊天记录。陈，这样的货还有吗？呲牙，还有的老板要那种类型的呢。陈，就你上次给我看的那些，我都要了。还行，那要不这次我们约个地点，线下交易吧。陈，可以啊。陈，滨海大酒店，今晚8点，我开个总统套房，等你们，怎么样？还好的。啥意思啊？张扬只看出来陈彦光约对方今晚交易。我之前说的保守了点，其实佛像我是80万买的。陈彦光的表情有点尴尬，这个价格张扬只能说牛逼，不过这好像就是陈彦光的风格，之前对方也溢价买了自己的花盆，估计这人想的是先花点钱搞好关系，后面方便做生意。只可惜对面把他当冤大头，然后他有点破防。当然亏钱不是我生气的主要原因，主要这群人拿博物馆里出来的东西糊弄我，说是文物大盗的，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我一颗想要为国家找回流失文物的心就被他们这么辜负了呀！想想他们还用这招骗过多少仁人志士，我真的不能忍。你别废话了，直接说想我帮忙干嘛？张扬打断了陈彦光的表演，我给你20万出场费，晚上帮我戳穿他们。对了，要在我成交以后报完警再出场，我要再花点钱把他们送进去，踩缝纫机。你想怎么把他们送进去？看陈彦光这副气鼓鼓的样子，张扬好奇地问道。20万啊，很香，但是张扬担心自己挣不到这个钱，还白浪费功夫。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方卖的是古董，古董可能是世界上可以交易的东西里属性最奇特的一种了。除非卖家心知肚明东西是假的，还故意设计买给你，你可以告他诈骗，其他的大部分情况都是买定离手，银货两讫，离柜概不负责。就算不管你是买贵了还是买到仿品，都没法找人家的麻烦，因为法律站在卖家那边。况且要是价格和物品不相符就能反悔，那卖家也可以事后反悔说不卖了，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捡漏一说了。他们把10万的东西80万卖给我，不是诈骗？陈彦光恶狠狠地说道，典型的一肚子气没处撒，只能大声嚷嚷发泄一下。我再去买个几百万，他们肯定也会拿便宜的东西骗我。喜欢骗我就给他们来波大的，肯定能送他们进去。我现在就给合作律所的律师打电话安排一下。张扬一听坏了，这20万要泡汤，10万的古董卖80万，还真不算骗，除非你能证明对方故意用假信息骗你。不巧的是，对方还真没啥假信息，那佛像确实是回流文物，汪建业给出的信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东西是汪大师经手过的，大概率能查到记录。至于佛像来自文物大盗这事儿，张扬相信骗陈彦光的人不会拍着胸脯保证说一定是盗出来的文物，这就是个背景故事，谁信谁傻 X。 陈彦光不愧是买玉石能亏了上千万的主，张扬算是看出来了，他除了女主播没什么玩得转的，这样的人去古董市场就是万里挑一的散财童子，骗子的衣食父母。张扬想了想，要挣这钱还得他自己想办法。你刚才和他们说你要全买下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啥？应该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陈彦光一脸郁闷地答道，他们能把10万的东西80万卖给我，那些30-40万的东西原价不得万把块啊。那些也说是文物大盗的东西吗？张扬问道。有些是，有些不是，总之你晚上见过就知道了。想起伤心事，陈彦光的表情很蛋疼。不过张扬不管他这些，继续追问，具体是哪些东西？佛像、瓷器还是什么？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帮你呢？陈彦光听到这话显得有些意外，看了张扬一眼。这时他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上写的是平安律所方律师。喂，方律师？对，
我是买古董被骗，这事儿你可别跟我爸说。东西是真的吗？是真的，请人鉴定过了，但是年份和价格都不对。合同？买古董还要签合同吗？没有啊，我没签那玩意儿。真的假的？5分钟后，陈彦光皱着眉头挂断了电话。他告诉张扬，方律师建议我找几个人，把那群人堵在酒店里，把钱拿回来或退回去，当然也可以打他们一顿出气。张扬很惊讶，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律师能说来的话。陈彦光笑了一下，解释说，方律师他们事务所是专门帮我爸处理医疗纠纷的，所以黑的白的都懂一点。他说这种事走法律途径没用，那就是真的没用了。帮全国连锁的美容机构处理医疗纠纷的律所肯定是专业团队。张扬之前的想法也得到了印证。那今晚我就不能陪你了呀，张扬，我得去把这口恶气给出了。陈彦光面露遗憾，拍了拍张扬的肩膀，等下小梨花来接你，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晚上玩得开心点。玩什么？张扬这才想起来，陈彦光今天来找他的次要目的是请自己吃饭，一边是艳遇，一边是20万，选哪个还需要思考吗？你别急，律师没办法，我兴许有办法。真的假的？你可能不知道方律师是什么人吧？陈彦光不是很信张扬说的话。据说方律师年轻的时候，游戏账号被盗了，直接反手充了100万进去，把盗他号的人都吓瘫了。这都是什么都市爽文剧情？张扬小声在心里吐槽了一句。法律我肯定不如他，但论古董他远不如我。他话说得很有底气。你有没有办法能让我提前看到那些东西？比如和他们视频连线一次。张扬的思路是先搞清楚那个号称做海外文物回流生意的人到底卖的是些什么，探一下对方的底细。如果全是真品，那有可能真是汪家古董行的人，联系下汪建业就能把对方给收拾了。但要是有赝品的话，事情就好办了。这时候打视频不是打草惊蛇吗？哎，等等，视频我好像还真有。陈彦光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开始翻手机。你等等，我记得当时他们给我发过一大段视频，我是在一大堆古董里面挑中的那个佛像。有视频？那可以啊。张扬心想，既然视频连麦能看到物品信息，那单看视频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看，就是这个。陈彦光把手机递过来，上面是一段5分钟的待播放的视频。好，你放，我看看。停。画面放大，就是这个香炉。骗陈彦光的人可能是觉得他会对一个铜香炉感兴趣，来来回回拍了好几遍，最后还拿起来在镜头下展示了一下底款，大明宣德年制。他们跟你说这个是宣德炉吗？10个宣德10个假。这个我想想啊。陈彦光露出思索的神色，不过他好像记性不太好，怎么也想不起来。算了，你再截图问一下他们。张扬无奈地说道。好，马上。很快对方就回了陈彦光的微信。这不是宣德炉，保存这么好的宣德炉，拍卖价都好几百万了。这是新出仿的，虽然品相上一般，但是胜在年份久。您要是要的话，20万就可以。微笑。怎么说？陈彦光充满希望地看向张扬。这是假的，而且是现代劣质的工艺品。张扬看着缓缓浮现的物品信息，肯定答道。晚上8点半，临海大酒店301号房里，陈彦光坐在背靠门的位置上，望着茶几对面的3个中年人，一高一矮一瘦，3个人各有特色。高的那个人很壮实，肱二头肌上还纹了条龙，看上去蛮横的。不过这3个人是以中间那个矮矮的穿着一身长衫的光头男人为主，另外2个一高一瘦，只是跟班。光头男人姓郭，外号郭龙王。郭龙王看着陈彦光身后3个穿着西装的保镖，他扶了一下脸上的细框眼睛，笑着问道：陈老板，东西您都过目了，和您上次看到的都一样吧？确实。陈彦光点了点头，把手里的铜炉放回了面前的茶几上。不到半平米的茶几，上面摆的全是古董，有香炉，有灯盏，有佛像。你们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海外回流的文物吗？我这个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把国家遗留在外的文物收回来，然后捐给博物馆，换个好名声。陈彦光装模作样的说道。我们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有证的，当然也有例外。郭龙王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串佛珠说道，这东西是近代的海皇，没有流出国，不过您看上面的鬼眼就知道这是正经的好东西，很稀有。鬼眼海皇？陈彦光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那感情好啊，刚好我爸缺个手串。这样吧，你把这些加在一起算总账吧，算完了我转钱给你。哈哈，跟陈老板您这样的敞亮人做生意，那真是痛快。郭龙王和陈彦光不约而同的笑了。与此同时，在公司的直播间外，张扬正在跟于总正面较量。张扬刚才回公司拦住了下班的高姐，
勉强化了个妆后，正要进直播的房间，就被在房间里蹲守的于总拉了出来。听说他是来鉴宝的，于总当时就怒了：“张扬，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这个点，人家曹小姐正带货呢，你鉴什么宝？很快的，5分钟就能搞定。”张扬望着直播间的工作台说道：“再快也不行，这是人家曹小姐的时间，你要么去一起带货，要么就赶紧给我滚。”于总很不耐烦地说道：“那算了，让光哥跟你说吧，让玉皇大帝跟我说也没用。”张扬懒得和胖头鱼多说，直接拨通了陈彦光的电话。赶在对方开口之前，他先开口说道：“于总不让我开播，说要先带货，你注意点别露馅。”“好，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电话里陈彦光的语气还算平静，但是等电话到了于总手里，从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就不是这样了。“于德海，我 QNMD， 赶紧配合张大师把直播打开，我要直播鉴宝，怎么？你要拦我？别逼我找你算账，你可别忘了你的事儿。”“张扬，走，咱们和曹小姐商量一下。”于总擦了擦头上汗，做了个请的姿势。直播间里，曹佳云也正郁闷。按照他之前卖货的经验，像张大师鉴宝这种平均有万人在线观看的直播间，一晚上带货的营业额怎么也得10几万吧。为了让第一次直播的数据好看点，他特意选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翡翠，价格不高，同时利润控制在 50%， 主打一个薄利多销。但是这直播间的风气让他有点看不懂了。刚开始弹幕都是问他是谁，为了拉近和粉丝的距离，曹佳云就说：“我是张大师的弟子，以后专门负责晚上的带货环节。”马上就有弹幕问：“张大师是不是进去了？你们这个师徒关系，他正经吗？40岁的师傅，20岁的徒弟，这不就是性转版的杨过和小龙女吗？”如果只是揣测他和张扬的关系也还好，玩梗的就当没看见，开黄腔的直接封。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回答，而直接开始卖货，让观众不太满意，弹幕马上就乱套了。张大师说了，翡翠就是割韭菜的，快跑啊，开始收割了。兄弟们别慌，我来做那个有机后浪。说韭菜什么的还算好的，更有甚者直接开始弹幕鉴定。姐姐，你这满棉的料子也能卖200吗？这是机雕的吧？张大师说了，这种东西不值钱。这种山水牌，张大师鉴定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只要99，还送2双袜子。这些人这么捣乱，他东西真卖不出去。1块200的山水牌，卖了5分钟还没人拍。所以看到张扬走进来的时候，曹佳云心里已经在喊：“张扬，你赶紧过来，管管你的粉丝。”但于总又把张扬叫出去了：“你让他过来啊，姓于的。”终于，张扬又回来了。这次于总跟个迎宾的服务生似的，一脸谄媚的在张扬面前帮忙引路。“小姐姐看什么呢？看看哥哥好不好？都怪你们，把张大师的女朋友吓到了。朋友妻不可欺，明天等张大师回来，我要举报你们。”兄弟们，聊什么呢？张扬闲庭信步一般走到了镜头前。曹佳云被弹幕气得不行，赶紧站起身，把位子让给张扬。“曹小姐客气了。”这样算是打了个招呼。卧槽，男主人回来了，这男人谁啊？张家班弟子，恭迎大师回归。知道弹幕在玩梗，张扬先拿起了桌面上的一块翡翠山水牌，挂牌价500，不过直播间上的链接是199。兄弟们，还有要买牌子的没？满棉的料子啊，只收199，这个送不了袜子，袜子比牌子贵。哦，恭喜这位叫老衲要还俗的兄弟，以199块钱的高价抢到了市场价值99的翡翠。来弹幕，把恭喜打在屏幕上。直播间瞬间满屏的恭喜，@老衲要还俗，谢谢大家，店铺举报帮忙点一下。曹佳云在一边看愣了，他当然看得出来张扬和弹幕是在开玩笑，但是这样也行，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啊，这个买东西的人是傻子吗？别开个玩笑，咱们直播间买的东西不满意的话，1个星期包退。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是来带货的。羽皇大家应该都认识吧？认识，榜一大哥。公车私用第1人，这个叫百事可乐天下第1的兄弟，你的弹幕很危险，你的私信记得关。羽皇今天非要找我直播鉴宝，说看看他刚淘到的宝贝，咱们今晚就一起看看他到底亏了多少钱。主播能不能透露下他最起码亏了多少？主播要是剧透的话，兄弟们直接举报了吧。再吵架我就先把直播间举报了，都别看。这2位兄弟到底要不要剧透？要不你们俩先打一架。陈彦光那边还没完全就位，张扬先和弹幕聊聊天。什么时候开始连麦啊？没活儿的话先带货也行。于总在导播的那块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弹幕，兴奋劲马上就上来了。他乐呵呵地看向曹佳云，一句要不曹小姐去和张扬合作一把，已经到了嗓子眼，但是却被曹姑娘一个锐利的眼神瞪了回去。看着张扬和直播间观众瞎聊一通，没有任何实质的直播内容，
人气却在逐渐上升。曹家云的眉头拧成了麻花。他上次看到这种密集的弹幕玩梗，还是在鹰酱的直播间。鉴宝这行也能这么玩，能有收益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曹家云小声跟后台的工作人员说了句“上个链接”，后者会意，马上在直播间上加了一件翡翠挂饰的秒拍链接，不到半秒钟就被人拍了。真正的秒拍，这难道是一种潜在的新的带货模式？曹家云心想，都不用介绍商品，观众直接就敢拍。他很清楚，第一天为了看下直播间的消费能力，公司是没请托的，刚才绝对是真人。老衲要还俗，这位兄弟，你来直播间进货了是吧？张扬好像看到后台有人上物品，但是眨了下眼就没了，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想到是被同一个网友拍了。坏了，让他抢先了。兄弟们别上当，这是主播请的托儿。合理，主播看起来确实像还俗的。还有没有满棉的翡翠？再来一件。曹家云看到这种弹幕，马上就想指挥人继续上连接，但他话还没出口，被张扬叫停了。后台的导播、工作人员，麻烦冷静一点，这里要开始鉴宝了。陈彦光已经发来信息 ，OK。在小刀会序曲的背景音乐里，张扬一拍桌子，来了，兄弟们，让我们欢迎今晚的大冤种羽皇。说完这话，他按下了连麦按钮。整活归整活，等下视频连线的时候，还是要装作不认识的。喂，这位宝友你好，张大师好，我这边有几件东西，想请你帮忙看下真假。陈彦光也算是直播间的老熟人了，不少弹幕都听出说话的确实是他。这什么酒店？装潢这么好？酒店？等下会有付费情节吗？我去，这茶几上摆的古董再多点。好的，这位宝友，来，秀出你的宝贝。您稍等。陈彦光拿着手机转身，正要去拿茶几上的古董，房间的另一边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开下门，先静音一下。301号房里，镜头外，高个子下意识想要拦住陈彦光，不让他去开门。郭龙王却摆摆手，示意他退下。咱们是正经的生意人，你别老像黑社会似的。陈老板，这敲门的事，直播鉴宝是郭龙王答应的。对面这个富二代是个懂点古董知识的半碗水，他下手也就没那么黑，带来的都是好货。他自己也做过抖音鉴宝，知道这行的水分，所以对陈彦光的举动完全不在意。郭龙王甚至还有点想谢谢这个叫张大师鉴宝的主播，说不定这个姓陈的冤大头就是看了他的鉴宝直播以后才特地来送钱的。但是这莫名其妙敲门声是怎么回事？服务员的话应该会喊2声啊，来的是谁？嗨，小事情，我报警了。陈彦光笑着说道，同时一个箭步上前，赶在高个子动手前打开了房门。门外是3个穿着制服的民警。您好，请问是谁报的警？我，陈彦光报的警。有人诈骗了我200多万，人被我堵在房间里了。直播间里大家都在等羽皇开完门回来继续鉴宝，但是视频连麦的画面里，对方的手机前置摄像头似乎拍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陈彦光拿着手机的手是自然下垂的，只能拍到敲门人一半的衣着，但藏蓝色的衣服和腰间带着警徽的皮带已经说明了一切。操！条子来了，兄弟们快跑！别慌，这是抓羽皇的，跟我们没关系。喊跑的还是太年轻了，你跑得掉吗？普利曼怎么来了？张扬故作惊讶地说道。没事，兄弟们，羽皇要是进去了，我会给他送饭的。主播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情有义，大家也不知道羽皇跟民警聊了什么，反正过了几分钟就看见他把民警带进了房间。视频的角度也开始恢复正常，声音也有了。兄弟们，刚才出了点小情况，但是问题不大。老师，咱们继续鉴宝吧。你那边应该没什么危险吧？没有，我可是正经人。哈哈，好。张扬忍住脸上的笑意。老师，你先帮我看看这个吧，这是个宣德炉，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年代的？宣德炉还有正品，一眼假鉴定为正宗大冤种，这就是鉴宝主播榜一大哥的实力吗？哈哈，来，你拿起来我看一下，摸上去润吗？还是粗糙？好，给我看看底款，你指关节敲一下，我听一下声音。张扬按照宣德炉的鉴定要点，装模作样的鉴定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宝友，你这个应该是现代仿的，东西不对。宣德炉的铜是千锤百炼得来的，你这种是现代的电解铜，颜色可以作假，但是声音做不了假。张扬话还没说完，视频那头突然传来一个有些激动的男声：什么傻逼主播，你别瞎说，这炉是清朝仿的。张扬，宝友，刚才谁在狗叫？陈彦光强忍住笑意答道：一个纯路人不知道怎么就激动了，可能是专门造假的吧。哦，那有可能砸别人饭碗了。不过现在这造假的呀，忒不走心，用电解铜随便一验就能看出来。
陈彦光干笑了2声。那您再帮我看看这个灯盏。我看看，这也是现代仿的，但是要早一点，估计是5、6、7的东西。这个有意思，这东西可能是晚清的，清中期，肯定到不了。保友，这黄杨木手串可不兴戴啊，染色的，戴久了，你手腕都要变色。不是，兄弟，你这是在哪里淘换回来的？一堆半真半假的货呀！真的，假的，和高仿的混在一起卖，你分得清吗？我分不清啊。陈彦光捂着眼睛说道，嘴角的弧线暴露了一切。张大师，能麻烦你帮我估个价吗？这个晚清的泥塑。陈彦光依次拿起仅有的几件称得上古董的东西，请张扬帮忙估价。这个可以给你出个3万。听到这个报价，陈彦光不远处的高个子有点激动。3万？你 TM 再说一句，呜呜呜！不过他的嘴马上就被保镖给捂住了。快问问羽皇花多少钱买的呀？是啊，不是说一起看他亏了多少钱吗？好好好。张扬顺着弹幕的意思开口问道，保友，你这东西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吗？陈彦光指了一下那个晚清的泥塑，这个算了我10万吧。假宣德炉花了15万，假的灯盏花了12万。这几个，他在一边说，弹幕里的技术君也在一边帮忙计数。7、15、12，一共亏了276万。我学过珠心算，不会错。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了，主播给的价格基本都是拍卖价，实际亏的更多。羽皇找来的警察可有的忙了，200多万的案子。刚才是不是有人骂张大师来着？应该就是卖假货的吧，估计是被警察带过来的。没了，大师，东西就是这些了。好嘞。张扬点点头，心里在偷笑，嘴上却像面对普通保友一样劝道，兄弟，下次别买这么多了哦。谢谢老师。陈彦光礼貌地挂断了视频。怎么样，兄弟们，羽皇的眼光没问题吧？亏了将近300万，66666，这就是人傻钱多的典型啊。好了，今晚的鉴宝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不是要下班了，我根本就没上班啊。今天是临时开播，满足一下榜一大哥的愿望。咱们固定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午。榜2大哥也有愿望，我看看榜2是谁。看到弹幕都在刷榜1完了该榜2了，张扬打开粉丝榜看了一眼，榜2就是刚才一直在拍货的老衲要还俗。老衲兄弟，你有要鉴定的吗？老衲要还俗，今天太晚了，明天下午吧。行，兄弟们，不是我不鉴定，是榜2没活，那就明天下午再见喽。离开工作台之前，张扬看了一眼观众数， 1.3万人在线观看。在晚上有这么多鉴宝主播在线的情况下，直播间的人数比白天不降反增，说明他已经有固定观众了。不错，这样的主播做的才有意思。张扬心里忍不住想到。看到于总和曹小姐都在旁观，张扬上去打了个招呼，曹小姐，刚才我卖的那块翡翠应该不影响你业绩吧？不影响，不影响。曹佳云微笑着摆摆手，他接着指了指直播镜头，问张扬，要不你和我一起跟观众打个招呼？来不及了，我得赶快回学校，等下宿舍要关门了。于总，拜拜。曹小姐，拜拜。张扬的语气十分欢快。拜拜。于总脸上硬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晚上10点半，张扬按完摩，刚到宿舍楼下，陈彦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牛啊，社会我杨哥，古董这一块真没人能玩得过你。陈彦光一开口就是满嘴吹捧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抵不过他最后说的那句，明天我让小梨花给你送张卡过去，今晚的饭又没吃成，下次一定补上。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张扬的语气很舒坦，他没去打听临海大酒店故事的后续，但是从陈彦光兴奋无比的语气里可以听出来，事情大概率是办成了。人家身后可是有专业律师团队的，搞定几个古董贩子还不是轻轻松松。回到宿舍，张扬躺在床上看了一眼银行卡的余额，33万5千，捡漏的第一桶金还没怎么花泥，第二桶金又来了。这些钱买房不太够，买车对大学生又不实用，做什么好呢？拿去做生意，还是继续捡漏？张扬一时间也没个清晰的想法。这时候，一个归属地是粤省肇庆的电话打了进来。哈喽，是张扬吗？你是？我是曹佳云。电话那头的女生和张扬白天听到的有点不一样，没那么嗲了，正常了不少，可能这才是曹佳云本来的声音。哦，是曹小姐啊，这么晚了，有事吗？张扬心想，这女人要是晚上11点骚扰自己，说工作上的事，那他就马上挂电话。有的，很重要的事。曹佳云的语气非常正经。张扬，你个人能力这么强，同时直播风格又这么鲜明，有没有考虑做自己的 IP 呢？自己的 IP？ 张扬马上想到了金总监想拿自己的头像去申请商标的事。
不过新合同还没签，这事儿应该还没成型。这个公司应该会帮我弄吧？张扬的回答有些不确定，毕竟他直播的形象和日常生活里的张扬是割裂开的。他也不知道张大师算不算张扬的个人 IP。你让公司弄？于总的公司？曹家云难以置信地问道。你难道没听说过李子柒的故事吗？听说他是被 MCN 公司给坑了。何止是坑啊，他就是因为个人 IP 掌握在公司手里，公司老板随便运作一下，他就1分钱都挣不到。曹家云热心地向张扬科普起个人 IP 的商业价值，临了才道出打电话的目的。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合作一把？曹家云口中的我们是粤省肇庆市大几家的翡翠加工厂，也做原石生意，直播带货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条销售渠道。曹家云说的合作是让张扬脱离于总的公司，自己出来开公司，然后以公司的名义和他合作，鉴宝带货一条龙。用他的话说，这种事运营的好的话，1年内就能实现财富自由。财富自由？真的假的？那你今天一晚上赚了多少钱？张扬想当然的以为是曹家云今晚带货的时候发现了暴利，所以这个女人才起了找他私下合作的心思。曹家云一时语塞，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是不是和公司有保密合同，不能透露数据？张扬善解人意地问道。他随即说出自己的考虑。也许你今晚挣了很多钱，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张大师鉴宝的直播间是公司的，我直播用的是公司的账号，认证也是公司和抖音谈下来的。如果自己创业，那我就要从头再来，而且也没有官方的流量扶持了。现在直播行业你也知道的。没事，我觉得从头再来也行，刚好你可以换一种风格。曹家云突然来了这样一句话，随后苦笑道：你现在的直播间虽然人多，但是都不爱消费啊。我一晚上营业额才3000多，这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直播间应该有的数据。所以我觉得你干脆重开得了，重新开个直播间，以带货为终极目的来直播。张扬面对曹家云诚恳的建议，他的回答是一定好好考虑考虑。20岁干1年就能财富自由，确实蛮有吸引力的，但是具体怎么做，张扬没什么思路，还得想一想。至于没有直接答应对面，还是怕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合作的事情没有进展，倒是曹家云为了打动张扬透露的另一个信息让他精神一振。于总在粤省玩原石，把棺材本都赔进去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这次曹家云来临海其实是替债主来考察的，因为胖头鱼想拿公司的股份抵债。这说法张扬是信的，连高姐都看得出来于总有把柄在姓曹的姑娘身上。但是按曹家云的说法，他对整个公司的人都没什么好感，除了张扬这个有真本事的，其他那些女主播他根本看不上。曹家云的吹捧，张扬照单全收，但都没往心里去，反倒是于总面临财务危机这事儿，他记在了心里。第二天上午，张扬向陈彦光求证了一件事。昨天于总被陈彦光对的说不出话，让他觉得榜一大哥知道点什么。你说胖头鱼呀，他家底早就败光了呀，房子都卖了。陈彦光说，这都是临海有钱人圈子里都知道的事了。这货还欠我100多万没还呢，说是等公司融资了就能还。要不是因为欠我钱，你以为姓于的会不卡小梨花的合同？这公司卡女主播合同可厉害了。合同的事，张扬在和曹家云聊完以后，已经断了这个心思。签正式合同，他也怕被 MCN 公司坑。融资？老板都在拿股份抵债了，真的会有融资一说吗？张扬觉得，估计过几天胖头鱼就要想办法卖公司了，不然怎么还得上那些玉石老板的钱？等等，卖公司？联想到曹家云的话，张扬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整理了一下思路，先问陈彦光：陈老板，胖头鱼那100多万，你是不是不打算要了呀？别，千万别叫我老板，叫我小陈就好了。陈彦光嬉皮笑脸地说道。昨晚的事之后，这位富二代心里对张扬的评价又上了一个高度。这个鉴宝大师本事很大，方律师都没辙的事，他能有办法。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张扬有事真上。20万对鉴宝大师来说还不到一个漏的钱，但人家愿意想法子帮忙，那就是给面子。好的，老陈，你可能不知道，于老板赌石欠了一屁股债，正准备拿公司股份抵债呢。听到张扬的话，陈彦光没有惊讶，而是直接笑出了声。哈哈，这个傻逼真呆啊！张扬，你是不知道，以前我和他在网上对刷抢女主播的榜一，后来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他女朋友。夫妻店坑我钱，你说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那你后来还借给他钱，不打不相识吗？混直播圈的这么多人里，他的眼光算不错的了，你看他旗下的女主播就知道。陈彦光啧啧了2声，像有很深的体会。这样啊，张扬懒得绕弯子，直接说，那你有没有心去帮我个忙？要用到你借的那100多万。
陈彦光好歹是函授的大学生，很快反应过来张扬的意思。你想接盘姓于的公司？差不多。嘿嘿嘿，我还以为你是吃斋念佛的呢，没想到胃口这么大啊。到时候公司那些女主播……打住！张扬打断了对方掉节操的猜想。我只想接盘一部分，女主播那些谁爱管谁管，我只想把那个鉴宝直播间弄到自己手里。直播账号、官方认证，还有和抖音的流量合同，我都要。直播的设备也要，我已经用顺手了。工作人员要不要？陈彦光问道。可以要吧，高姐的化妆技术还不错。那个导播虽然是个二次元，但是心肠不坏。张扬想了想答道。靠！谁问你这个啊？陈彦光有些无语。年轻人啊，白瞎了这么好的经历。你最好说的是正经经历。哈哈，被你发现了，不愧是大师。电话那头，陈彦光话说一半，突然没声了，半晌才重新开口。嗨嗨，不好意思啊，刚才家里有来客人了。张扬，我没法和你合资搞直播呀，家里人不让我碰这些。不是和你合资啊。张扬知道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我是想请你帮忙，让于老板用我的直播间来抵一部分他欠你的钱，至于抵了多少钱，我给你就行。哦，这样啊。陈彦光有些尴尬的笑了笑。那简单了，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等我好消息吧。你亲自去解决？不是，当然是让方律师帮咱们解决。哦，专业团队啊。张扬瞬间放心了。下午直播照常进行。老衲来了。没，老衲。张扬在日常的连麦鉴宝前，想起昨天的承诺，要先给榜二的大哥开个后门。主播都不加榜二的好友吗？那你怎么扑二大哥呢？这是个男主播，加好友也只能击剑吧。为了钱也不是不可以。弹幕里的南通收收位。张扬冲镜头摆了摆手，我卖艺不卖身。老衲没来的话，我就先给其他兄弟鉴宝了。等会看到他进来了，弹幕兄弟提醒我一下，老衲要还俗。来了。哦，刚好，很准时吗？来，你直接申请连麦。视频连线中。喂，听得见吗？可以，不卡。张扬点点头答道。画面里，一个穿着专业潜水服、背着氧气瓶的小伙子面对镜头，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的身后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河水缓缓流淌，河岸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远处还可以看到河面上有彩砂船行驶。这人是户外主播吗？河里潜水什么鬼？张扬也很疑惑，他开口问道：兄弟，你这是什么情况啊？小伙子咧嘴一笑，指了指背后的河水。张大师，你听说过下金汤吗？下金汤？什么东西？张扬一愣，这说法他还真没听说过。好在弹幕大神多，马上就有人科普。下金汤其实就是水下盗墓，这是某本小说里模仿摸金校尉盗斗想的一个新词。水下盗墓？不是吧，又来。张扬看向视频里穿着潜水服的小伙子，重申了一下自己的立场。小兄弟，我们这里是个鉴宝直播间，你这个行为我觉得不行。老师，行不行的？你别急啊。小伙子指着河上游说道，从这里往上游走个5公里左右，就是张献忠陈英的遗址。考古队来过好几次了，但我觉得吧，他们搜的不彻底。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金银财宝会被水冲走呢？等下我去河底捞点东西上来，老师你帮忙鉴定一下。张献忠，张扬知道这个人，大西军的领袖，嗜杀成性，是明末清初蜀地人口数骤降的罪魁祸首。民间确实有传说，他在逃亡的时候，曾经将上千船的金银珠宝沉到了河底。就是这条河。卧槽，这人有点东西啊！终于来专业的了，看他的设备就知道。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呗，以后交流一下。兄弟，这有个弹幕说让你留个联系方式，好沟通。张扬顺着弹幕的话说道。编弹幕是吧？小伙子根本不信，留联系方式，好让老师你举报我是吧？我是老粉丝了，你别想坑我。张扬这才想起来，对哦，这个人是榜二大哥。兄弟，你是老粉丝了，那你不知道河里捞起来的东西，它不归你。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已经露脸了，想跑都跑不掉？没事，我捞起来直接上交，换锦旗和奖金，这样总可以吧？老师。小伙子一副计划通的样子，狡黠的冲张扬笑了笑。你最好是，你肯定跑不掉的。知道，你直播间条子多吗？都说了老粉丝了，别吓唬我了。小伙子摆了摆手，咬住了氧气瓶的呼吸头，调整一下后，冲镜头比了个 OK 的手势，纵身一跃，跳进了河里。只看见河面溅起了菲律宾跳水队级别的大水花。卧槽，真跳啊！张扬看到这一幕，直接一个战术后仰，躺倒在了椅子上。这都是什么人啊？等下不会真捞出东西来吧？兄弟们，这连麦要不掐了吧？感觉影响不太好。别呀，
看他能捞出来什么呀？对啊，看故事哪有只看一半的？人家下金汤的都不慌，你个鉴宝主播慌什么？好，我不慌，等下直播间被封，你们这些人没有一条弹幕是无辜的。张扬又看了5分钟，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人万一捡到宝贝溜了呢？自己岂不是变相给他打掩护？而且1万多人直播看河水，是不是有点傻？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直播间在云钓鱼。张扬看了看弹幕，观众倒是聊得挺嗨，直播间的热度也是有增无减。这人是来整活的吧？等下捡起来一堆东西，其实都是事先放好的。来个钓鱼佬，把他手机拿走，那就好玩了。我离这河不远，有点想去现场围观。全国有1500多条河，每条河里应该都有不少古董，得是水流不急的河才能潜水吧。张扬一边看弹幕交流心得，一边记着那些发言不好的 ID。以后连麦，要是碰上这些 ID， 那可得小心点，万一真是去实践的呢？张扬可不想，以后碰到的连麦对象都一边打着洛阳铲，一边问他打的对不对。在榜二大哥跳河大概15分钟后，视频里终于有了除风声以外的声音。哎呦我去，游到下游去了！我说怎么上岸的地方手机没了？刚才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了镜头前，背后的潜水服帽子上还挂着几根水草。老师，我来迟了。没事。张扬笑眯眯地说道，警察应该也快到了。哈哈，老师你别吓唬我。小伙子走上前，拿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了手掌心。在他手心里放着一块手机那么大，厚度超过5厘米的银锭。真出货了，666啊！我愿称你为直播下金汤第一人。有没有可能是假的？老师快帮忙看看。张扬当然要好好看看，他还没见过从水里捞出来的银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银锭的边缘有些卷曲，随着小伙子开始展示，可以看到银锭的底部有很多水流侵蚀出的小坑。张扬注意到银锭的正面好像刻的有字。来，你给我好好看看正面。银锭上的字清晰可见，他直接念了出来。征完万历27年，分都水司正银50两正。万历27年4月10日，武冈州知州英南，始和天际，银匠王文清。老师，这个应该是真的吧？小伙子笑嘻嘻地说道。这东西其实我上次潜水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次专门和老师你连麦的时候才拿出来，是不是很有节目效果？你最好是为了节目效果，而不是踩点。东西倒是真的，这就是明代的官银。老师，那这个银锭估价多少啊？小伙子问道。打听价干嘛？张扬的脑袋里时刻绷着一根弦，每次别人问价的时候，这根弦就要动一下。你刚才不是说要换锦旗吗？嗨，我就是好奇，不说算了。就在这时，连麦画面里和对岸的马路上驶来了一辆开着警灯的警车。张扬已经隐隐约约能听到滴呜滴呜的警报声。来了，天降正义！哈哈，这个人完全没有反侦查意识啊，有可能是本来就在巡查的民警。又是一次直播抓捕大行动，老衲要还俗，收手吧，外面全是警察。张扬笑着说道。他不觉得连麦的小伙子真是来偷沉银的，原因很简单，大白天这人穿着全黑的潜水服，难道是怕别人看不见吗？更何况他还在直播里露了脸。小伙子的表现也和他想的一样，不慌不忙，没有潜逃的意思。等警车到了跟前，下来2个民警，小伙子主动走上去，交代自己的事。警官同志，这是我刚刚潜水时在水下找到的文物，已经请鉴宝的张大师看过了，这确实是明朝的银锭。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潜水？民警问道。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团建活动，来，您看。小伙子带民警同志走到了手机屏幕前，指了指张扬。警官好。张扬礼貌地和出现在镜头里的民警打了声招呼。看到榜二的小伙子把警察带过来，张扬就知道这是个老六。好在直播间有老六这件事，他已经习惯了。后台有统计张扬直播间的弹幕热词，在一个鉴宝直播间最热的词都跟鉴宝没什么关系，竟是些什么倒斗、条子、盗墓之类的。还有一个最气人的是举报，例句都是什么举报主播、举报直播间。民警好像认识张扬，歪着头看了一眼直播间，马上退后和张扬打了声招呼。这不是张大师吗？张大师好，我经常看你直播的。这话一说，民警的身份马上就从警官变成了在警察局工作的保友。真的假的？你也是保友？民警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是云鉴宝，只看你鉴宝，自己买不起古董。俺也一样，条子只看不买，我也只看不买，我等于条子。坏了，警察已经打入我们内部了。你直播间弹幕挺有意思的。民警又补充了一句。是啊，他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踩缝纫机。那这个人，民警指了指身边的小伙子，
他说这是直播间的团建，是真的吗？肯定是假的呀，这位 Sir， 他诽谤我呀。张扬一脸无辜的解释道，你也看我直播的，我可从来没搞过什么活动。我说也是，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团建方式？奇怪吗？我们是导斗直播间啊！小伙子突然插嘴，兄弟，快别说了，快想想等下怎么解释吧。警察同志，你们一般怎么处理他这种情况呢？张扬问民警。这小伙子有专业的潜水设备，很像是专程来找张献忠沉下水的营地，但他下水的地方不属于遗址，找出来东西还主动上交，这就很难判断他的行为了。这种情况我们会把他带回局里问话，没有前科的话，一般是以口头教育为主，但是这样的行为非常不提倡。水下环境复杂，考古队发掘都是用围堰的方式来找文物，直接潜水很容易遇到危险。民警看向镜头，像是在提醒某些人，估计他也看到了直播间那些畅想每条河里都有古董的弹幕。不提倡？那我一定要做。懂了，不要潜水，直接围堰。直播间的弹幕有点逆反，警察同志不要介意哈。张扬干笑了2声，只是发弹幕的话，一般是没事的。民警也笑了。好，那再见。张扬和民警打了声招呼，挂断了连麦。这次他没有急着连麦下一位保友，而是看向镜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兄弟们，别什么都拿来整活啊！你们整活给直播间加热度，我谢谢你们，但是把自己整进去了，就亏大了。什么都整，只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时，一条新出现的连麦申请吸引了张扬的注意。海陵博物馆申请和你连麦，是汪建业还是汪大师？或者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疑惑，张扬接通了连麦。喂，下午好，张老师。视频里是汪建业穿着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和他打招呼。原来是汪馆长。连麦的不是汪大师，张扬有点失望。要是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和自己连麦，以后直播间就有人背书了。不过汪大师这样的人，之前连寻宝的节目都不愿意上，确实不像会直播露脸的人。汪建业也行吧，起码是个博物馆馆长。这不，马上就有弹幕开始联想，馆长？不会是博物馆的馆长吧？张大师在博物馆工作过，认识馆长有什么好奇怪的？都出来鉴宝了，博物馆的活儿应该没干了吧？嘿嘿，那个，我介绍下，这位是汪馆长，某私立博物馆的所有人，以前和我有点交集。没有提前对好口供，张扬没有急着把自己的精力安到海陵博物馆上，免得穿帮。在张扬说话的功夫，汪建业已经把镜头调转了过去，对准了桌上一个长条形的盒子。张老师，你看这个有没有觉得眼熟？有点印象。张扬随口答了一句，很快想起来，这东西不就和前不久直播见过的那个装糖彩的盒子一模一样吗？他马上问道，这里面装的是糖彩泥塑？嘿嘿，好眼力，这应该就是你之前鉴定过的那个糖彩。汪建业打开盒子，果然和之前张扬见过的一样，红色的颈部上放着一个泥塑的糖彩金刚像。这东西怎么到你手上了？张扬一脸震惊地问道。刚来，有没有兄弟科普下这是啥？这是主播鉴定过的糖彩，是被盗的文物。是的，那个鉴宝人嚣张的嘴脸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东西又现世了，这个是官方渠道来的，想请我们博物馆的专家预先鉴定一下真假，如果是假的就不往上报了。汪建业说得很模糊，但对张扬来说却很清晰。这东西要么是警察，要么是机场安检拦截下来的，准备请汪大师鉴定一下。但估计是汪大师看过自己鉴定糖彩的视频，才特意让汪建业拿给自己看看。馆里的专家怎么说？他说这东西有点问题，所以让你再看看是不是之前那个。有问题？张扬赶紧端详起盒子里的糖彩泥塑，他指挥着汪建业，来，帮我把它拿起来。很快，物品信息浮现出来，这东西有问题。张扬语气坚定地说道。物品信息里有大大的仿品2个字，而且根本没提及南之寺。刚才看到东西，他就觉得奇怪，这可是值1颗花生米的文物啊，怎么会这要巧，让自己遇见2次？乍一看样式、颜色和直播见到的那款是一样的，上面一些痕迹也确实有年代感，但物品信息骗不了人。你们俩的看法一致，那这东西应该就是仿品了。汪建业说着，把东西放回了盒子。这东西从哪弄来的？张扬追问道。虽然是仿品，但是样式和细节太逼真了，很大概率是直接照着原件仿的。顺藤摸瓜，有找到文物原件的可能。这时，视频那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男声：张扬，你听说过中原市的孟津吗？孟津区是中原市下辖的一个区，区里有华夏糖彩文化第一村。这个村仿制的糖彩因为技艺精湛，曾被官方当作礼品赠送给外宾，甚至连不少官方场合都用他们的东西来做桌面的装饰，足见其牌面。
张扬本来不知道这些信息的，但汪大师一说，他马上就在网上搜到了。那边不是只做仿品的吗？这个有做旧的痕迹啊。张扬问汪国生。按网上的说法，这些地方做的是仿古的美术陶瓷以及旅游纪念品，不属于造假，东西可能是从那边来的。汪建业说道。随后，汪大师做了更详细的解释。90年代的时候，孟津有一批人专门做唐彩仿品，几乎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什么程度呢？汪国生有些自嘲地笑道。当时有一批唐彩的仿品流进了潘家园，那时候潘家园偶尔会有出土的文物出现，所以国家博物馆的人也会定时派人去看。看到这些唐彩后，几个专家一致鉴定认为东西是真品。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还申请了80万的专项资金，把东西都收了起来。收起来的同时，也当作疑似盗墓案件报给了公安机关，毕竟一下子流出来这么多真品，不排除盗掘的可能。最后查找到源头，才发现竟然是工艺品。这个老人是谁啊？好像很有来头的样子，应该就是博物馆的专家吧，明显和张大师认识。所以说，哪怕是鉴宝专家，也是有可能打眼的。所以这东西也是那边仿的？张扬问道。汪国生讲话的语气好像他就是事件的亲历者，就算不是，应该也有关系。是啊，所以这东西我一拿到手就知道是仿的，而且仿得很高明。那您知道是谁仿的吗？文物的原件很有可能就在他们手里。这个不清楚。汪国生的语气有些飘忽。好吧，还是谢谢王老师，起码现在可以看到侦破那个唐彩盗窃案的希望了。张扬没有多纠结，因为有些话老先生可能不好说，尤其现在还是在直播连麦，这种专门造假的人应该很好找吧？有这种本事的人肯定不多的。感觉这个说话的老人像知道什么的样子。主播今天的直播录像就别剪了，免得打草惊蛇。确实，那些切片的也别剪这一段。一涉及到唐彩盗窃案，直播间的弹幕马上全是满满的正能量，根本看不出来刚才这群人还在热情地讨论着那条和适合下金汤。这割裂的画风啊！张扬在心里感慨了一句，同意了下一位宝友的连麦申请。连续看了2个大活，接下来的连麦平稳了许多。来鉴宝的兄弟拿出来的都是180块的小东西，稀松平常，甚至有些无趣，但这就是鉴宝主播的日常。今天的战果其实也还行，毕竟把榜2大哥送进去了。明天看老衲要还俗有没有出现在直播间，就知道他犯的是重不重了。来了，今天最后一位宝友。张扬浅浅的伸了个懒腰，欢迎这位叫往事随风跟我飞的兄弟，连麦了。老师好，我这边遇到一个人在摆摊，他说东西都是老家拆老房子的时候挖出来的，你能帮我看看吗？网友面对着摄像头说道。可以啊。张扬点点头，结果镜头一转，看清他手上拿的东西，张扬直接没绷住，扑哧一声直接笑出声来。那人手里拿着的是个沾了不少泥的白玉观音，长度和宽度大概和一根香蕉差不多。这东西张扬去林大社区的派出所上交青铜铃铛的时候见过满满一纸箱子，是工地5件套之一。工地套餐虽迟但到，肃然起敬。这观音的表情好傲娇啊！哈哈，这种骗局还有人信啊？兄弟，就这一个吗？还有剩下的4件呢？张扬忍住笑意问道。应该还有碗啊、扳指什么的。他说这都是刚挖出来的。网友把镜头移到一边，地上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子上摆了不少东西，有碗、酒杯、扳指、玉护板，基本集齐了5件套。画面里好像还有不少人在摊子前围观。来，老师，你再帮我看看这个。小伙子拿起一个碗，碗底画着一个八卦，上面都是泥。这是哪个天师用过的碗？太假了吧！看对方这么认真，张扬很有职业素养的多看了2眼。东西果然是现代的。兄弟，你这是要买吗？张扬问道。这种东西如果是几块钱买的话，倒是不吃亏。是啊，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你戴耳机没？没有。那你要不要借一步说话？张扬提议，因为我怕人家等下老板有意见。老板没意见。网友把镜头转到一旁，在摊子旁，一个中年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被手机拍也没什么反应。张扬眼尖，看到那人的脸上有一块明显的淤青，还有一些泥，这是逮住骗子了吧？感觉像啊，这老板生无可恋的表情。这位宝友有点东西的，正义使者。现在压力来到了张大师。兄弟，骗子虽然可恨，但是还是建议你走正规的渠道解决问题啊。张扬好心提醒了一句。知道的，老师。那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假的，100%假的，一件真的都没有吗？网友很谨慎。这样吧，你把每件都拿给我看一下，反正下班还有一会儿，
全部看完时间刚好。张扬出于好奇多问了一句：“这些东西他想卖你多少钱？”网友在镜头下用手比了个8的手势，8800。卧槽，真黑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可恨。来，老师，你看这个玉扳指，假的，塑料的。那这个镯子呢？假的，玻璃的。这个，哎，卧槽！你别跑！直播画面里，摊子的主人终于顶不住压力，突然爬起来往远处飞奔而去。连麦的网友赶紧追了上去，直播追击假古董贩子。在网友狂追摊主的时候，弹幕都已经帮切片员想好了视频的标题。张扬刚开始还给这兄弟加油，后来发现那个摊主有点猛，明显有跑路的经验。镜头里，摊主的背影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了一个大商场的入口处。看着茫茫人海，网友放弃了，停在了路边。兄弟，你这跑得有点慢啊！这货跑的是真的快。连麦的网友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不过没事，他摊子还在呢，我可以回去守株待兔。守不到的东西都是假的，他肯定不要了。”张扬给了网友一个很关键的信息，那些东西加起来估计就值20块钱，谁会为了20块钱再冒一次被你锤的风险？也是哦。那张老师，谢谢您啊，我先挂了。没事，小事情。兄弟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你这是砸人饭碗的活儿。这哥们儿真勇啊，不怕人家有团伙吗？换我肯定不敢追。可惜了，没追到，不然要让这兄弟替我打2拳出气。最恨骗子了，我姐就是这样被骗了8000的保友把我介绍给你姐。我不是想当你姐夫，我的意思是，你姐下次买东西之前可以先找人帮忙看看。好了，兄弟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张扬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刚好4点半。刚才汪建业给他发消息了，说等下来接他，请他去海陵博物馆坐坐。张扬回了个 OK 的手势。他正准备关直播，直播间的聊天界面突然出现了礼物的特效，湘北吴彦祖赠送给主播彩虹摩天轮 X2。什么情况？老头爆米了？嚯，谢谢兄弟的打，这是要接我下班啊？看了眼打赏的 ID， 张扬觉得有点眼熟，再一细想，这不是鉴定昭君出赛同进的哥们吗？兄弟，上次你说奖金分我一半，这次是又补了1分吗？湘北吴彦祖，是的，东西说是1级国宝，奖金给的多，那挺可以的。有些新来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这位吴彦祖同学之前拿了个东汉的青铜镜过来，说是朋友给的，现在他朋友应该是进去了。张扬简短的介绍了一下今日榜一。湘北吴彦祖，主播还是别尬黑吧，那是盗墓贼，不是朋友。对的，是盗墓贼，现在已经切割了，割席断交。好了，开个玩笑，还是谢谢你的礼物，兄弟们明天见。最后这么一出，让张扬心情好了不止一点，下播的时候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不过根据快乐守恒原则，快乐的总量不变，有人高兴就有人难受。所以当张扬走出大门的时候，正好碰上金总监站在门外，一脸不爽的看着他。张扬，你辜负了我。金总，这从何说起啊？张扬赶紧往后退了2步，拉开3米的安全距离。我把你培养出来了，你竟然想跳槽？亏我今天上午还在 P 你的宣传照。跳槽？张扬心想，这说的应该是陈彦光出面要直播间归属权的事吧？方律师的效率这么高吗？不过看金总监的样子，事情应该还没完全搞定，不然他不会在这儿找理由，一副想说服张扬留下来的样子。为什么要跳槽呢？是于总给的待遇不好吗？闲钱少，咱们可以谈啊。于总他刚回来，不知道你的价值，但是我懂啊。小梨花那个大哥就是个废物富二代，他除了钱什么都给不了你。我们公司是大平台，可以帮助你持续的提升自己。金总监语气很诚恳，但话术有点老套。谢谢金总。张扬点点头，懒得和这样的人多纠缠，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先去卸妆了，不然高姐该等急了。说完也不管金总监说什么，直接绕开他去了化妆间。以后都没交集的人就没必要多费口舌了。下午5点半，张扬到了海陵博物馆。作为临海市最大规模的博物馆，海陵博物馆有20几个展厅，4000多件藏品在展。至于馆里的藏品总数，按汪建业说的，起码有2万多件。2万多件古董，这该是怎样一笔巨款啊？张扬实名表示很羡慕。怎么样，变化很大吧？5年前这里扩建过，最近我又把展厅重新规划了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欧洲博物馆的美？今天的汪建业和以往张扬见他的时候有点不一样，有点太热情了。以前他都是端着的，现在却主动给张扬介绍整个博物馆，连想来献殷勤的女解说员都被他打发走了，非说要亲自招呼张扬这个贵客。张扬看破不说破，微笑着配合对方。等快到会客室的时候，汪建业绷不住了，他在进门前犹豫了一下，
转身走到张扬旁边，小声嘀咕：“张扬，帮我个忙，等下你千万别问汪家古董行的事，行吗？”古董行？我问古董祥干嘛？张扬有些疑惑。就是上次你说的文物大盗的事啊。汪建业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那个晚清的鎏金佛像是我招的新员工，从古董行里偷拿出去卖的，警察都给我打电话了，这事我识人不明，所以等下千万别聊这事儿，不然我又要被大伯一顿臭骂。行，我不会主动提的。张扬倒是很好说话，那个佛像他本来也就是个帮忙的，但是老爷子问，可别怪我呀。那不会。汪建业笑了笑，大伯今天喊你过来，一是为了那件唐彩的泥塑，有些话不好在直播里说，二是之前拍卖的事，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想当面找你聊聊。那件磁州窑的梅瓶吗？是的，不过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汪建业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有点尴尬。汪国生不光是他的伯父，还是整个汪家最德高望重的人，他这个博物馆馆长，有时候更像是个帮闲跑腿的。对了，那个佛像应该不是你被骗钱了吧？好像不太放心。汪建业在进门前又问了张扬一句。不是。张扬摇摇头。那就好，如果是你被骗了，我还得想办法补偿你一点。汪建业松了口气。要补偿你早说啊。会客室里，关于唐彩的案子，汪国生告诉张扬，东西确实是个孟津的老手艺人照着原件仿造的，在嫌疑人来找张扬鉴宝前，东西就已经仿好了。不过那个老手艺人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法律意识很淡薄，连雇他造假的人的信息都没留，只有一个打钱的账号。要不是刚好有人想把这东西运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这些信息汪建业已经和警方同步过了，官方回复说案件侦破的希望很大。至于磁州窑的梅瓶，汪大师给张扬看了一份文件，牛津鉴定中心出具的热释光检测报告，证明东西确实是近代或者现代的仿品。这东西可是让不少人都打了眼啊。汪大师笑呵呵地说道。据他说，临海拍卖行的3个瓷器鉴定专家，有2个认为东西是对的，加上提出质疑的汪国生，两边2比2打平，只能一步到位送到国外去做检测。结果出来以后，拍卖行的人连夜发消息通知汪建业道歉退钱。那有查出来是谁送的假货来拍卖的吗？张扬好奇地问了一句。是外地一个民间收藏家，东西是他花钱从国外拍回来的。汪大师解释道。原来海外回流的呀，出口转内销。张扬随口感叹了一句。他这话说完，汪建业的脸色突然有了点微妙的变化，因为那件鎏金佛像也是海外回流的。汪馆长怕他的大伯被这句话提醒，赶紧想办法打岔。哎，大伯，你不是说有东西要给张扬看一下吗？汪建业有些突兀的提示道。对哦，我差点给忘了。来，张扬，你先看看这个青花瓷瓶。汪大师从盒子里拿出来一个30公分高的小花瓶，递给了张扬。张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不过鉴宝的职业病犯了，接过来以后下意识的就先看了看底，底下赫然写着4个蓝色大字：康熙年制。物品信息显示这是去年新做的。怎么样？汪大师问道。这应该是现代的仿品。还有呢？还有什么？张扬一脸疑惑。汪大师没说话，笑了一下，递给张扬一张过塑了的小卡片，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鉴定结果，绘画工艺粗糙，青花花色漂浮，和磨工艺制胎，胎质粗松，打磨做旧痕迹明显，款式描摹痕迹明显，经鉴定为当代仿品。张扬看到一半就明白了汪大师的意思，还是之前和他聊过的那件事。张扬的鉴定有时候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虽然真假上没有错误，但总是少了点根据。现在他鉴定玉石什么的还好说一点，因为要点就那么些，但一到瓷器还有书画的时候，就容易暴露他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汪老师，这个我也想学，但是没这么快啊。张扬苦笑道。不急不急，你全当我这个老头子多事，给你提个醒。东西你拿回去，放在桌面上当个摆件。我今天想给你的谢礼，主要还是这个。汪大师笑着推过来一个红色的盒子。这是？张扬带着2分疑惑8分期待，把盒子打开。黄色的锦缎上放着一个小碗，碗内是白釉，外壁则是红釉。光看颜色就知道，东西就算不是真的，也得是个高仿。张扬把碗取出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物品信息显示，这东西虽然碗底写着大清乾隆年制，但真正的年代其实是道光，而且是道光的官窑。这个怎么样？汪大师等张扬看了一会儿，才开口问。是道光仿乾隆的官窑。不错。汪大师点点头，指着碗外壁的釉面问道。那这是哪种红？哪种红？红釉的知识点，张扬前不久刚自学过。他记得红釉分为狼窑红、豇豆红、珊瑚红、
胭脂红、霁红等等。眼前这个碗口没有白边，釉面也十分光润，没有开片，很像最便宜的霁红釉。再想想，这东西是汪大师要白送给他的，基本8、9不离10了。这应该是霁红碗。好！张扬话音刚落，汪大师立刻拍手叫好。虽然霁红釉不难分辨，但你算是半路出家，能这么快看出来，这东西送给你也算送对人了。汪国生笑着捋了捋长须，这多不好意思。汪老师，其实我还能看元青花的。张扬打趣地说道。哈哈，你小子，我这里可没有元青花送你。不过，张扬，你有没有兴趣在我们这里兼职一个博物馆研究员？兼职？汪大师的话让张扬有几分疑惑。如果说送这几万块的霁红碗算是感谢他帮忙看出磁州窑梅瓶的话，那这兼职研究员的事是要感谢什么呢？难道是汪建业之前说的补偿？张扬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旁边的汪馆长，惊讶地发现汪建业也是一脸疑惑，他明显也是刚知道这件事。小伙子，年纪轻轻，怎么瞻前顾后的？汪国生挑了挑眉，你帮我看出磁州窑那么大的问题，我老头子不谢谢你，怎么能心安？这个研究员的职位，不是刚好能让你的直播人设圆满吗？放心，不会让你操心博物馆的事，我们聘了不少职业的鉴定师。那这个碗，张扬把盒子往回推了一点，这是想请你帮个忙。汪大师突然叹了口气，你也知道，我们是私立博物馆，光靠门票的收入是维持不了这么大个摊子的，所以有时候也会干些捡漏倒卖的事。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派人到各个古玩市场走一遭，有时候还会去乡下的旧货市场看看。但是今年我的身体明显差了太多，恐怕坚持不下来，所以想找你。博物馆的其他人呢？张扬问道。他们的本职都是公立博物馆的研究员，在我们这里只是兼职，如果发现漏，交也是交到公立博物馆里。汪建业帮忙解释道。而且我们有不少特殊的渠道，找到真东西的几率会大一点。汪国生补充了一句，特殊的渠道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可以倒是可以，但是我有个要求，万一遇到大漏，我自己偷偷买走，没问题吧？不用偷偷，你买了直接交给我们帮你卖就行。汪国生笑着答道。汪国生的话对张扬来说完全是意外之喜。之前他反复思考过，捡漏怕什么？一怕东西卖不出去，二怕自己被人惦记。尤其是他这么霸道的捡漏，不看特征就看物品信息，他花大力气淘到的东西，如果不被专家或者拍卖行的人认可，东西卖不出去不说，还耽误功夫。可东西卖得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尤其是古董这行，很容易被有心人注意到。现在想查一个人并不难，银行卡、电话卡等等都是实名制，到时候说不定刚拿到钱，就被人一个闷棍抓起来，关在地下室，用皮带绑着，仔细研究。现在交给汪大师，交给汪建业和他手下的人，不光省事了，还能有特殊的收获渠道。张扬想着，起码短期合作对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捡漏的频率还是要控制一下的，不然汪家也顶不住。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张扬问道。我最近几天事情比较多，要是能有具体的时间，我好提早安排。忙什么？如果是学业上的事，我们可以帮你参谋参谋。汪大师没忘了，张扬还是个大2的学生。虽然现在看上去这个年轻人不需要林大的毕业证来谋生，但本科的文凭有总比没有好。学习上倒没啥大事，主要是我直播的事，我想出来自己发展了。张扬将自己准备脱离公司出来单干的事简短的讲了一下。当然，这话汪家两伯侄可不是白听的。张扬在末尾问了一句，阳明工作室揭牌的那天，汪老师和汪馆长能不能赏个脸？这是陈彦光给张扬的建议。商业上的东西，这个富二代见得多，照葫芦画瓢还是会的。一般只有开业这样的大事才好去请行业内的大师，所以要抓住机会给新公司打好基础。你家那边不会来人吧？汪大师脑子转得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他毕竟是国家级的鉴定专家，要是和张扬背后制假售假的团伙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那可就说不清了。不会，肯定不会。到时候我应该是以张大师的身份出现。张扬解释了一句，让汪大师很安心。那应该没问题，只要老头子我那天还能动弹，就一定去给你捧捧场。哈哈，谢谢汪老师，等日子定了，我再专程来请您。之后的几天，张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了起来。上课、直播、租办公楼、注册阳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原公司签转让协议，和高姐签合同等等，一直忙到月底，生活才回归正常的轨迹。张扬在新地方第一天直播，直播间里弹幕都在问，直播背景怎么换了？这是搬家了吗？是不是以前直播的地方被查封了？查封这个词用得好，正经人谁会搬家？不是被查封了，是换个环境，这边光照会好一点。张扬拉开身后的窗帘，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整个临海市。
公司在市区最高办公楼的第66楼，风景确实不错。下午的阳光斜射过来，落在张扬的头上，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大师，我悟了，主播这是要成精啊！现在不许成精！张扬赶紧拉上窗帘。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新环境下鉴宝的第一位宝友，梦旅人许云，申请和你连麦。和张扬连麦的是一个面色有些黝黑的中年男子，戴着黑色的圆帽，笑容灿烂地冲着镜头打着招呼。在他的身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地面上有星星点点的绿草，看上去有些荒凉。这不是许云吗？他流浪到哪儿了？喂，张老师，听得见吗？听得见。兄弟是在户外吗？这是哪里啊？许云点点头，我这里有点延迟，户外的信号不太好，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张老师，我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我的身后就是大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碎叶城，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四镇之一，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张扬直接起立，冲镜头竖了个大拇指。厉害啊，兄弟，你这是去考古啊，还是旅游啊？许云笑了笑，向大家展示了一下他的单车。我是从国内一路骑行到这里的，准备骑行去冰岛。我平时没少看你的视频，这次路过碎叶城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马上就想起你来了。可以的，兄弟牛逼！来看看是啥东西。张扬非常期待，在国外的唐朝遗址能有什么好东西？不会是在国外盗斗吧？在中亚倒斗应该不犯法吧？许云肯定不干这个，但是碎叶城附近可能真有唐朝的墓葬，上世纪应该都发掘过了吧？感觉没啥东西。老师，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屋遗址吗？这是夯土墙，看上去应该是被人发掘过的。正常的话，碎叶城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房子的墙应该早被埋起来了。可惜啊，张扬感慨道，这些东西没保护起来，自然风化的话，应该很快就要没了。确实可惜，我还发现了一些东西，您看一下。许云带着张扬和直播间的观众来到了一片土砖垒成的墙面前。这么多唐砖，发了呀！颜色一看就是新的。这面墙后面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感觉这地方很像一个墓室的入口啊。这砖头是新的吗？还是说这是唐砖？来，你走近一点，我看看。张扬习惯性的指挥起来。他仔细看了一会，基本确定砖头是去年刚烧制的。正要开口，视频画面右下角贴着地面的一块砖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它的颜色和视频画面中间这些妖艳的货色不一样啊。兄弟，你把镜头往下一点。对，就是最底下这块砖。等许云把砖头表面的灰抹掉，物品信息显露出来，张扬可以确定这确实是块唐砖。生产时间687年。这块是唐砖，砖头的生产时间和唐朝控制碎叶城的时间对得上。张扬接着分析，这面砖墙应该是故意封在这儿的，后面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建筑，砖头可能在挖墙基的时候发现的，就直接用上了。不一定是墓，毕竟这是城里。没想到还真有唐代的砖头。视频那头的许云摸着砖头感慨道，但是这块砖在整面墙的最底下，基本没有拿出来的可能。这砖头有没有可能是李白出生时房间里的某块砖头？他见证了李白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你们不会真以为李白在碎叶城出生吧？这么远怎么回属地的？远怎么了？他是剑修，可以御剑飞行。主播快让许云把砖头挖出来寄回来。弹幕别瞎搞啊，这怎么能挖？挖了墙都倒了。张扬有点无语。许云，你要不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样的墙，兴许别的砖头好拿一点。没有了。许云摇摇头，话锋一转说道，不过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洞。盗洞吗？我看看。张扬的兴奋劲儿又提了上来。这次许云带大家看的是另一片夯土墙的遗址，在部分墙体附近有一个个圆形的洞，洞口的大小大概能容纳一个人自由出入。真是盗洞啊！中亚也有人倒斗。来，你照着洞里我看看，是不是盗洞？看一下这个洞，这应该不是盗洞吧？我感觉是前几年来这里的那些霓虹国人挖的。当时新闻有报道。许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的，应该不是盗洞。张扬看完以后点点头说道，兄弟见识渊博呀，这大概率就是霓虹国那些考古团队挖的。学过历史的应该都知道遣唐使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在，小日子对唐朝文化很痴迷。张扬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因为华夏国内的唐朝遗址霓虹人接触不到，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在中亚一些唐朝统治过的地方到处挖。为什么不能是盗洞？对啊，也许小日子用来挖房子里埋的唐彩呢。这种洞和盗洞可不一样。张扬对弹幕解释道，这应该是灰坑，属于遗迹考古。旁听过考古学的课，他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
你们看底部半圆的平台，那是1/2PO，很专业。具体的我就不解释了，反正是不是盗洞，把自己带入成盗墓贼，想一下就知道了。盗墓贼挖，肯定是挖一个人能通过的洞就够了，不用挖这么宽。瞧瞧，这就是专业。好人不会带入狼人的视角，正常人不会带入盗墓贼的视角，所以主播是张老师确实专业。许云也这么说。别，都是书上学的，和你们行万里路的不能比。你等下还要继续找碎叶城遗址吗？那地方可大啊。张扬问道。据说碎叶城是仿长安城建的，面积自然小不了。我再看看吧，要是找到什么好东西，再找你帮忙鉴定。行啊。张扬点点头，建议道，其实碎瓷片什么的也还行，有纪念意义，像那些房屋的夯土墙边，说不定就有。中亚的大唐遗址，有没有感兴趣的兄弟？我有洛阳铲，你有机票吗？主播能不能组织个考古队去看看？弹幕太看得起我了吧？而且你们说的应该不是正经考古吧？老师您好，能帮我看一下这幅画吗？画可以看看，但是不保证一定准。张扬看画还是有点虚，虽然年代看得准，但是画可不是光看年代的。不过这次宝友拿出来的东西比较友好，因为盒子上已经写了徐悲鸿立轴几个大字。大货来了，前方高能预警。徐悲鸿的画现在可不便宜啊。张扬有点期待的搓了搓手，哈哈，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家里传下来的。网友说道。行，你打开我看一下吧。等等，你先不用全打开，打开一半就行。张扬笑着说，鄙人不才，江湖人送外号张半张。画我只用半张就能看出真假。好的，老师。宝友把画打开一半，画的上半部分除了落款和印章，其他什么都没有。哈哈，听说你叫张半张？来来来，主播要被打脸了。没事，不要慌，你把镜头推近点，我看看落款。张扬完全不急，画上的落款提的是辛卯年悲鸿居圣地尼克坦，意思就是这画是徐悲鸿在辛卯年1951年在圣地尼克坦这个地方住的时候画的。圣地尼克坦不就是泰戈尔创立的大学吗？徐悲鸿好像确实去过印度，这是真东西啊。1951年徐大师不是应该在国内吗？张扬的心里有些许疑惑。宝友，你给我看半张画啊，不是画纸的一半。哦，我搞错了。宝友赶紧把画里的马露出一半。这时关键的物品信息出现，作画的时间确实是1951年，年份对了，但是东西不对，因为接下来这样写着：详细信息，这是徐悲鸿学生临摹的作品，笔锋控制不足，细节粗糙，落款有明显的矛盾。宝友，你这个东西不对。圣地尼克坦在国外，但是辛卯年这个时候徐悲鸿在国内，所以这个落款有问题。张扬解释道。但是我爷爷说这是从徐悲鸿老师学生手里买来的。宝友还是不死心，那有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临摹的。没事，这个你要是不放心，可以找专门的书画鉴定师看一下。张扬还是很谨慎，有人专门研究徐悲鸿的马，他们比较权威。几天后，张扬还在上课，陈彦光突然给他发来一张图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边，地面上有一个黄土洞，看大小仅够一人出入。光，这应该是真的盗洞吧？呲牙，张，哪里找来的网图？光，你就说是不是吧？张，看上去确实像，地方在哪儿？我帮你报警。光，在隔壁市的郊区，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看？张，这种事还是让警察来吧，我们不专业。光，这又不是盗墓，这是特色农家乐。张，农家乐？农家乐？张扬头顶冒出3个大大的问号，真的就是一个特色的农家乐而已，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怕张扬不信，陈彦光还特意打了个电话过来，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的，他还带回来很多纪念品呢。张扬静静地听他说完，回了句没兴趣。富二代一天天就是闲的，想一出是一出，管他倒斗还是农家乐，张扬暂时都不想掺和。好不容易清闲几天，他只想好好放松下，过段时间还要和汪建业去收货，那肯定不会是啥太轻松的活儿，得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不过张扬低估了陈彦光的固执，第二天上午，对方直接开着大奔找到了学校。陈彦光好歹拿过林大的函授文凭，进学校找到历史系本科生上课的教学楼，对他来说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堵人，不，抢人。张扬下课后刚一出大门，2个穿着 JK 的姑娘就从陈彦光的车里出来，径直跑到了他面前。我们是来找张扬的。一粉一白，2个姑娘异口同声地说道。唰的一下，原本走在张扬身边的3个室友全部推到了一边。老张，你的风流债找上门来了。还是一次2个。秦凯幸灾乐祸地说了一句。等等，为什么是2个？
等秦凯看清两个姑娘的长相和身材后，马上觉得生活很没意思，不知道自己刚才在乐什么。还有，张扬，你真不是人啊！两位，我们认识吗？张扬很确定自己没见过这两个姑娘。两人没答话，直接走上来，一左一右把张扬的两只胳膊包在沟壑里，架住了。你们这是干嘛？是阿光让我们来找你的。左边的姑娘在他耳边说道。阿光，陈彦光。这时，不远处大奔的车窗里，一个男人伸出头，扯着墨镜冲张扬挑了挑眉。3分钟后，张扬坐在后座上，神情有些拘束。他的左右两边分别坐着小英和桃子，他们的名字、说话的语气和打扮都很二次元。你是在拿我做什么社会性事业吗？张扬问陈彦光。身边的两个姑娘总是有意无意地往他身上靠，淡淡的香水味直往他鼻子里钻。只看这点，其实还不赖。但如果加上那后视镜里陈彦光那双贼溜溜的眼睛的话，就只会让人觉得困扰了。看在你帮我搞定工作室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再忍受你10秒，不说正事的话，我可就走了。张扬下了最后通牒。别，我不看了还不行吗？你随便。小英姑娘，借过一下。好了，我错了，哥。陈彦光举手投降。他掐掉手里的烟，转过头对双胞胎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姑娘马上推开车门，下了车。张扬顿时感觉两边空落落的。张大师，你是不是有厌女症吗？陈彦光问道。没有啊，我很正常。那很奇怪，为啥豆腐都塞你嘴里了，你却不吃？张扬不知道咋说，难道回答再吃就不礼貌了？哦，我知道了，你是不信任我。陈彦光完全转过身子打量起张扬，半晌他来了一句，可以，你应该不是男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的一个猛一朋友跟我说，像我这种可攻可受的长相，男同见了肯定会流口水，而你刚才看着我的时候并没有吞咽口水的动作。陈彦光分析的有理有据，如果忽略他的长相的话。行了，说正事吧。张扬可不觉得对方是闲得无聊，带两个姑娘来逗自己开心的。正事就是，陈彦光支吾了一会儿，重重的叹了口气。我弟回来了，他提前毕业都不告诉我一声，我竟然是家里除了宠物狗以外最后知道的人。这事儿听起来很惨，不过陈彦光的脸上没有一点悲惨的感觉，只有很深的烦躁。接着他给张扬讲述了一个亿万富翁在大号练废的情况下练了顶级小号，却不让小号加大号好友的故事。陈彦光的亲弟弟在他父亲的有意培养下，从小和他这个哥的关系就很差，要是让他弟接手家族的生意，他这个长子什么都捞不到。不过好在陈彦光还有个疼儿子的妈，陈彦光的妈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是豪门千金，过段时间两家就要相亲了。在此之前，陈母要求陈彦光把自己的破事处理干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陈彦光问张扬。意味着你以后要当赘婿？屁呀，我怎么可能当上门女婿？这意味着我以后再也不能在直播的圈子里花花了，所以我才想出去找个乡下地方散散心，躲开那些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姑娘们。张扬觉得陈彦光可能少说了一个钱字，是爱他的钱，爱得死去活来。说白了，不就是你妈让你离那些女主播远点，你又舍不得，就逃避加冷处理呗。张扬无奈地总结道。他不主动总结，不知道陈彦光还会扯到哪里去。好吧，这么说也行。陈彦光点点头，递给张扬一张银行卡，里面是你给我的工作室的那30万，还有我家的100万，密码是你工作室开业的日期。什么意思啊？和男主播也要划清界限吗？这是给我的分手费。张扬笑着说道。他猜到了陈彦光来找自己是有其他事，但报酬的丰厚程度有点超出想象。不过给的钱越多，证明事情越难办。我怎么可能给分手费？太看不起我了吧？拉黑一下，他们自然就懂了。这钱是想请你教我一些古董方面的知识。陈彦光语气诚恳地说道。这个没问题，而且不用这么多学费。张扬笑着答应下来，反正他自己也在学习当中，就当共同学习了。要这么多的，因为我还想请你教我一点盗墓的知识。陈彦光补充道。张扬觉得自己可能听差了。你说的是盗墓吗？是啊。你是不知道我那个未来岳父，他从牢里出来之前是个摸金校尉。陈彦光煞有其事地说道。真的假的？你别把小说带进现实啊。张扬肯定不信这样的话。真的呀，你看，这是他写的自传。陈彦光从副驾驶拿过来一本书，翻到第1章递给张扬。书上第1段话是，我在里面待了7年，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庙里上了3炷香，没想到一抬头却发现庙里的那个佛像有些似曾相识。眼把头，卖米郎，
土工、后勤办、散土。张扬看着陈彦光递来的书里出现的一个个专业名词，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书难道真是土夫子写的？这些更通俗的说法比发丘天官、摸金校尉什么的看上去更有可信度啊。怎么样，没问题吧？陈彦光把张扬当成了内行，他并不知道这些已经触及到了张扬的知识盲区。这些东西我可没接触过，没法下判断。张扬实话实说：我才不信，看你刚才面色凝重的样子，就知道你肯定心里有想法。陈彦光撇撇嘴说道：你们玩古董的是不是都这么谨慎？还没等张扬回答，他又自说自话：没事，我理解。你理不理解的先放到一边。张扬打断了陈彦光，把银行卡捡起来递了回去。古董方面的知识我免费教你都行，你平时没少帮我忙，这点事儿用不着酬劳。但是导斗那方面的我是真不懂，反倒是你这本书能不能借我看看？张扬指了指陈彦光递来的这本《从洛阳铲到缝纫机》。作为一个鉴宝主播，也要与时俱进，不能老守着老九门那套。书里的很多东西可以填补张扬知识体系里一些空白的部分。行啊，这书我还有。陈彦光欣然应允，他说他理解了，是真的理解了，不是客气。因为这本他未来岳父写的自传，他早已经看完了，知道有些东西是真的行。张扬不愿意说也很正常，毕竟手里正拿着吃了7年牢饭的人写的字数，说话时怎么都得掂量掂量。你等等，还有件事，这个地方就是我跟你说的农家乐。陈彦光指着手机地图上临市郊区的一个叫秋名山村的地方说道：到时候一起不了，太远了，我每天都要直播啊。张扬无奈的摊摊手。陈彦光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行吧，不过提前说一声，我到时候可能会有事找你，要是直播的时候找我，可注意点，千万别把我直播间弄疯了。张扬不着痕迹的给陈彦光提了个醒，对方的法律意识有点淡薄，不排除效仿榜二大哥主动进局子的可能。放心，到时候我带个学法律的一起和你连麦。陈彦光保证道。张扬以为陈彦光口中学法律的，就算不是方律师，也得是律所的人吧，根本想不到这个人会是陈彦光的狐朋狗友之一，黄斌，法学本科肄业证书持有者。他们两个再加上家里开酒吧的韦福光，3个富二代结伴到了秋名山村。秋名山村是个依山而建的传统村落，可查的历史有300多年。3个人开的车底盘太低，没法走山路，只能停在村口，沿着水泥路步行进村。迎接他们的是沈家兄弟。3位贵客，大驾光临，我们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啊。说话的是沈老大，一个有些精瘦的汉子，脸上一直挂着和善的笑容，时不时做出欢迎的手势。不用这么客气，我们定金都付过了，你先带我们去看看地方吧。陈彦光话说得很直接，他想少走点路。确实，别整些虚头巴脑的，浪费我们时间。韦福光附和道。好的。沈老大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用胳膊悄悄捅了一下旁边有些木讷的沈老二。你先去准备一下。沈老二拔腿就跑，直接窜进了路边的树林。他这是……陈彦光望着沈老二没入树林的背影，有些疑惑。他抄近路，先去周围看看。这大白天的，要先踩点。专业。韦福光竖了个大拇指。别这么说话，不要预设立场。黄斌赶紧纠正几人，看看就看看，踩什么点？你们现在这么说，万一啥时候说漏嘴了，没问题都能出问题。我这个兄弟是学法律的，听他的总没错。韦福光颇为贴心的向沈老大解释道。那感情好嘞。沈老大面露喜色，他接着问黄斌，这位律师还是法官，我问一下，挖自己家的祖坟应该不违法吧？不违法呀。黄斌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挖别人家的才违法，不算盗墓吗？沈老大追问道。不算啊。黄斌摇了摇头，盗窃一般是指盗窃他人财物，你拿的是自己祖先的东西，和继承是一个道理。专业。韦福光再次竖起大拇指。那是，不然方律师也不能私下收冰冰当亲传弟子。陈彦光笑着说道。现代社会还有这种师徒情谊，那肯定得是非常欣赏才行。厉害。沈老大听不太懂，只能不停地奉承。3人沿着马路走走停停，走了大概10多分钟，终于等到了沈老二的声音。哥，来吧。好嘞，3位跟我走这边。沈老大指着旁边的竹林说道。远处依稀可以看到沈老二壮硕的身影。好。陈彦光点点头，知道2个同伴有点怂，一马当先跟在了沈老大身后。另外2人见状也赶紧跟上，穿过竹林，又穿过一片茅草，最后穿过一块茶园，终于到了目的地。3位，你们看看。沈老大做了个请的手势。韦福光走到近前，指着石头上的文字念道：
道光6年中冬月，先考审功。查一下，道光6年是多少年？陈彦光小声和黄斌说道。后者看着手机告诉他，1826年，差不多有200年了。老哥，你姓沈是吧？黄斌问一旁的沈老大。是啊。沈老大不停地点头。那你们在这地方住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不知道，反正祖祖辈辈就在这里了。听我爷爷讲，以前我们祖上还出过大官呢，家家户户都藏得有宝贝，只可惜后来小日。够了够，我们知道了。那几位贵客应该没问题吧？沈老大笑着问道。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你家祖坟，为什么非要晚上挖啊？因为这不是我们一家的祖先啊，村子里姓沈的有好几家。沈老大给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他同时还保证，放心，到时候挖出来的东西，我们签合同卖给你们，保证他们找麻烦也只能找我们。有人在小小的茶园里挖呀挖呀挖，有人在大大的商城里花呀花呀花。张扬还好没去秋名山，不然这会儿他就是在乌漆麻黑的茶园里喂蚊子，而不是在是灯火通明的商场里消费了。从原公司那里拿到直播账号的所有权后，张扬昨天才意外的发现，号上竟然还有钱，一笔意外之财。也不知道方律师那边使了什么手段，反正金与两兄弟没敢动账号里的任何东西，提现记录都没有，送的礼物钱都还在。后台显示，在张扬兼职的这段时间，一共有637个网友给他刷过礼物，最低的1毛钱卡牌子用的，最高的当然是榜一大哥4万多，和平台55分成，再扣点税，到手还有3万多块。这不比给人打工拿工资强？也是因为突然多了几万块钱，张扬才想起来自己的钱还没花完。赚钱太简单，导致花钱的欲望反而没那么强烈。剩下的这几十万怎么花？先考虑事业。张扬总结了工作室的不足后，迅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开出1万5的月薪，招一个有经验的视频剪辑师。这个人未来会负责抖音账号下直播片段的剪辑，以及未来小破站视频账号的运营。视频的事，张扬本来没这么急的，奈何粉丝催更的太厉害了，抖音后台的留言几乎全是直播的视频呢？前天的视频，昨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呢？天天下午直播，播给鬼看也就算了，合集也不剪，搞得我都吃不下饭了。张大师，你也不想我给你寄刀片吧？密密麻麻的催更信息，压力太大了。至于在小破站开个账号这件事，也是粉丝给张扬的建议。有不少人跟他说，小破站里基本都是简陋视频，鉴宝的很少，张扬在上面发视频，刚好可以填补这段空白。还有人说，那些做他鉴宝直播切片的 UP 主，有的播放量都有几十万了，这流量与其便宜别人，为什么不自己吃呢？张扬想了想，有几分道理。流量什么的倒是其次，重点是他的直播内容有时候很行，必须要看完整的过程，才能明白主播的良苦用心。只看2-3分钟的切片，很容易被误解呀。这时候如果有自己官方号发布的视频，那就安全多了。考虑完工作，接下来是生活。张扬直接到了临海最大的商场，准备消费一波。在开工作室的同时，他租了间超大的公寓，主要是用来放东西。虽然现在他手头上值钱的只有个季红碗，但以后呢？说不定什么钧窑、汝窑、耀州窑的宝贝都需要保存，所以一个安全、私密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买了3个古董架，约定好送货上门的时间，晚上要忙的正事就全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四处逛逛。路过一家玉石店的时候，店子的小招牌引起了张扬的注意，免料翡翠直工，包退包换。店子的生意好像还不错，3-3两两的年轻男女站在柜台前挑选着心仪的首饰，打扮像是老板娘的中年妇女看到张扬驻足，马上冲他招手，用地道的粤省腔说道：靓仔，要买什么？进来看一看了。我不买什么，就随便看看。随便看看也行了。那好啊。张扬点点头，踏进了玉石店的大门。店子不大，就进门左手边一长条的柜台，但是东西是真不少，玻璃种、冰种、糯种等等，应有尽有，价格上到几十万，下到200块。刚开始老板娘还算热情，帮张扬介绍了一番。张扬不停地点头，看得很仔细，但却没有要拿一件出来研究研究的意思。老板娘发现他是真没打算买，马上失去了招待的兴趣，转而去迎接新进来的客人。张扬倒是无所谓，他挨个看下来以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翡翠行业真是暴利啊！看到翡翠的门店价，他才明白了以前曹家云说的薄利多销是真的。同样一块冰种的飘花弥勒佛吊坠，店子里的价格比直播间至少贵了3倍。如果按曹家云5成利的说法，利润率达到500%。至于漏，想都别想。种水只有往好了标，没有往差了标的。这也让张扬的心态变成了看个热闹。想看热闹，还真有的看。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后进来的一个姑娘突然和店家吵了起来。张扬本来不感兴趣的，但是看到那个姑娘的脸后，顿时有了吃瓜的感觉。这不是方甜甜吗？那个古董行的店员。这时候手里正拿着一个满绿的翡翠镯子，指着老板娘叫道：“当初买的时候，你明明说7天包退，现在才4天，凭什么不给退？退那是有质量问题，或者有瑕疵啊，又不是无理由退货。”老板娘耐着性子解释道：“我不管，你必须给我退钱，不退我就去举报你们这个黑店。”方甜甜一如既往的惹人厌。你……老板娘皱着眉头，加特林已经在装子弹了。突然电话响了，接通电话后才讲了几句，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老板娘神情突然缓和了下来。她接着拿出另一个手机，对方甜甜说道：“手机给我扫码，我把钱转给你。”方甜甜的手机很快响起一个声音：“支 X 宝到账9万，9万的满绿翡翠镯子。”张扬怀疑自己听错了数字，但是店里其他顾客的表情不似作假，明显也听到了，还真就是这么贵。张扬心想，这镯子起码是个糯冰种吧，怪不得老板不想退，好几万的利润啊。等方甜甜耀武扬威的走了，张扬想去看看这镯子到底是什么品相，门口突然又走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人。男人一进门就非常抱歉的向老板娘说：“实在不好意思，王姐，给你添麻烦了。”这声音好熟悉啊，好像是个熟人。张扬抬起头，刚好和对方对视了一眼。汪馆长。张扬。咖啡店里，汪建业叹了口气：“张扬，这件事你会替我保密的吧？”“什么事？”张扬装作没听懂。“哎，好巧啊，汪馆长你也在这里。”“哈哈，是啊，好巧。”汪建业笑着答道。他双手合十，向张扬鞠了一躬：“行大礼了。”张扬点点头，算是应承下来。在听完汪建业的自述后，在张扬眼里，面前这个海归男已经把人设里的海字弄丢了。汪建业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留学生书呆子有一个交往了6年的女朋友，毕业才发现自己只是女友爸爸活的其中一个对象，简称会说话的 ATM。 而当他回到国内，继承了家里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之后，突然发现他成钻石王老五了。有不少人主动贴上来，汪建业也算有点本事，在里面选中了最逆天的方甜甜，然后就被破了。刚才方甜甜退掉的镯子是4天前汪建业为她精心挑选的礼物。离谱的是，两人目前还是恋爱、供养关系。可能是怕张扬误会什么，汪建业还主动解释，甜甜她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对钱看得比较重，但她没有主动找我要钱，说明还是在乎我的。应该是。张扬看在几天后还要合作的面子上，强忍着不是点了点头。他这个点头也不全是违心的，毕竟就算是去 ATM 机取钱，也得担心会不会吞卡，谁能说方甜甜就一定不在乎呢？咱们去收货，他不会。张扬在乎的是另一件事，他肯定不会去，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汪建业非常正经地答道。这种时候，他的思维水平又回到了那个留学归来的博物馆馆长的水准线上。哈哈，倒也谈不上。张扬当然不会承认。问完这个问题，他可以确定不关自己事儿，纯粹是吃了个隔夜的瓜。告别汪建业，张扬连逛街的心情都没有了，直接回了公寓。晚上，他一边听着鲶鱼老师的直播，一边看着从洛阳铲到缝纫机。如果头顶有经验条的话，可以看到张扬的知识体系和话术正在逐渐提升。此时，在离秋名山村口10几里外的地方，一处接近废弃的茶园里，陈彦光的经验条也在提升，但是盗墓的条。原来这个玩意儿就是洛阳铲啊！韦福光伸手想去拿沈老二哥在地上的铲子，别碰，小心留下指纹。黄斌制止了他，并且小声的给出了解释。如果这两兄弟骗我们，他们根本不姓沈，那他们现在就是在盗墓。盗墓是犯罪，你碰了铲子就说不清了。陈彦光赞同的点点头，把韦福光扯了回来。阿维，冷静点，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光字，就不能称呼名了，只能用姓来区分。那我们看到他们犯罪不制止也没事吗？没事，法律不会为难人，他们有家伙事儿，谁敢去阻止，不要命了。陈彦光从常理推断道。黄斌这个半吊子律师点点头表示支持。不是，我咋感觉你们两个给我普法来了呢？韦福光一脸疑惑，不是说好盯着他们挖的吗？这又不耽误。黄斌耸了耸肩，嘘，来了，出货了。陈彦光摆摆手，叫停了两人。不远处的盗洞里已经有一只手伸了出来。老板，我们掏出来好东西了。好，不急，咱们先回去再说。1小时后，沈家。黄色的白炽灯光下，2条板凳并在一起放着，上面放着3样东西，都是沈家兄弟从他们祖先的墓里掏出来的。
从哪个开始看？黄斌问两位同伴。他是几个人里唯一没被宝贝吸引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感兴趣，是韦福光强拉他来的。就这个金的香炉。韦福光指着最左边的器物说道，那是一个瑞兽造型的金属香薰，散发着金色的光芒。瑞兽长着4只脚，头顶盘着蛇，炉盖是瑞兽的脑袋。看到这东西，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袅袅香烟从瑞兽口中环绕而出的画面。这大概是什么年代的？韦福光小声和陈彦光商量着，在他们对面，沈家兄弟围坐在桌边，给3位老板留足了讨论的空间。不知道，用识图软件啊？出来了，这是……你们自己看吧。黄斌在2个同伙讨论的时候，已经把东西搜了出来。手机上显示，这是清康熙铜鎏金瑞兽型香薰，嘉德拍卖价 22W。这个拍卖的上面金都掉光了呀，但是我们这个一点没掉。韦福光扯着另外2人耳语道：“行了，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这东西在官里保存的当然好。”陈彦光想起他在张扬直播间听过，那些一眼看上去没什么瑕疵的古董，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墓里出来的。眼前这个当然是墓里出来的。刚才沈老二挖到洞的时候，有些土溅到了陈彦光鞋子里，他还没来得及倒出来呢。行了，继续。阿维，我们一人搜一个。好嘞。次日下午，在秋名山村附近一处乡村酒店的房间，陈彦光正在叮嘱2个伙伴等下直播的事。记住，张大师说啥就是啥，就算他说这3件都是假的，也千万别跟他杠，不然明天小破站的切片里，你就是几万人的电子榨菜，懂吗？这么严重？韦福光很惊讶，他知道自己这个兄弟喜欢看直播，但那仅限于女主播，什么时候还认识了这么厉害的男主播？黄斌就实际多了，他直接问陈彦光，如果这个张大师说我们是傻逼呢？不会，他素质这一块还是有保证的。陈彦光摇摇头，我是说如果。陈彦光想了想，虽然张扬没骂过谁傻逼，但他自己倒是在弹幕上骂过不少来鉴宝的，尤其是国宝帮和那些无脑杠精。他只好说，如果有的话，你们就先委屈一下自己吧。行，我懂了。黄斌点了点头，明白了等下直播时自己的底线在哪，那就是没有底线。兄弟们来了，欢迎这位叫法外狂徒张三的宝友。手机喇叭里传出张扬的声音，陈彦光赶紧躲到一边，而黄斌则戴着白手套，把一个和充电宝差不多大小的红色漆器端到了镜头前。这是T红。张扬看着黄斌拿出来的东西，略感惊讶。连麦前，陈彦光提前和他打过招呼，说是有个好朋友在乡下收了几件好东西，让他帮忙看看。张扬开始没当回事儿，乡下能有啥好东西？一波又一波的贩子早就把乡间流传下来的古董薅得差不多了，最多也就剩点铜钱啥的。但黄斌捧出来的这个大小和砖头差不多的漆器，卖相却意外的好。鲜红的漆面上雕刻着一群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打闹的场面。T红就是雕漆的意思吗？就是刷很厚的油漆在上面雕花。好漂亮啊！古人是不是拿来当化妆盒？盒子表面的光泽看起来确实像油漆。张扬本来还想给弹幕科普一下什么是 T 红，但现在直播间有接近15000名观众，里面懂哥还是挺多的，不光有科普的，还有分析的。你一言我一语，已经把这个漆器的问题找了出来。东西看上去太新。T 红漆器虽然是连永乐皇帝都喜爱的奢侈品，但终究是拿来用的，但凡有点年份，总免不了磕掉点漆吧。宝友，你这东西哪收来的？这么完好，一点瑕疵都没有。张扬没急着鉴定，既然榜一大哥推荐来的关系户，那可以先聊聊，不急着把他送走。是从农户家里收上来的。黄斌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答道。收来的时候就这样吗？是不是洗过了呀？我看缝里一点灰都没有。张扬这话直接给寻宝3兄弟给问愣住了。3人脑海里浮起同样的念头。对啊，为什么缝里没有灰呢？他们明明只擦过一下漆器的表面，东西就算是装在棺材里，这么多年过去了，缝里也会落灰啊。哈哈，主播直接给人干沉默了。我晒干了沉默，悔得很冲动。还想啥？肯定是假的呀。缝里这么干净，超声波清洗过。又来了一个憨批。韦福光看到最后这条扎眼的弹幕，急了。就不能是人家保存的好吗？如果用布包起来，再锁在箱子里，不就没有灰了吗？他这个理由成功说服了张扬和弹幕，但是说服不了陈彦光。后者已经绷不住了，赶紧去副驾驶拿烟。你这样说，但是有可能。张扬点点头。你把东西拿起来，我看一下。小心啊，小心磕到，这漆器可金贵。片刻过后，物品信息浮现。名称：塑料漆盒。材质：塑料、油漆。生产时间：2023年。详细信息：一种仿漆器的工艺品，
通常是在成型的塑料外壳上涂上几层薄薄的油漆。张扬看了一眼 AI 识图的结果，这东西应该是照着清代剔红盒子仿的，模样差不多的原件在佳士得拍卖过一次，成交价18万。当然，眼前这个塑料盒子成本最多就几毛钱。保友，你这个收来应该不贵吧？不贵，4万块钱收的。韦福光答道。听到4万这个数字，张扬下意识地抿了下嘴，他怕笑出声。4万的话也还行吧？还行吗？那是亏了还是赚了？亏了，但是亏的不多。我这边帮你看的话，东西应该是塑料的，上面刷了层油漆，最多也就亏4万块钱。张扬一本正经地答道。靠，那不就是全亏了？这还亏的不多？确实亏的不多啊，要是按正品买，起码亏10万，这亏钱的比例快赶上榜一大哥了。副驾驶上，陈彦光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张扬直播间的弹幕，看到最后一条聊到他的弹幕，手一抖，烟头直接落在裤裆上，差点成烧鸡了。另一边，韦福光内心天人交战，他一边觉得有可能是张大师看错了，直播鉴宝吗？可能没看清楚，东西可是他眼看着从墓里掏出来的。另一边他又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道光年间已经有塑料了呀？这样吧，您再帮我看看这个。韦福光拿出了他们收到的第2件宝物，不错啊，景泰蓝的如意，还是一对儿。先不管真假，至少看上去确实像是珐琅彩的东西。保友，你这些东西都有说法啊，刚才是剔红，现在是景泰蓝，这2种工艺都属于燕京8绝。你是在燕京附近的乡下收的吗？张扬合理推测道。没有，这是我们在南乡附近收的。南乡不是在临海旁边吗？江南地区啊，在江南乡下收到了燕京8绝的东西。你细品，这人真是个憨批，这个表面有灰的，还有土，被我擦干净了。韦福光主动解释道。但张扬摇了摇头，可能是东西太开门了，物品信息出现的好快。保友，这个不是铜钛啊，应该是铁，外面镀了一层铜，上面也不是珐琅彩，是现代的化学颜料。这个东西的年纪应该还没你身后那辆车的年纪大。你车什么时候买的？韦福光捅了捅黄斌。去年买的。这人还不死心啊，张大师都没让他拿起来看，说明一眼假。兄弟，这个你花了多少钱？我帮你看看亏了多少。张扬也看出来了，陈彦光推荐来的这个兄弟和他应该是卧龙凤雏，专门照顾假古董贩子生意的。这个我5万买的，那你猜猜你亏了多少？亏了5万。韦福光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不能够。张扬摆摆手，你这个东西当废铁卖，算你3块8一斤吧，你自己称一下就知道了。韦福光又沉默了。保友，你没事吧？没事，他在扇自己嘴巴子呢。老师，看看最后一个吧。黄斌有气无力的把那个铜鎏金的瑞兽形香薰搬了出来。来，你给我看看底。好嘞，再给我看看正面。一看就是铁的。这么喜欢买金属器件吗？现在合金什么仿不出来？张大师，我想给你生猴子。刚才是不是有人发情了？老师，这个是铁炉子外面镀的金吗？黄斌看了眼弹幕，已经把预期降到了最低。张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保友，你这通体金灿灿的东西也是乡下收的？就是在落后的偏远农村也知道金子值钱吧？这个鎏金香薰，张扬只是觉得有点怪，压根没往盗墓上想。正常人一想到墓里面出来的东西，都是考虑判几年，谁还去考虑真假呀？但是韦福光第3次沉默了。保友，张扬还以为对面卡了，趁着没掉线，赶紧说鉴定结果。你这香薰也不对，外面不是金，是铜锌合金，卖的话还是只能按废铁卖啊！哈哈哈，3件全是假的。这俩兄弟崩溃了。主播还没问他买这个炉子花了多少钱呢。好的，知道了，谢谢大师。黄斌叹息了一声，原来没掉线啊，没事，不用客气，放轻松，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在鉴定完以后，安慰人几句已经成为张扬鉴宝的固定流程了。别鉴个宝，再让人想不开了。大师再见。韦福光在黄斌打完招呼后，没等张大师回话，就直接断开了连麦。他同时看向陈彦光，叫了一声老陈，回应他的是砰的一声，有人在发泄似的关车门。东西应该是假的， MD 被那2个姓沈的给骗了，要么那墓是个假的，要么墓早就被掏空了，晚上骗我们去茶园喂蚊子，做戏给我们看呢。陈彦光咬着牙恨恨地说道。他和另外2个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几乎100%相信张扬的鉴定结果，所以反应的特别快，怪不得他们对我们的报价答应的那么痛快。韦福光恍然大悟，那现在怎么办？直接回去找他们？
咱们签了合同的。黄斌提醒了一下两个好友，而且我们也打不过沈老二。别急，我先给江峰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回事。陈彦光摆摆手，示意别慌。这个农家乐是一个煤老板的儿子江峰介绍给陈彦光的，现在被坑了，当然要找这个介绍人问问。陈彦光迅速拨通了江峰的手机。喂，小江，你什么情况？这农家乐是骗子啊？怎么骗的？他狗日的祖先墓里全是现代的工艺品，你带回去的纪念品还在吗？就剩几个铜钱了吗？铜钱也行，这样，你现在上抖音，赶紧连麦一下张大师。对，就鉴宝热度第一的那个，赶紧的呀！我们3个，我、阿伟、冰冰都等着呢。看陈彦光挂断电话，另外2个人赶紧凑了过来。怎么样？他买回去的东西都送人了，就留了几个铜钱。陈彦光跟2个兄弟解释道：“不过没事，铜钱也分真假。那咱们现在干嘛？”边往回走边看直播。陈彦光不假思索地说道：“刚才在副驾驶抽烟那几分钟，他已经捋清了思路。我记得张大师连木砖都能鉴定，等小江那边的结果出来，咱们再悄悄去看看那份是不是真的。”下午2点多，张扬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这时候有午睡习惯的人都醒了，所以鉴宝的人数会达到一天的高峰。欢迎这位叫月夜风的宝友。你好，张大师。江峰按照好朋友的嘱托，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视频连麦。兄弟是大学生吗？张扬一看对方视频的背景，就知道这是在大学男生宿舍。是的。江峰反应多少有些木讷。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宝贝？是一些铜钱。镜头里出现了7枚外圆内方的乾隆通宝，这些铜钱无一例外都是一半长满了绿色的铜锈，另一半却一点锈都没，呈古铜色。这铜钱有点意思啊，只有一半生锈。怎么铜钱的锈跟青铜器一个颜色？你拿一枚起来，靠镜头近一点，我看看。不错，你这枚是真的乾隆通宝，其他都是一起的吗？都是一起的。行，那不用看了，应该都是真的。10几块钱的普通铜钱，看了也白看。倒是钱上面的铜锈让张扬起了兴趣，因为他最近正在学青铜器的铜锈和坑口的关系。宝友，你这个钱是咋来的呀？买东西，商家送的。江峰掂量着几枚铜钱，有些含糊的答道：“送这么多，估计没少买啊。总感觉这些钱像是有一半镶嵌在什么里面过。送这个吗？宝友，你这些钱不对劲啊。什么不对劲？你这些钱都是真的，但这上面这么干净的绿锈，一般只有埋在土里，雨水带着土壤化合物才能侵蚀出来。主播太专业了吧？意思是这些钱也是挖出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啊，这是人家送的。”江峰赶忙解释道：“你不知道没关系，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张扬神情突然严肃起来。有些事情本来朦朦胧胧的，但是一旦开始分析，就变得清楚了。就像现在，张扬马上想通了，这些钱为什么只有一半的地方生锈？宝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刚好是7枚铜钱？听说过7星阵吗？张扬的语气逐渐变得低沉。听说过垫背钱吗？死怎么这么瘆得慌？意思是这是死人的垫背钱，这些钱都是关里出来的？不知道。明明没有露脸，江峰在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摇了摇头。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丧葬习俗。张扬低声说道：“在棺材的底部用7枚铜钱摆一个北斗7星的图案，垫在逝者身下，就是俗称的垫背钱了。”卧槽！江峰大叫一声，直接把手里的铜钱扔了出去。这个是封建迷信啊，你别怕，先听我说完。张扬被打断了讲故事的节奏，有点不爽。他继续说道：“为了防止在搬运棺木的过程中，这些铜钱变动位置，放这个垫背钱的人就会把铜钱用锤子钉一半到棺木里。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只有一半有铜锈了吧？另一半有棺木卡住，自然不会生锈。明白了。”江峰的声音有点颤抖，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钱他带回来以后一直压在枕头。不是说压岁钱吗？怎么变成垫背钱了？好了，那现在这位宝友，你可以告诉我们，这钱你是从哪块棺木里抠出来了的吧？宝友，你还在听吗？看对方不回话，张扬又问了一声，这下直接把人问没了。江峰果断地挂掉了视频。不是，你跑什么啊？现在跑也晚了呀。张扬看着直播间的画面，突然只剩自己的帅脸，有些无奈。刚才那位宝友，你要是还在直播间的话，能不能留个言告诉我一声，棺材里有没有出什么大祸啊？方便的话也说一下，你判了几年？他都判刑了，还怎么留言？主播又逮到一个盗墓贼，6666。这些盗墓的不长记性啊，每次都来麻烦老师。主播不是说明清墓穷的跟狗一样吗？哪有什么大祸？弹幕问题有点多，我解释下。
张扬找了几条典型的弹幕，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明清墓确实一般都穷得跟狗一样，但是他那些乾隆通宝的垫背钱品相都还不错，说明这些钱是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那些给他办丧事的人专门挑出来的。大家都看过电视剧吧？那些真正的穷人死了以后，都是一张凉席，把尸体一裹，直接埋了。这种有棺材、有垫背钱的，条件应该还可以。主播很有经验啊。肯定有经验啊，主播是老九门张家的。我再重申一遍，我跟老九门没有关系。有个兄弟问，判刑了还怎么留言？盗墓案只要案值不是特别大，你自首的话是有可能判缓刑的。所以刚才那个兄弟别犹豫了，赶紧去找个离得近的局子吧。张扬冲着镜头呼吁道。这时直播间出现了绚烂的礼物特效，法外狂徒张三赠送给主播千年流星 X10。卧槽，1万块！老板糊涂啊，这不是刚才的亏钱哥吗？看来和我一样被主播的人格魅力、盗墓技术吸引了。谢谢张三老哥，老板大气，太破费了。在张扬谢礼物的时候，黄斌正一脸震惊地看向陈彦光。哥，这是我的账号。我知道啊。陈彦光解释说，你不会想免费鉴宝吧？我卡粉丝灯牌了呀。那不够，这3个东西加起来一共坑了我们30几万，人家主播帮我们发现问题，刷个1万块意思一下呗。我觉得没啥问题。韦福光附和道。行吧，那你们想好怎么把钱要回来了吗？黄斌不着痕迹地收起手机，看向2位兄弟。没有呢。韦福光摇摇头，我还在想，为什么小江的铜钱是从棺材里抠出来的，而我们的东西却是现代工艺品呢？墓主人是穿越回去的吗？陈彦光侧过身看了韦福光一眼，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想不通就别想了，听我指挥就行。这种事情我有经验。虽然陈彦光不想承认这一点，但经过文物大盗那事儿以后，他确实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骗子。阿伟，你报警吧，就说我们碰到有人在卖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冰冰，等下警察来了就靠你了。你确定我们没罪吧？我确定。黄斌自信的点头。我们买假货，是受害者呀。2小时后，南乡市的一个乡镇派出所里，黄斌双手插兜，不停地往门口张望。陈彦光一脸郁闷地靠在墙边，韦福光则是在小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们3兄弟做梦也没想到，沈家兄弟被抓到以后，直接反咬一口，说他们3个人明知道东西是墓里出来的，还要买，是想倒卖文物。这帽子一扣就不好走了。关于古董的真假，双方各执一词，警察也不好判断。终归起码有一方触犯了刑法，所以干脆都带回来调查。黄斌，你之前不是说我们不犯法的吗？韦福光忍不住问道。确实不犯法呀。黄斌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坚定。那为什么刚才警察带我们回来的时候你不解释呢？韦福光很不解。在他看来，如果黄斌能发挥他的3寸不烂之舌，说服民警，自己也许就不会被带回来了。韦福光家里做酒吧生意的，就怕进局子。这是我师父嘱咐我的。黄斌解释道。方律师？是啊，师父跟我说，如果我有一天被抓了，千万不要着急，不要把自己的底细暴露出来，更不要和外人提起他的名字。他有跟你说为什么吗？陈彦光皱着眉头问道。师父说，这样他才能用中立的身份帮我辩护。有道理啊。韦福光使劲点头，表示赞同。陈彦光却觉得有点不对劲，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方律师是怕跟黄斌扯上关系。与此同时，在10几米外的派出所审讯室里，民警正在突击审讯沈家老大。沈家老二自从被抓就一直不说话，民警只能先从有愿意沟通的沈老大身上着手。沈良才，你是先交代诈骗的事，还是先交代盗墓的事？盗墓？我没有啊。挖自己祖先的坟，那能叫盗吗？沈老大很不服气。那3个人里最矮的那个是个律师，他亲口跟我说的，拿自己祖先留下的东西是继承。刚才的人里有律师吗？民警甲一脸疑惑地看向同事。民警乙摇摇头，他是刚才负责登记3兄弟信息的人。没有律师，那3个人没有固定职业，都是临海的富二代。你听到了吧？没有律师。靠！原来他们也是骗子啊！沈老大气愤地咒骂了一句。看见沈老大好像有被突破的迹象，民警甲继续追问。所以你们早就知道沈家祖坟是道光6年修建的，对吧？知道啊，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秋名山村，小时候还要去祭祖的。沈老大知道眼前的民警都是本地人，没有狡辩。那你也承认，你和你的弟弟沈良栋一起盗掘了沈家祖坟？我不知道。沈老大这时候才决定装傻，有点晚，也有点侮辱人了。什么不知道？民警甲用力地拍了下桌子。人家3个
都指认你挖坟了。沈良才，你挖的是清朝的坟，按照刑法规定，清代及以前的坟都属于古代墓葬。你们现在犯的是盗掘古墓葬罪，严重的话判你3到10年，知道吗？再加上诈骗罪，也是3到10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还不老实交代，2个3到10年，最高20年。沈老大没想到罪这么重，他慌了。警官，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们是挖了坟，但是我们是在那3个老板的指挥下挖的，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啊。半小时后，陈彦光终于等来了自己说话的机会。警察同志，姓沈的，他们在撒谎，他们那晚根本没有盗墓，是演戏啊。那个坟他们一早就挖过了，我们过去只是体验盗墓主题的农家乐。你说农家乐，他们就把你给放了。张扬听了陈彦光的故事，扬了扬眉毛问道：被假盗墓的骗就已经很离谱了，多小的概率才能遇上这沈家兄弟啊？他们明明能直接骗的，非要搭上一个盗墓的表演，最后还进去了。而陈彦光这几个指挥人家挖祖坟都没进去蹲2天，就更离谱了。难道是方律师发力了？求求你别笑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个弱智。陈彦光抱着杯咖啡，脸上的表情难受又尴尬。得亏姓沈的不专业，被警察查出来，他们早在半年前就刨过那个坟，他们在里面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才想到用假古董骗人。刚开始还搭一点铜钱卖，我们去的晚，连铜钱都没了，就很粗暴的用网购的东西骗。我们让他们挖的是个假坟，买的又是假古董，全是假的，人家民警都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这个行为。还好我们没造成什么很大的危害，就口头批评教育了一下，写了悔过书，1000字啊，我作文都没写过这么长。陈彦光说了这么多，张扬总结一句话：傻人有傻福。不过像他这么玩，迟早出问题，以后和他打交道得多留几个心眼。行了，故事也听完了，你该说正事了。张扬看了下时间，他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回去准备直播了。这也就是陈彦光主动来工作室楼下找他，不然张扬还真不一定有空赴约。这次是真要请你帮忙了。陈彦光把一张有些眼熟的银行卡递了过来。我吧，其实就想给我岳父整件像样的见面礼，本来想着墓里出来的能独特一点，结果这一出事，我是不敢再去了，只能找你，看能不能帮我买点独一无二的古董。只用独一无二吗？张扬问道。最好是那种有内涵，能显示出我的品味，又能让人看到以后会激动到颤抖的宝贝。御用的最好了，不是的话，高官用的也行。陈彦光兴奋地描述着他梦想中的古董，御用、独特、有内涵，让人颤抖，这样的东西，张扬最近还真有一个。这个怎么样？他把手机递给陈彦光，照片上是前几天直播的时候，一位临海的宝友鉴定过的刀。这是一位宝友私信我，想让我帮忙找找买家。哎，这刀不错呀，可惜都生锈了。这是什么朝代的？明朝的。可以，这刀有什么来历吗？这个是皇宫里用的。张扬解释道。这妖牛，是皇帝的佩刀，还是金刀驸马用的刀？陈彦光做出挥舞刀的动作，嘴巴里还在配音刷刷刷。明朝东厂听说过吧？这东西用来去世的，一刀下去，你就是陈公公了。辟邪剑法听说过没？刺。卧槽！陈彦光感觉当下一凉，咖啡店的空调温度有点低，让他打了个冷战。怎么了？独不独特？你有没有颤抖？陈彦光猛摇头，笑着把手机递了回去。他问张扬：这玩意儿真的会有人收藏吗？这上面都是铁锈，割了不会得破伤风吗？你关注的角度一向可以的。张扬竖了个大拇指。陈彦光的忙，他随手就能帮。把预算发给汪建业，对方马上就能在博物馆那些不展览的馆藏里找价位合适的古董，还是带证的。而促成一笔100万级的交易，张扬能两边赚人情，但就怕甲方要求太高啊。这样啊，陈彦光沉吟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一个点子。你最近还去古董行吗？能不能捡个国宝？你说的国宝是国宝帮的国宝吗？张扬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彦光，这就是自己直播间的榜一吗？在古董行捡国宝都说出来了，合着他直播也白看了。哈哈，当然不是。陈彦光尴尬地笑道。你东西什么时候要？张扬问。明天他就要和汪建业出去收货了，到时候带回来的宝贝可以让榜一大哥先挑，这样有一种好处，可以免除帮陈彦光看东西的麻烦，因为自己捡的漏肯定都是真的。不急，我下个月初9相亲。张扬看了下时间，还有半个多月呢，到时候肯定回来了。那还远得很，我先帮你物色着，攒一起了，让你自己挑。真的吗？那真是救命了。陈彦光兴奋地说道。你是不知道，要是相亲能成的话，联姻以后，只要岳父家不倒，我在集团的地位就不会动摇。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张扬感觉自己长知识了，有钱人的弯弯绕绕真多。相比起来，还是古董更实在一点，年份和材质就写在上面。次日，张扬和汪建业出发了。第一站，阳城天光墟。在去的路上，汪馆长给张扬简单介绍了一下。天光墟是从阳城兴起的一种民间集市，又叫鬼市，一般是清晨或者半夜开门，天亮关门。这种集市本来是旧货市场，后来一些文玩爱好者在天光墟的基础上专门搞了个古玩墟，档次马上就上去了。半夜出去买几条旧裤子和买几幅泼墨山水画比起来，格调还是差了点，价格更是差了一点。汪建业要带张扬去的就是阳城的古玩墟，这里的古玩墟经常换地方，没有内行人帮忙，本地人都找不到。下了车，汪建业一边联系着接头人，一边给张扬解释道。两个人按照接头人给的地址走了大概5分钟，到了一个叫祥日苑的小区门口。咱们今天先在这里住下，明天早上4点，在那边的街道就有古玩墟，你可别睡过了。汪建业笑着说道。不会，我晚上早点睡就行了。张扬看着汪建业手指过的方向，问他，这里出过大货没？这边虽然是老城区，但是最多也就几十年吧，能有什么古董？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汪建业露出一副懂哥的表情。阳城这边玩古董的历史悠久，很多人在乡下看到好东西都会直接收到手里。这里的本地人有楼又有钱啊，买起来不眨眼，卖起来也不心疼。你把这里看成半个粤省的古董集散地就行了。当然，假货也多，很考验眼力。明天早上还有一个我大伯介绍过来的老师傅会咱们一起，到时候你从他预选好的东西里挑就行了。嗨，黄老师！凌晨3点半，远处的街道上陆陆续续有人开始摆摊。这时候，张扬终于见到了汪国生介绍来的黄老师。对方是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提着个布袋子，兜里揣着个保温杯，看起来像是退休的教师。好难见啊，小汪！黄老师笑着走上来和汪建业握手。张扬看两人的热乎劲儿，知道他们起码以前是认识的。黄老师，这位是张扬。汪建业帮忙介绍。你好啊，靓仔。黄老师笑着打了声招呼。黄老师，早上好。我先讲话，你听人听的呀。啊？张扬愣了一下。黄老师问你能不能听懂粤语。汪建业在旁边解释道。黄老师，张扬是00后，没看到过粤语片，听不懂的。不好意思啊，习惯了。那我们今天就讲普通话吧。黄老师语言无缝切换，普通话的发音意外的标准。看出张扬眼中的惊讶，对方笑着解释了一下。黄老师其实是北方人，在申城崛起的时候来到粤省打拼，后来定居在阳城。等下呢，我带你们去找几个老家伙的摊位，他们有点门路。要是看上什么东西，先放在面前，别急着问，免得被拿捏了。全部选好以后再一起问价。黄老师贴心地介绍着天光墟的规则。古玩墟不像一般的天光墟，东西价格都比较高，里面很多卖家是奔着吃一顿管1年来的。像张扬这样的年轻小伙子，要是想买的欲望表现得太强，老板肯定会往高价喊。可以说，黄老师就是汪国生专门请过来给两个人保驾护航的。行，黄老师，等下我选好东西先喊你。汪馆长，东西咱们先买回去再慢慢分，行吧？张扬看着已经逐渐热闹起来的集市，摩拳擦掌地说道。当然行啊，我今天就是来帮你付钱的。汪建业笑着说道。这话让一旁的黄老师微微有些吃惊，他忍不住上下打量了一下张扬，心中有些不解。怎么这两个看起来差了10多岁的人，竟然是这个年轻人为主，汪建业为次吗？难道是个有背景的2代？等下自己这一行人不会变成整个古玩墟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大头吧？看在老朋友汪国生的面子上，黄老师决定先领着张扬两人去找个好说话的摊主，起码能被少宰点。在黄老师和摊主打招呼的时候，张扬已经蹲在了摊位前。天光墟的氛围挺好，没有人维持纪律，但所有摊位2条线整整齐齐，来往的行人也都井然有序。唯一的问题是光线不行。凌晨4点，离天亮还远得很，路灯勉强能照清道路，但摊位上的东西就照顾不到了。多年以前，逛集市的人只能指望摊主的煤油灯来看东西，现在换成了充电宝供电的 LED 灯，人手一个，方便了不少，但还是要贴近一些才能看清楚。在张扬面前，3平米不到的油布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瓷器和雕像。这个摊主卖的比较专一，摊子上什么瓷器都有，抱月瓶、灯笼尊、胆瓶、凤尾尊、葫芦瓶、将军罐、直壶。张扬今非昔比，已经能把实物和资料上的名字对上号了。不过鉴定真假还是得靠物品信息。哎，张扬，这个罗汉像好像有点年头了呀，你来看看。汪建业懂得不多，偶然看到他能理解的好东西，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赶紧凑到张扬跟前嘀咕道。张扬把东西接过来，打着光仔细看了一遍，雕的是个醉罗汉，漆已经掉了差不多了，不过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金色。可以啊，这是黄杨木雕的罗汉像，而且是7金的，有点年头了。张扬小声的在汪建业身边说道。那我问问价。不急，我们先看。张扬摇摇头，示意他稍安勿躁。刚才2个人说话的声音已经引来了摊主和黄老师的注意。张扬看见黄老师刚才在他自己背后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太着急。现代的，还是现代的。嚯，今年刚生产的，估计是批发过来的。张扬把摊上瓷器看了个遍，除了一个清代乾隆时期的民窑青花胆瓶，算是古董，其他东西都可以放在酒店的大堂里做装饰。他把胆瓶拎出来，和罗汉像摆在一起。汪建业摇摇头，示意他也没有新发现。黄老师，我们挑好了。这么快啊？要不再看看？摊主热情地介绍道。这边的钧窑都是我最近刚收上来的哦。哈哈，不用了，他们年轻人哪里看得懂钧窑啊？也就看看青花瓷了。黄老师指着地摊上的东西说道。嘿嘿，也是。摊主晃了晃大脑袋，觉得黄老师说的有道理。来，我看看，你们挑了啥？哎呦，老板，不得了啊！你们这个青花瓶可是正宗的康熙青花瓷啊！摊主一拍大腿，表情夸张地说道。汪建业有些惊讶，眼睛瞟了一眼张扬的方向。这么快就出货了？黄老师也被炸了一下，他也没想过这么快就能找到真东，甚至有了过来看一眼的想法。不过这时候张扬开口了。老板，你这格局小了呀，为什么不能是原青花？张扬敢这么说，心里自然有底。这个青花瓶是和另外3个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现代工艺瓷放在一起的，4个瓷器足底都有相同的油漆痕迹，说明很有可能是一起收上来的。瓷器的原主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是真品，可能觉得一个不够，所以又多买了3个假的凑在一起。张扬认为这个摊主只是炸一下自己。哈哈，原青花，那我不得卖你们上亿啊！摊主眼珠一转，笑着说道：3000怎么样？这可是康熙瓷器的跳楼价了。2500吧，万一是乾隆呢？黄老师助攻了一下。哈哈哈，我看行。摊主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再看看这个雕像。摊主拿起汪建业选好的雕像看了看，说：坏了，这是我老头子准备摆在家里供奉的，应该是出门的时候拿错了。不过你们要是诚心想要的话，这个数吧。摊主伸出5根手指。5000？黄老师问道。不，50万。50万确实有点高了，都是熟人，您给个心理价吧。黄老师扫了一眼罗汉雕像，知道那是清代罗汉常见的造型。他和摊主全是半个熟人，对方还是一上来就给出50万的报价，说明东西有很大概率是真的，就看溢价多少了。实话实说啊，这是清3代时期的黄杨木雕，请人家专家鉴定过的东西，也真是我爹要用的。但是他老喜欢在这些佛像面前点香啊、蜡烛什么的，我老婆又贼讨厌那种味道，结果就是我天天挨骂。摊主说这话的时候，张扬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这大个已经秃顶了，可能是40岁的中年人，或者30岁的下岗程序员，不管哪种，故事听起来都很真。你们要真想要的话，看在黄哥的面子上，一口价8万块，少1分都不行。那个瓶子的钱，要不就抹了。黄老师指着张扬挑出来的青花瓶说道。摊主嘶了一声，沉默了5秒，咬咬牙，行，抹了，请这尊罗汉像送正宗康熙青花瓷瓶，怎么样？黄老师回过头问想买这个雕像的2人组。汪建业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张扬，张扬则在低头看手机。施天章，黄杨木雕18罗汉山子，成交价118万。他又看了一眼木雕上浮动的信息，详细信息：雍正御用雕刻师施天章的作品，工艺精湛，曾经为皇室专用。那座罗汉山的雕像上一共18个罗汉，卖了118万，相当于上面每一个小罗汉都价值6万5。现在单独一个大罗汉的雕像只要8万，岂不是赚疯了？不过张扬没有露出一点笑容。这些摊主在古玩墟见过成千上万的买家，说是阅人无数也不为过，他可不想被读出来。在汪建业伸过头想看他在看什么的时候，张扬开口了：我上网查了一下，清中代的黄杨木罗汉雕8万的价格有点虚，你是不是没有搜7金2个字？摊主信誓旦旦地说道。我看看，好像确实没有。张扬看着佳士得17世纪黄杨木7金罗汉坐像，成交价2520欧的新闻，一脸认真点点头。7金的要溢价8万已经是市场价了。摊主一副你占便宜了的表情。真的，你们多想想。张扬点点头，假装提意见似的跟汪建业说，我觉得行，还能省下这个瓶子的钱。这让摊主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就刚才几个人的动作和表情，你看我
我看你的，他要是看不出来张扬才是3个人里能拍板的人，那他一把年纪就活到狗身上了。他心想，别装了，赶紧掏钱吧。汪建业犹豫了一下，好像有话说，最后还是忍住了，按照他之前说的，乖乖做了那个买单的人。要我帮忙包起来吗？不用了，给我2张废报纸吧，我们自己包。黄老师从手上的布袋子里取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盒子和袋子，他是懂行的，所以知道让商家帮忙打包，那就是给人家调包的机会，哪怕是熟人也不要考验人性。万一人家真准备了同款假货，给你调了包，等你发现的时候，天早就亮了，到时候古玩墟关门，只能认栽。这都是黄老师写的教训啊！把东西打包好，离开这个摊位后，汪建业终于忍不住了，问张扬：“这木雕没亏吧？”“亏不了，你放100个心。”“那你这青花瓶具体是什么朝代的？”“应该是乾隆的民窑吧？回去你让汪大师再仔细看看。”张扬抱着装有罗汉像的盒子说道：“价值可能上百万的木雕抱在怀里，谁还有心情管那万把块的民窑青花啊？”说实话，张扬觉得今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枉他早上3点钟就起床洗漱。不过来都来了，还是要继续逛逛。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张扬又从其他摊子上搜罗了一些清中晚期的瓶瓶罐罐，交到了汪建业手里。他还是抱着那个罗汉像。我们能不能雇个跑腿的啊？汪建业感觉自己要搬不动了。他已经看出来了，张扬怀里抱的那个罗汉像价值可能很高，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不好开口让张扬帮忙，万一人家那一件顶自己这一堆呢？来了来了，推车来了。还是黄老师清楚熟路，搞了辆小推车。呼，汪建业卸下包袱后长舒一口气，他感觉自己满血复活，马上问黄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摊位没去的。一路走来，除了玉石的摊位他们完全没涉足过，其他的3人组都已经挑着看过了。黄老师想了想，回答说还有些青铜器，你们要不要看看？青铜器？行啊。汪建业点点头，一脸兴奋。张扬转过头狐疑地看了眼黄老师，老师，就是有真的，咱们也不敢买吧？他们3个可是以正经人的身份来的，没有蒙面，也没有搞假身份。这满大街的摄像头说他们实名制逛街也不过分。但青铜器这种东西很特殊，就算不是最近70年出土的，也很容易被认为是文物。国内能私下买卖的，要么是能证明来源的赎坑，要么是海外回流。但这2种造假率接近 99.99%， 平时遇到真的，有很大概率是深坑，也就是墓里出来的，那可太有盼头了。这个张扬你倒不用怕，要是真的，我们自然有办法规避风险。汪建业颇为自信地说道。他这一开口，张扬才想起来自己身边还站着个博物馆馆长呢。失敬失敬，反正这趟主要是帮汪家的忙，青铜器也不可能留在自己手上，张扬也就点头应允。那就去看看吧，我也是第一次线下接触青铜器，还挺期待的。在黄老师的带领下，3个人兜兜转转，从人口集中的街道往阴影里一钻，拐进了一个巷子。巷子口有人把守，不过黄老师上去用粤语交谈了几句，对方就放行了，甚至答应帮汪建业保管小推车。不过被汪建业谢绝了，这是他的活儿，别人不能抢。在巷子里又走了有7、8米，眼前豁然开朗。在一栋栋粤省独有的握手楼中间，竟然有个小院子，比外面的街道还要宽敞热闹。随处可见的青铜器，大大的五羊方尊，比张扬胳膊还粗还长的象牙，处处暗示着这个地方的不平凡。这要全是真的，5000年刑期估计都不够这些人分的。这个木雕是我打算请你们帮忙卖的，帮我保管一下。张扬果断把罗汉像交给汪建业，兴奋地转向青铜器的海洋。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很行的东西？张扬看着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心里暗暗想到，来这里肯定不是为了捡漏。如果只是抱着捡漏赚钱的想法，他刚才根本就不用进巷子。因为无论是真品的数量还是漏的价值，眼前这些满是绿锈的物件都算不上高。青铜器国内不让买卖，但是国外允许啊，人家连绞死自己的绳子都卖，文物算个啥？张扬在网上看过前几年海外的拍卖价格，就纣王喝酒的那种爵，便宜的也就10多万，带铭文的话价格翻个2到3倍。号称重器的青铜鼎即使品相完好，如果没有太多铭文的话，也就是200万出头的样子。东西的价值和刑期完全不对等。不过张扬现在想要的只是那种亲手找出真青铜器的感觉。钱，那个罗汉像已经挣够今天的出场费了。黄老师，咱们是一起看还是单独行动？张扬当然想自己单干，免得让身边这2个人发现自己的不正常。不过他在开始前还是问了下黄老师，以防这里有什么不成文的规矩。这一问还真有注意事项。黄老师从布袋子里掏出一双白手套，递了过来。这个你拿着，有些青铜器是染色的，可能带毒，就算没毒性，
也有可能是粪水泡过的，还是注意点好。老江湖就是老江湖，确实有东西。那个布袋子跟百宝袋似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张扬道了声谢，把手套接过来戴上，直接就奔着最近的那个摊位走了过去。汪建业和黄老师留在原地没动。在张扬研究摊位上的青铜器的时候，这两人聊了起来。这个张扬究竟是什么来历？你大伯跟我说，算是他半个亲传弟子。什么时候收的？我怎么不知道？黄老师好奇地问道。黄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也不知道。汪建业笑着摇了摇头。你大伯就没暗示你两句？这个确实有。汪建业点点头。大伯跟我说，在古董鉴定这一方面，我估计这辈子都没机会追上张扬了。和张扬搞好关系，能少走很多弯路。这么奇怪吗？黄老师听到汪建业的话，落在张扬身上的眼神逐渐锋利起来。张扬找上的第一个摊主是戴着个乌黑色的毡帽，裹着件破旧外套的中年人，有点像犀利哥，看上去就很有故事。靓仔，想买啥？摊主开口问道，竟然是正宗的东北口音。随便看看。张扬随口敷衍了一句，目光已经在摊位上扫视起来。这个摊位摆的都是些小器件，最大的也不过是个和砂锅差不多大的青铜鼎。看到张扬的白手套，摊主啧了一声：“你这手套专业啊，要不上手看看？”说着，他直接单手提起那个最大的鼎，就要递给张扬。“不用了，不用了。”张扬连忙摆手：“这种东西怪重的，拿起来费劲。更何况一个前年出厂的富阳造的破青铜鼎，能看出来什么花来？”虽然张扬拒绝了，但是摊主并没有马上把鼎放下来，反倒是眉头先微微皱了起来。没道理啊，难道这小子看出来是假的了？张扬进来的时候带着两个跟班的情形，早就落在了门口这几个摊主的眼里。加上他年轻的长相，马上被认定为来送钱的富二代。这样的人凭什么对这么真的青铜鼎不动心呢？摊主很奇怪，他手里拿的可不是普通的赝品，是高档的插帮货。在塑的老铜器上贴了旧的不铜片，不扫 X 光，正常肉眼根本看不出来造假。兄弟，这个鼎是熟坑的，保真，有证书的。摊主再次尝试把东西递给张扬，这次张扬接了下来，但是看都没看，直接放回了他本来的地方。老哥，看不出来，你还挺倔强的。张扬笑着说道。他随手拿起摊上一只造型独特的青铜异兽，仔细一看，3年前生产的，底下还刻了个公元前7年，这已经脱离造假的范畴了，算是抽象艺术。接下来的几分钟，摊位前人来人往，张扬愣是在摊主意味不明的目光中，把摊子上摆出来的青铜器看了个遍。年份最久的和张扬自己同岁，20年前刚刚出厂，不愧是真品率高达1/1000的青铜器啊！老哥，还有多的没？你这东西才几十件，我看起来不过瘾啊！张扬意犹未尽地说道。不过他的话落在摊主耳朵里，就等于你这都是假的，有没有真的？假古董贩子也是有自尊的，他直接摆手：没了没了，你看不上的话就去别人家看。行吧，我还是第一次见赶客人的。张扬站起身，跺了跺脚，蹲的腿都有点麻了。这一站起来，刚好看到在摊主背后还有一个小竹筐，里面垫着条编织袋，装着不少青铜器的残片。青铜器残片也是有价值的，只要上面有铭文。不过张扬不着急，而是暗暗记在了心里。花了1个多小时，他终于在找到了真东西。短短一截青铜剑的残片，应该是剑脊的位置。但那个摊主只有1件东西，说是从收废品的人那里买来的，再多信息人家就不肯给了。可惜了，这要是一整把剑，今天就圆满了。张扬反复把玩着手里的残片，当他走到汪建业面前，准备先把东西交出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怎么了？张扬？汪建业问道。没事，这个东西你们先拿着。张扬把残片塞到汪建业手里，转身向着最开始的那位摊主走去。老哥，他走到跟前，笑嘻嘻地说道。摊主头也没抬，回答说：青铜鼎88万8，包开证书。我要看那些残片。张扬在对方说完后，直接说明来意。摊主抬起头，看到是张扬，愣了一下，随即冷冷地说道：你看了又不买，有什么好看的？说着努嘴，指了指他放在摊子上的手机。张扬瞄了一眼，发现上面的聊天群里好多人都在说，那个只摸不买的人去老方摊子上了。这种人是不是有什么恋物癖啊？我第一件摊子上每个东西都要看一遍，却连价都不问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便衣警察？那个人的2个跟班就堵在巷子口，可能是怕我们逃出去。条子，我乌鸦哥难道会怕他们？谁说我光看不买的？这绝对是造谣。我刚才还买了块青铜剑的碎片，花了89块钱。不信你看我的付款记录。张扬做事要掏出手机，
维护自己的清白。行了行了，我不看，你又不是在我这花的钱。摊主摆摆手，转过身，把那一竹筐青铜器碎片搬到了张扬面前。300块一片，不能还价。看，这么多碎片，不少路过的买家也被吸引了过来。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上手，就被一双白手套给拦住了。别坏规矩啊，先到先得，我看完了，你们再看。张扬沉声说道。这边基本都是假货，这群人上当受骗是真的积极。那你搞快点。旁边一个中年人嘟囔道。知道了，知道了。张扬点点头，马上开始鉴定。仿的、假的、现代的、去年的，哪怕是已经很便宜的青铜器碎片，依然是假的居多。古董市场突出一个，只要你愿意买，我就肯定有假货等着你。张扬在挨个看的时候，旁边蹲了个2个大爷，就盯着他手里的，和他一起看，边看还边指点江山。小伙子，你这么快能看清吗？你这也太快了，刚才那几个感觉都不太对。哎，这个兽面纹的你别丢啊，这可是正经商周时期的饕餮纹。饕餮纹？张扬溅起来看了一眼，确实是，但是生产日期是2019年。你不要给我呀！右边的大爷说道。张扬想都没想，把东西递给了他，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嘿嘿，谢谢啊。大爷还很讲礼貌。不客气。张扬应了一声，回过头继续看筐里的东西。看到右边的大爷亏了300块钱，拿着块饕餮纹的青铜顶残片乐呵呵的走了。张扬左边的大爷有点绷不住。你这个不行啊，锈色一看就是假的，赶紧看下一个。下一个。张扬摇了摇头。就这个了。名称：青铜簋，丁义3升残片，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公元前981年。详细信息：西周时期兽面纹吸手簋的残片，上面有残缺的铭文，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张扬看了看手里的东西，应该是青铜簋口部的碎片。按照口沿的弧度看的话，整个器物应该也就比桶装泡面的碗稍微大上那么一圈。簋是古代士大夫用来装主食的餐具，这么看的话有点小。怎么了，小伙子？你不会觉得这东西是真的吧？左边的大爷还在指导。你看这绿锈一点都不均匀，浮在东西表面，很明显是新仿的。大爷，过分了呀，我这都是老东西，哪来的新仿的？摊主不开心的对了一句。大爷没理他，继续跟张扬说。小伙子，看快点儿，都5点多了，等会儿天都要亮了。行。张扬点点头。老板，这个算我要了，帮我把东西包起来。摊主见状，从马扎底下扯出个红色塑料袋递给张扬。给，自己装吧。扫码还是现金？别急，还没完呢。张扬继续翻找，不多时又找到了一件真东西。青铜簋残片，公元前981年。这要巧，同一年的。张扬把刚才那片拿出来，放在一起比较，除了锈色差不多，其他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联系。刚才那个残片上面有兽面纹、半截铭文，这个则是两面都光溜溜的，没有任何花纹。你现在拿的这个倒是像真的，像青铜器的腹部。大爷又开始锐评了。张扬没搭理他，把2片都放进袋子里，继续找。如果还有公元前981年的东西，那就算不是同一件青铜器，也来自同一个墓。果然，在这筐碎片的最底下，他找到了第3块碎片。这次的碎片是簋的把手部位，上面的兽面纹和第一片有点像了。张扬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想法，现在已经不是捡不捡漏的问题，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带铭文的青铜簋。以现在的文物修复技术，只要找到全部的碎片，就肯定能完整的修复出来。你选了几块了？看到张扬好像愣住了，摊主问道。一共3块。张扬没有急着问下落，而是付了钱，把东西带到了2个同伴面前。确定来自同一个青铜簋吗？汪建业和黄老师都对张扬的说法保持怀疑。在这里搜罗到3个真的青铜器碎片不算什么，但是3块碎片同源，那就有点稀奇了。我有80%的把握，他们来自同一个青铜器或者同一个墓。张扬给了一个很稳健的意见。黄老师把碎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一会，摇摇头苦笑道：这种我也看不明白，不过要是真来自同一个器物，那很有可能是盗墓贼不小心砸碎了，直接卖给这些商贩的。我也这样觉得。张扬点点头，现在和几十年前不一样，应该没有人会把青铜器当废铜卖了。如果是几十年前砸碎的，一起流传到同一个筐子里的概率又实在太小，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不小心弄碎了，又不敢送去修复。这样，你们去盯着那个摊主，我联系下阳城这边的文物保护部门。黄老师说，不过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派人过来。平常古玩墟开张的时候，都会有博物馆的人过来晃悠，看有没有遗落在外面的国宝。不报警吗？张扬反问道。在直播间和警察打交道多了以后，
张大师觉得事情交给文物警察还是很靠谱的。报警的话，我怕……黄老师看了看张扬身后的人流，这地方以后估计就没了。2年前这里也卖过墓里出来的东西，当时东西被来这儿的老专家看到，5000块买走，现在存放在羊城博物馆，已经上了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单。黄老师的意思是，这个小院子算是灰色地带，盗墓贼的东西在这儿卖，起码有迹可循。张扬不是很赞同这样的观点，但黄老师的话提醒了他，以前这里有博物馆的专家来过，自己身边不是有个博物馆的馆长吗？张扬转过身看向汪建业，脸上露出微笑。汪馆长突然打了个冷战。我是海陵博物馆的馆长汪建业。在张扬的撺掇下，汪馆长被迫营业。主要还是某人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你现在不表明身份，等下羊城哪个博物馆的专家过来，把整件事接手过去，这青铜鬼可就是别人的了。汪建业想了想，好有道理。于是他就成了这个院子里第一个实名的买家。你这临海的馆长也管不到羊城吧？摊主看着汪建业的名片说道。小问题当然管不到，不过你这是大问题。什么问题？你看这个。张扬展示了一张青铜鬼的图片。刚才我拿的那3个碎片是同一个器物上的，就是这个东西。那又怎么样？摊主皱着眉问道。这个东西叫鬼，和鼎一样，在古代属于礼器。张扬耐心地解释道。一言9鼎知道吧？古代的天子用9个鼎，但是才用8个鬼。这东西很可能是哪个古代诸侯王甚至皇帝的墓里出来的。你说是吧？盗墓贼。张扬压低着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卧槽！摊主被张扬一击，几乎跳了起来，不过马上讪讪地坐下，小声说：你可别瞎说，我可不是那啥，我就是个生意人。张扬心说，大哥，你这演技也太假了。这想反驳又有点慌张的样子，就算自己没挖过，估计也认识盗斗的亲戚朋友啥的。不过这不是张扬现在关注的重点，我们只关注文物，别的不管。他开口追问，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碎片是从哪儿来的了吧？汪建业的名片和工作照还是很唬人的，摊主没有隐瞒，选择实话实说，都是集团的东西。集团？哪个集团？还有哪个集团？就河东集团啊。摊主悄悄和张扬说，我劝你们别问了，你们临海的手伸不到阳城，这种事我只能说懂的都懂，你懂我的意思吧？张扬敷衍的点点头，赶紧上网搜了一下，粤省叫河东集团的公司有很多，但是和古董沾边的一个都没有。还是摊主热心肠，帮他把公司指了出来。河东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产品是文具、玩具和工业品。看摊主讳莫如深的样子，搞不好这公司真是个黑白通吃的地头蛇。不过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张扬继续问道，除了你，他们这些也是从集团进的货吗？假货都是，但是像这样的真品，摊主指了指他面前的青铜鼎，这种就不是。好的，哥，那有没有和你进同一批货的？就那些青铜器碎片。张扬觉得剩下的碎片可能一起卖出来了。有啊。摊主站起身，正想给张扬2人指明方向，突然一个穿着黑背心花短裤的中年男人跑了过来。他很急地走到摊主身边，耳语了2句。摊主点点头，竖了4根手指头，嘟囔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接着又指了指张扬，手指头改成3根。什么意思啊？张扬很警觉地问道。不过对面2个人没理他，摊主很快匆匆忙忙地走了。剩下那个穿着背心的中年人走过来，主动和张扬打招呼。朋友，今天收获怎么样？不怎么样。张扬面无表情地答道。现在好东西确实少啊。对方点点头，从兜里摸出包烟，递给张扬和汪建业。见2人不抽烟，他自己掏了根点上了。2位兄弟，有件事说出来怪难为情的。我吧，卖了一筐青铜器的碎片给老方，就是刚才坐这里的那个人。刚才我突然发现我拿错筐子了。这些啊，是已经预定好给别人大老板的。张扬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人估计就是河东集团的。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黄老师的方向，发现他正领着3个生面孔从他们来时的那条巷子走了出来。3个人，一个老人，2个小伙，和张扬他们队伍的人员配置差不多。我都收了人定金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能不能高抬贵手，帮个忙，把那3块碎片退给我。你们是300块买的，3块我给你们1000，100块当请2位喝茶了，行不行？黑背心男子客气地问道。张扬后退了一步，和这人拉开安全距离后回答道：100块，打发叫花子呢？你看看我们像是缺100块的人吗？那您说个价。对方陪笑着说道，看上去很客气，不过用手碾碎烟头的动作说明他显然不是善茬。张扬倒是不慌，因为黄老师一行人已经到身边了。6对1，优势在我。
他笑着说：“要我说价格的话，300万零900吧。”黑背心男子收起笑容，盯着张扬问道：“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没啥意思，300万是一个带明文的青铜轨的价格，900是你们要退给我的。”张扬笑了笑，指着这人，转头对黄老师说道：“东西就是从他这里流出来的。”黑背心男子越发疑惑。黄老师带来的人反应很快，2个年轻小伙马上就走了上去，其中一个从兜里掏出证件：“你好，我们是阳城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的工作人员，麻烦配合一下。”听到这话，张扬疑惑地看向身边的2位老人：“黄老师，你不是说不好报警的吗？”他本来还脑补了一下追逐的戏码，结果来的援兵直接掏证件了。哈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阳城市博物馆的钟少，钟老师，他和汪大师算是师兄弟。当天下午，在阳城市博物馆，钟老师的工作室里，张扬第一次用手机开直播。张大师又搬家了，最近日子不好过呀，国家开始严打了。快看背景后面那一排排的青铜器，太行了，这又是把哪个诸侯王的墓搬空了呀？兄弟们，别误会，我没搬家呀，也没搬诸侯王的家。张扬把镜头分了一半给钟老师。今天咱们到了阳城博物馆，请钟老师带大家看一下专家是怎么修复文物的。说着，他调转镜头，展示了面前的工作台，上面摆着大大小小一共37块青铜轨的碎片，全部都是上午从那个黑背心男子的家里搜出来的。那人自己是个古董店的老板，私下里既帮河东集团卖假货，又帮倒斗的出货，文物犯罪这一块 buff 几乎叠满了，都不用审，主动就撂了。这东西是盗墓的时候挖碎了吗？我在故宫修文物，主播帮忙问一下老师，钧窑能修吗？钟老师，钧窑能修吗？张扬请教着身边的专业人士，造假、倒斗，他都有知识储备了，文物修复还是第一次见。能啊，现在的技术手段，给些碎瓷片都能把整个器物复原出来。慈眉善目的钟老乐呵呵地说道。刚才那个提问的兄弟听到了吧？张扬回应着刚才的弹幕，这一回应不要紧，整个直播间的弹幕都嗨起来了。我信了主播的话，已经把家里的瓷器全摔碎了。主播，脑子坏了能修吗？瓷器只剩一个胎能修吗？孟姜女哭倒的长城能修吗？我盗完秦始皇陵，老师能帮忙把木门修回去吗？去，别瞎起哄。张扬知道弹幕又要跑偏了，赶紧把话题拉回正轨。老师，我这边已经 OK 了。好，那咱们开始。钟老师点点头。作为阳城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他面对过各种各样的镜头，但直播还是第一次。不过他实在太熟练了，在处理青铜器碎片的时候，还有空和大家讲解。青铜器修复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碎片按照器物的形状依次排序整理好。这是腹部，这是把手，这是口沿，然后就是清洁和去锈了。要把这些裂开的茶口上面的泥土和铜锈给它去掉，泥巴呢，用蒸馏水清洗一下就好了。钟老师拿起白色的喷壶，把水轻轻喷在断裂的茶口上，等泥水流出来以后，先用无尘布擦拭，再用热风枪吹干。铜锈就比较麻烦了，好在这个器物破裂的时间估计也就2-3年，裂开的地方锈不重。这是个细活儿，急不得。这次钟老师将手里的工具换成了一把带柄的小刀，一点一点修理着碎片的边缘。哇，好解压呀，感觉像修驴蹄一样。张大师都不说话了，你们没发现吗？他看得好认真。你们没听到老师说东西刚打碎不久，张大师估计已经慌了。如果是有些生锈很严重的碎片，就还要用到这个，这是专门的除锈溶液。钟老师拿过来一个小烧杯，指着里面带着点淡白色的液体说道：青铜器修复是慢工出细活，不过为了配合张扬直播，钟老就只挑了几块碎片演示一下。除完锈就是焊接了，焊锡应该不少朋友都接触过吧？我也是工作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用胶水粘。老师应该有70岁了吧？我现在就在电子厂帮忙维修电路板，等我老了也能去修青铜器啊。前面的别做梦了，现场来了。确实老了，手不是很稳。钟老师笑着说道。不过在张扬看来，老人家有点太谦虚了，一点失误都没有，焊得严丝合缝。好了，焊完以后，如果还有哪里缺的，就要想办法补了。以前我们都是请老手艺人帮忙做缺的碎片，现在好像可以3D 打印了。如果是这种厚配的东西啊，那还要做色，比较麻烦。不过我手头这个器物碎片是齐的，任务会轻松点。懂了，这就用3D 打印造一个后母屋顶。我就是干3D 打印的，怎么接不到这种生意啊？好了，兄弟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看钟大师修了1个多小时，张扬感觉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了宁静。不过汪建业帮忙找的临时化妆师不太行，手艺远不如高姐。张扬现在感觉脸上画的皱纹有点不舒服，他想赶紧去洗了。
不鉴宝吗？主播是不是忘了，倒斗是副业，鉴宝才是正经工作啊！今天就不鉴宝了，兄弟们，排队的兄弟不用取消，等我回去了，优先给你们鉴定，别申请连麦了，这样我没法关播呀。张扬一顿保证，直播间的观众才放过他，没有再往外谈连麦申请。关掉直播，他赶紧给钟老师道谢，今天麻烦老师了。不用客气，你这种直播的形式很好。钟老师笑着说道，他和汪大师一样，对张扬的直播评价很高，不过理由略有不同。汪大师当初是说张扬这是种宣传文物保护知识的渠道，很有意义。但是钟老师在看了张大师鉴宝的视频集锦后，却觉得张扬直播干的最棒的事是正面打破了国宝帮成员的幻想。国宝帮的人自己抱着假货混圈子也就算了，还非得出来逼着其他人认同。我每次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公益鉴宝啊，都会被他们把血压给气上来。下周又有这样的活动，遭罪啊！在钟老师一脸无奈的和张扬交换鉴宝心得的时候，远在1800公里外华北平原的某座一线城市，邱俊春正满面春风。邱大师前几天刚收到了小破站的宝友打来的尾款，他的捡漏的视频发布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人主动找上门要买视频里的宝贝。3000块的景地镇高仿货卖了13万。现在他正打算开着新买的凯迪拉克去车友群里介绍的洗脚城好好放松一下。他刚绑好安全带，车还没启动呢，手机突然亮了，群里有人发消息，河东集团华北总代理全体成员晚上7点钟，所有3级以上的代理请参加集团会议，董事长会到场，缺席的后果自负。河东集团华北总代理点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靠，晚上7点还开会，不下班的吗？邱俊春骂归骂，身体还是很诚实，马上调转车头回家准备开会。晚上7点，河东集团全国高级代理大会准时开始。会议的主画面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竖着大背头，坐在写着人人有国宝的大红横幅前，冲大家打了个招呼。大家晚上好，我是程宗义。这个姓程的男人面前放着块董事长的席位牌，自然就是河东集团的现任董事长了。程宗义一脸惋惜地告诉与会者，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华南地区羊城事业部下属的越秀区总代理昨天落网了。同事们，现在情况很严峻啊。砰！在程宗义讲话的时候，邱俊春刚好打开了手里的香槟，但他忘记关麦了，结果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听到了这喜庆的声音。哪个傻逼这么急开香槟啊？华南地区的总代理先绷不住了。嗨嗨！程宗义假装咳嗽了2声，大家不发言的话，把麦先关一下。就算谁和那个同事私下有恩怨，开会的时候还是不要急着开香槟，他毕竟为集团出过力。好了，咱们现在进入正题，小赵，你把 PPT 放一下。邱俊春慌慌张张地闭了麦，看向电脑屏幕，那画面相当震撼。PPT 上是一排排的照片，照片的风格很统一，每个人都是站在警察局的身高尺前拍的照。这些人就是我们集团这2年来不幸落网的全部员工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失去了斗志，也算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还有的人估计出不来了。董事长，打扰一下。邱俊春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已经放出来了，而且我不是因为卖国宝进去的。是吗？你是哪位？程宗义问道。第3排第13个。邱俊春顺着这人说的地方看去，哦，原来是李老七啊。他确实进去过，不过是因为寻衅滋事，而不是诈骗。好的，赵秘书下去以后核实一下情况，可能我们爬数据的程序有点问题。咱们继续聊落网，是当前的形势有多严峻的话题。PPT 展示到下一页，上面是集团最近的销售数据地图，有些地方红点很密集，但是大部分地方都很稀疏。大家也看得出来，现在生意难做呀。程董事长感慨道。首先是华中地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基本被排挤出主流市场了。京城市那些造青铜器的已经把蛋糕瓜分完了，集团货在那边有点卖不动。我们卖的和氏璧没有他们的越王沟渐渐有市场。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临海附近这一块，形势还不错。据说那边现在每周要缴获几千套咱们的集团3件套，说明销量很喜人啊。程董事长拍了拍手，一丝一丝的鼓了下掌，接着马上叹了一口气。最差的就是华南地区了，尤其是阳城附近，这里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重要阵地，毕竟我们的工厂就在那边，但是目前被打击的已经只剩下30多名高级代理了。形势不妙啊，兄弟们，大家要努力，积极为集团的发展献言献策。听见这种话，邱俊春心里切了一声，他对程董事长的说法不屑一顾，一口一个兄弟，你倒是把路虎给我开开啊！要不是脱离了集团，李老七这些人不愿意单独供货，他邱大师早就独立出来了。邱俊春正想着，反正这会议好像不关他的事，
要不要继续晚上原来的安排。突然，他就被点名了。集团研究发现，销售的风险其实是可以依靠网络渠道来规避的。程董事长开始步入会议的主题。李老七，我记得你就是在网上直播带货的吧？你来讲讲你的经验。董事长，你记错了，邱大师才是走这个渠道的。李老七开麦回答道。是吗？邱俊春在吗？老板，他在的，刚才开香槟的就是他。秘书在旁边说道。哦，这么开心啊，那你来介绍一下你通过网络渠道带货的经验吧。好的，董事长。邱俊春连忙答道。好你个李老七！邱大师咬了咬牙，把手里的车钥匙放了下来，迅速的调整好心情，开口说道。董事长好，各位同事下午好，我是华北地区的高级代理，我姓邱，我平时是做精品古董生意的，和大家大部分人干的活儿可能不太一样。没事，触类旁通吗？程宗印笑着说道。董事长说的对，其实我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买流量加上找托儿。现在的视频平台不景气，所以流量比以前便宜了很多。买点赞，买投币，买播放量，平台就会按照算法把我的视频推给潜在客户。找托儿就更简单了，现在很多网红鉴定师都是给钱就能开证书，他们甚至连实物都不看，反正看错了也可以说看走眼或者调包，因此价格也就很好谈。我主打就是一个愿者上钩，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邱俊春想了想，确实没别的了，他的最大本钱其实是入行早，有粉丝基础，但这个没法教。哈哈，邱大师说的有点简略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在右边的聊天框打字提问就可以了。如果被客人发现是假的，要求退货怎么办？退货要么有发票，要么有合同。处理这种情况，咱们要提前把协议签好。邱俊春举了个例子，现在的人为了10几块钱连发票都能不要，只要他相信能捡漏个几万块，让他签个免责协议很简单。甚至大部分的人根本就想不到签合同，只要看到东西和证书，尾款就打过来了。要是被鉴宝主播直播鉴定卖的是假货呢？这问题怎么这么熟悉？邱俊春有些疑惑，他看了一下发言的人的 ID， 果然又是李老七。这货真是不死心啊，看来上次我说的话他完全没听进去。程宗印也看到了李老七的话，他疑惑地问道，现在鉴宝主播会影响我们集团卖货吗？有的，董事长。华南地区的代理肖展打字回答。我这边的一个业务员在外面摆摊的时候，就碰上有人拿他的东西找主播鉴定，最后鉴定是假的，要不是他跑得快，也要落网了。操！现在鉴宝主播这么猖狂，程宗印有点生气了，他直接吩咐手底下的人下去统计一下是哪些主播喜欢搞事情的，找合作伙伴那边借几个爆破手，把他们的直播间给我爆破了。3天后中午，临海阳明工作室，我们工作室就在这里，这一层楼目前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洗手间的话在走廊的左手边，洗碗的茶水间就在隔壁。张扬带着一个比他矮了半个头的姑娘，边介绍边走进了工作室的大门。高姐看到有人进门，眼睛从手机屏幕上离开了半秒钟，瞥了一眼，发现是张扬带着个女孩子进来，她马上把打到一半的王者退了，起身迎接。张总，这是你妹妹？这是我学妹唐启韵。张扬介绍道，她是新来的视频剪辑师。唐启韵容貌清秀，像天外飞仙时期的林依晨，白净的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穿着印有哆啦 A 梦的卡通体恤，背着个浅灰色的书包，一看就知道年纪不大。小唐，这位是负责化妆和行政的高姐。高姐你好。你好，小唐，欢迎加入躺平工作室。高姐笑眯眯的和唐启韵握手。姐，我最后重申一遍，我们是阳明工作室，不是躺平，你不要带坏新人啊。张扬纠正道。目前他一天只直播3个小时，这是他感觉最舒服的时长，所以工作室的上班时间是中午12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高姐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好日子，上了1周班就宣布她自己是铁血躺平党了。听到张老板的话，高姐连忙点头。小唐，你刚来，记住，老板说啥都是对的。来，我先给你介绍下基本情况，带新人熟悉环境，这样的事高姐不会让给任何人。这个曲面屏的电脑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显卡是4060，应该够用吧？我就坐你旁边，不过我只有打游戏的时候才坐这儿，一般都在化妆间服侍张老板化妆。对面那个角落的工位是导播徐杰的，他是个2次元。说起2次元，你打王者吗？我是星耀3。对了，徐杰呢？经过高姐提醒，张扬才想起来，都这个点了，导播竟然没在座位上待命，不会自己几天不在公司，员工连班都忘记上了吧？估计在直播间里玩原魔吧，这小子怕我打扰到他。高姐一脸不开心的说道，同时和旁边的唐启韵小声嘀咕。
这个徐杰脾气不稳定，如果你看到他像吃了炸药一样，那说明他抽卡炸了，这时候你就要离他远一点。高姐，你又造谣，我明明就是在调试机器。徐杰急匆匆地从直播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张扬和唐启运，他先是一愣，旋即笑道：终于来新成员了，小姐姐这么年轻，玩元魔还是王者？我很少打游戏。唐启运摇摇头，哇，那太可惜了。高姐和徐杰难得意见达成一致，在这里你不培养一点爱好的话，会很无聊的。高姐一脸惋惜地说道。好了好了，准备工作了，还有40分钟。张扬作为发工资的人，还是有点威信的，2个老员工被他赶去各自的岗位。小唐，去你的工位，我和你交代下具体的工作。没有墨迹，张扬花了10分钟给唐启运把任务分配清楚。目前这个小姑娘的主要工作是在张扬每天的直播录像里挑选那些有看头的片段，剪成3到5分钟的短视频，配上文字和音乐后上传到抖音。这任务很急，后台粉丝的催更消息已经99加了。次一级的任务是要把每天3个小时的直播录像删减掉里面没看点的部分，上传到小破站。总的工作强度其实不算高，但是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只有张扬外出不直播的时候才能放假。因此刚开始遇到的一些面试者一听说不能保证双休，聊了2句就跑了。后来张扬在岗位简介里标注了这一点，结果干脆没人投简历了，最后只招到这个有点内向但剪辑技术还行的学妹。至于为啥大一跑出来兼职，唐启玉没细说，他只是保证绝对不会让学习耽误工作，反正有3个月的试用期，这个问题张扬倒也不担心。你先等一会儿，高姐化完妆会带你签合同。张扬安排好这一切后，赶紧往化妆间赶。从粤省回来的第一次直播，迟到可就不美了。失踪人口回归，主播终于回来了，欢迎回家，谢谢大家。张扬乐呵呵的和直播间的观众打招呼，兄弟们是在这里住下了吗？咋变成你们欢迎我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的错，下次尽量不请这么久的假。看着满屏质问他的弹幕，张扬尴尬的做出保证。鉴宝之前，先和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有了个排队的系统，这就不得不说到我的初心了。我来抖音鉴宝，只干3件事：公平、公平，还是 TMD 公平。这个排队就是为了公平，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有谁不懂吗？主播快别逼逼了，赶紧鉴宝吧。是啊，这又让你水了5分钟，我都排到250号了，这个月还能到我播？行行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1号宝友，大帅哥不是我。喂，终于到我了吗？评委老师，说话的男人声音有点沙哑。这里是鉴宝直播间，不是好声音的海选现场，我就是来鉴宝的呀。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说话间，视频里出现一个蓝色底釉、白色连纹的大碗，碗内底黄黄的，好像你没擦干净一样。宝友，你这碗底是没洗啊，还是本来就这个颜色？这个洗了，但是好像是铁锈，洗不干净。鉴宝人解释道。真的吗？你拿起来转动一下我看看。不是，你这是土沁啊，这能是铁锈吗？张扬直接笑出了声。铁锈和土沁的颜色还是很好分辨的，一个偏红，一个偏暗黄，而且铁锈浮在表面，土沁则是渗透进了瓷器里。土沁是吧？陪葬品是吧？这兄弟来对了，倒斗的东西找张大师鉴定总没错。兄弟，你也到家了。张扬冲镜头抱拳道。在下老九门张天师，敢问兄弟们是哪一派的？我不是老九门的，主播你是老九门张家的，这我知道。这上面应该是铁锈吧？宝友还在嘴硬。不是铁锈，肯定是土沁，就没见过这样的铁锈。张扬越说越笃定，遇到这么多出土的古董，这还是他第一次，没看到物品信息就基本确定东西是从土里出来的。这和土沁本身的特点也有关系，不是自然埋在土里的，人工造假，很难深入到釉下。更何况像这个碗这么重的土沁，单从品相上来说，价值就已经低了一大截，根本没有作假的必要。等物品信息出现，也证明了张扬的推断。详细信息：清晚期的蓟蓝釉碗，有明显的土沁痕迹，疑似出土文物。兄弟这几天等的应该挺难受吧？张扬若有所指。这人是1号宝友，也就是说，在张扬去粤省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到现在起码有4天时间。这是清晚期的墓，要是没挖完的话，剩下的千万别挖了，不值当。收手吧。直播间里全是警察。这个还真不是我挖的，老师你别把我往沟里带啊。网友的语气很坚定，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我老婆的嫁妆，都放在家里10几年了。真的，不信我给你看结婚的照片。真是嫁妆？不骗我。直播间里可有这么多兄弟在看着啊，骗人你跑不掉的。张扬看了眼直播间的人数，因为几天没直播，人气有点下降，在线观众只有13000了。
不过弹幕一点没见少。陪葬品当嫁妆？阴婚是吧？除非他老婆是老九门的，也有可能是他老丈人盗的。把土里出来的东西给女儿陪嫁，不吉利吧？没文化的人哪懂这些？那个玉珠挂儿子脖子上的忘了吗？兄弟们，我真不是盗墓的，我直播间7级粉丝牌，天天聆听张大师的教诲，能干倒斗的事儿。网友直接和弹幕交流了起来。那就是你老丈人挖的。张扬选择相信自己的7级粉丝，有个老粉不容易。宝友，你老丈人姓什么？是哪儿的人？你一说我就知道是不是。他姓马。对了，张扬一拍桌子，姓马，东三省马家，是不是？这些民俗的东西，张扬最近没少研究，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对面的网友轻不可察地应了一声，马上转移话题。那这个东西，老师能不能帮忙看看有没有价值啊？东北马家是什么意思啊？南茅山，北马师，总听说过吧？东北马有财。前面说马有财的是什么魔鬼？这东西不值钱，你自己看嘛。这么重的土磬，品相太差了。这么跟你说吧，这可能是本直播间出现过的真瓷器里最便宜的。这样啊，网友的语气里难掩失望。好嘞，谢谢老师。行，回去问问你老丈人，马家的话还真有可能是80、90年前刨出来的，那就好好保存。可如果是20、30年前，你懂的。看网友的态度不错，张扬随口提醒了一句。反正直播间要是有网警在看的话，警报声应该一直在响，都没停过。懂的懂的，上交吗？网友回答得很快。嘿嘿，你知道就行。张扬还在对着镜头和观众聊天，导播徐杰突然快步走了过来。老板，直播间被封了。什么？张扬一愣，看向旁边屏幕上的直播间页面，果然已经写着你的直播被举报过多，已被中断，违规处罚，禁播12小时。观众没走，还在发弹幕呢，基本都在打问号。张扬赶紧用直播的账号回复张大师鉴宝，兄弟们，直播间被举报了，封了半天。张大师第一次发弹幕，前排合影。你确定不是恶意下播吗？主播干什么了？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直播间？你让我们吃下午茶的时候看什么？张大师鉴宝，我先去看一下，今天不能解封的话，明天把时长补回来。这还差不多。主播快滚吧，我们在这儿聊会天。是啊，聊聊秦始皇陵里面的水银怎么处理。跟弹幕解释清楚以后，张扬赶紧看后台的禁播通知。老板，什么情况？直播房间门口，唐启运和高姐都来了。我刚才在看老板直播，画面突然没了。唐启运解释着自己这么快进来的原因。老板正在找原因呢。徐杰指了指张扬，说是直播间被大量用户举报，涉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触发保护性封禁了。张扬看着后台官方发来的信息，分享给了几位员工。由于鉴宝直播的特殊性，当年金总牵头和抖音官方签合约的时候，其实有对用户举报做约定。一般个人的举报，平台都会核实情况再做处理，但是这次被举报的太多了，可能是达抖音默认的上限了，被保护性的封了半天。不会是被竞争对手搞了吧？高姐直播看得多，大胆的猜测道。徐姐马上反应过来，打开手机，我看看其他主播有没有被封。不一会儿，她给出调查结果，下午人气过千的6个直播间全都被封了，而且都是12个小时，肯定是被人用机器人号恶意举报了。张扬听完点了点头，那我申诉一下吧。大家先休息会儿，看看解封的情况。张大师鉴宝毕竟是鉴宝区的下午档一哥，张扬的申请解封信息提交上去不到1个小时，直播间就解禁了，而且客服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解释，说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样的误封。直播间重新开播，老师又双弱回来了。回来了，被人用机器人小号恶意举报了。张扬语气很无奈，兄弟们谨言慎行啊，你们的每一句黑话都可能是压倒主播的最后一根稻草。好了，咱们接通2号宝友，可能是官方临时修补了 bug， 接下来的直播相当顺利。不过因为中途耽误了1个小时，张扬一直播到下午5点半才下播。他下播的时候，隔壁晚间档的子轩老师都开播了。张扬怀着好奇的心情点进隔壁直播间看了一眼，好巧不巧，刚好看到惊艳的一幕。子轩老师上来连麦的第一个宝友，没说话，直接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里洁白的床单上传来婉转的抽噎声，刺激着大家的眼球和神经。张扬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小田老师。不过这不是子轩鉴宝的直播间吗？怎么在抢唐马如的饭碗？子轩老师愣了2秒，才慌张的断开连麦。宝友，你这是干嘛啊？他话刚说完，直播间黑了。看到连鲶鱼老师这样的老江湖都着了道，张扬明白过来，这是冲着整个鉴宝区来了呀。当晚，鉴宝区主播交流群第一次炸了锅。子轩大帅哥，气死我了！大光头，怎么了？鲶鱼老师，牛大师，你没直播不知道，我和子轩都遇上自爆卡车了。
岳法师，俺也一样。杨洋，什么是自爆卡车？萌，子轩大帅哥就是连麦的时候放违禁的内容，用他的号和你的直播间一换一。张扬默默潜水，看着交流群里的消息。其实他看到霓虹电影明星的那一刻，已经懂了。来搞事情的人应该是发现机器人举报不顶用，直接上了自爆卡车。对网络主播来说，这一招基本算是绝杀，尤其在很多主播都是免费鉴宝的情况下，这样干的成本低，破坏性却极强。还好张扬自己是下午档，是被举报，要是在晚上，估计也有同样倒霉的遭遇。解封都没得解，无脑封3天。超管杰尼龟，下午有大量小号恶意举报，晚上有人自爆，应该是针对你们这些头部主播，希望现存的几位注意直播安全。大光头，这样我明天都不敢播了。子轩大帅哥，播吧，别惯着他们，封了3天以后自动解。杨洋，会不会又是国宝帮的在作妖啊？牛大师，很有可能，这波是针对我们大部分鉴宝主播的。子轩大帅哥，真 TM 下作呀！国宝帮？张扬想了想，好像还真有可能。要不是子轩老师的直播事故打岔，他本来准备下播以后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现在一想，除了国宝帮，其他得罪的人大部分都送进去了。总不能真有大佬边踩缝纫机边遥控小弟对付自己吧？而且群里基本每个大主播都被波及了，不是单对单的报复。我有得罪过哪个国宝帮吗？张扬在心里想了想，突然一个名字在他脑海中浮现。大光头，这群傻子估计是在警告我们。牛大师，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啊！青野李老七，是不是你在搞鬼啊？大光头，牛大师，子轩大帅哥，杨洋岳法师，超管杰尼龟青野张大师，麻烦改一下昵称。张扬鉴宝，不好意思，一直在潜水，忘记换了，笑哭。张扬鉴宝李老七，我记得你就是国宝帮的人啊，是不是你们找的人？大光头，兄弟真猛。张扬鉴宝李老七，你是不在还是不敢说话？李老七，你别造谣啊，我怎么就是国宝帮了？李老七，大主播想搞职场霸凌。超管杰尼龟张大师，消消气，没证据的事还是不要乱说。没证据？张扬赶紧打开自己的抖音，把之前鉴定李老七假斗采晚的视频分享到了群里。喜欢嘴硬是吧？张扬鉴宝，听听，打压我们明藏。张扬鉴宝，对，故宫里的是假的，是仿你的。你这还不是国宝帮？牛大师，张大师原来和汪老师有私交吗？说不定咱们见过。超管杰尼龟，那个李老七已经退群了。大光头，兄弟，硬气啊，不过要小心自己的直播间，他们是真不要脸的。牛大师，是啊，可能你入行晚，不知道他们的下作。咱们直播鉴宝还是要规避下风险的。张扬鉴宝啊？疑问，牛大师，你不知道吗？一，不要在直播里提国宝帮这3个字，只要你一提，人家闻着味就来了。牛大师，二，就算你看出来东西是哪里造的假，比如京城、樊家井之类的，也千万别说，不然人家肯定会找人缠着你。牛大师，三是千万别说什么大开门之类的话，他们会恶意剪辑直播片段拿去骗人。岳法师，这个要重点注意，当初我就是这样被恶心的。张扬鉴宝，谢谢，学到了。抱拳。牛大师，客气了。子轩大帅哥张扬鉴宝，你别慌，可以学我阴阳怪气对他们，就算你对他们搞人身攻击，他们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张扬鉴宝，真的假的？万一他们急了呢？听牛老师说连国宝帮3个字都不能提，张扬突然感觉对方的势力有点大。子轩大帅哥，他们这些露面的都是小虾米，对他们个体是没事的，他们在国宝帮里说不上什么话。牛大师，像这种搞直播间的，其实我从业这么久才遇到第2次。岳法师，他们第1次是整我。张扬鉴宝，扎心了，谢谢各位老师。群里聊完，超管又私信了张扬，跟他说有条件的话，找个人专门提前检查下连麦的账号，那种 IP 和历史记录一看就有问题的就别连了，特殊时期保护好自己。张扬赶紧打电话和徐杰沟通了一下，后者表示不光他能干，张扬自己也能干。因为后台已经排到300多号了，张扬完全可以看到自己第2天会和那些人连麦。在晚间当各大鉴宝主播直播间纷纷沦陷的时候，临海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的 VIP 套房里，程宗印正看着手下人发来的战报，喜上眉梢。啥子鉴宝大师，搞你就一下的事儿。在他对面，一个长发披肩的男子躺倒在沙发上，吊儿郎当的问：大哥，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提前2天来临海啊？爸和慧慧他们不是说后天集合吗？程宗印白了自己弟弟一眼，反问道：慧慧是你女儿还是我女儿？你女儿出来相亲，
你这个当爹的，一点心思都懒得动是吧？私家侦探不行吗？侦探就行的话，不如你找个侦探来做我的位子。程宗应对道：那你来就够了呀，像我这种有前科的，好好活着就行了。确实，你要是再在你的自传里自爆，再被抓进去，我和老爸真就不管你了。程宗应没好气地说道：反正慧慧也快出嫁了，到时候你这个爹在外面还是在狱里，差的也不多。你再看看书里有没有遗留可能自爆的点，赶紧改了。知道了。长发男子皱着眉头，把脚边的从洛阳铲到缝纫机捡了起来。书的封皮上写着程宗文著。晚上8点，海陵博物馆。这个时间明明已经闭馆了，但整个博物馆仍然亮堂堂的。杨哥，这灯亮着，不是在欢迎你吧？陈彦光跟在张扬旁边，一口一个哥。求人帮忙的时候，富二代公子哥还是很讲礼貌的。不过他要求和张扬各论各的。光哥，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里的灯都是一个总闸呢？张扬微笑着说道：绝无可能，一定是在欢迎你。张扬正要反驳，汪建业已经陪着他大伯从1楼的休息室里走了出来。走近以后，张扬发现今天的伯侄俩有点怪。汪馆长的脸红彤彤的，眼神有些无光。汪大师倒依旧是满脸慈祥的笑容，但呼吸声有点重，好像刚刚剧烈运动过。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张扬。汪大师笑着和张扬拥抱了一下，这个举动让在后面旁观的陈彦光看得眼皮直跳。张扬，你不会是汪大师的私生子吧？这也太亲热了。轮到陈彦光时，汪大师就只礼貌地握了下手。来之前张扬打过招呼，所以他知道陈彦光的身份。但以汪国生的年纪，什么样的高楼倒塌他都见过，就算是陈彦光的老爹来，他也不会阿谀半分。汪建业就不一样了，和张扬握了手后，在面对陈烨的时候，脸上挤满了笑容不说，还特地说了声欢迎光临。汪馆长客气了。陈彦光端着架子答道。张扬看见这一幕，在心里摇了摇头。他大概已经摸清楚了这个榜一大哥的性格，为人处事多少是有些病态的。你太尊重他，他就不把你当人。比如那些女主播，让张扬和陈彦光结缘的小梨花已经回去直播了。你完全不尊重他，他又会想方设法的报复你。就像之前骗他的钱的那几个骗子，钱是小事，但把他当傻子就忍不了。显然汪建业踩雷了。不过还好，汪家现在的话事人是汪国生。四人在会客室坐下后，汪建业把这次南下去阳城的收获挨个摆了上来。看到桌上的瓶瓶罐罐，汪大师脸上笑意更甚。张扬，你这眼力要是放在乱世，少说能在军阀身边当个军师。哈哈，老师说笑了，那我岂不是要被关在笼子里，当一个鉴宝宠物？张扬笑着接下了汪大师的玩笑话。陈彦光没听张扬和汪国生聊天的内容，他的目光已经完全被桌面上的东西吸引住了。他看向汪大师，这都是真的吗？汪老师，在论真假的时候，榜一大哥叛变了，选择相信汪国生。当然，每一个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品和真品，一个真是真实，一个真是珍贵。汪国生乐呵呵地说道：这个青铜锅也是？这是鬼。张扬纠正道：上次我直播的时候不是科普过吗？直播？什么直播？你不是刚回来吗？陈彦光一脸疑惑。还好有个汪建业在，主动帮忙科普了一下。听完以后，陈彦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3个人，小声问：青铜器你们也要卖吗？他今天来是按照之前和张扬的约定，挑2件老古董的。青铜器不能卖，但是里面的铭文可以卖。汪建业边解释边从长条形的匣子里取出一张宣纸，展开以后是用墨水拓印出青铜器铭文。这个西周中期的青铜簋内附一共有38字铭文，现在全部拓印到了白色的宣纸上。张扬看到这种东西的第一反应是这也能卖，第二反应是卖了的钱要不要给钟老分一点，毕竟这是人家帮忙拓印好的。不过看汪建业和汪国生的表情，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个活了。陈彦光也很感兴趣，这东西好，看上去很高雅。东西我要了，但是你们应该会控制这东西的量吧？他没少逛拍卖会，对拓本之类的东西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总结一句话，物以稀为贵。我们可以保证，这张是世界上唯二的，另外一张会永远藏在阳城博物馆。汪馆长甚至展示了他们和钟老签的协议，保证另一张拓本不外传。厉害啊，看来今天我收获不会少了。陈彦光的笑容逐渐灿烂起来。那建业，你把剩下的东西介绍一下吧。汪国生吩咐道。好的。汪建业开始逐一介绍，这些都是张扬淘来的，有些是在鬼市，有些是在阳城的地下古董行。从年代最远的开始，北宋耀州窑青釉碗估价12万，明洪武22年
朵颜卫指挥使丝质印，估价4万；明宣德、蓝右贤文3足炉，估价18万；明万历、青花岁寒3有文；清雍正、黄杨木雕罗汉坐像，估计3万。等一下，张扬打断了汪建业，剩下的都是清后期的瓷器，没几个值钱的，这个罗汉像的价格显然关键。在张扬眼中，这尊几十上百万的罗汉很适合陈彦光，刚好用来送给他未来的岳父。倒不是因为他有钱，这东西品质在这里拍卖肯定更划算，而是因为罗汉像寓意着自律上进，简直是为他岳父量身定做的。这个就值3万。汪建业似乎猜到了张扬要说什么，这是伯父鉴定过的。怎么了？张扬，你有什么问题？汪大师一脸疑惑。这个是张扬要买的，和那个乾隆的瓶子一起，花了8万。汪建业还有半句话藏着没说，那就是乾隆民窑的胆瓶也就1万多，这个雕像才3万，8万块，亏了一半。张扬看走眼了。这样啊，这个雕像是不是有什么门道啊？汪大师看向张扬，普通的清中期木雕7金罗汉像，得品相特别好才能值8万，眼前这座显然不是，因为这是施天章雕的呀。张扬有话直说，你说的是竹雕大师，嘉定3艺人之一的施天章。汪大师听过这个名字，相关的信息马上从记忆里调出来。施天章是谁？他很厉害吗？陈彦光问了问身旁的汪建业。在汪大师重新拿起木雕，找寻雕刻者是施天章的证据时，汪馆长已经查到了施天章作品的拍卖记录。最贵的记录是在17年底拍卖的，他雕刻的百工图笔筒落锤价1173万。陈彦光和汪建业，一个纯外行，一个半桶水，他们不知道施天章是竹雕大师，招牌的竹雕作品价格一般会浮高，所以看到1000多万的拍卖价都惊了。卧槽，这姓施的是何方神圣？雕的东西这么贵？两人在看向汪国生手里的罗汉像时，眼神就不一样了。千万别摔啊！这边汪大师也犯了难。张扬，你可真会给我出难题啊！老人家悠悠地说道，不过语气里有疑惑，更多的还是兴奋。建业，快把我的老花镜拿来。这尊罗汉像虽然还没看到施天章的落款，但看技法的话，有不小概率真是他雕的。对了，张扬，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汪国生看向张扬，这问题问的，张扬心说，您老算是问对人了，总不能告诉您我开了挂吧？还好有上次被汪大师拷打过的经验，这次张扬在来之前特意准备了一下说辞。这尊罗汉像当然是重中之重。我以前在某拍卖会上见过一尊出自施天章之手的18罗汉山子，风格和这尊罗汉像颇为相似。我当时就觉得雕法这么像也就算了，这要巧刚好是清中期的东西，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真是施天章的作品呢？于是回来以后，我仔细查了一下，发现这位嘉定竹雕的扛把子晚年雕了不少黄杨木的罗汉像，我大概有70%把握这东西是对的。我信你的眼光。汪国生点点头，戴上老花镜，但是咱们得找找有没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最好是有他的落款。汪大师说着，开始仔细检查罗汉像上每一处地方。剩下3个人，包括张扬在内，都压低了呼吸声，生怕打扰到他。半晌，老爷子摇了摇头，没有落款。东西保存得很好，除了掉漆，没看到哪里有削掉或者刮伤的痕迹，但也说明如果有落款，肯定没被毁掉。那这是不是就没法证明这东西是那个施什么的了？陈彦光好奇地问道。差不多，虽然伯父出鉴定书的话也能证明，但这样的风险太大。汪建业给出的是行业内的常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汪大师用亲笔签名的鉴定报告来给雕像的出处做背书，进而卖出高价。一旦翻车，坏的就是汪大师的名声。哎，那太可惜了。陈彦光一脸惋惜地说道。在场的都是明白人，知道既然汪国生没有接汪建业的话茬，那就说明老人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张扬从汪大师手里把雕像接过来，再看了一遍，确实没有落款，而且因为大部分金漆都脱落了，罗汉像的形象也不是很好。张扬，你说咱们要是把雕像上的金全部补齐，把这些木头的地方都遮住，是不是可以卖得贵一点？陈彦光站在张扬身边，突发奇想。张扬听笑了，下意识地说道，后刷的金漆不是把这木雕。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有了一个猜测，直接停嘴。不是什么？汪建业追问。张扬没有回话，而是往雕像上残留着金漆的地方看去。老师，有小刻刀吗？我想看看这漆底下是不是有东西。漆底下？汪国生听到这话，刚开始很疑惑，但想了一下，立刻两眼放光。对，很有可能是被漆盖住了。建业，快去拿我的刀来。有老专家在，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随着汪大师手里的刻刀慢慢滑动，木雕表面的金漆
被一点点剥离下来，金色的粉末洒落在桌面上，熠熠生辉。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刻刀落下的地方。诗天张刻4个蝇头小楷的汉字出现在罗汉像举着的那只胳膊侧下方的衣褶旁。芜湖！陈彦光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厉害！汪建业小声称赞。张扬和汪大师相视一笑。老师，看来古人也有不识货的。是啊。汪大师捋了捋长须，还好你坚持了一下，不然真让明珠蒙尘。晚上，陈彦光开车送张扬回学校。后座上放着他刚刚买来的朵颜卫指挥使丝之印和施天章黄杨木雕罗汉像，这2样东西，我那个未来岳父应该会满意吧？一个罗汉像，好看又值钱，展示出我的诚意；一个摸金校尉的符，契合他的身份。陈彦光买东西的逻辑，听得张扬直摇头。哥，人家那是指挥使司的印，洪武22年刚设立朵颜卫的时候颁发的，跟你说的摸金校尉没一点关系。你出去瞎讲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陈彦光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懂了，那就说是发丘中郎将的印。你是不是当你未来岳父是傻子？张扬算是看出来了，陈彦光想糊弄鬼。怎么可能？给摸金校尉一点尊重好吗？陈彦光笑着说道。最近了解了一下我这位未来岳父的生平，哎呦，真是个人才。他和我一样是富二代，却老想着盗墓这种违法的事，最后被裹挟进盗墓团伙，进去踩了7年的缝纫机。等他出来以后，想写自传出名，结果一不小心把他在入狱前没交代干净的事给抖露了出来，又被抓去蹲了大半年，笑死我了。现在他在他们家完全没地位，就是混吃等死。所以我敢说，这个发丘印他一定会很喜欢。张扬听完这些话，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因为去掉写自传2次入狱那一段，陈彦光和他的未来岳父就像是在照镜子，同样是富二代，同样老想着盗墓这种违法的事，同样在家里没地位，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作之合。那你订婚的时候记得通知一声，我到时候给你包个大红包。张扬下车前和陈彦光提了一嘴。一定一定，喜酒肯定少不了你的。陈彦光满口答应。对了，之前那个被你送进去的榜二大哥你还记得吗？啊！张扬一愣，很快想起来了，那个背着氧气瓶纵身一跃的兄弟，那是他自己想进去的好吗？跟我有啥关系？都一样。陈彦光嘿嘿笑着，他前几天私聊我，想问你能不能加下你的私人好友，他有个大活儿，想看你有没有兴趣。什么活？他没说，说是只能告诉张大师本人，让他排队。算了，你还是把我名片推给他吧。张扬想了想，大活儿最好还是在直播前了解一下风险。兄弟们，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怎么刚才这几位兄弟买的翡翠都没有亏钱？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想把咱们直播间鉴宝区韭菜沟的名头给摘掉？张扬露出满脸的疑惑，看向镜头，也看向观众。今天连麦的对象都是张大师严选，都是那种点赞、收藏、发布的作品数等信息很正常的账号，一眼看上去就是正常人。但问题是，太正常了。是啊，看不到兄弟们亏钱，比杀了我还难受。能不能来个老九门提提神啊？老九门的也行，就想看兄弟们亏钱。别急，我先看一下下一个宝友是谁。张扬点开后台，看了一眼对方的 ID， 扶他小胖子。这个名字不是很眼熟，刚卡的1级粉丝牌，看账号里的作品都是些自然风景的视频。这样的宝友可能不是直播间的老观众，有谢。张扬带着期待点了接受连麦。老师好，同学好。停，宝友，兄弟，哥，你千万别动。张扬看到视频里的画面，赶忙叫住对方。对方镜头正对着的是一片静谧的小树林，不远处的2块大石头中间有个像洞穴一样幽深的入口，入口背后还有个大土包。这种场景出现在和自己连麦的宝友里，张扬想也不用想就知道，这铁定是个墓。老师怎么了？网友问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笑出了声。既然你笑了，那我默认你懂我的意思。张扬一脸严肃，在搞清楚具体情况之前，还是正经点好。接下来我的问题，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呈堂证供，你懂吧？这是个墓吧？那个洞口，看老师的表情就知道是了。来了来了，我第二喜欢的老九门环节。行，老师你问吧，我有点累，能去那边洞口前的石头坐一下吗？别，咱们先把话讲清楚。张扬赶紧提问。先问一下，这里面你进去看过没？看过了。网友往前走了一步。那里面有没有长条形的木盒子或者石头盒子？没有。网友又往前走了2步。宝友，你想好了没？民警可能已经在路上了，让你别动，你非要往里走，搁这儿给我压力是吧？张扬大手一挥，行，只要没盒子，你随便进。好嘞。
网友应了一声，快步上前。很快，洞里的景象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穿过石头间的缝隙，里面是2扇半掩着的木门，木里乌漆嘛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宝友带了蜡烛没？点起来啊！记得放在东南角。张扬好心提醒。没有，这里面我进去过，有氧气，没事的。网友特意拍了下木门前的脚印。你看，我都来来回回好几趟了。好几趟？搬空了是吧？作案者都喜欢回案发现场看一看，这货要么是探墓的，要么就是盗斗的。有个弹幕说对了，我就是搞野外探墓的。网友和张扬解释道。你最好是，你先把手机闪光灯打开吧。张扬一边看着视频里的画面，一边指挥。网友很配合，打开灯后没有急着进墓，先照了一下木门上面的浮雕。老师，你看这雕的祥云、侍从、牲畜是不是栩栩如生？这门能推动吗？张扬问道。推不动，已经埋在土里了。网友给了个门底部的视角，确实深陷在泥土里，一看就有些年头。推不动就行，得是你带不走的，我才能说。张扬安心了一点，从木门看的话，这应该是明中期的墓。这断代窦婴独一档吧？明中期，那也快600年了。600年？张扬想了想，补充了一句：宝友，你要是拿了面的东西，3年起步啊。没事，这里面本来就是空的，只是因为没有年代信息，才找老师你断下带。网友说着，慢慢走进了主墓室。老师，你看这墙上的壁画，漂亮吧？镜头里的墓室墙壁上，红色的涂料画着一朵盛开的莲花，历经600年依然清晰可见。这个品相不错呀。张扬点点头。那我要是把它锯下来？网友突然来了这样一句。3年。张扬毫不犹豫，竖了3根手指，罪名都帮你想好了，故意损毁文物罪、盗掘古墓葬罪，2罪并罚。你觉得行不行？太行了，老师。网友干笑2声，这东西不值钱，怎么可能搞这个？是啊，你这想法是正确的，这破石头能值几个钱？直播间的兄弟们也可以想想，踩3年缝纫机的功夫，要是去电子厂打工，怎么也得攒个20万吧？老师说的好有道理。网友附和道。好有道理，那你还不赶紧从人家坟里出去？张扬没好气的说道。看都看完了，等会警车到外面，别怪我没提醒你。等等，你脚边的那块木头是什么情况？这块吗？网友从地上捡起半截木头。兄弟，这是金丝楠木啊，这插口还是新的，你确定不是你弄断的？在张扬和探墓的宝友拉扯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某网络水军工作室里，工作室的负责人严总气冲冲地走进了房间。他冲着底下的业务员吼道：什么情况？为什么下午档还有个鉴宝区的大主播没被封？爆破手干什么吃的？雇主那边都来问我了，问咱们的办事效率为什么这么低。一个老员工站起来冲他招了招手。严总，你先来看看这个。什么东西？还要我自己看？你直接说。好的，严总。这个叫张大师鉴宝的主播找他连麦鉴宝需要排队，目前排队的情况来看，可能要等到下周一才能轮到我们的业务员。下周一？还要等3天？那铁定超时了。加钱行不行？这种大主播排队不是加钱就能插队的吗？之前搞掉鲶鱼、牛大师他们就是这样操作的。这个张大师不让插队。老员工无奈地说道。不过我感觉这个主播要自取灭亡了，因为他好像正在给盗墓贼鉴定墓葬的年代。金丝楠木。自称是专门搞野外探墓的网友手突然抖了一下。兄弟，你别慌，也就2-3年。张扬安慰对面。不过效果不是很好，直接给网友干沉默了，半天才问了一句：老师，这金丝楠木为什么是黑色的呀？道，这个准确的来说是褐色。张扬简单的解释道。木头氧化了，而且还有灰尘，这应该不是你现在要关心的问题吧？你得先给直播间的兄弟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木头像是刚被掰断的。画面里褐色的金丝楠木条表面光滑，粗细均匀，和常见的自来水管差不多。它的长度接近成年人的整只胳膊，断裂的一头可以看到明显的毛刺。这真不是我干的。网友义正言辞地说道。可能是之前来这儿的盗墓贼或者考古队干的。他怎么知道之前来过盗墓贼？墓都被搬空了，能不知道吗？牛逼！诬赖考古队。按照之前榜2大哥的情况，这会儿警察已经在路上了。这哥们儿想啥呢？你跟张大师这样的内行能解释清楚吗？还不跑？真的，这东西我进来的时候都没发现。网友蹲下身，好像要把那节金丝楠木放回原处，证明与他无关。但视角一下移，张扬马上又有了新发现。等会儿，那边是不是还有一节？就在你脸上，别装看不见啊！我真没看见。网友振振有词。
那你往前走2步啊，没问题就走2步。这个吗？网友在张扬的催促上，不情不愿地把地上另一截木头也捡了起来，2段拼在一起，严丝合缝。原来这是一根雕着藤蔓纹饰的拐杖。兄弟，这应该是墓主人的陪葬品，也是明中期的金丝楠木藤纹拐杖。你真的不打算交代一下吗？张扬一脸玩味地问道。真狠啊，都给人家掰断了。这么好的宝贝，可惜了。古代什么身份能用得起金丝楠木的拐杖？墓主人非富即贵啊，说不定是个大官的墓，看墓室就知道不简单。真不是，我刚才只是从这里路过了一下，这东西它怎么断的，我也不知道啊。听得出来，视频那头网友很想找理由，但证据就在手里，真的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就在这时，墓外突然传来了一声不鼓不鼓，网友的语气马上变了。老师，谢谢您，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兄弟，什么？张扬话还没说完，对方直接挂断了连麦。什么意思啊？跑了？刚才布谷鸟叫，很明显是有人放哨啊。碰上专业团队了？不会真是盗墓的吧？兄弟们别慌，我已经举报了。张扬很冷静，在连麦页面自动退出前，已经完成了全部操作。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遇见盗墓贼了，他们这么猖狂，其实是好事。真偷偷摸摸的盗墓，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发现呢。现在起码咱们知道有座明朝中期的古墓遭毒手了，希望警察能来得及。张扬既是安抚观众，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他有种预感，王警快上门了。结果王警没等来，却等来了公安局的电话，都不是去派出所，而是直接让他去市公安局一趟。电话里警察没说因为什么事儿，但昨天刚给疑似盗墓贼的人鉴定过，张扬心里还是有点慌的。接到通知后，他给最信任的、工资最高的员工高姐发了条消息：我去公安局办点事，要是24小时后还没有在群里说话，记得改下直播间的公告，就说我出趟远门。高姐回复的很快：老板要进去了吗？我们的工资是从公司账上自动发的吗？公司卡里的余额还够发几个月工资啊？几个月？我最多就是拘留几天，求求你判我点好吧。回复完消息，张扬直接打车到了公安局门口，说明情况后，值班民警带他到了接待室。很快，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走进房间，搬了把椅子，坐到了张扬对面。自我介绍一下，临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刘绍兴。刘队长好，我是……张扬刚想自我介绍，对方却摆了摆手：不用啊，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现在我说一下，你看有没有错误？好。张扬认真的点点头，打起精神仔细听。张扬，男，20周岁，临海市本地人，临海大学历史系大2在读，目前是阳明工作室的老板。同时，你化名张大师在网上直播鉴宝，多次参与到盗墓案和文物盗窃案中，这些应该没错吧？刘队长问道。没错，但是我觉得参与这个词不准确，主要还是旁观。张扬小心翼翼地说道。行，那我稍后改一下，咱们继续核对剩下的部分。昨天下午3点，你给一伙盗墓贼鉴定了一处明中期的古墓葬，同时还鉴定了一根墓中出土的文物拐杖，是不是这样？也不太准确。张扬摇摇头，鉴定的时候他说他是荒野探墓的，而且关于墓葬的朝代，我这种小主播的话只能作为参考，重要的还是看当事人自己的判断。还有吗？继续说，我在听。刘队长边问边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着。还有，连麦的时候我全程都在劝他离开古墓，把文物上交给国家。张扬补充道。好的，这些网警都有记录，包括你让他在东南角点根蜡烛。点蜡烛是为了照明。张扬赶紧解释。刘队长没有评价，而是突然抬起头问，这已经是你参与的第6件事了吧？啊，有这么多吗？张扬一脸惶恐，这是要加在一起秋后算账吗？之前不是有警官连麦表扬自己了吗？难道他们不是一个系统的，所以处理结果相互之间不承认？有这么多？刘队长点点头，秦朝的铜镜，东汉的玉珠，唐彩的泥塑，清朝的墓，还有昭君出塞铜镜，加上这次的明朝墓。因为你，我们队已经和全国其他6个省份从事文物保护的警察团队有了非常深入的交流。你可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大红人啊！刘队长说话的时候，张扬听得很细，还好不是那种审犯人的语气，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刘队，不好意思哈，我也不知道为啥这群盗墓贼非要找我。你不知道很正常，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刘队长笑着摇了摇头。全国各地的案子经过你这里汇集到了我们这里，然后再发往全国。托你的福，我们队在全国的警察队伍里都小有名气，外号是文物保护任务发布中心。哈哈，名字还挺好听的。张扬陪笑着说道。行了，张扬，
你说吧，要锦旗还是要证书？保护文物，尽心尽力。临海市公安局赠。高姐念着墙上挂着的锦旗上的字，一脸惊讶地看向张扬。老板，你去公安局领锦旗了？不止呢，还有个证书。徐杰指着桌上的红本本说道。小孩才做选择，张扬全都要。老板，要不要拍个宣传片？唐启运非常积极地建议道。张扬没同意，不用了，这个锦旗以后就挂在直播间。小唐，你帮我弄一截不透明的胶带，把公安局那几个小字遮起来。从刘队长那里，张扬才知道，其实唐彩案已经接近告破了，那个泥塑已经被找到，目前送到了文物部门做鉴定。但是南之寺盗窃案的嫌疑犯早就偷渡出境了，估计想抓回来还要费一点功夫。昭君出塞的铜镜目前也送到了国家博物馆，盗墓的那伙人一个都没跑掉。除了昨天刚发生的古墓案，川渝那边的警察还在追查，其他的基本都已经破案了。但是因为文物案件的特殊性，估计等正式的报道出来还要好几年。刘队长说，这种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把背后的团伙扫除干净，消息不会往外漏。不过这不耽误他们给予张扬精神奖励，反正他参与的事情那么多，谁知道是嘉奖的哪一件。刘队长在发完锦旗和证书后，还悄悄跟张扬说，你只管连麦鉴定，不管是抖音官方还是网警那边，都已经有人打过招呼了。这个有人级别显然比刘队要高。这话听在张扬耳朵里，好像他已经成了法外狂徒一样，从此跳出3界外，不在五行中，再也不怕超管和网警了。不过张扬也就是听个乐呵，他可不想把直播间搞成反击盗墓贼的前沿阵地，到时候容易不受自己控制。这也是他想把锦旗上那一行小字遮起来的原因。对此，高姐表示很不理解，遮起来干嘛？有公安局的落款，不是更有宣传力度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徐杰分析道，高姐，你没看过《中华小当家》吗？特级厨师的文章平时就是要遮起来的，要是有人质疑老板，就把遮住的字揭开，保证啪啪打脸。什么年代了，还在扮猪吃虎？高姐一脸鄙夷。我觉得老板应该是不想暴露工作室的地址。唐启运提出了他的想法。没错，小唐说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张扬给机智的学妹点了个赞，收获了姑娘一个害羞的笑容。徐杰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嘴里情不自禁地念叨了一句卡哇伊内。结果他同时收获了张扬和高姐两人的白眼。水军工作室里，严总又怒气冲冲的来了。为什么这个张大师还在直播？昨天不是让你们把视频发给网警了吗？老板别急，我看下回复。底下的员工不慌不忙查阅起私信，找到了，老总，网警那边回复说，经过核实，张大师是官方认证的鉴宝主播，直播内容积极向上，无不良引导，截取的视频片段不完整，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所以举报不成功。抖音官方也回复了，说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举报失败。你截的什么视频片段？是不是内容没截全？严总想先从员工身上找原因。报告老板，我截取的视频是从他连麦那个盗墓贼开始，到下一个网友连麦进来，1秒钟都没漏。那 TM 真见了鬼了，给盗墓贼帮忙断代，不违法的吗？严总愤愤不平地说道，好像他要维护正义似的。老板，有没有可能这个人的后台太硬？有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上头有人。严总想了想，有些不情愿的点了点头，这个解释确实有几分道理。行，你们忙吧。他转身走出房间，拨通了程宗印秘书的电话。秦秘书，我是工作室的小严，有件事要跟您汇报一下。你说。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娇媚的女声。是这样的，按照程总之前的吩咐，所有1000人观众以上的鉴宝区主播都要封禁起码3天，但是现在有个叫张大师的，我们搞不定。为什么呢？是你们对钱没兴趣了吗？不是的，是他后台太硬了。严总把举报不成功的遭遇，事实加上脑补，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他口中的张扬成了抖音的股东之一，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你说的这个张大师，他直播间的粉丝榜第1，是不是叫雨中听梨花？电话那头突然换成了程宗印的声音。程总您稍等，我看看。好像不是，是一个叫韭菜沟扛把子的51级用户。等等，不好意思啊，程总，这个榜1曾用名确实是雨中听梨花。电话那头的程宗印沉默了一下，回答道，那你别管了，这个主播我来搞定。张扬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盯上了，他正高速地完成着自己的鉴宝任务，排队的人数已经少了很多，号码也叫到了378号。378号保友，大帅哥不是我，欢迎。对方的画面出现后，张扬的瞳孔猛地放大，不知道这个保友出于什么目的，镜头对着一张瓷碗的黑白照片，前面点了3炷香，香烟缭绕，背景音乐放的似乎是大悲咒。兄弟，你这是行为艺术吗？直播上坟吗？太抽象了吧。这种艺术形式
过于超前了。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供奉的这个碗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弹幕提醒了张扬，这个 ID 这个碗他想起来了，这不是东北马家的那个女婿吗？这是把他岳家出马仙那套给学过来了。包友，封建迷信的东西咱可不兴宣传啊。我这不是迷信。视频那头的男人有些悲愤地说道。那你这是想告诉我们，你那个有土庆的碗其实是做法的时候用的？也不是。老师，是碗没了。啊？张扬先是惊讶，随后疑惑地问道，碎了吗？你这黑白照其实是在悼念。不是碎了，是被直播间的观众举报，硬是把我那个碗给上交了，就给了我个这。保友说着拿出一个红本本，和张扬之前从刘队长那里拿来的荣誉证书一看就是同款。大哥，你这大悲咒能不能先关了？等下别人进直播间还以为我在这直播超度呢。在张扬的劝说下，老哥把背景音乐关了，镜头对准了地板。老师，那是我老婆的嫁妆，啪，没了。从说话的语气听得出来，大哥很难受。理解理解，虽然我没老婆，但是也能想象得到，你压力应该挺大的。张扬看向摄像头，问直播间的观众，这是你们谁干的？看给人大哥刺激的，赶快站出来承认。不是主播自己举报的吗？会不会是护宝帮的人？这种墓里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护宝帮举报的。护宝帮？哪门哪派的？张扬第一次发现他有点看不懂自己直播间的弹幕了。护宝帮就是你直播间的粉丝群啊，我以前也是护宝帮的一员。来讨说法的大哥帮忙解释道，每次你鉴宝的时候发现有需要上交的东西，我们就会帮你举报。不过他们大义灭亲，竟然连我都举报，我已经退群了。啊？张扬听得想笑，合着这位大哥是我真的有一头牛的主，之前一起举报别人玩得很嗨，现在轮到他自己就接受不了。意思大哥你是被自己的兄弟举报了？不能算兄弟，都是你的粉丝。大哥振振有词，粉丝干的事，你这个当主播的应该负责吧？保友，先不讨论谁负责呀，我有个问题。张扬发现了盲点，你为啥要上交呢？你不上交，人家警察也不能去你家里抢吧？因为那东西有可能是墓里出来的啊。看你直播这么久了，我还是懂一点刑法的。大哥很光棍的答道。对吗，兄弟？你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全是因为举报。你看，看我身后的锦旗上写的什么？再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张扬拿出了重要道具，刘队长的给的证书。保友也很适时的把镜头给到了他那个红本本，一模一样，同款荣誉证书。主播也上交了。好家伙，这是真的还是整活啊？是谁举报了护宝帮的帮主？老师，你也上交了呀？视频那头的大哥愕然道。怎么？难道我这证书它不真吗？里面写字了吗？不会是淘宝货吧？大哥质疑道。个人信息不方便透露，就给大家看个角吧。张扬盖住证书的大部分内容，给大家看了右下角红色的公章。什么是的文物局？为什么不给看完整的？有公章肯定是真的。现在是要开始洗白了吗？什么洗白？主播本来就是黑白通吃的。保友，现在信了吧？信了信了。老师，原来你是和我一样的倒霉蛋啊，那我就放心了。连麦的大哥开心的笑了。送走讨说法的保友后，张扬想了想，感觉还是得跟直播间的观众聊一下举报的事，不然真搞成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就麻烦了。兄弟们，举报的事情我们有专人负责，直播间也有网警，你们别太用力了。刚才那个大哥是心态好，换个有心脏病的。你们几十上百个人一起举报，再给人吓出个好歹来。上百人？看不起谁呢？群里已经有1000多了，举报盗墓贼都不行吗？建议主播好好鉴你的宝，手不要伸太长。我们护宝帮征发你一个小主播还是很简单的。你们护宝帮帮主是谁？负责人是谁？出来聊聊。哪里来的歪风邪气？今天非得给你们正过来。护宝帮大长老赠送给主播彩虹摩天轮 X1， 护宝帮二长老赠送给主播彩虹摩天轮 X1， 护宝帮三长老。我去！张扬看着满屏的礼物，惊讶的挠了挠头。别送了别送了，你们送这么多特效礼物，看起来很酷炫，其实加起来最多也就几千块钱，真没必要。张扬冲镜头摆摆手，不过没人理他，一直刷到护宝帮13长老才停下来。大长老是谁？出来说句话。张扬盯着弹幕问道。他现在是真想知道这护宝帮究竟是啥情况了，毕竟他们号称有一个1000人群，而他这个主播没在群里。如果只是整活还好，就怕有人借自己的名义瞎搞。别看这会儿直播间很热闹，到时候出事了，一副银手镯往手上一烤，马上就凉凉。大长老就是韭黄啊。有好心的弹幕给张扬解释了一下，韭黄即韭菜沟扛把子陈彦光刚改名的那个大号。真的假的？兄弟们，挂机半分钟，
我问一下，等于说我的粉丝群里没有我，真有你们的呀？张扬笑着给陈彦光发了个消息，对方秒回复了一个龇牙的表情，明显人就在直播间潜水。张笑，群是咋回事？光，你当主播的不得搞粉丝经济啊？肯定得建粉丝群呀。光，不用谢，我已经帮你建好了。张，为什么不拉我进群？光，那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张扬让他解释解释什么叫惊喜，陈彦光不回话了。不过2秒后他就知道了，因为直播间突然满屏的弹幕，护宝帮全体成员恭迎张帮主回归。弹幕刷屏的速度，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什么抽奖的口令，这就是惊喜。张扬给陈彦光回了个流汗黄豆的表情。兄弟们，我是帮主是吧？那帮主宣布收。张扬用手凭空一抓，直播间刷屏的弹幕马上停了下来。可以的，兄弟们牛逼，九皇也牛逼。但还是那句话，举报的事情有专门的人负责。大家要是真的想保护文物的话，可以多宣传一下相关的知识。要是平时看到有盗洞啊、疑似盗墓贼啊，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报警。张扬把刘队长发给自己的宣传手册上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观众，效果应该还挺好的，因为弹幕都是这样的：得令，帮主之令，莫敢不从。主播太正能量了，完全看不出黑帮大佬的架子。听了主播的话，我决定马上就去骊山北路附近巡逻。弹幕口嗨党很多，张扬知道自己认真就输了，摇摇头没再理会，还是等下播以后进群说一下。至于陈彦光说的粉丝经济，收割韭菜，张扬想了想自己前2天从汪家那边收回来的100多万，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只要大家不给他整事儿就行了，不然天天来人放大悲咒可咋整？兄弟们，回归正题，欢迎379号宝友。张老师下午好，我这边有一些东西想请您鉴定一下。379号宝友是个声音非常温柔的姑娘，直播间的观众上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还是在张扬刚开播的时候，小梨花来当托，所以不少后面来的兄弟都没怎么见过女宝友，这下马上暴露了 LSP 的本质。这声音哥们酥了，小姐姐为什么不露面呀？好听的都可以去做声优了，确实听起来很舒服很清澈。不好意思啊，小妹妹，直播间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来，兄弟们，我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张扬夹着嗓子说道。蒲老师，你这样说话好像太监啊。女宝友没忍住笑声，小姐姐说的对，太对啦，就是太监。看着这样的弹幕，张扬的笑容凝固了1秒。闲话少叙，宝友，看看你的宝贝吧。事先声明，因为你刚才的话伤害到我了，等下我鉴定起来会很用力。没事，听张老师你的。姑娘温柔地答道。不过她给张扬看的东西就有点狂野了。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个和洗脸盆差不多大的陶制龙盘，相当于在普通的陶器盘子里浮雕了一条盘起来的龙。龙雕的不错，张牙舞爪，栩栩如生，而且还是无爪的。一眼工地套装，这姐姐应该是个萌新吧？肯定是被哪个工地老头骗了。小妹妹，你这个哪来的呀？张扬掩饰住笑意问道。他还真好奇，这样一眼假的东西都是从哪儿买的？东西上面没有泥，不像工地出土的。这是上头很多年了，一直传来下来的。女宝友支支吾吾地说道。等于说是祖传的吗？对，就是祖传的。对方应了张扬的话，说话好谨慎啊，这是真当国宝了吧？这意识比盗墓贼都强。老师，要看一下底吗？姑娘问道。没事，这个不急，你先等一下。张扬暂时闭了麦，冲直播间外面喊道。高姐，把杨成寄过来的那个快递箱子拿过来呗。又吩咐导播，徐姐，你去帮帮忙，我这边暂时不用看。说完这一切，他重新开启麦克风。来，小妹妹，咱们一起分析一下你这个东西。张扬开始从专业的角度解释这是个啥，不然那么多古董知识白学了。这是一个葵口的盘子，所谓葵口啊，就是盘子的外沿像葵花的花瓣一样，一片一片的。中间这个龙啊，五爪龙，皇帝专用，风格是清早期的。您这个东西要是真的，那起码也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用过的，努尔哈赤、顺治、康熙这几位，挑一个。那老师，您看这东西现在价值多少啊？女宝友问道。5块钱，不能再多了。我出50吧，买了起码能加个微信。你们都是狗吧？我出53。张扬罕见的没看大数据，直接比了个6的手势。60万吗？小姑娘还在做梦。60块啊？不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清朝皇帝用的吗？姑娘的语气里充满了疑惑。你别急，我这么定价自然是有道理的。张扬转过身离开了摄像头的范围，从高姐和徐姐搬进来的纸箱子里
取出了一个东西，来看看，和你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卧槽，真的一模一样！哈哈，老师从哪里弄来的？这下尬住了。张扬把陶制龙盘举到摄像头前，给大家看完正面的浮雕龙后，又调转一面，把盘底露了出来。小妹妹，我说60是有原因的，你看这写的啥？在龙盘的底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集团出品，必属精品，建议零售价60元。这东西是张扬特意找羊城博物馆的钟老师帮忙，从河东集团工厂那边找门路买来的。河东集团的畅销货，每样都买了一件。看到东西以后，张扬才知道钟老说的没办法是什么意思。人家真是当工艺品卖的，还特意贴了价格标签。当然，按国宝卖给连麦的这位小姑娘的时候，标签肯定撕了，但那跟河东集团没关系。还真是60块啊，零售价60，出厂价估计45最多了。集团出品，什么意思啊？卧槽，主播不会有个造假工厂吧？也有可能是别人给老师送来的样品。面对弹幕的猜测，张扬还没来得及解释，女宝友说话了：那看来这个东西是假的。不过我还有一些，能再帮忙看一下吗？能啊。张扬点点头，只要不是那种嘴特别硬的人，他还是很乐意帮对方鉴定的。镜头移动到了一个纸箱子，里面装满了白色的泡棉，保存的很好啊。是什么东西？是一个铜制的花瓶。姑娘从一大团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泡棉里，把一件泛着黑色光泽的花瓶拿了出来。老师，您看看这个怎么样？妈耶，宝友，这可了不得呀！张扬一拍大腿，仿佛年与老师附体。宝友，这可不行看呀！哈哈，这小姑娘也太好骗了吧！黑色的青铜器好像特别贵，这是黑漆骨呀。真品的话，只有特殊成分的青铜器，在南方的土壤里自然腐蚀才能出现。国外拍卖的就没见过低于100万的。啊，这个也是我祖传的。姑娘可能已经在幻想怎么出货了，特意说了句：没事，都是祖传的，谁不是祖传的？张扬笑着转过身，从脚边的箱子里又拿出了同款的铜瓶。巧了，我上面也传下来一个。哈哈，不会又是集团出品吧？这种鉴定方式太有用了，原谅我没绷住。哈哈哈哈。好吧，老师，看来这个也是假的，能给我看下零售价吗？小姑娘抗打击的能力还算不错，死也想死的明明白白的。行啊。张扬瞄了一眼瓶底，95，这价格应该是真铜。你要是按零售价买，卖废铜应该亏不了多少。这个我4300买的，那个龙盘也花了我4000多，8000变200了。姑娘的语气刚才问价时的激动消失了，变成了难受。那是好事啊，妹妹，才亏了97.5%，在古董这行已经算亏的少了。你想啊，这东西要是真的，光交易青铜器的罪名，你怎么也得进去蹲几年。现在你多安全啊，谁来都管不着你。张扬尝试帮姑娘把格局打开一点，没想到他这一说，宝友直接破防了。老师，你别说了，我好难受。呜呜，姑娘竟然像是直接哭出了声。刚来，主播对这个姑娘干了什么？我也刚来，这是直播欺负女生？哥几个都刚来，那我也是刚来的，现在冲谁？小红薯来的，谁是张大师？集美们把下头男主播举报一波。姐，你先控制下情绪啊。张扬说话间悄悄按下了直播间的静音键，为了防止自爆卡车，他已经把这些直播小技巧烂熟于心。现在观众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他还能听到连麦对象在说啥。不过怕直播间的观众发现音画不同步，张扬没有张嘴，只是单纯的听。视频那头，女宝友抽噎着说道：老师，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东西是我用团的生活费买的，这下全完了。老师，你既然有这么多集团的货，肯定有老板那边的渠道，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能不能把钱退我？我不玩了。张老师，你还在听吗？是我卡了吗？张扬听对方声音里几乎没有哭腔了，这才解除静音。宝友，你应该问问卖给你的那个人东西能不能退，除此之外就只能报警了，但是不一定有用，你自己掂量吧。老师，你那些，我这些东西都是别人送给我当教具的，没花钱。你可能来得晚，不知道，有些来鉴宝的宝友以为自己捡漏了，嘴那个硬啊，不掏点东西出来，真说不服他们。张扬把对方想让他帮忙退货的话硬堵了回去。这个我可以证明，好几个大爷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招只对正常人有效，资深国宝帮还是没办法。报警会有用吗？姑娘问得很急，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我一共被骗了8000，有时候有用，比如我们直播间有个大哥被骗了300多万，报警追回来了。杨拿陈彦光之前的事举了个例子。什么？9黄的钱追回来了？
靠，那他就不是直播间最大的韭菜了啊！九皇人设崩塌喽！陈彦光确实在直播间潜水，看到这样的弹幕，马上急了，跳出来：我古董亏了300万，翡翠亏了1000多万，还不是最大的韭菜啊！这个主播在造谣，你们这都信？光在直播间解释还不算完，在张扬下播以后，陈彦光还打电话过来：杨哥，给个面子，咱能不能对一下口供？啥意思啊？你又犯事了？口供？张扬第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被卷入了什么案子，没想到陈彦光说没犯事，就是和你统一口径。以后在直播间和粉丝群，我永远是亏钱的，但是在线下见到人，我永远都是赚钱的，行吗？杨哥，你不会在现实里跟人说你买翡翠、古董挣钱了吧？张扬有点不敢相信，他怎么敢的呀？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陈彦光有点心虚的答道。他又说了半天，张扬才捋清楚这货干了啥。陈彦光可能真的是看直播入脑了，他大概是觉得主播天天直播，我天天看直播，所以我和主播差不多。竟然在他爹面前夸口说他捡漏挣了几百万。陈彦光的爹作为号主人，知道自己这个大号的成色显然没那么容易信，但号主人说话太敷衍，激得陈彦光自己来劲了，非要证明一下。你不会要我帮你捡几个漏拿来装逼吧？张扬心说，求求你饶了我吧。临海古玩市场他自己已经去逛了3趟，真货是有的，带证书或者评级的都有不少，但是漏根本没见着。张扬甚至怀疑有些店子从开业那一天起就是从工艺品批发商那里进的货。啥子真古董呀？估计店家自己都没见过。工艺品吗？反正成本低，蒙到一个算一个。张扬这才体会到没有汪家的渠道，想大白天捡漏是真的难啊。不用，我还没想好怎么证明呢。我最近几次糊弄我爹都失败了，这次得从长计议。陈彦光倒是想得清楚，实在不行你就拿我那些集团货回去吧。张扬笑嘻嘻的帮他出了个主意，你爸看到那些东西只会同情你，不会嘲笑你的。靠，你真当我傻呀？今天你鉴定完，视频往网上一传，这几件东西什么龙盘啊，什么黑漆的青铜器啊，谁还不知道是假的？我还想问你，这是什么集团的货呢？你这么往外一拿，他们以后东西还卖得出去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的顾客一辈子都不会看我的直播？张扬悠悠地说道。有点道理。陈彦光恍然大悟，多问了一句，那到底是那个集团啊？不会是张扬集团吧？你黑白通吃？河东集团。张扬回答完，陈彦光突然沉默了。喂，人呢？你说的河东集团是不是在佛山有个挺大的工厂？陈彦光问道。是啊，这不是网上一搜就知道的吗？张扬轻飘飘地说道。他还不知道这句话对陈彦光的冲击力。他们集团的老总是不是姓程？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们的东西明面上都是按工艺品卖的，找不到什么漏洞。操！陈彦光突然骂了一句。你又发癫了。河东集团是我相亲的那家姑娘，他们家里的产业。陈彦光的语气有些复杂。卧槽，这次轮到张扬了。你的意思是，你的岳父不仅是盗墓贼，还是国宝帮 buff 叠满了呀？别瞎说，河东集团那是我未来岳父的大哥在负责，和他没关系的。陈彦光把他搜集到的信息稍微分享了一点给张扬。程宗文，也就是那本盗墓小说的作者，他是程家老爷子程德义的二儿子，他大哥程宗印才是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不过我觉得他们家的企业也就是玩玩，真正挣钱的应该还是程家老爷子手下的投资集团。据说孵化了不少上市企业，具体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据说几年前他给某个顶级大学的博物馆捐了大半个馆的宝贝，加起来有600多件呢，每一件都是博物馆能拿出来展示的水平。你想想那实力。陈彦光一通瞎扯，张扬听得都有点迷糊了。大概的意思是，就算河东集团真是国宝帮，那也是老大程宗印干的缺德事，和老二没啥关系，因为他本来在家里就不受待见。陈母想让陈彦光和程家的女儿结婚，是因为那姑娘在程老二入狱后由程家老爷子亲自养大的，还有投资集团的股份。就算不考虑背后的势力，本身也算是个小富婆。我自己肯定不会和国宝帮沾边的。陈彦光言之凿凿地说道。榜一大哥的想法虽然有点自欺欺人，但张扬也知道，在真正的有钱人眼里，利用普通人的贪欲挣钱，哪怕把老人家的养老钱骗个精光，也是不会有丝毫愧疚的。陈彦光已经算一股清流了。挂掉电话，张扬心里想着陈彦光的话，忍不住上网查了查。知名人士向大学博物馆捐献600多件私人藏品，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上新闻吧？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愣是从23年看到了03年，也没看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张扬只能转换一下思路，
搜有哪些顶级大学建了博物馆，结果全国有1153所大学博物馆，其中只有143所是国家文物局承认的。这些文物局承认的博物馆里没有一个符合条件。那这个程家老爷子捐的应该是个野鸡博物馆。陈彦光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张扬本来给事情定了性，但他关网页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一篇报道，余庆大学的全赝品博物馆究竟有多离谱？顶级大学博物馆关键词对上了，但是赝品是怎么回事？张扬怀着好奇的心情点进了这篇报道。与此同时，在海陵博物馆，张扬眼中的国宝帮高层程宗印董事长正在和汪建业品茶。两人虽然有说有笑的，但聊的话题比较生硬，一听就知道没什么交情。一旁披着个长发，打扮得像艺术家的程老二实在闲不住，正在欣赏着玻璃展柜里的藏品，里面大部分都是还没来得及放到外面展柜的东西。汪馆长，这青铜器是刚挖出来的吗？这上面的红土应该是粤省那边出土的吧？程老二指着张扬从阳城带回来的青铜簋说道。汪建业还不知道，他眼前的程家二公子是正儿八经下过墓的，也曾经流窜到粤省做过案，他还以为碰到行家了。文大哥好眼力啊，这是我们从一个盗墓贼手上抢救下来的。真的吗？盗墓贼逮住了没？汪建业点点头，逮住了呀，而且是人赃并获。程老二听完这话，眼中露出喜色，追问道：那个傻逼判了几年？啊？汪建业一愣，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傻逼说的是谁。案子好像还没判吧，不过那个人他把这个青铜器挖碎了，还卖了很多假古董，估计会重判。东西当时碎成什么样？程老二有些激动，对方这副表情，汪建业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实话实说，大概碎成接近40块吧，还好现在的文物修复技术发达，恢复的差不多。好呀！程老二乐得直拍掌，盗掘古墓葬，破坏文物，还卖假古董，涉嫌诈骗，那个傻逼起码要判15年。看来文大哥对文物保护法也颇有研究啊。汪建业奉承道：那可不，这是我们在里面的必修课。程老二笑着说道，说完马上看向自家大哥。在平常这个时候，程宗印就应该马上站出来，不留痕迹的把话题引走，免得别人问出程老二的底细，给程家丢脸。但这次程董事长却有些出神，没有说话。哥，你想什么呢？程老二主动叫了程宗印一声，这才把后者从思绪中拉了出来。程宗印恢复正常后，问汪建业：汪馆长，你们这个青铜器是从阳城带回来的？我听你们刚才说是粤省出土的。是啊，就是在阳城越秀区的一个旧货市场里发现的，那里都是卖假古董的，没想到第一次遇到真货就是这样重量级的宝贝。汪建业颇为得意地说道。在他说话的时候，程宗印望着玻璃展柜里的青铜簋，不停地点头。是啊，如此精美的青铜器，不愧是古人的智慧结晶，破坏这种宝物的盗墓贼真该死啊！程宗印说这话的时候带了点咬牙切齿的味道，听得程老二还以为大哥要大义灭亲了。不过程董事长针对的其实是那个落网的业务员，他心里想的是，给集团带货难道不挣钱吗？还要去盗墓，弄得我出来谈业务都能遇到仇人，真晦气啊！收拾了一下心情，程宗印回归正题，他掏出了包里的小册子，笑着递给汪建业，同时说道：汪馆长，就像我在电话里说的，这次来我是想代表家父给你们博物馆捐一批他的私人藏品，数量不多，也就30来件，但每一件都有鉴宝专家的证书。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接收一下，顺便搞个交接仪式。我父亲大概明天就会到临海，一直待到下个月初，能得到程老师的捐赠真是太幸运了。汪建业礼貌地接过小册子，接着问道：您要捐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在临海吗？一位神秘的民间收藏家捐献了600多件私人藏品给余庆大学博物馆，其中不乏商代兽面纹鼎、汉代琉璃龙纹璧、元青花等珍贵文物。博物馆开业后，有民间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他们惊讶地发现展览的所有馆藏全部是赝品。不少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这就是国宝帮整的活儿。这样堂而皇之在高等院校里展览赝品的行为，很让人怀疑始作俑者背后的目的。如果这个把戏没有被拆穿，是否会有大量的打着余庆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名义的赝品在市场上流通，我们尚未可知。但能确定的是，事情过去1年多了，除了博物馆关门，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消息。好像无形中有人在说，不许再提了。张扬看完新闻后，长叹一口气，这么逆天的事，竟然没后续了。他继续在网上搜索这个神秘的民间收藏家是谁，结果所有的报道都停留在3年前，没人知道这个捐赝品建博物馆的真实身份。但600多件这个数目实在太巧了，让张扬觉得这人就是程家老爷子程德义，应该是他，因为他可以组成国宝帮的关键一环，国宝帮的上层。程德义这些有钱人
通过给博物馆捐东西，让底下的人误以为国宝帮上层认证的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真国宝。像李老七他们这样的中层，则负责推销国宝，同时还负责维护国宝帮并不存在的声誉。底层自然就是那些拿着一堆假国宝想要发财的普通人了。陈彦光以后不会摇身一变成国宝帮高层了吧？张扬想了想，还真有可能，因为这个老哥的底线很灵活，看来得早点把粉丝群全部接手过来，免得到时候自己的粉丝群成了国宝帮的大本营。想到这些，张扬赶紧和高姐、唐启运私聊了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他把2位女士拉进了粉丝群，同时给了他们管理员的身份。徐杰就算了，他一下班就在打游戏，永远联系不上。忙完这一切，张扬正准备看看短视频就睡觉了，一个陌生的号码突然打了进来。燕京西城。张扬有些疑惑地接通了电话。您好，请问是张扬吗？电话那头是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子的声音。你好，我就是。张扬笑着答道。爷爷，爷爷，接通了。小孩子边跑边喊道。倩倩，慢点。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张扬已经猜到这是谁了。汪老师，你已经回燕京了？是啊，孙女放假了。汪老爷子乐呵呵地说道。老人家之前和张扬聊过，他2个儿子都在燕京成家立业，他平时也待在北方。这次回临海，完全是为了帮汪建业把博物馆打理顺，他怕亲弟弟操劳一辈子的家业败在侄子手上。现在在汪老爷子眼里，事情已经提前处理好了。处理好的前提是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出现。看一下捐献的文物。汪老爷子说的话让张扬心里一颤，他刚看了太多翻车的故事。他连忙问，捐了多少件？张扬目前看过的数量最多的文物捐赠案例是某位湘江的富商捐给燕京师范大学一共6000件赝品瓷器，就是去景地镇批发也得好几万呢。其次就是疑似程德义的神秘人了，数量越多越不对劲，一共32件。汪国生沉声说道。在海陵博物馆的受捐赠历史上，这算多还是算少？张扬请教道。如果全是真东西的话，那肯定算多。汪国生笑着解释，以前也有位捐了40-50件东西的老先生，不过他的藏品里真假参半，有些赝品确实容易打眼。行，那我去帮汪馆长把把关。张扬满口答应下来。32件古玩，以他现在的功力，30秒左右能确认一件东西的真假，全部加起来也就1刻钟的事，小菜一碟。2天后，海陵博物馆要写鉴定意见，你不早说？张扬一脸疑惑地看向汪建业。你早说的话，我就带笔记本过来了。他本来觉得视频连线看一下，告诉汪建业东西的真假就可以了，但汪馆长很谨慎，说线下看实物更稳妥，毕竟是别人捐赠的东西，看错了造成误会就不好了。张扬没法跟他解释自己看的有多准，看在之前那100多万的面子上，他答应走这一趟。结果在会客室里等人的时候，汪建业才开始提要求，不写也行。看张扬表情似乎有点不爽，汪建业赶紧改口，反正他们捐的古董都有别的专家开的证书。每件都有证书吗？对方什么来头？张扬好奇地问道。因为觉得这是件小事，张扬之前没有倾注太多的注意力，但汪建业这话成功勾起了他的兴趣。32件，每件都请专家鉴定过，还开了证书，鉴定费加起来都能再买几件古董了。对方姓程，是个比较有名的天使投资人。汪建业自己对程家都没什么了解，下意识地认为张扬一个学生肯定也不熟，所以说得很简略。程德义？张扬想也没想，直接问道。哎，张扬你认识他？那太好了。汪建业肉眼可见的高兴。我本来还吃不准要怎么和程家人打交道，要是你认识的话，等下可得帮帮我。帮帮你？应该是救救你吧。张扬从上次从阳城回来就想明白了，海陵博物馆有很高的合作价值，无论是渠道还是人脉，都不是他一个没有根基的新人能比的。但他要是被国宝帮拿去搞东搞西，以后这个合作伙伴就算废了。张扬下意识地咬了咬后槽牙，来者不善。如果呀，我是说如果对方带来的东西有假的怎么办？张扬斟酌着问道。假的就不收啊。汪建业的语气非常纯真。要是大部分是假的呢？张扬循序渐进。不可能吧，都是请专家鉴定过的。专家？哪来的专家？只是证书而已。我伪造一份你大伯的证书，证明我是秦始皇，那我就是秦始皇了。司汪建业倒吸一口凉气，他想明白了张扬的话外音，显然是对程德义的底细有所了解，才会未雨绸缪地问这些问题。要不，张扬，你先回去。汪建业想到了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回去？不鉴定了？这样不太好吧？张扬说着，已经站起身准备离开。我就说
鉴定师在外地回不来，把东西先收着，等他们走了，你再帮我看看。如果有假的，就不拿出来展览，不就行了？汪建业好像很满意自己的想法，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张扬听了这话，屁股又落在了椅子上。他叹了口气，看来你不是装傻啊？什么意思啊？汪建业头顶冒出3个问号。你猜人家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把宝贝运到临海来，捐给你家的博物馆？是嫌弃公立博物馆的名气太小，还是他们程家当地的博物馆已经塞满了？汪建业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回答说，有没有可能是想巴结我大伯？那他们为什么不挑汪老师在临海的时候来呢？你大伯在临海这么久，又不是啥秘密。寻宝节目组来的时候，汪老师不是还在现场露脸了吗？张扬反问道。汪建业疑惑了摇摇头，正想开口问张扬原因时，他的手机响了，有电话打进来。汪建业冲张扬歉意的一笑，走到窗前。张扬坐在沙发上，依稀能听见汪馆长在说什么。甜甜，你别生气，肯定是你重要，我马上就来。打完电话，汪建业脸上歉意更甚。不好意思啊，杨哥。一个30多岁的人叫张扬哥，说明是真遇上事儿了。我现在要去甜甜那边，这边你帮我接待一下，可以吗？你说啥？我接待？大哥，你才是馆长吧？张扬真没想到，还能有人这样当甩手掌柜的。没事，不是说东西大概率是假的吗？人家就想利用我们博物馆出名。汪建业这会儿很着急，脑子转得很快，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就把问题想清楚了。杨哥，你帮忙看看，要是赝品居多，直接回绝了就行。直接回绝？你确定吗？如果有1-2件真品呢？没事，不缺这点。汪建业有些无所谓的答道。对了，这个你拿着。汪馆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证件，递给张扬。这是博物馆研究员的证件，有这个能证明你的身份。张扬接过证件，上面的头衔写的是海陵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馆员的分量不够啊，改成资深鉴定师怎么样？张扬说完话，回应他的只有砰的一声。接着走廊上传来汪建业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好家伙，跑得真快！张扬嘀咕了一句，直接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要不我也溜了算了。这样的想法刚浮现在张扬的脑海，马上就被他自己否决了。程家的人要是今天来这里扑了空，最大的可能就是明天继续来，那他今天走的这一趟就成了白白的浪费时间。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堵回去，但又要防止他们耍赖或者狗急跳墙。张扬看过太多国宝帮被戳穿后气急败坏，指着鉴宝专家的鼻子骂，吵着要和专家打官司。他深思熟虑后拨通了徐杰的电话。别玩你那破游戏了，赶紧去公司带着我们户外直播的设备来海陵博物馆。对，算加班，我送你5个648，总降了吧？接着又打了高姐的电话。姐，有空没？江湖救急，救！老板，我们不是刚下班吗？高姐的声音带着困意。加班，紧急加班，我现在在海陵博物馆，你能过来帮忙化个妆吗？也是张扬运气好，高姐刚好就在海陵博物馆隔壁的街道住。接到张扬的电话，他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老板，刚才忘记问你了，我出外勤算几倍工资？高姐一边停着电驴，一边开始打算盘。3倍工资行不行？张扬痛快地答道，同时帮忙把后座上的化妆箱取了下来。行啊，老板，你真敞亮。高姐竖着大拇指打量着张扬身后的海陵博物馆。好几年没来了，海陵现在装修的这么好了啊。姐，等下慢慢看，先说正事，过会儿我可能要和人面对面交流，你能帮我弄得尽量不露破绽吗？张扬有些担忧地问道。博物馆里空调温度开得低不低？高姐问了个有些莫名的问题。挺低的，有些文物对环境温度要求很高。那就行，只要不流汗，基本不会露馅。高姐自信地答道。下午5点半，在一辆50宏光的带领下，3辆大奔陆续停在了海陵博物馆门口。高姐坐在自己的小电驴上，一边吃着小零食，一边打量着旁边车上下来的人，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老板，来了一个车队，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些人。10几个人，好像都是男的。不对，下来了一对母女。我去，张扬，你知道这是哪个大老板的家属吗？怎么了？是人特别漂亮吗？徐杰一边调试着机器，一边在语音里问高姐。漂亮？一般般吧，你姐我也不差。高姐语气有点酸溜溜的，但是他们的包都是最新款的 LVR， 还有镶钻的手链，不灵不灵的。他们马上要进大门了。好，张扬终于应了一声，通知徐杰开始。张大师鉴宝直播间上线，1分钟不到的时间，直播间瞬间有了近1000名观众。下午5点半这个点是不少人的晚饭时间，刚好抖音又是下饭神器。兄弟们，晚上好啊！张扬冲着镜头打了个招呼。
先把直播间的氛围调动起来，等下直播间的观众可都是见证人。主播又双弱搬家了，这是在博物馆吗？晚上了，该来点攒劲的节目了。下午5点半就攒劲，兄弟也太猛了！晚上直播竟然不在群里通知，主播飘了。看到弹幕，张扬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粉丝群，他赶紧给了徐杰一个眼神，但是对方冲他摊了摊手，一脸疑惑。哦，徐杰不在群里，那算了。直播间的兄弟，在群里的去个人帮忙通知一下。张扬转而求助弹幕。今天晚上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海陵博物馆，看能不能从他们馆藏的东西里找出几件假货，或者是出土的文物。主播牛逼！这个博物馆没听说过，但是能被张大师选中，显然是倒大霉了。兄弟们，咱们从哪开始看啊？张扬装模作样的问弹幕，眼神却一直捎带着大门的方向。人呢？高姐不是说他们马上进门了吗？张扬摸了摸兜里揣着那张工作证，这可是让对方打退堂鼓的关键道具。更重要的则是直播间里现在接近5000的观众，等会儿还会上升到1万。弹幕一听说要找博物馆里的赝品，马上来劲了。看青铜器啊，青铜器，青铜器，青铜器！好家伙，这是想把博物馆的人都送进去啊！搜到了，海陵博物馆是私人的，可以行。青铜器这么有悬念的东西，还是留到后面吧。咱们先从门口看起，那边是瓷器馆。兄弟们放心，保证有看点。张扬轻轻挥动手指，徐杰马上跟上，移动机器，保证张扬始终不离开画面。与此同时，在大门口，陈彦光走在一群人的前面，脸上始终的保持着得体的笑容，向大家介绍道：这里就是海陵博物馆的正门。1楼是陶瓷、青铜器和雕塑，2楼是书法、绘画，3楼是玉器、家具还有古钱币。据说这间博物馆的设计师之前是上海市博物馆的副总设计师，所以两家的布局很相像。接下来，这位解说员会带着大家按最好的路线参观整个博物馆。在陈彦光和解说员的对面是乌泱泱一大群人，他们是陈彦光的爹妈、弟弟，他相亲对象程世慧的爹妈、大伯和爷爷，还有2家各自的亲戚。本来轮不到他出来介绍的，毕竟陈父才是当家人。但因为陈彦光在听说程家要捐文物给海陵博物馆的时候没憋住，炫耀了一句：我和海陵博物馆的汪馆长还挺熟的。于是带2家人参观博物馆的任务顺理成章的落在了他头上。为此，陈彦光没少给自己嘴巴。好在他联系上了汪建业，找了个解说员，现在事情算是解决了。小陈，他们是在拍宣传片吗？要不要绕一下？程母看着陈彦光背后问道。陈彦光转过身，看到远处走过来的张扬，右眼皮突然跳了一下。别吧，杨哥，你不会现在过来和我打招呼吧？阿光，你阿姨问你话呢。陈母催促着陈彦光，应该是主播吧，只要不在镜头前停留就没什么事。陈彦光下意识地回道，原来不是宣传片啊。话说小陈你是怎么看出来是主播的？说这话的是女方家的大伯。程宗印话里藏针，刺得陈彦光赶忙解释，不是看出来的，是听说。我听汪馆长和我提过一嘴，说最近会有抖音的鉴宝主播来这里做直播，帮忙宣传。把锅甩给汪建业后，话说的就顺嘴多了。陈彦光甚至还变招法的帮忙做宣传，应该就是汪馆长说的抖音的主播张大师鉴宝，听说很有名气，看东西很准。榜一大哥不知道的是，程宗印早就把他和这位张大师的关系查了个一清二楚。张大师，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程宗印装作回忆的样子，心里想的却是，这都让我撞见了，那不得上去让这个张大师下不来台。他接着提议道，要不还是和他打个招呼吧，毕竟是名人，万一打扰到人家呢。张扬也看见了陈彦光，他还看到了榜一大哥身后的程家人。人群里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子应该就是程家姑娘了，长相不算漂亮，比小梨花差远了。但是把2个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眼前这位怎么看都是正宫。那穿着和打扮气质谈不上，但明显是 RMB 玩家。看到这么多人，还有一对正在相亲的男女，张扬打消了本来的想法。他原本的设想是一个纯路人主播偶遇捐赠古董的富商，攀谈了2句，在表明自己是鉴宝主播后，引诱对方拿出古董，接着在数万观众面前鉴定为假。但现在对方这么多人被围殴了怎么办？反正还有 B 计划，张扬想着不如先和观众们聊聊。咱们先来看这个龙泉青釉的镂空从视频。张扬指着一进陶瓷展厅就能看到的那个龙泉窑瓷器说道，能不能拍拍展板上写了啥？这个有问题吗？没问题就不看了。是啊，我们是来看翻车的，不是来云旅游的。当然有问题啊。来，导播帮忙把镜头给近一点，让大家先看看实物。等徐杰把镜头推进到橱窗，张扬赶紧在摄像头外的地方
再核对了一遍物品信息。这瓷器的问题，他第一次来海陵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但因为问题不大，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他就没说。刚才一进门看到实物，张扬马上想起来了，反正是小事儿，就拿来做下节目效果吧。怎么样，有没有宝友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假的？当然不是假的，也不是后仿的。张扬看着弹幕回答道。好家伙，老太揭底都来了，你们这也看不到底啊？搁这儿蒙答案是吧？一个人猜一种，反正古董的问题就那几种。行了，我就不卖关子了，后面有更多宝贝还在等着我们。这个龙泉青釉的缎带有问题，这不是明朝的东西，这应该是元末的。张扬刚想给弹幕解释他做判断的理论依据，身后突然传来陌生人的声音：你为什么能肯定是元末，而不能是明初呢？前后差那几十年，你能分得这么清吗？谁在说话？是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吗？主播要被老板对了？希望不是游客，因为这话听着像杠精。为什么就没有直播间的兄弟去现场逮捕张大师啊？张扬转过身，意外的发现是陈彦光，接着在他的苦瓜脸旁边看到了一个眯着眼睛正在看展柜的中年男人。刚才这个人陪在疑似程德义的老头身边，张扬有印象，明显是程家的核心人物。你们是？张扬装作不认识陈彦光，问道。程宗印扶了下眼镜回答说，别误会，我们就是纯路人，只是觉得你这样断代不科学，所以质疑一下，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这种问题，张扬很想说，古董旁边明明白白的写着生产时间1351年，如果科学技术验证不了，那是他发展的还不够。但线下鉴宝和线上不一样，线上可以摆烂，说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另请高明吧。但线下，张扬现在算是被架住了。来，导播，给我镜头。张扬拍了下身后的徐杰，他的本意是想连着这个程家的人一起拍到直播画面里，但对方很灵巧的躲开了镜头，还在镜头外说，我们不打扰你直播，你继续。这是不打扰？那什么是打扰？没事，大家一起探讨吗？张扬咬了咬牙，开口说道，我的判断依据在于这件东西的器型，东西的颜色确实很像明中期的龙泉窑，但注意看它镂空的部分非常的粗犷，是典型的草原民族的审美。如果大家看过明代的镂空从视频就会知道，当时人们的审美比这个细腻。相反，元末往往会出现这些粗枝大叶的器物。那又怎么样？程宗印出声道，他根本不是来和张扬讨论的，而是要让人下不来台。到时候找人把视频掐头去尾剪辑一下，正义路人爆杀无良鉴定师，再买点水军，足够给张大师打上无才无德的标签。这种事本来不用他这个董事长亲自来的，但这不是赶上了吗？秉持着这个理念，程宗印开杠了。我想问的是，就算这个瓷器全是元代的特征，它就不能是活到明朝初年的元朝匠人制作的吗？就几十年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张扬听了直呼，好家伙，抓着一个理论上存在的特例来反驳，这一杠起码有20年功力了。张扬看了眼弹幕，还行，世界上还是正常人多，这个纯路人果然是杠精啊。按他的说法，以后都别断代了，万一有个工匠长生不老呢？这种是不是得送去做热视光才能判定？没用的，热视光也没那么精细。建议主播直接用他的理论，证明你是他爹，反正也就差了几十年。大哥，你要不要和我直播间的弹幕互动一下？张扬笑着说道。程宗印摆摆手，往后退了一步，防着张扬曝光他，接着说，你们搞直播的弹幕都是饭圈，他们说什么没意义。听到这话，张扬不用看弹幕也知道，直播间的观众绝对开骂了。算了，直接杀死比赛吧。张扬问对方，那你又是怎么断定东西是明初的而不是元末呢？这不用我断定啊，人家博物馆写了明代。哦，这样啊。张扬点点头，回到镜头前，兄弟们，等我2分钟。2分钟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发个呆的功夫，但只要你足够快，可以做很多事。张扬快步回到馆长办公室，同时拨通了汪建业的电话。1分半钟后，他回到了镜头前。回来了，兄弟们。主播真快啊，是不是去叫保安了？赶紧把这种杠精赶走吧，影响直播间观感。没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这位纯路人朋友，你觉得这东西是明朝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写错了？写错了？程宗义有些讥讽的笑了。你怎么不说？他话没说完，看到张扬的动作，直接愣住了。只见张扬从兜里掏出一大串钥匙，蹲到展柜前，用其中一把钥匙打开了展柜下方的小格子。输入密码之后，展示有龙泉青釉瓷器的玻璃展柜开了。这还不算完，张扬又从兜里掏出一支黑色的中性笔，抽出展柜里写有瓷器简介的纸片，当着上万观众的面把上面明朝划掉，改成了元末。
随后关上了展柜的玻璃门。你怎么能随意涂改上面的文字？程宗应急的话都有些不顺畅。不好意思哈，之前写错了。张扬看着直播镜头说道，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以前在博物馆工作过，刚好就是咱们现在身处的这家博物馆。咱们博物馆突出一个有错就改，绝对不杠。文物这东西还是讲究真凭实据的，不是一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哎，这位纯路人怎么这就走了？被张扬对完，程宗印青着张脸回到了参观队伍面前。陈彦光全程不敢说话，只能默默站在旁边。还是程德义看明白了，无缝衔接，站出来安排程家老大和老二去指挥搬运面包车上的文物，剩下的人一起跟着讲解员参观博物馆。等谈好捐赠的事后，大家在一起拍张合照。等其他人都跟着讲解员走了，程德义突然拍了拍他大儿子的肩膀：“汪馆长呢？为什么没看见他的人？可能是看到咱们人多，不方便出面吧。毕竟捐赠的事情没有完全定下来。”程宗印其实也觉得不对劲，他一度拿出手机想给汪馆长打电话，但是看到张扬以后，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是想让张扬出丑的，但对方出拳没有章法，他没法接。行，那你刚才跟那个主播是什么情况？程德义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现在才问。那个人经常针对我们集团的生意。程宗印把之前的事简单向他爸汇报了一下。这样的小角色你都搞不定吗？程德义皱着眉头问道，丝毫不掩饰语气里的不满。我怕完全撕破脸，这也怕那也怕，还做不做生意了？程德义对大儿子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年于大的事不是已经教过你，要放开手脚去做吗？有的是人比咱们看重脸面，所以你不要脸就活该你发财。行了，这件事你抓紧去办吧，我不想以后再来海陵博物馆还看到有人在这直播。好，程宗印沉声答应下来。他指挥卸完古董后，马上去汪建业的办公室找人，但是敲门后发现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回头的路上撞到了程老二，对方告诉他，之前接待他们的会客室的大门也是锁着的。程宗印赶紧打汪建业的电话，却显示对方电话已关机。怪不得没来迎接我们，看来是把我们割了呀。程老二嬉皮笑脸的说道。为什么？上次不是聊得好好的吗？程宗印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一位馆内的工作人员路过，程家兄弟赶紧迎了上去。你好，我们是来找汪馆长的，约好了傍晚见面，现在联系不上他。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吗？我姓高，你们可以称呼我一声高姐。穿上工作人员制服的高姐说道。说完，他就不说话了，默默地和程家兄弟对视。好吧，高姐，请问你们馆长现在人在哪？程宗印没有纠结。高姐应了一声，回答说馆长早就出门了，现在管事的只有张研究员。那他在哪？刚才在大厅里直播啊，你们没看到吗？大厅里的那个？程宗印一愣，想到了他被张大师奚落时对方那张狂的笑容。那个抖音的鉴宝主播，他是你们这里的研究员？他不是，难道你是啊？高姐一点不客气的对道。竟然还真有博物馆工作背景，程宗印小声嘀咕了一句，接着问高姐，那你们这里还有没有其他能管事的人？咋的？我是不是要帮你把整个博物馆找一遍，看看还剩几个人？高姐火力全开，看你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不知道现在几点吗？6点，下班时间。有个张大师还不满足，你们还要啥自行车？长头发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姐，你说的没一点毛病。程家老二点点头，他受改造的情况良好，做到了帮理不帮亲。你还算是个明白人。高姐给他点了个赞，看了一眼程宗印，鄙夷的摇摇头。见对方没啥反应，切了一声，直接开溜。走廊上，程宗印门牙后槽牙咬了个遍。短短半个小时内，他已经被包括他爹在内，一共3个人轮流对了一番，这是他过去1年受气的总和。但他毕竟年纪和见识摆在这里，长舒一口气后，慢慢平静下来。他低声和他弟弟程老二说，我不方便出面，等下你去找那个姓张的问问，看能不能联系上汪馆长。如果实在联系不上，就问他那32件能不能先存放在这儿，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你说这么多干什么？我有答应你吗？程老二干脆的回绝了他大哥，还装模作样的找理由。那人一直在直播，万一被直播间的人认出来，我是那个因为写小说2进宫的盗墓贼，不是又给程家丢脸了？你……程宗印气的想骂人，但看到程老二混不吝的样子，话堵在喉咙里，化成一声长叹。算了，这次我直接跟他摊牌。想来一个研究员也不敢多说什么。在程宗印的眼里，张扬顶多算个网红，而他自己则是资本。这二者的关系，就像参天大树和树下腐叶里长出的蘑菇，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刚才那波找茬是他自己把姿态放太低了，这波明牌打，对面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但他误判了张扬的身份。其实
张大师是位戴着安全帽、拿着电锯的伐木工人。陶瓷馆里听说程宗印要找馆长，张扬摊了摊手，无奈地说道：“馆长他老人家这会儿应该正忙着呢，怕是联系不上呀。”馆长下班了，主播还在上班，太辛苦了。人家张大师一晚上直播收入好几个 W， 弹幕圣母别太操心。主播能不能让保安清场啊？咱们直播间这点面子都没有吗？老有人来问话，确实很烦。程宗印躲在镜头外，看张扬说的话不像有假，直接表明身份。不装了，摊牌了，我是亿万富翁，是来给博物馆捐文物的。张扬如他所愿，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原来您就是馆长说的要来捐赠文物的程老板啊！失敬失敬，兄弟们，现在正和我说话的就是准备给这座博物馆捐几十件文物的爱心藏家。来，欢迎程老板给大家讲两句。张扬做事要让出位置，邀请程宗印到镜头前。讲两句？不，曝光你。不过程老大很警觉，摇摇头，绕到了镜头后一个离麦克风近一点但又不会出镜的地方。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捐赠的事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就不出镜了，免得有沽名钓誉的嫌疑。刚才张大师是不是说这个人姓陈？老哥前鼻音后鼻音不分。主播说的是程，国内有姓程的有钱人吗？有没有大手子出来科普一下？人家程总要低调，你们老猜人家名字干啥？张扬调侃了两句弹幕，接着收起笑容，正经了一点。其实我今天来刚好就是受馆长的委托，确认一下要捐赠的东西。鄙人不才，除了是个研究员，还是个鉴宝主播。你看弹幕也说了，我的外号是一眼万年，意思就是只要是最近1万年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清年代。这外号谁给取的？在中二一点。主播又在编弹幕，他没有编，弹幕是我发的，此条5毛。没问题，入库前检查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直播出去是不是不太好？这个毕竟是我和我父亲的私人收藏，不是很想被人评头论足。程宗印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程总说的有道理。张扬露出理解的表情，转头跟徐杰说：“那把直播关了吧。”不行啊，老板。徐杰已经把剧本烂熟于心，已经月底了。你之前因为怕自爆卡车摆烂了好几天，今天再不播，这个月的直播任务就完不成了，到时候要算你违约啊。哎，你一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张扬一脸无奈和程宗印解释，不知道是哪个畜生玩意儿派来一群自爆卡车搞我们直播间。程宗印的脸颊突然不受控制的抽动了一下。程总，要不你们等等，晚上11点半我就下播了。程宗印果断拒绝，11点，我可没空在这儿和你耽误功夫。违约就违约，屁大点事儿。他巴不得张大师违约，最好直播间因为这事儿被限流。张扬看了看程总，又看了看直播间的弹幕，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要不这样，咱们折中一下，我们随便挑2件直播给观众们见识见识，没问题的话，剩下的就直接入库。张扬说完，静静地看向程宗印，他相信对方心里有鬼，抽查这么利好他们的事情，对方肯定会同意。果然，程总考虑片刻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张扬的办法。太好了，程总，要不咱们先看见青铜器吧。程宗印点点头，可惜他没看直播间的弹幕，不然肯定要犹豫一下。上来直接干青铜器吗？要么假，要么行。我还奇怪，怎么今天张大师口气这么软，原来在这憋着坏呢。等会就看是诈骗还是盗墓了。当然，程总也不是真没危机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悄悄问张扬：“张研究员，你应该知道我们捐文物对你们博物馆的意义吧？汪馆长有没有和你说清楚？”当然，我又不是第一次了。张扬会心一笑。展厅中央，原本的服务台被光速清理出来，徐杰已经把机器架好了，张扬正对镜头，程家父子3人在他对面，在这3人背后，则是20-30名吃瓜群众，有热心的龙套演员高姐，有博物馆的讲解员、保安，当然更多的还是陈家和程家的亲友团。妹妹，你是新来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保洁阿姨打量着高姐，好奇地问道。嘘，鉴宝的时候不要说话。高姐比了个手势，你说话的声波引起空气波动，会干扰人家大师听古董的声音。专业啊。陈母回过头看了高姐一笑，露出赞许的笑容。一个敢说，一个敢信。陈彦光在旁边听得眼皮狂跳，他已经认出高姐了。之前去工作室找张扬的时候，2人有过一面之缘。看见这位阳明工作室员工的穿着，再联想到这场莫名其妙的鉴宝直播，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妙。张扬也没想到排场会这么大，可能在博物馆这样的氛围里，鉴定古董这件事对华夏人来说天生就有很强的吸引力。毕竟只有东方文明才有这么多高质量且历史悠久的古物传承下来。当然肯定不包括张扬眼前这件，名称
仿秦始皇陵铜车马，材质铜、锡、锌，生产时间2018年。详细信息：仿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中青铜车马的工艺品，器型、工艺都和原作高度相似，但在部分细节上失真。张扬看到这东西的第一时间，差点笑出声。倒不是说东西有多差劲，青铜马确实雕刻的栩栩如生，马车上坐着的马夫甚至能看清脸上的五官，整个车的造型也和原作相差无几，大概率是照着原作雕的，再不像就是态度问题了。它有趣的地方在于，秦始皇帝陵的那个马车是4匹马，这个只有3匹。而在几年前的余庆大学赝品博物馆的事件里，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是6匹马。那个6匹马的赝品因为太过离谱，成了当时民间收藏家打假的重要依据。这次程家人学乖了，比原作少1匹，低调却又不失高雅。张扬不禁在心里感叹，国宝帮真的很努力啊，他们为了骗钱一直在做改进。卧槽，这不是秦始皇的铜马车吗？这个只有3匹马，有点像真的呀。看来真是土豪来捐文物了。这东西要是真的，应该也是一级文物。这是车里军老师鉴定过的先秦时期的青铜马车，年代比秦始皇帝陵里的那座还要再早一点。车里军的名字程老大加了重音，天子驾6，诸侯及卿驾4，大夫驾3，士驾2，庶人驾1。所以这个青铜器的规格仅仅比那件诸侯王级别的4驾马车低了一点点，但论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话，丝毫不逊色。程宗印一脸自豪地介绍道，他的父亲和弟弟在一旁默默看他装逼。不逊色？张扬一脸惊讶地问道，你说这件青铜器的历史价值是指2018到2023年这5年多的时间吗？虽然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但是去碰瓷秦朝时期的青铜器还是差了点吧？什么意思？这是假的吗？捐的第一件就是假的，剩下的我已经不敢想了。好活儿，绝世好活儿。那专家的鉴定证书应该也是假的，你要不要再看看？程宗印脸色不变，同时把塑封的鉴定证书顺着桌面推了过去。这是车里军老师的鉴定意见，又是在车里军3个字上加重音，而且好像怕张扬不明白。程宗印热心解释道，他是全国闻名的青铜器鉴定专家，央视寻宝等节目里他专门负责鉴定青铜器，推翻他的鉴定结果恐怕有点难度哦。这东西我也有啊。张扬笑了笑，拿出他准备好的道具。兄弟们，看看这个。张扬把一张同样塑封好的证书放到了桌面上，正对镜头，上面写着，张扬仪表堂堂，气宇不凡，命主子珀，有大帝之资，他精通秦朝历史，容颜未见衰老，符合秦始皇长生不老的各项特征，经专家鉴定为秦朝始皇帝。落款是海陵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张扬，上面还有他的手写签名和电子印章。原来主播真是秦始皇啊！张大师把银行卡号给我，我 V50 给你。这鉴定书我也想开一个。张扬对面，程宗印瞪大双眼，手已经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操！姓张的要撕破脸。在他背后，围观的人群里有视力好的，正把张扬出具的鉴定证书上的内容小声念给旁边的人听。很快，人群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笑声。你真可笑！这证书上可是有车老师的亲笔签名。程宗印强装镇定呵斥道：“是吗？”张扬熟练地翻出手机里他和车老师的合照。很不巧，我认识车老师，而且还请他帮忙鉴定过，所以我不信他会给这么明显的赝品开证书。这上面的铜锈明显是做旧工艺，用动物的粪便腐蚀的，不信你闻闻，还有股味道。张扬露出非常嫌弃的表情，用手扇了扇，好像真有味道一样。你认识车老师？程宗印完全忽略了张扬鉴定的话。在程董事长的眼里，鉴定从来就不是看东西的真假，而是利用一切条件说服对方，让人相信自己的东西有价值。所以他非常自信地拨通了车里军的电话。喂，车老师，我是老程啊，你还记得我请你帮忙鉴定过一个3驾的青铜马车吗？电话那头，车老师回忆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现在有个姓张的鉴宝主播不承认你签名的鉴定证书啊，他想造谣，污蔑我的宝贝是假的。程宗印气愤地说道。在他预想中，听到这话的车里军应该秒懂自己是什么意思。程家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养了这么多人，不就是关键时候来站台的吗？姓张？叫张什么？还是什么张？车里军问。是我，张扬。张扬终于找到了切入的时机。哦，小张同学啊，好久没联系了，你怎么去给程老板鉴宝了？车里军亲热地问道。这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刚好我在抖音直播，要不我没个麦。好啊。车里军欣然应允。等张扬给视频对面的车里军展示完整个3驾青铜马车的细节后，车老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精彩。他的目光游离了一下，最后缓缓开口：
张扬，这件东西不是我当初鉴定的那件啊，你问问程老板是不是拿错了，把复制品拿出来了。车里军毕竟是老江湖，明显的赝品他不可能承认，一句复制品马上递了个台阶。张扬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反问道：车老师的意思是还真有件真品的3架青铜马车？那可是一级文物，是不是应该上报给有关部门？视频那头的车里军突然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视频的那头，车里军不停地变换着坐姿，好像椅子和他的屁股八字不合。这位全国知名的青铜器鉴定专家现在非常难受。按照常理，看在往日的交情和那些 RMB 的面子上，他应该坚定地站在程宗印身后支持他。但直播间满屏的弹幕实在有点吓人。说话，青铜器专家说话啊！你说这是复制品，那真品在哪？蛇鼠一窝的东西，专家？我呸！查到了，这人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直接把他举报了吧。兄弟们，冲了他！弹幕喷或者骂，车里军都无所谓，但和威慑他实在扛不住。真被这多人举报，万一查出来他那些失德行为，停职都算是轻的，说不定还要吃牢饭。车里军可不敢嘴硬，拿自己后半辈子的自由开玩笑。他看着张扬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意识到自己还有撇清的机会，赶紧开口：错了，我看错了，这不是我鉴定的那辆青铜马车，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系。程宗印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车老师，你别开玩笑了，你忘记这个证书了吗？他把车里军出具的有他亲笔签名的鉴定证书递给张扬，张扬很配合地帮他把证书展示在了镜头前。车里军否认鉴定过，让张扬知道这位大师想保全体面，已经缴械投降了。现在程宗印还不死心，想死的明白一点，当然要成全他。车里军扶了扶眼镜，仔细看了下鉴定证书，解释道：这签名像是我写的，但是我真的不记得鉴定过这东西，可能是谁仿造的我的签名吧。啪的一下，一个伪造鉴定证书的屎盆子就扣在了程宗印头上，后者直接急了：车里军，你看清楚一点，这就是上个月我们在维多利亚夜总会的时候让你帮忙看的那辆青铜马车。听到时间、地点等详细信息，车老师有点慌，矢口否认：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我没去过那种地方，更没有帮你鉴定过这辆青铜马车。他说完这话，甚至不想给程宗印开口的机会，马上就告辞：张扬，我还有点事儿，就先下了，咱们两兄弟以后有空再聚聚。直播间的兄弟们，对不住啊，改天我线下去找张扬，和他一起给大伙儿开个青铜器专场。之后都没管张扬和弹幕的反应，直接断开了连线。博物馆现场，张扬摊开手看向对面的程家父子3人，程宗印已经不说话了，不停擦着额头上的汗。这时，一只沧桑而有力的手拍了拍程家老大的肩膀：张研究员，我们是被车里军给骗了，他承诺开鉴定证书，我们才买的这件青铜马车。现在看来，他和卖我们东西的人可能是一伙的。关键时刻，程家老爷子程德义开口，想强行给事情定性为车里军诈骗。刚刚断开连麦的车老师还在直播间看弹幕的反应呢，听到这颠倒黑白的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诽谤我啊！车里军马上点击直播页面下的申请连麦，他想捍卫自己的清誉，但却弹出了送粉丝灯牌的提示。张扬直播鉴宝，连麦竟然还要收钱。车老师心里很不平衡，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线下鉴宝都只管盒饭的，不想在网上花1分钱，他决定发弹幕，欣喜地发现直播间里已经有互联网嘴替帮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这老头甩得一手好锅呀，现在才说明摆着欺负车老师人走了呀。车老师走了，太突然了吧。逝者安息，车老师一路走好。怎么弹幕也造谣啊？车里军急了，赶紧打字反驳。他没注意到程德义老爷子亲自出手，正把一件青花瓷的方瓶从锦盒里端了出来。抓了孙行者，又来者行孙。张扬看着一把年纪的程德义，心里无奈的摇摇头。刚才对方把瓷瓶端上来的时候，那小心谨慎的样子，真让张扬以为这是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了。结果仔细一看，还是假的，只不过年份比那件青铜马车要久一点，是08年景帝正坊的嘉靖官窑。这青花瓷瓶是吴兴飞老师看过的。程德义只敢把鉴定证书在张扬面前晃一下，没有递过来，因为他有点吃不准张扬的人脉。但就是这样，张扬还是问他：要不咱们连麦这位吴兴飞老师吧？今天是打假专场吗？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废专家。怕啥？咱们啥都缺，就是不缺专家。不巧啊，吴老师他去非洲挖陨石了。程德义一脸遗憾地说道：所以咱们还是聊聊这件东西吧。可以啊，要不这次您先说，我听。张扬想听听这老爷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究竟能说出什么花来。看见张扬没有纠结吴老师的事，
程得意放心的笑了，他撸起袖子，装模作样的说道：“行，那我就献丑了，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瓷器的精妙之处。看一个青花瓷，首先是要看瓷胎。来，张研究员，您受累，帮忙给直播间的观众展示一下这件宝贝的底。”程老爷子有点进入状态了，仿佛已经忘记刚才他大儿子才被张扬对得直冒汗。大家应该看见了吧？这个胎雪白雪白的，像糯米浆一样，这就是古代官窑才能做出来的糯米胎。再看青花瓷的第二个点，青花的发色，这是什么发色？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叫回青。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就是这种发色，幽蓝中带着那么一点点子，非常漂亮。这种颜色是现代工艺做不出来的。张研究员，你觉得呢？我说的有没有问题？程得意想找认同，基本没问题。张扬肯定了程得意的话，听得出来这老头肚子里是有货的。但他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只是有一个超级巨大的瑕疵，这个胎有很明显的做旧痕迹。”张扬淡淡的说道，同时看向镜头：“兄弟们记住了，凡是胎底做旧的，一律按新仿处理。像这件东西，就是因为花了太多的精力去仿青花的发色，经费不够，底部做旧了，直接拿砂纸磨了磨，很粗糙，很低端啊。哈哈，如果这瓷胎是人工做旧的，吴兴飞老师会看不出来吗？”程得意最终还是走上了他儿子的老路，一切问题转进到鉴宝大师身上。专家的鉴定证书就是用来挡刀的，但是好在这个吴大师说是人在非洲，手机没信号，根本联系不上，非常安全。话说到这一步，鉴宝现场好像一下子尬住了，因为张扬不管说什么都是在虚空锁敌，吴老师根本没法回应。程得意仿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这不就是耍赖皮吗？老赖，还真是又老又赖啊！要不咱们还是连麦鉴宝吧，这人没意思。张扬也觉得没意思，刚开始看到青铜马车还挺有趣的，但眼前老头的说辞有点缺乏创意了。既然没节目效果，他干脆直说：“感谢您这边对博物馆的支持，但是根据我们的规定，一旦发现一件赝品，剩下所有的捐赠文物都需要经过专家联合鉴定确认过后才能入库，所以很遗憾，您这批东西今天我们没法收。”这是什么狗屁规定？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程宗印看他爹好像重新占据了上风，又有了生硬。这是汪馆长规定的，不信你们可以向他求证。张扬非常礼貌地回答道：“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汪馆长虽然去的不是非洲，但你们也联系不上他。不过就算联系上也没用。”说完这句话，张扬脸色突然一正，义正言辞地说道：“只要我还是这间博物馆的研究员，你们带来的这些假货就永远别想进这间博物馆的展厅，甚至是库房。”好！人群中高姐大喊一声，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刚才还称赞过高姐的陈母，转过来皱着眉头看着她，眼神里有不少怨气。但很快陈母就顾不过来了，因为到处都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有些鼓掌的人甚至是陈家的亲戚。不过这一切都比不过从他背后传来的那一声说得好来的震撼，因为说这话的人是程家老二程宗文。有内鬼！在场的两家人都惊讶地看向程老二，但他一点不受影响，反而走上前握了握张扬的手。你的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我爹玩这些假货，才想着去帮他弄点真的。张扬艰难地把手抽出来，眼神里同样全是震惊。这位程家二公子好像和他的未来女婿一样，脑后生反骨，一心想把自己亲爹和兄弟送走。导播，能不能给一下现场画面？听起来好有意思啊，但是你别老给我们看张大师的脸啊。老公虽然帅，也不能当饭吃啊。这个握手的人不会是刚才两个人的家人吧？阿文！程得意最先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叫着他二儿子的名字：“求求你先闭嘴，我话还没说完呢。”程老二不耐烦地回应道：“刚才程家的脸已经被你们两个丢光了，还差我这一点吗？”程老二把长头发往身后顺了顺，朝张扬露出灿烂的笑容：“张老师，容我自我介绍一下。”“不用了，我看过你写的书。”张扬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他在程老二的身上看到了陈彦光的影子，两个人连着谄媚中带着些许猥琐，但又不失真诚的笑容都一模一样。接下来如果是陈彦光，应该要开口求帮忙了。张扬在想，他有什么能帮程老二的？难道是……他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程家母女，汝妻女无养之，汝勿虑也，是吗？那太好了，我就不用多解释了，您先帮我看看这个。程老二开心地说道。看对方真的在往外掏东西，张扬有点说不上来的情绪，有失望也有期待。这位仁兄已经2进宫过了，不会掏个东西出来3进宫吧？在程老二把东西拿出的瞬间，张扬肃然起敬，立马戴上白手套。东西是一块半圆饼形状的玉饰，大小像绿豆饼切下来了小半边，
上面雕着华夏传统的卷云纹，颜色有点偏黄，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东西。这种物件是从一个坐过牢的盗墓贼手里拿出来，真品的概率超过80%。张扬放在镜头前，给直播间的观众们展示了一下。这是古玉吧？这雕的是马卡巴卡，有点像真的，但是玉的质地不行。半分钟后，物品信息浮现出来，名称：玉握，材质：岫岩玉，生产时：公元前117年。详细信息：雕刻有卷云纹的玉握，出土时间较久，有明显的把玩痕迹。这东西应该没有法律风险吧？张扬直接问程老二，他觉得对方应该研究过。没有，这是我师傅祖上传下来的，当时警察请专家看过，确定这东西没问题。那你师傅呢？张扬好奇地问道。有次下墓，他被困在一个机关里面10几年，最后1年没能挨过去。程老二说得很平静，张扬听着心里也没什么波动。盗墓贼不值得同情，但是他们说话的信息量太大，弹幕已经有点脑补不过来了。警察？这说话的人是谁啊？怎么感觉全是黑话？我是在看黑帮片吗？下墓，那肯定是老九门的人。什么机关能困人10几年？这块古玉竟然没被没收，不会是被抓的时候藏起来了吧？这东西没问题啊，西汉时期的玉握，质地是岫岩玉，是常见的古玉材质。张扬拿在手里，给现场和网上的观众分析道：外面这层包浆，大家应该看得见，很润滑，说明这是熟坑的东西，起码把玩过几10年。当然，东西最开始肯定是墓里出来的，上面都可以看血沁进去的痕迹，很明显是墓主人的尸体在腐烂的时候血沁了进去的。咦，现场有女士发出了嫌弃的声音，把死人手里的东西扒出来不说，还把玩，正常人都接受不了。不过程老爷子显然不在此列，他悄悄地伸手想把这玉握抢回去，但是他的手被程老二摁住了。爸，求你别丢人了。丢人？我看是你傻。程德义终于发脾气了，这么好品相的西汉古玉，拿到拍卖会上怎么也得几百万，赶上家里一个1000人大厂1年的净利润了。你这么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就不怕被没收了？我插一句嘴，西汉只是我给的参考年限。张扬赶紧补充一句：行了，别显摆了，我知道你断代准。程德义摆摆手，似乎懒得跟张扬说话。几百万吗？那挺好的。程老二点点头，继续笑着跟张扬说：老师，这东西能当我的拜师礼不？拜师？张扬赶紧把东西放回到了程德义手里。开什么玩笑，谁知道这程老二有没有重操旧业？看到张扬的表现，程老二竖起2根手指：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再挖了。今天晚点还有3更，码完了，但还没改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先睡了。在场的程家亲戚，并不是所有人都提前做过程家的功课，自然也不是都知道程宗文之前进去过。现在看着程家老二发癫的画面，不少人心里在犯嘀咕：这人真的是程老爷子的亲生儿子吗？有没有可能是当年报错了？而且他说的挖是挖什么？在吃瓜群众们疑惑的时候，程宗印反应很快，赶紧上去捂住了他弟弟的嘴，没让程老二往下说。接着程老爷子咳嗽一声，马上有程家的亲戚出来，合力把程老两架走了。张研究员，东西我们不捐了，带回去总行吧。程德义小声说道，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结束这场闹剧。不行。张扬摇摇头，这里是博物馆，又不是菜市场。那难道你还想强留不成？程德义有些生气的质问道。张扬笑了笑，示意徐杰暂时把直播静音，接着解释道：不是强留，是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我直接报警，说你们涉嫌诈捐以及制假售假，让公安机关来调查；另一个就是把东西全留在这儿，等我们博物馆组织专家联合评审完，再和你们沟通。张扬知道，想把国宝帮直接锤死不太现实，从他们刚才甩锅给车里军就看得出来，这帮人早就想好了后路，那就是伪装成受害者。联合评审当然只是个说法，真实的目的是把这30几件证据留下来，起码能让这群人投鼠忌器。程德义听完张扬的话，脸色阴沉，他很急，但又有些无能为力，深深地剜了张扬一眼后，同意把东西留下，但是要求海陵博物馆在他们捐的东西上贴好封条，免得宝贝被调包。这点你们放心，后面起封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我们也怕被人赖上，那样最好。我们留个人看你们贴封条，剩下的人可以走了吧？好，请自便。张扬微笑着指了指大门的方向。好戏散场，除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现场的观众四散走开。张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直播间。刚才静音了一小会儿，不少观众都在打问号。兄弟们，不好意思啊，聊了点商务上的事。商务？明明就是在暗箱操作，没想到主播浓眉大眼的也背着我们搞小动作呀。老实点，说说你刚才干了什么？真是商业机密，博物馆的事
我不好透露。总之，你们放心，那2件赝品绝对不会流入市场去骗更多的人了。要我说，假的就该砸了，砸了没必要，当工艺品玩玩也行的。主播，刚才那个说自己没挖的人是盗墓贼吗？看有弹幕问刚才那个人的身份，张扬回答说，人家拿的不是贼赃，我就不好问他了。但是听他的语气，应该是下过墓，而且因为这事儿进去踩过缝纫机。可惜今天的场合不对，不然请他给你们科普一下哪种踩缝纫机的方法最高效。因为我看你们弹幕里有些人啊，迟早得进去。张扬和直播间的观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等博物馆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停下来。这时，高姐也把工作人员的服装还回去了，提着化妆箱走了过来。她在暗示张扬，到点了，该收工了，兄弟们，先下来呀。张扬打了个哈欠，跟观众挥手告别，同时示意徐杰关播。卸妆的时候，高姐爱八卦的毛病又犯了。老板，刚才那一大家子人是哪里来的？感觉很怪，带了一堆假货过来，灰溜溜的走了。好不容易拿出件真东西吧，还是个进去过的盗墓贼。你都看出来他是盗墓贼了？张扬一脸惊讶的问道。直播间的弹幕都在说，能拜你为师的肯定是盗墓的。高姐撇撇嘴，自顾自的说道，以前我还好奇，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家世这么保密，现在看弹幕说的，结合你一个20岁的小伙子能有钱开公司，我大概懂了。说这话时，高姐从镜子里看了张扬一眼，接着突然转了个大弯，问道，老板，你给我们发工资的钱应该不是赃款吧？我说是的话，你能把钱退给我吗？张扬悠悠的反问道。那不可能。高姐果断摇摇头，接着叹了口气，可惜啊。可惜什么？姐，你别在这傻站着叹气啊，你不想下班，我还想下班呢。徐杰路过时催了一句，因为高姐让他把化妆箱捎回公司去。知道了。高姐手上重新忙碌起来，等收拾利落了，她从手机相册里挑出一张照片，递给张扬看，是10几个穿着清凉、素面朝天的年轻姑娘在之前的 MCN 公司前台一起拍的合照，里面有几个还是熟人，张扬帮他们看过手势，这些都是你小子当初偷瞄过的女主播，我要是不知道你这档子事，说不定还能帮你牵线。高姐一脸惋惜，被人说起当初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张扬有些尴尬，连忙转移话题，他们没事给你发合照干嘛？团建吗？公司倒闭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纪念照。胖头鱼的公司倒闭了。张扬完全没想到会突然从高姐这里得到这么个信息。前几天陈彦光还在问他小梨花有没有新的榜一大哥，一副余情未了的样子。张扬去看了一眼，他还是有10几万人气的，应该饿不死。万没想到公司直接没了，听说是完原食完的。高姐把他知道的信息告诉了张扬。中途徐杰过来拿化妆箱的时候，还补充了一点他掌握的情况，听说是粤省的原石厂老板带了2面包车的人过来，把于总、金总2兄弟直接带走了，然后2个人就一直没回来。最后是金总监的男朋友回来宣布公司倒闭的，象征性的发了点工资，然后人也马上消失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扮演了关键角色，那就是曹佳云。据徐杰说，他关注的公司那几个长相、身材像2次元角色的顶级女主播都跟着这个姓曹的走了，算是跳槽，工资还开得挺高的。张扬知道这肯定是拿合同抵债了，如果他没走还签了公司的合同的话，说不定是同样的命运。感谢少年0304的1WB 打赏，老板大气。感谢甘草君的100币打赏，感谢支持，感谢大家的月票和推荐票。次日，阳明工作室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陈彦光以及陈彦光中年长发限定版。张扬完全没料到榜一大哥会把他的未来岳父直接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啥意思啊？生怕程家人不知道，昨天在博物馆里啪啪打他们家脸的张大师是他陈彦光的好朋友。但见面以后，张扬发现这个程宗文似乎比陈彦光还要离经叛道。一见面，他就把那尊从汪建业手里买过去的价值几十万的罗汉像，连同那块西汉古玉一起摆到了张扬的办公桌上，同时再次提起了昨天已经被否决过一次的拜师的事。张扬当然还是不同意，因为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但程老二的执念很深。他一脸诚恳的解释，老师，我真的已经从内到外都接受过改造了，不然也不可能提前刑满释放啊。而且我保证，减刑的时候没有用到任何我家里的关系，都是我在缝纫机上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大哥，你说的这些跟我没关系啊。张扬非常无奈的答道，只见过强行收徒的，你这强行拜师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明白张老师是对我爹还有我大哥有意见，但是我和他们除了钱和血缘没有其他任何关系。陈彦光在来之前和程老二科普了一下国宝帮和各位鉴宝主播的恩怨，所以张扬态度越坚决，
程老二越觉得是自己家里人的原因。之前我大哥他找水军对付主播的时候，我没制止，是因为我没话语权，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的针对张大师你的。你要是不解气，想起诉他，我可以做证人。程老二这话让张扬高看了他一眼，是个狠人。那你说说，你学鉴宝要用来干什么？张扬问道。不管是网络鉴定还是线下鉴宝，这口饭都没那么好吃。你现在起步太晚了。程老二面露犹豫之色，看了看张扬，又看了看陈彦光，最后一咬牙，指了指桌上那块西汉古玉。这东西我知道还有人手里有，但我不确定真假，也不确定价值。张扬一听就明白了，程老二说的肯定是见不得光的渠道，8成就是从盗墓贼手上买东西。原本在窗户边看风景的陈彦光听见这话，一溜小跑到了两人跟前，拧紧眉头对程老二说：叔叔，这样的事你早说啊。这忙张大师他可帮不了，他鉴定过不少盗墓贼的东西，东西的主人现在基本都在牢里了。您难道还想3进宫啊？听到这话，程老二没有害怕，反而非常兴奋，甚至乐得拍了下陈彦光的肩膀。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张大师，你是在警察那边有关系吗？怎么做到每次都把人送进去的？这么变态的要求，张扬还是第一次见。他笑着回答说：关系没有，但送人进去确实是熟门熟路。你要是想进去，很简单，买东西的时候和我连麦一下，记得别用 WiFi， 用手机信号。这样只要你在国内，东西又真的是最近从墓里出来的，警车基本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那太好了。程老二开心地举起右手，比了个 OK 的手势。张扬这才注意到对方右手无名指的位置空空如也。注意到张扬的眼神，程老二笑容变得有些苦涩，主动解释说：这是以前下墓的时候被一个机关给切掉的。您看到我脖子上挂的这个骨头没？这不是嘎巴拉，而是我断指的其中一节。我这是活该，但是我师傅就不是了。程老二把传给他西汉古玉的那个师傅的故事娓娓道来。故事听起来挺动人的，尤其是说到他自己出狱后要找当初陷害他师傅的人报仇，带对方一起去坐牢，听得陈彦光都有点热血沸腾。最后程老二也解释了为什么非得是张扬。和我们程家有合作的那些鉴宝专家，看到我都跟瘟神似的，应该是我家里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根本不接待我。直到看到张大师，我才重新燃起报仇的希望。等我女儿结完婚，我就要上路了。行，那这些东西你带走，我不收徒，自然也不收拜师礼。张扬本着少一个盗墓贼就少一座古墓被毁的原则，同意到时候帮这个忙，但是东西不能收，收了性质就变了，也容易出问题。谁知道这个程老二有没有隐瞒什么？反正到时候他要做的其实就是在鉴宝途中举报一下，然后拖时间让警察定位，保证一步到位。话又说回来，这不就是他每天直播的日常吗？在送走程老二和陈彦光后，下午的直播也在马上开始。主播是不是迟到了呀？别尬黑，主播和我们有时差。不好意思，今天有事耽误了，因为榜二大哥非要和我打电话沟通，说他有个很急的事，要请我帮忙看看。虽然一共就电话沟通了大概30秒，但张扬还是把这个锅甩了出去。谁让榜二想插队呢？老衲要出狱，在不在？自从上次榜二大哥被逮进去以后，这人的昵称就变了。来了来了，我准备好了。好，那我连你。张扬按下连麦键。出现在视频里的竟然是个穿着灰色运动背心的女士，戴着遮阳帽和防晒面罩，露出的一点小麦色的肌肤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健康。妹妹，你不会告诉我你是之前和我连麦的那个小伙子吧？主播在胡言乱语什么？不许人家胸肌发达吗？严谨点，应该把老衲改成平尼。不是，我是楚队长手下的队员，这是他的账号。楚队长他出差了，所以今天是我们几个人过来，老师您叫我小月就好了。视频里和小月同行的另外2人依次出镜跟张扬打招呼，分别是大壮和小美。你们是在哪里？我看你背后好像是悬崖峭壁，没什么现代建筑，应该是在哪个深山老林里吧？是的。小月点点头，调转镜头给张扬和观众展示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是那种有些荒凉的山区，到处是悬崖峭壁，没什么大树，都是灌木。连麦的3个人正踩在一条非常险峻的石头路上，不远处的山谷里隐隐可以看到一个建筑群，那里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一座古寺了。前几天有上山砍柴的村民说，那座废弃了很久的古寺好像有人影晃动。榜二大哥姓楚，据他自己介绍，他是一个民间考古队的队长。张扬看到民间考古队5个大字的时候，联想到对方之前那么专业的潜水装备，以及堪比职业盗斗选手的下金汤技术，他拿着手机的右手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结果还好是虚惊一场。楚队长的背景和袁华差不多，也是写我的 X 长父亲就肯定能得奖的那种人。他组织的这个由90后组成的民间考古队，
挂靠在文物局下，属于公益性质的组织。当文物部门人手不够，或者觉得事情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就是这支民间考古队出手的时候了。小月姑娘，这是做什么寺啊？张扬替弹幕打听道。从视频里看，寺庙周围过于荒凉了。随着3个队员逐渐走近，首先是山路直接没了，被一块滑落的大石头挡住了去路。等他们好不容易绕过石头，穿过荒草，走到寺庙跟前的时候，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衰败古寺。寺庙的主殿应该是在一个天然洞穴的基础上扩建的，有天然的山体做遮挡，历经岁月风霜，依然保存的比较完好。但旁边的偏殿以及远一点的院子就没那么好运了，只剩下倒塌的残垣断壁。这是本地村民才知道的观音寺。小月把镜头对准了主殿门框上高悬的匾额，上面原本应该是朱红的大字写着观音寺3个字，但时间太久，只剩下红色的字框了。这种古寺不是应该算文物保护单位吗？地方估计很偏很偏，不然不至于连公路都没有。但凡有开发的价值，旅游局早就操作了。老师，楚队长说您什么东西都能断代，那您能帮忙看看这寺庙的年代吗？小月给张扬展示了一下主殿的外部结构，还特意拍了屋顶的木质结构。姑娘，你拍这些都没用，这都可能是后人建的。你听我的，围着外墙找一圈，看有没有哪里的墙角有露出来的砖头，给我瞧一眼就行。小月是跟过正经的考古队，勘察过其他古寺庙的。张扬口中的这种办法，他闻所未闻，下意识地愣在了原地。张扬还以为是对面为难，不知道怎么找，干脆直接指定方向。就你前面右边那堵墙最左下角那块砖，拍给我看看。说的这么清楚了，小月马上照做。张扬也在1分钟后给出了鉴定结果，这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砖头，500年了，这座古寺有点年头啊。老师，你这就看出来了？小月有些艰难地咽了下口水，难以置信地问道。根据当地的县志记载，这座古寺最早出现的时间就是在明朝中期。小月家里长辈是文物局的，从小没少接触各种专家，但张扬这种眼力，他还是第一次见。难道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哈哈，不然还要看多久呢？张扬笑着说道，在下人送外号张一块，不管什么古建筑，看一块砖就能知道它的年代。这外号又 TM 是谁起的？别想了，就是主播自封的，上次的张半张忘了吗？小月姑娘，再来2块砖试试。老师，那您再看看这个。接受了弹幕的建议，小月把镜头对准了墙体中间的一块砖，相比于之前那块，这次只露了一面出来。你别听弹幕的呀，他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张扬假装皱着眉头思考，他意识到这个姑娘不是老观众，她这种断代方式对普通路人来说有点太超前了。断代也要断代的样子。张扬对着砖头上1640年的信息磨蹭了一会儿，嘿嘿，这个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明晚期，可能是崇祯时期修缮这座寺庙时新打的砖头。又跟县志对上了。小月开始有点怀疑，张扬提前就知道这寺庙是哪儿的。那您再看看这块，他有点上头了，这还是崇祯年间的。看来这寺庙在明末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大的修缮，主殿的墙之前甚至都被毁的只剩下半截了，应该是奢安之乱。小月解释道，按照县志说的，当初有小股叛军到过这里，把寺庙毁了。尽管后来修缮过，但是寺庙的香火却再也回不到从前。怎么突然讨论起历史来了？我只听说过安史之乱，奢安之乱又是啥？他们不是来找古寺的鬼影的吗？这时，刚才出镜过的大壮突然在主殿里大喊：出事了！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张扬和所有观众的心瞬间都提了上来。跟随着摇晃的镜头进到大殿里，只见昏暗的殿内，地上散落着不少的垃圾和饮料瓶，而在墙角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有一个棕色的旅行箱，箱子已经被打开了。小月把镜头给到箱子旁的大壮时，对方正从皮箱里取出一个生满铁锈的枪头，上面还沾着些泥土。好家伙，谁挖出来放这里的？不会是挖了哪个明朝将领的坟吧？这种兵器值钱吗？让张老师帮忙看看。3位队员一个打灯，一个拖着枪头，一个拿着手机。张扬端详片刻，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是明中期朝廷军队使用的剑形枪的枪头，时间要比刚才小月说的奢安之乱还要早上几十年，应该是万历年间制造的。还有这个，队员们又从皮箱里拿出一条生锈非常严重的铁链，两端有纺锤形的大铁块。张扬马上帮忙鉴定，这东西就是咱们武侠片里常说的流星锤了，也是万历年间的。那这个呢？这是明中期的长刀，可惜断了。这是一种叫飞刀剑的剑头，你把它当小李飞刀看也行。这是雁翎刀啊，明朝锦衣卫用的。张扬越看越心惊，因为所有兵器的锈色都很接近，说明他们保存的环境很相似。这个皮箱的主人
该不会是找到了一个明代的藏兵洞吧？三位，我有个建议，先别看了，你们赶快跑，然后报警。这些东西就算再破再烂，加起来还是能卖个几十万的，别人不可能丢在这里不管。等下人回来，万一他们人多，你们就跑不掉了。但张扬还是说迟了，门口远远的地方已经传来了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一个有些尖利的男生在说：“哎呀，累死劳资了，表哥，最后那一箱你搬吧，我收拾下卫生。”回应他的是个瓮声瓮气的男生：“你这算盘打的，我在临海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先是让你男朋友在底下守着，说你上来和我一起搬，现在又变成我自己一个人搬，那到时候卖了钱，你们是不是得少分点？少分？你可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被人抓，又为什么来这个山哥的？”隐隐约约听到临海、表哥、男朋友等字眼，张扬第一时间想到了昨天高姐说的事。他有那么一瞬间都想顺着网络把自己传输过去，去视频里的古庙外看看到底是不是金总和于总两兄弟。但实际上，为了3位考古队员的安全，张扬已经闭麦了，免得干扰他们做判断。他很紧张，直播间的观众也很紧张，满屏的弹幕都是双手合十祈祷的表情，偶尔飘过几条带字的，也是给3位队员加油的。真正身处危机的3个队员却没有躲避或者逃跑的意思。别人报警的时候，小月甚至还有心情把手机放到了他们身后的墙边。墙边有一个小小的凸台，可能是以前放烛台的，现在刚好可以给张扬和观众一个最好的视角。要正面硬刚。张扬看清3个队员的背影后，明白了他们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大壮人如其名是个壮汉，背影有点像影星马东锡，一拳一个丧尸的那位。小月的背影一看就经常运动，腿上有鲜明的肌肉线条，而且很粗壮，应该不是花架子。唯一体型瘦小些的小美，手上拿了一根又黑又长的电击棒，刚才滋拉过一下，确定能用。张扬保守估计，这3个人打10个不持械的普通人应该没啥问题。哥，你说咱们干完这一票，以后还回临海吗？还是就待在老家县城，过点小资的生活？当然要回临海，再搏一下，不然我们不是白。门外的2个人边走边聊，等到进门，看到3个严阵以待的队员，声音戛然而止。张扬都没有完全看清那2个人的脸，仅仅根据他们一瘦一胖的身形，就已经在心里锁定了这2个人的身份。还真是以前的2位老板啊，竟然还活着，还跑到这个山疙瘩里盗掘。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村的观音庙干什么？于总挺着个大肚子往前走了2步，说话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这座庙的主人。盗墓还这么凶，看来被粤省的石厂老板抓走，他们也没吃到什么苦头。不过今天以后，怕是要天天吃苦了。张扬在心里暗戳戳的想到。这些东西是你们挖的？考古队员指着地上散开的古兵器问道。看到行李箱里的东西被拿出来了，于总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下意识的想往后退，但被身后的人抵了一下。不是啦，是捡的。金总监跟上来解释道，老话说得好，捡的如同买的，这些东西捡到就是我们的。不是哦。小月摇摇头，这些都是文物，买卖文物犯法，捡了不上交也犯法，所以你们的说法不成立。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这里是我们向阳村的观音庙，你们3个外人跑来这里干什么？胖头鱼的语气逐渐暴躁，但是张扬却看出来于总脚底下有想溜的意思。我们是考古队的。考古队。胖头鱼转过身和他表弟交换了一下眼神，小声嘀咕着，卧槽，考古队怎么来了？这地方都废弃几10年了。别说了，准备跑。金总监咬着牙低声说道，咱们走小路，分开跑，谁要是被那个男的追上了，另外一个记得帮忙照顾好家里人。金总监看不起2个女队员，只觉得男的有威胁。胖头鱼听完这话，想到了他表弟的男朋友，一股恶寒袭上心头，但情况紧急，还是点了点头。接着2人转身拔腿就跑。卧槽，这不能让他们跑吧？一次逮到2个盗墓贼，追啊追啊，只要抓到1个，剩下1个也跑不掉。3个队员看出来这2兄弟是怂货，紧跟着追了出去。兄弟们，咱们等3分钟，要是一直回不来，就让榜二大哥，现在应该叫楚队长了，帮我们关注一下事情的后续发展。张扬和直播间的观众商量道。等待的时间，他收到了陈彦光的私信。光，你觉不觉得刚才那2个盗墓贼有点眼熟？张，这说明你的眼睛没问题。结果证明，张扬高估了2兄弟的运动能力，1分钟不到，他们就被3个队员架回来了。别电了，别电了，求求你了，咱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金总监叫喊着，谁让你刚才拿指甲抓我来着？2个女队员不开心的嘟囔着。2兄弟接下来自然是求饶、坦白和赌咒发誓。不过这2个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言行全都落在了直播间上万名观众的眼里，其中就包括专业的视频剪辑师唐启运同学。
小唐同学非常专业，随手记录着经典弹幕，作为后期剪辑的文字素材。这不比博然，比小品搞笑。胖瘦头头盗墓，1分钟光速落网。业余盗斗的和专业考古队直播较量，人多的赢了。2位犯罪嫌疑人交代完，考古队员准备收拾东西。张扬赶紧打开了麦克风：“喂，小月姑娘，听得见吗？”我去，差点忘了，还连着麦呢。小月一拍脑袋，赶紧去拿手机，调转摄像头，和张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事，刚才太紧张了，我都没敢出声。张扬笑着说道：“我可以和这2个人聊聊吗？我和他们认识，只要是倒斗的，就是主播的熟人是吧？主播吃瓜吃到自己家，有没有可能他们和张大师是一条道上的？不会也是直播间的宝友吧？”得到考古队员的同意，张扬调大音量哈喽，2位，这里是 AKA 张大师鉴宝，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扬。卧槽，张扬！本来已经蔫了的金总监听到张扬的声音，马上激动的想站起来，但胖头鱼马上伸手把他表弟拉下来，蹲到地上，同时把金总的脑袋往下按。这是怕在直播镜头前露脸，看在总监的面子上，我给你们留点体面，但是要看你们要不要这份体面了。张扬听出来这2兄弟在撒谎，他们故意隐去了第3个人的存在。金总监的男朋友，以前公司的那个摄像师，应该也参与了这事。虽然考古队员目前就3位，其中还有2个女士，明显顾不上潜在的第3人，但现在放过去，以后在大海捞针也太难了。而且张扬认为，这2兄弟挖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止这么点古兵器，最后一个箱子里的东西应该是最便宜的。那些真正珍贵的文物应该早就搬走了，现在就在金总男朋友手里，所以必须让他们说实话，这样也许警察在来的路上就能把这第3人给逮住。2位，你们倒觉得要么是一个明后期的藏兵洞，要么是明后期阵亡官兵的群藏墓，这个罪可轻可重。轻的没啥好说的，我只说重的。如果你们还有同伙，并且包庇他，让他把更珍贵的文物拿出去卖了，那你们2个10年起步。我们没有同伙了。金总监迅速回应：是吗？于总，你也这样认为吗？你不会觉得出狱以后他们2口子会给你分钱吧？意思是这个瘦子的老婆也参与了？张大师这是在考验人性啊！这胖子想啥呢？还不快点坦白？于总的内心其实没有太多挣扎，要是出卖那小子真能减刑，他早就说了。他现在只是在心里算一笔账，加上另外2箱文物以后，肯定会判得更重。公出来同伙的话，算是立功。立功减的刑和加的刑，哪个比较多啊？对一个办法盲来说，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他算不清楚，也就没有说话。你们嘴是真硬啊！张扬感慨道：既然这样，那就由我来帮你们体面吧。其实最好的结果还是这2兄弟自己坦白，这样可以快速定位第3个人的位置。张扬自己说，那就要辛苦警察漫山遍野的去找了。但时间紧急，这2个人嘴又硬，张扬只能开口：小月姑娘，其实他们……是的，我们有一个同伙。有人突然出声，抢在张扬前面自首了。说话的是金总监。张扬没想到，于总更没想到。胖头鱼直接开骂了：你 TMD， 小王不是你男朋友吗？金总监根本不理他表哥，嘴巴像连珠炮一样。我们还有2箱东西，里面有盔甲、银锭，应该都是珍贵的文物，目前都在我前男友小王手里，他现在就在山沟里等我们。出了庙，走右手边去后山的台阶，翻过山以后，沿着一条小溪一直往下走，最底下的山沟有一条土路，土路的出口是向杨村以前的老于家旁边。对了，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挖过那个墓，赃物也是他们2个男的在办，我只是在旁边放风。张扬，我这样的应该是最轻的吧？金总监没等张扬回话，又对旁边的表哥说：不好意思啊，哥，我还有大好年华，不能和你一样蹲局子，不然等我出狱，人老了就没有男人要了。叛徒！于总从嘴里挤出这2个字后，猛地扑向金总监，用力地掐住对方的脖子。他想当面行凶，但是他忘了有个东西叫电击棒。感谢爱情与我无缘的100币打赏，谢谢大家的月票和推荐票。考古队员还是很懂规矩的，知道张扬在直播，一看到地上2兄弟扭打在一起，小月赶紧把镜头翻转过来。谢谢张大师，今天幸好有你，不然就要被他们蒙混过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张扬听到了背景里滋的一声强电流声。除此之外，另外2个队员在小声讨论，要不要把于总电晕了绑起来，然后带着金总监去找她的男友。张扬知道到试了服役去，深藏功与名的时候了。你太客气了，相比于你们跋山涉水的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我这种坐在家里对着电脑的实在不值一提。张扬谦虚地说道。断开连麦后，张扬一看弹幕，满屏都是击剑的图片表情，也不知道是谁带起来的节奏，只能算在金总监头上。
张扬不得不暂停播放，才能看清楚那偶尔的几条文字弹幕在说什么。张大师基建工作室今日成立，完吗？文字基建请加护宝帮粉丝2群。兄弟们，这弹幕太逆天了，我就不回复了，直接连麦下一位宝友吧。你好，小雨西西。下午好，张老师。说话的是个带点烟嗓的女生，而随着连麦对象出现在直播画面里，刷屏的表情包一下子就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是真的大，轻薄的黑色吊带完全包不住，就算是张扬这样的正人君子也忍不住看了一眼。直到耳机里传来导播徐杰的声音：老板，这是我们以前公司的 ASMR 主播，跟着那个姓曹的跳槽走的。真的假的？张扬对徐杰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首先是名字不对，张扬记得那些 ASMR 主播一般都叫某某老师，比如宣子老师。其次，对方根本没露脸，上半身只拍到脖子，这都能认出来。但是徐杰很笃定，还特意给张扬解释，他以前直播就不露脸，但是你注意看他胸前那颗痣的位置，每个人的痣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很确定是他。员工都这么说了，张扬这个做老板的还是要有基本的信任。也就是说，他刚把前公司的2位老总送入法网，前同事又紧跟着过来了。张扬尝试着打招呼：大姐姐，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主播冷静点，你都40好几了，这是上个世纪的搭讪方式了吧？大，刚才冲晕过去了，大家还在聊啊。张大师，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今天带了几件东西，想请你帮忙看一下。美好转瞬即逝，镜头调转后，画面变成桌面上一长排的翡翠挂件，各种颜色、形状和题材都有。宝友，这么多啊，是你自己买的吗？还是舔狗送的？都是我自己买的，想请老师帮忙看看，我买亏了还是赚了？翡翠还想赚？买的越多，亏的越多，绝对是舔狗送的，我要是认识他，我也舔。最后这条弹幕，张扬怀疑是徐杰用小号发的。东西太多了，你拿一个我看一个吧。张扬没有细想，反正就这么10几块翡翠，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不过因为怕对方剪视频出去卖货，每件东西的价格张扬都报得比系统的参考价低不少，同时只是简单的点名材质，连工艺都没聊。这是黄翡，没啥特殊的，给你看600块钱。这就是个豆种，飘这点绿花，加个50吧，最多400块钱。这个值钱一点，这是诺宾的，就是有点小，可以给到1000。张扬在勤勤恳恳地帮对方鉴定，弹幕里有着急的，已经先一步帮他把这个连麦的前同事给鉴定了出来。老师别鉴定了，这人是沈家珠宝行的助理。直播间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说，弹幕里马上就有正义之士复制粘贴，最后变成了刷屏。张扬被迫停了下来，他直接问宝友：你是沈家珠宝行的助理吗？作为一个万人大主播，这点问话的底气还是要有的。连麦的姑娘咯咯咯的笑了：老师，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到时候可举报说我违规引流。他不仅承认是来引流的，还把锅扣在了张扬头上。张扬甚至觉得那个鉴定出他身份的弹幕都是沈家珠宝行的人故意派人发的。不管张扬问不问，只要直播间里疯狂刷屏，就已经起到打广告的作用了。招呼都不打，直接来搞事，这能忍？既然引完流了，怎么都得交点广告费吧？靠，玩不过你们啊！张扬假装生气的说道。老师，那剩下的还看吗？姑娘语气笑嘻嘻的，好像很得意。不看了。张扬摆摆手说，你们敢拿来找我鉴定，那这些肯定都是真东西，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接着突然话锋一转，问连麦的女助理，如果要是在你们官方的店子里买，这几块翡翠分别要多少钱呢？张扬问话的方式就跟打广告的托儿一模一样，这让连麦的女助理也有点疑惑，难道公司已经提前打点过了？好在这种情况他们培训过，只要是在外面的直播间打广告，都在原价的基础上打1折，反正链接永远是以售罄，也不会亏钱。女助理流利的回答说，我们卖的都是平价翡翠，像刚才看的这件黄翡，您估价600块钱，但是在我们官方店铺只需要199。真的假的？这价格低的有点浮夸吧？我是做翡翠生意的，这价格我找原厂都拿不到，报价而已，真买的话加一句以实物为准就行了。有时候写的是以售罄，其实就亏本卖最多1件。张扬听到对方的报价，第一反应是以后翡翠鉴定别报参考价了，因为这中间的利润实在太高。第二反应则是好爷，计划顺利，想薅张大师的羊毛，哪有这么简单？张扬早就在鉴宝主播的群里学了不少花招，比如这次等对方全部报完价，张扬先问了一句，我买了以后和视频对比，发现货不对版，能退货吗？我们7天包退，15天包换。
张扬问的是广告剧本里常见的问题，女助理也就按剧本回答。那这种翡翠还有一样的吗？绝对没有，天然翡翠没有2块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件产品都是单独设计和雕刻的，不可能重复。那太好了。张扬点点头，笑嘻嘻的说道：你这几件我全都买了，直接送给直播间的兄弟们。我刚才有记价格，加起来一共3400，这边都有录屏的。啊！女助理人傻了，这个张大师怎么不按剧本出招？怎么了？难道你这些东西只是拿出来秀一下，不卖吗？张扬反问道。姐姐们，你们惹他干嘛？听说自己刚签的主播闯篓子了，曹家云着急忙慌的赶到直播间，看到屏幕里某主播的帅脸，他直接气笑了。我难道没跟你们说过，这个张大师他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是引不动的吗？但是下午只有他一个大主播啊。曹姑娘手底下的女主播们有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这么一个2万人气的大主播摆在这里，随便引一点流量过来，他们就能轻松完成业绩，所以才有了刚才的擦边鉴宝和弹幕广告。别跟我说你那擦边带货的方法，那是我教你的，有没有用我还不知道吗？这些观众只对盗豆感兴趣，你搞擦边还不如去户外直播表演打洛阳铲。可翡翠鉴定也是鉴宝呀。还有人不服，那玩意儿没人看啊，他们官方账号都懒得剪。可是我感觉他们还是挺喜欢我的。刚才张大师也很配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改主意了。他们刷大只是讲礼貌，免费的还行，你让他们花钱试试。可是以前我都能拿捏他们的。刚才连麦的女助理挺了挺自己胸前的本钱，很有自信的样子。曹家云看到这情形，知道自己刚才都是在对牛弹琴。作为金牌销售，他研究数据是1等1的高手。从临海回来以后，曹家云专门研究过张扬的粉丝，上万人的活跃粉丝，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只在他直播间刷礼物。为此，他还潜进了护宝帮的群，想要一探究竟。没想到那里面全是姐，那这批翡翠我们要卖吗？旁边人的话打断了曹家云的思考。加起来的话，按市场价得损失接近2万啊！当然要卖，我们缺这点钱吗？曹家云不耐烦地说道。亏的钱就从圆圆你的工资里扣吧。啊，不对吧，曹姐，刚才是导播让我先答应下来的，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损失？叫圆圆的女主播很不服气。当然要答应，不然坏的是珠宝行的招牌。曹家云语气坚决，不过人毕竟是他从于总公司带过来的，他这个当领导的还是要上点心。圆圆，你以前不是和张大师一个公司的吗？可以找人求情啊，让他放你一马。我是深夜档，只认识直播间的大哥，不认识其他主播。那就打电话给你们老板于总。于总，他应该是联系不上了。圆圆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把刚才在张扬直播间见到民间考古队和公司老总的事缓缓道来。曹家云听完沉默了，半晌，他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以后引流还是尽量去大光头和鲶鱼老师的直播间吧，他们是大网红，观众的成分也更复杂，碰上喜欢你们这种类型的，消费肯定少不了。张大师的公堂别去了，万一再把自己送进去。阿 T。正在直播的张扬突然打了个喷嚏，还好他及时关麦，不然耳机党要阵亡一大半。老公感冒了吗？估计是刚才那2个盗墓贼在背后骂他。张大师累了的话，就早点休息吧。早点休息。主播又开小号发弹幕是吧？感冒倒是没有，至于背后有人骂，无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们直播间主打一个正能量。说起正能量，张扬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件事没干。前几天有个宝友送了我块匾，非要我直播的时候拆开。今天刚好有空，咱们一起来看看。你们可以先猜猜匾上写的是什么？我猜是明镜高悬、状元、榜眼还是探花？欢迎光临，这4个字怎么样？请君入瓮是不是好一点？张扬撕开快递包装，将一块1米多长的牌匾展示在了镜头前。不过他先给观众看的是背面，提前确认正面的字没问题后，才转过来。上书4个大字：正大光明。谢谢这位宝友啊，应他的要求，我就不报名字了。这东西往我头顶一挂，再把脸涂黑一点，正常人进直播间，是不是会以为这里是开封府的大堂啊？哈哈，不是吧？还真有兄弟想看我扮成包公直播呀？别吧，兄弟们，太羞耻了。调戏弹幕，取关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什么直播？取关？不至于，不至于。张扬看着满屏声讨他的弹幕，勉强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吧，等什么时候有3万关注了，咱们就去开封府的大堂和老九门的兄弟连线，给他们来一点穿越千年的正义。一天的直播结束，张扬躺在电竞椅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不远处的摄像机旁有个木桩子立在那里。徐杰大导播，你这时候不是应该急着下班吗？
老板，有空没？帮我看个东西。徐杰从僵直状态恢复过来，拿着手机走到了张扬跟前。看东西？怎么，你也要入行？张扬好奇地问道。接过手机一眼看过去，发现竟然是刚才连麦过的小雨西西的直播间，还真有人被引流了呀。不过看他直播间一共不到100人的观众数，张扬怀疑徐杰可能是唯一被引走的人。大哥，虽然我是你老板，但这种东西就不用分享给我了。别急，来了，你看他现在是戴的这个玉佩怎么样？只要1998，这个不错。张扬连连点头。真的吗？徐杰一脸天真的问道。真的呀，和田青玉的无饰牌，这个大小，市场价988还包邮。大姐姐原味加持，加个1000块没啥问题。靠，老板你说的好有道理啊。不过我为啥不直接买个998的玉佩，再买个几百块的原味呢？徐杰反问道，说不定还能加上妹妹的好友。你还问上我了是吧？滚，我这直播间都被你污染了。徐杰被张扬连推带赶的送出了门。房间外，高姐已经在门口等了好久，她的手里端着一尊小小的铜铸关公像，关二爷盘腿而坐，一手抚须，一手拿书，身旁立着把青龙偃月刀，是关公夜读春秋的题材。姐，怎么连你也开始收藏古董了？杨环顾四周，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这里不是一个互联网工作室吗？看来以后咱们可以改名为鉴宝工作室了。小唐，你有没有古董要让我看的呀？刚好一起来。张扬笑着喊角落里的唐启运，不过后者正忙着剪刚才直播的精华，连话都懒得回一句。老板，小唐没空，你快帮我看看，这个我准备明天回老家的时候送给我舅舅。高姐非常兴奋地把关公像端到张扬面前，满脸的笑容，就差拿张纸写上我捡到宝贝了，然后贴在面前。不错。张扬端详着10几公分高的铜雕像，点点头，起码这关公的脸没有变形，摆在家里不会吓到人。是吧？我就说自己眼光还行。高姐美滋滋地说道，这是我花1688请的，应该没亏吧？亏的不多，估计亏了1600左右。张扬非常认真地答道。高姐直接呆住了。哈哈。徐杰在旁边乐得直拍大腿，那不就是全亏了吗？哈哈。徐杰别笑了，严肃点，这正亏着钱呢。张扬出于徐杰的安全考虑，劝他别笑了，但是收效甚微，他只能去掐灭危险的源头。高姐，你要是有发票，东西还能退的。这就是个铁皮镀铜的工艺品，88都是我出的友情价了，工厂价估计8块8。他没发票的，哈哈，这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在古玩市场的流动摊位上买的。徐杰还在旁边狂笑。俗话说乐极生悲，高姐急速向前一掐一扭，她的笑声马上变成了求救声。张扬将两人调解开，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高姐拉着他们2个年轻人说一起去临海古玩城捡漏。按高姐的说法，去了以后，徐杰看啥都说是假的，小唐看啥都说有点意思，两人一点有用的意见都没给他。最后不小心被一个老摊主忽悠了，才买了这个号称是近代大师出品的关公像。老板，这个能报销吗？毕竟我是为了融入公司的氛围才去买古董的。徐杰和小唐听到这话，也一齐看向张扬。我要是答应报销，你们俩是不是明天也一人拿一个假古董过来？没有，老板你误会了。2个年轻人连忙摆手。高姐，还有你们，要想买古董跟我说啊。张扬回办公室拿了一张名片，扔在3个员工面前，上面写着海林博物馆销售部汪雪荣，找他买，提我的名字打8折，而且都是博物馆退下来的珍贵藏品，万一买到假的了，永久包退。永久。徐杰和唐启运赶紧拿出手机扫名片上的2维码，但是高姐却在一旁抱着胳膊不为所动，嘴里还嘀咕着买古董啊，不是捡漏的，没啥意思。姐，这话又是谁忽悠你的？张扬看着表情有些傲娇的高姐，哭笑不得，口气大的好像她不是被骗了1600，而是赚了16万一样。这是常识啊，你不知道吗？高姐马上向张扬展示了一下她的理论基础。原价买古董，跑不赢通胀，大量国宝流失民间，蚀古不穷。他还问张扬，你知道什么是大柳树神花吗？300块买个木雕佛像，后来卖了30万。张扬没好气的反问道，就算有神话，那也是在燕京的鬼市啊，你去临海古玩城捡什么漏？这一问还真问出东西了。高姐马上翻出手机，打开小破站给张扬看，你看看人家邱大师就在临海古玩城捡到了漏。徐杰和唐启运也围过来和张扬一起了解高姐究竟是为什么买件古董亏了1个月的伙食费还能这么硬气。寻宝库必多真假大邱说，大家好，我是邱大师。听完视频开头的这段开场白后，
张扬赶紧暂停了视频。邱大师，这不就是他第一次去临海古玩城的时候遇到的那个 UP 主吗？老板，怎么了？徐杰一脸疑惑。你们看他背后那个挺拔而英俊的身形，是不是很眼熟？张扬指着古玩城招牌旁边那个白色的身影说道。老板，这不会是你吗？唐启运问。好眼力。张扬给小唐点了个赞。我看看。高姐也过来凑热闹，看了一下人影后，歪着头打量着唐启运。小唐，你这马屁拍得有点刻意了啊！念在你是新人，下不为例。啊，没有，是真的很像老板。而且他背的书包是历史学院有一次志愿活动发的。唐启运赶紧解释道。小唐说的没错，这个邱大师跟着我一起进的古玩城，但是在我捡完漏离开之前，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发现。这一点张扬很确定，因为在那个古玩商店里，他完整的转悠了一圈，只捡到一个漏。那是你走得早，后来邱大师捡到了不少好东西。高姐滑动手机，在评论区置顶的省流评论里点了一下上面的时间传送门。第一件，北宋定窑莲花纹小盘。视频里邱大师笑容满面，手里拿着巴掌大的白色瓷盘给观众们展示，身后还有一脸郁闷的店员，好像在暗示观众东西就是从他手里卖出去的。这店员不是方甜甜吗？张扬当时对瓷盘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要是真捡漏了，这女人还不追上去，然后加价几百块买回去？没管剩下3个人的观看体验，张扬把邱大师展示的那段视频反复来回的播放。1分多钟后，物品信息显示，这还真就是北宋定窑的东西。那就只剩一种解释了，东西是古董行的真品，拿来配合这个邱大师拍的引流视频，目的是为了引导观众抱着捡漏的心态去购物。证据就是方甜甜在听到邱大师炫耀东西的来历时，还有心情摆拍。老板，这东西是真的吗？唐启运发现张扬好像看完了，小声问道。东西是对的，但是价格不好说，这个 UP 主说值几十万，肯定没这么高。参考价嘛，那么较真干嘛？高姐不以为意地说道。再来看第二件，清乾隆时期云龙赶珠纹的棒槌瓶。等等，有没有不是这个古董店背景的？张扬问道。当然有啊，在后面呢。那就从后往前看。张扬直接点了第5件古董的传送门。明初木漆金观音坐像，还是和之前一样，他来来回回的观看展示的片段。这次背后没有托了，东西的质量果然就下去了。这尊观音像是新仿的，是山晋省那边的仿古工艺品。张扬很快给出了鉴定结果。他的话，3位员工还是比较信的，没有人质疑。很快，邱大师捡的5件漏全部鉴定完。古董行里3件是真品，地摊上2件都是假货。很明显，捡漏是摆拍的。按理来说，发现假的古董了，那邱大师视频的真实性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怀疑。但高姐的逻辑依然是闭环状态，有1-2件看走眼的也正常。邱大师自己也说了，现在造假工艺太厉害了，哪怕是国宝级的鉴定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前面那3件古董店里买的都是真的，说明还是要去正规的古董行捡漏才能容易点。要是早点和老板一起看了这个视频，我肯定不会去地摊买那个关公像。正话反话都让邱大师说了，张扬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说服高姐。难道去古董行证明视频造假？谁会砸自己招牌来点醒一个中年妇女呢？他们巴不得高姐这样的人再多点。行了，散了吧。等2个年轻人走了，张扬无奈地提醒高姐，下次你捡漏之前可以向我视频求证一下。他只能帮到这儿了，反正都是鉴宝。要是店主不让呢？那就换一家啊。按你说的，民间国宝这么多，还怕找不到真东西吗？有道理。高姐一脸幸福的点了点头。这时刚走出门才半分钟的徐杰又绕了回来。老板，我刚才打电话联系了你说的那个汪雪蓉，你真是个快男啊。张扬给徐杰竖了个大拇指，问他对方怎么说。他听说我是你介绍的以后，让我赶紧滚。真的假的？你号码没输错吧？张扬有点不敢相信。汪雪蓉是汪建业的远房表姐，专门负责把博物馆淘汰下来的那些古董变现，某种程度上他掌握着海陵博物馆的财政大权。张扬和他交情还行，毕竟之前的羊城之行他给博物馆创收了一波，钱都过了汪雪蓉的手。不信你打电话就知道了。他说让你打电话过去挨骂。这姐姐脾气这么冲吗？张扬头有点铁，直接打汪雪蓉的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笑嘻嘻地问，咋了表姐，听说你急着骂我。骂你？我还想打你呢。为什么啊？我问你，方甜甜是不是你介绍给建业的？汪雪蓉言语中压抑着怒火，好像咬着牙在说话。现在这女的快要把建业给毁了。这么严重？她可不是我介绍的，相反是她介绍我认识的汪建业和老爷子。
张扬赶紧撇清关系。上次见汪建业的面，张扬就感觉他不正常，很像是被扑了。见张扬把汪国生都搬出来了，汪雪荣知道是自己搞错了，马上道歉，接着把这几天汪建业身上发生的糟心事一一道来。如果只是在电话里这么说说，张扬大概率把这件事当故事听，听完也就过去了。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算是汪雪荣这个当表姐的，也不能干涉太多，只能私下跟张扬抱怨一下。但隔天见到汪建业本人后，张扬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严重。海陵博物馆的库房里，杨哥，这些都是我给方甜甜家里人挑的礼物，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假货或者是有历史价值的。汪建业指着面前3大盒玉器、珠宝，一脸疲惫地问道。才几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一整圈，神情透露出来只有深深的疲惫。这要是换成陈彦光，张扬怎么都得问他一句，是不是阳气被吸光了？但就是这样一副随时都要猝死的模样，汪建业还在准备见方甜甜家长时的礼物。东西有点多啊，要不你先去眯一会儿，看完我再喊你。张扬建议道。他看到汪建业深凹的眼眶，觉得有点恐怖，别等下真死这儿了。也行，我先去沙发上睡会儿。杨哥，辛苦你了。小问题，放心。张扬比了个 OK 的手势。汪建业一走，汪雪荣马上从库房里一路小跑到了张扬面前。你看看，我说的都是真的吧？他已经想着把博物馆的东西送给那个女人了。张扬点点头，虽然挺离谱的，但这些都是他的私人财产，送人也没什么问题吧？放屁的私人财产！汪雪荣愤愤不平地说道。当年我二伯，也就是汪建业他爹，办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汪家哪个人没把自己藏的宝贝拿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我爸那时候在外面干基建，挖出来的东西都送到博物馆来了。张扬惊讶地看了汪雪荣一眼，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自爆了？但仔细想想也正常，海陵博物馆在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前就已经建起来了。在这之前，实行的是文物局的暂行条例，主要针对的是文物出国出境的问题，对国内文物的流通要求没那么严格。后来盗墓贼实在太猖獗了，才颁布了新的法律。那现在怎么办？张扬摊开手，表达着自己的疑惑和无奈。今天他是应汪家伯侄的邀请来和汪建业聊聊，半个月以后在巴黎举办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要送哪些经济价值远高于文物价值的东西过去，赚点欧元。现在则是在汪家姐弟的双重请求下来库房长眼。这简单啊！汪雪荣歪嘴一笑，你就挑这里面假的东西给我，反正除了你这种专家，一般人都看不出来。我要让那女人知道，惦记建业的钱就算了，惦记博物馆的东西门都没有。这是我听过最馊的主意了。张扬评价说。为啥？这里是博物馆，又不是珠宝店，哪来那么多假货呀？张扬没好气地答道。就算真有假的，送出去以后被人看出来，那砸的可是我的招牌。汪雪荣听完张扬的解释，应该是想明白了，同意的点点头。但他是个计划通，主意一来就是一堆，马上改口。那就挑那些外行看起来贵，但是实际很便宜的给他。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张扬有过上次在翡翠店偶遇汪建业的经历，明白东西到了方甜甜手里以后，大概率会被拿出去卖掉换钱。回收翡翠和二手首饰的人有几个傻的？到时候卖的钱太少，这样的忙说不定还要帮第二次。再看吧，我先瞧瞧汪馆长挑了哪些东西。张扬敷衍了一句，坐到给他准备的凳子上开始长眼。这些都是很早以前老馆长还在的时候和汪大伯出去在一些古玩市场上收回来的，但是因为玉石展厅实在太小了，又有社会人士捐赠的那些不得不展示的东西，这些就一直放在仓库。汪雪荣在一旁热心地解释着，好像是怕张扬觉得东西不重要，他还特意补充说这些东西现在肯定收不到了。看得出来。张扬幸福地点点头。单就他手上现在拿的这个原 UN2 升的外壳做的小皮夹就行得很。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内不到200只，哪怕是这种几十年前做的东西，现在交易同样要判刑加罚款。姐，你这些东西不对劲吧？张扬看着看着，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汪老师他们会买这么多东西，不放出去展示，又不卖掉？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都不能合法买卖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汪雪荣疑惑地问道。这个皮夹子原假制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价值的话5年有期徒刑。5年这么多？汪雪荣不太理解，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小东西？猿类动物一只的案值是150万，比一整根非洲象牙还要珍贵。哪怕你是按皮夹子的价格10块钱买的，这东西的案值也是10万往上。这串白色的手串砗磲制品同样是一级保护动物。张扬接着介绍，这个鼻烟壶盔犀鸟的2级保护动物，2级的应该问题不大吧？汪雪荣在持续的震惊中，还有空问张扬问题。确实不大，
鸟头的案值是25万，10年以上有期徒刑。张扬面无表情地说道。这是玳瑁手串，也是即保护动物。这是亚洲象的象牙制品。3大盒东西，张扬简单的分了下类，其中禁售的动物制品有47件，价值基本都在3年以上，剩下的都是些翡翠、玉石啥的，价值一般，很多就是晚清近代的，历史价值几乎没有，工艺又算不上好，基本就是看材质来定价格。不过为了帮汪建业的忙，他还是把这些东西的品质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了个序。好了，搞定。张扬轻轻拍手表示收工了。行，我去叫一下建业，你先休息会儿。汪雪荣贴心的给张扬端来杯茶，转身往馆长办公室的方向走去。3分钟后，他一脸歉意的告诉张扬，汪建业实在太困了，在沙发上睡得正酣，他这个做姐姐的不忍心叫醒他。没事，那就别喊了，让他好好休息吧，反正展会的事也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张扬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汪雪荣把装有翡翠和玉器的2个盘子全部端进了仓库，只留下了动物制品的那一个。张扬刚在海陵博物馆见到了那么多的动物制品，3天后在他的直播间刚好也有宝友拿这种东西来鉴定。老师别担心，我人在国外，所以国内合法的东西我一个都不想玩。鉴定完东西后，视频那头的宝友很嚣张，你最好是在国外，不然就刚才那2根象牙，你这辈子就在里面别出来了。张扬无奈的说道。他能做的都做了，但是看对方有恃无恐的样子，恐怕真的不在国内。而且刚才镜头里还走过去个黑不溜秋的姑娘，这人估计在非洲，不然去哪儿弄这么大的牙？张大师不是说了吗？都是非洲象牙，整根的。为了防止偷猎，现在非洲不少国家会把犀牛角、象牙提前割掉。国内好像非洲的象牙办证就能流通。真的吗？我还以为刚才的东西能值2梭子加特林呢。宝友笑呵呵的说道。行了，兄弟，你自己玩吧，连麦先到这儿了。别啊，还有件古董没看呢，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吗？张扬好奇的问道。他能想到的战国时期的，但是又符合国内不合法这一个条件的古董，最多的就是青铜器了，不是铜的，是其他金属。行，我给你看看。张扬还挺好奇是什么的东西，结果对方给到东西的镜头不到1秒钟，张扬光速手动掐断了连麦。断开之后，他还忍不住嘴了一句：“你真是个死老六啊！”对方拿出来的竟然是一把勃朗宁 M1910，战国时期不，2战时期，这不是花口撸子吗？确实是古董，人家说的也没错。兄弟们，看了你们的弹幕，我深感直播不易，且看且珍惜吧。张扬叹了口气说道：“以后海外 IP 的兄弟，如果目的只是想把直播间送倒霉的话，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下一位，我看看琼州的 IP 应该没问题。掌声欢迎，就是死也不玩文玩，兄弟的名字挺有个性啊。张老师好。宝友一上来就把镜头对准了他手里的一个金刚手串，每一颗金刚菩提都被盘成了红色，油光瓦亮的。宝友，你这东西不就是文玩吗？是啊，老师，这是金刚手串，我盘了好几年了。宝友还以为张扬不懂。我知道是金刚，我的意思是你的 ID 不是死也不玩文玩。哈哈，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死了？可能这就是逆反吧。这种宣传手段有点意思。我 ID 怎么？卧槽，这谁给我改的？宝友终于发现了问题。不好意思啊，张大师，我以前的 ID 叫文玩大亨，估计是被我老婆把名字改了。好家伙，盘个金刚菩提还盘出家庭矛盾了。张扬没想到一个 ID 背后都有这样的故事。不止金刚呢，我还有好多东西。宝友把镜头晃动了一下，旁边的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一眼看过去，蜜蜡啊、绿松石啊、菩提啊，什么都有。看来还真是文玩大亨啊。张扬保险起见多问了一句：“你应该不是要借我直播间带货吧？没提前交广告费，直接带货的话，举报以后官方会封你账号的。”不会不会，我都是自己玩，不用您估价，就看看真假。宝友语气轻松的说道：“您看我这手串，平时就在手里盘，自己玩挺好的。”张扬点点头：“你这个是大金刚，应该是7、8年前尼泊尔那边产的，没什么问题。”好嘞，老师您再帮我看看这个。宝友把手上的东西换成了一串暗红色的木质佛珠手串。老师，帮我看看这个爆满金星对不对？小叶紫檀。宝友，这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你这要放在10年前，起码能值个10000把块呢。张扬有些遗憾的说道。是啊，现在人工种植的太多了，不过我这个是爆满金星的，应该还是值钱的。你别急，我看看。张扬看着紫檀珠子上那一个个金色的小点点，眉头皱了起来。坏了，张大师皱眉了。这位宝友凶多吉少啊。宝友，你这个应该没怎么盘过吧？是啊，我怕把它弄脏了，
平时就盘盘这个金刚过手瘾，得亏没盘啊，不然说不定这上面的金粉就沾你手上了。张扬有些夸张的说道：“这是假的吗？必须得是假的呀！不信你可以测一测，东西说不定有金属反应。”操！保友相信张扬的判断，大骂一声。张扬以为他会生气的把东西摔了，但是这位保友生气过后，还是小心翼翼的把东西放回了原处。没事，还是值个几百块的。不管这个了，老师，帮我看看这个天珠吧。终于来天珠了，来直播间大半个月，第一次见天珠。现在市面上的天珠基本都是台珠。你这个有几个眼？张扬先问了一句。作为最出名的藏传文玩之一，天珠的名气非常大。不过如果是9眼的，基本不用看就知道是现代人工仿制的。6个眼，买的时候说是至纯天珠。啥玩意儿？至纯天珠？保友，你确定吗？张扬本来想6个眼还能看看真假，一听说至纯天珠，那看都不用看了。千年历史的老天珠绝对不是眼前这颗的样子。仔细一看，果然生产日期就在去年。有问题吗？我看东西上面的裂纹应该是老的。保友还在装模作样的分析。保友啊，就是连接脖子上戴的那个都不一定是真的至纯天珠，你懂我的意思吧？那我这个是……看着兄弟还心存幻想，张扬直接把话说明了。东西现代的，不过不是台珠，这是最近几年天珠流行起来以后，内地的工厂做的。人家拿平时做古董的仿古工艺做天珠，品质有保证。操！这次保友终于没忍住，破防了，直接把天珠摔在了地上。就是因为这个破玩意儿，我老婆才和我闹离婚的。张扬和观众马上明白了，为什么这位保友的老婆要改他的 ID。藏传的东西，大家花个几百块带着玩玩就行了。别看那些明星带几百万的天珠，人家的几百万就是我们的几百块。什么样的经济实力，消费什么样的东西。断开连麦后，张扬有感而发，多说了2句。这时，一个叫真文玩大亨的网友发起了连麦申请。这名字是刚改的吗？真文玩大亨，这位网友很明显是冲着刚才鉴定天珠的保友来的。这样有梗有娱乐精神的网友当然要支持。张扬笑呵呵地接受了连麦。视频那边是一位敢于在张大师直播间露出整张脸的男士，看起来应该有40-50岁了。在张扬的直播间，这个年纪愿意出镜的保友还是挺少见的，而且一下子就能看见他脖子上戴着一颗黑白相间的天珠，光正面就已经看到3个眼了，大概率是9眼的。文玩大亨的味儿已经对了。老师，刚才那个文玩大亨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我这个天珠。保友指着自己脖子上戴着的东西说道。你取下来我看看呗。张扬说完话，对方不为所动，好像伸手在抓着什么东西。接着，这位保友一只手抓着10几根串着天珠的绳子，展示在镜头前，那架势跟路边卖菜的摊贩一样。大亨，我看是韭菜吧？这人不会是天珠批发商吧？我看了下他的账号，很正常啊，不像带货的。张扬看了这位保友展示的10几颗天珠的其中3颗，心里已经对这个文玩大亨的来历有了不好的猜想，最起码也是个经销商。不过他脸上没有体现出来，还是乐呵呵的问：“保友，你这些东西像是同一家工厂生产的啊？生产时间都一模一样，全是2023年。”是啊，对方很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厂子产的，同一天同一批。刚才我被张大师说的话感动到了，特意来连麦，想跟大家聊聊文玩，主要是藏传的文玩。行啊，张扬点头表示赞赏。除了国宝帮，你还是第一个来咱们直播间的赝品行业从业者。哈哈，老师说笑了，我就是个连汤都喝不上的废物。保友笑得很实在，看不出一点尴尬。在张扬心里，这种人要么是真诚，要么是脸皮厚，不管哪一种，都可以听听他到底要说啥。其实我想说的是，藏传文玩这东西啊，真的不赚钱。保友对着镜头一脸认真的说道。好家伙，这是来洗地了呀？只赚一点点钱是吧？是买文玩的不赚钱，卖的肯定赚钱。大家先看看这个，张老师，你能看看这是老串吗？保友又拿出来10几串被盘成红色、泛着油光的金刚菩提手串，还没我坐的这把椅子老，我怀疑就是今年刚出厂的。张扬迅速给出判断，确实是上个月我一个老哥的厂刚寄过来的。我那个老哥哥把手串厂作为创业项目，家里金刚、星月、凤眼啥的囤了得有几十吨吧。几十吨？张扬想了一下，那得多大的仓库啊？怪不得这人跟抓核桃一样抓那些手串。张扬觉得他的话会很有意思，于是没有打扰他，静静的听这位保友吹。他厂里一共6台做旧的机器，日夜不停的给菩提子刷油，机器都给干冒烟了。机器费电，菩提子费油，每串东西算下来，
成本都得200多。像这样的东西，还得找个会说扎西德勒的演员才能卖出去，一串也就能卖个7、8万。干了2个月，他买了台高配的路虎，倒欠银行50万车贷，算下来根本不挣钱。卧槽，牛逼！重新定义了不挣钱，这是友军啊，厚葬。确实不挣钱啊，钱都给车企和银行了。这么说来，确实不挣钱啊。张扬憋住笑，点点头。听得出来，对面这个大叔有自己的说话风格，有点绕，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菩提子手串，利中暴利。老师，您猜猜这些制纯天珠挣钱不？东西工艺不错的，应该也不挣钱。但是我很好奇，你那个兄弟钱都亏在哪儿了？张扬配合着答道：嗨，说起这个，那是真的惨。老哥一拍大腿，捋了下头顶花白的头发。天珠成本3000多，为了能100万卖出去，他天天去给那些明星送东西，让他们帮忙带货。电影节得去吧，大型展览得去吧，甚至连明星的生日会都得去，不然人家脖子上都戴珠宝，谁戴天珠啊？他是1年4季天南海北的飞啊，最后没好好吃饭，得了胃癌，光去国外治病花了5000多万，加上他给2个女明星的分手费，算下来根本就不挣钱，太惨了，我听哭了。坐飞机容易得胃癌，大家小心。我作为一个销售也天南海北飞，这种苦感同身受啊。前面共情的兄弟阅读理解不及格。宝友，我最近生活不如意，还有没有这样的悲惨故事啊？张扬问道。有的，老师你看看这个。宝友拿出一个黑漆漆金属佛像。这是天铁吗？张扬问道。藏传文玩就那么多，卖的逻辑也都差不多。天铁和天珠很像，也说是天上掉下来的，说白了就是古代藏族人民加工陨铁做成的各种雕像。价值和古董一样，是根据东西的年份来确认价格的，因为蒙着佛教文化的面纱，价格要比同时期的古董高上100倍。是啊，就这么块小铁片，日日夜夜的砸，20块的铁片也就卖个万把块，看似利润很高，但是我这兄弟为了扩大生产，一咬牙买了个钢厂，花了几个亿，算下来得卖好几年天铁才能回本。前几天他还跟我们说，他最近几年都没时间去会所了，根本就不挣钱。这个有点假了，20块成本的天铁起码得卖10万。我老婆前几天刚买了块天铁，恭喜，可以考虑1个亿转卖给连杰。哥，我已经懂了，文玩行业一点都不赚钱。张扬冲对方竖了个大拇指。你这3个故事讲得太好了，我们后期想把这段剪成短视频，要不要给你的脸打马赛克？没事，完全不用打码，我最讨厌的就是打码。宝友摆摆手说道，况且我和老师你一样，都是大众脸。哈哈哈，好，我也从来不打码。张扬和宝友相视一笑。碰到文玩大亨这件事，让张扬觉得浑身舒畅。老是碰到骗子和傻子，这次终于碰到了一个明白人。张扬甚至在想，要是这样的人再多点，自己是不是每天直播1个小时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可以开着直播间，让弹幕里的有识之士替自己把买假货的人骂醒。他不知道是在护宝帮粉丝群里，这样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假，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盘子真的假的，值不值3000？咦，没事，最多就亏3000。丙，假的，但是可以买，最起码能装盘菜。丁，看看是不是这个，拼宝链接70包邮。假，竟然和链接里的一模一样，笑哭。虽然大部分人是无脑否定，但放在假货横行的古玩行业，这样损失反而是最小的。再加上1、2个愿意发链接的考据党，不少人都被劝住了。群里的气氛也因此其乐融融。但今晚出现了意外情况。张扬下午在公寓看着短视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晚上7点多突然被唐启运的电话吵醒。小唐说高姐在微信群里和人吵起了，从最开始的文字争吵变成文字互骂，最后直接变成了语音互骂，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不了退群了。和高姐对骂的人都说他是国宝帮派在张扬身边的卧底，他们要清君侧。这么离谱吗？张扬听见小唐的语气好急。是啊，老板，我给你发了好多消息都不回，打语音也不接，我感觉我没有把群管理好。唐启运说着说着，声音里都带哭腔了。小唐，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没当过班干部啊？没有，老板，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当过的话，就知道出了事，其实班干部啥也不是，就像群管理一样。你看高姐，她不就在和人吵架吗？张扬打了个通俗易懂的比方，虽然可能会小小的挫败一下小唐同学的责任心，但对他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我现在挂电话，去群里看看怎么回事。张扬刚点开新消息99加的企鹅群，就看到高姐弹出来一条语音。高姐，老娘要是收了国宝帮的钱，你们这些人还能在群里说话？张扬听完点点头，心想这话说的有理有据，看来小唐还是没见过世面，
事情哪有他说的那么糟吗？又来一条语音，听听看。高姐，你们几个死太监，阴阳人，听得懂吗？我要是你们的妈，肯定把你们塞回去。这都说的啥啊？眼看高姐的对手也开喷了，张扬赶紧全员禁言，同时在群里打字。刚睡醒，给我10分钟时间，我把群里的消息从头到尾捋一遍。10分钟后给大家一个交代。这件事是谁最先挑起来的？抱着这样的目的，张扬追本溯源，一直追查到下午5点。公司刚下班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原因。那时候群里有个人问大家卖文玩的和国宝帮的哪个骗钱更多，不少人的回答是国宝帮，理由是文玩的市场太小。按理来说这不是个引战的话题，偏偏有个人在群里提到了邱大师，说他就是个假装捡漏实际卖假古董的国宝帮。高姐出来很有正义感的说了句，但是邱大师真捡到漏了呀。这话很快被曲解成了给国宝帮站台，然后他们就吵起来了。对此张扬刚开始很不理解，3000人的粉丝群，除开他和小唐，高姐是在一打2997吗？毕竟群里其他人都是正儿八经看直播的粉丝，看了这么多鉴宝直播以后，应该不会像高姐一样单纯，认为能这么容易的捡到漏吧。但他很快就在聊天记录里找到了答案，有个叫圈外女友的群友，从始至终一直坚定的支持高姐，他比高姐自己都要坚定，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引用邱大师的直播话术，给了高姐自信。在高姐被辩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也是他率先开启了骂战。这脑残，谁拉他进群的？张扬看了一下审批记录，好吧，原来是自己。对方备注的抖音号确实一看就是直播间的粉丝，正常人谁会起张大师的圈外女友这样的 ID 呢？结果这人是个男的不说，还和高姐一起维护骗子。张扬赶紧去抖音核对了一下，搜完发现根本没有这个账号。靠，这个男的竟然是冒充的。张扬突然想起来，他和高姐、小唐说过，每一个进群的人都要核实身份，之前陈彦光加进群的也要一一检查下抖音账号，避免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这会儿他自己的脸有点烧得慌。那么问题来了，这人是谁？又为什么要帮着高姐维护邱大师？难道是邱大师手底下的水军？张扬很直接，他解开禁言，让大家先不要说话，然后把圈外女友艾特出来，问他，你是邱大师派来的卧底吗？沈家珠宝行的休息室里，圆圆本来在帮曹家云干舆情监测的活儿，其实就是不停地看抖音评论区、后台还有粉丝群里的消息。在被张扬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连续骚扰了几次后，他很烦躁，点进群准备屏蔽群消息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发消息的人，这不是张大师吗？原来曹姐也是张大师的粉丝啊，怪不得不让我们引流。圆圆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赶紧悄悄地吃起瓜来。然后他就看见了张扬质问粉丝的话，你看什么呢？身后突然传来曹家云的声音，吓得圆圆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拿稳手机以后，他一脸担忧地跟曹家云说，张大师好像要人设崩塌了，他请的管理员支持卖假货的国宝帮，结果被粉丝怒怼，现在好像在想办法甩锅。姐，这事儿我也是刚发现，不然早就通知你了。人设崩塌？还有这种好事？曹家云一脸惊喜的样子，让旁边的圆圆有些摸不着头脑。这难道是得不到的就要毁掉？曹家云还不知道，他开小号偷偷进人粉丝群的行为已经被误解了。他正在脑补剧情。对他来说，张扬这种粉丝多又不愿意合作的主播越凉越好。两个人守在手机前，看着张扬在群里一步一步逼问着一位水友，最后让他自爆，我 TM 就是邱俊春，我又没骗过你们的钱，你们为什么要骂我？这人也是内鬼。曹家云看着张扬从抖音账号逐步推导出这个人是内鬼的过程，突然有点慌。他看向圆圆，你还有没有抖音小号？在曹家云的威逼利诱下，圆圆把自己放擦边福利视频的抖音账号花钱改名为了求张大师翻牌子。老板，这群我没脸管了，我要退网。高姐在事后非常内疚地和张扬说道，你是被人骗了，又不是骗了别人，退啥网啊？张扬语音回复道，再说帮我管理粉丝群是你的工作内容之一，我可是会额外发工资的。你不早说。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高姐，老板，邱大师真是骗子啊。张扬，不然呢？他们这种人就是不停地告诉你外面有漏检，说的人多了，你们信了就马上收割你们。高姐，那不就和钻石一样吗？张扬，姐，你为啥突然看得这么透了？高姐，因为我以前买不起钻石，专门研究过。瞎聊一通，打消了高姐顾虑后，她主动在群里向之前对喷过的几个兄弟道了歉。大家冰释前嫌，张大师家的后院再次安定祥和起来。直到2天后，高姐拿着一张统计的表格给到张扬，
上面是他挨个确认的群里成员和抖音账号的对照关系。这一波直接找出来20几个假粉丝，说明粉丝群被各方势力渗透得很厉害。这还不包括那些只花了1分钱卡牌子的3、5小号。看来咱们以后得注意点。张扬看着数据总结道：“别以后了，就现在，还有个问题等着你解决呢。”高姐帮张扬把表格翻到了第2页，上面是群成员疑似受骗统计。竟然真的有人因为怕被人骗，加了鉴宝主播的粉丝群，然后在群里被骗子给骗了。在张扬看来，这比送羊入虎口都夸张。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光高姐统计的就有13位群成员私下找群里其他人交易过古玩，其中有2位甚至就是找群里的邱俊春买的。在邱大师小号退群后，他们马上意识到问题不对，已经报警了。这2位有没有问警察？钱追回来的概率有多大？张扬打听了一句，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决定着张扬心里内疚的程度。虽然钱是邱大师骗的，但是人是他放进群的，真算起来起码有1%的责任吧。应该没有问，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买的那2件假古董，昨天直接在群里抽奖送出去了。听高姐这么说，张扬已经感受到了这2位倒霉蛋的绝望，而高姐的下一句话又让他感受到了2位富哥们的愤怒。老板，他们说等你开播了，要一人给你刷10架探月飞行器，只希望你能想办法把邱大师锤死。1架是2000块，10架就是2万块，2个人那就是4万。4万块的委托加上1%的责任，张扬把这件事答应了下来。他负责出技术和名气，具体怎么做，把2位受害者拉个群，加上公司的4个人一起头脑风暴。徐杰作为小破站 LV6 加年费大会员，他给出的方案最有前途。去 B 站用小号开直播，把人气打上来之后，让粉丝把邱大师的账号给冲了，或者用证据逼官方把邱大师的号给封了。为了避免和抖音的合同冲突，徐杰还贴心的给张扬想了个皮套人的方案。为了吸引男粉丝，可以让小唐做皮套的中之人，在直播里声音出镜。老板你在旁边鉴定完，直接打字，让小唐照着念就行了。这个方案不错，就是见效太慢了。受害者甲不太认可徐杰的第一方案，他要那种效率高的。徐杰马上又给出一个新点子，那就买些水军，去小破站老板的账号底下刷留言，就像蒙古上单一样，就写捡漏主播丧天良，骗人2位，骗了你们多少来着？受害者甲，我55万。受害者乙，算上张大师这里的2万，一共33万。好，那就是骗人88万8，只要一直刷屏，连网警都会关注你们。这方法不错，徐杰的新点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被张扬以有律师函风险为由一票否决了。不过主要还是因为他有更好的方案。这个男人叫胡主任，他的真实网名叫无穷小亮。张扬发了一个小破站 UP 主的主页链接到群里，给大家介绍道：这个我看过，胡主任是百大 UP 主。徐杰对小破站的东西如数家珍，详细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胡主任的前世今生。最后他问张扬：老板，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张扬回复道：胡主任的视频播放量非常高，抄他肯定不会错。咱们就出一个网络热传古玩鉴定，第1期直接就是邱大师特辑，不用管他到底捡了多少漏，直接统计，看他把多少假货当成真的了。这个主意好。受害者甲发了个鼓掌的表情说：只要证明邱大师是个水货，那就相当于挖了他的根。他不会报复吧？受害者也有些担忧。这个邱大师的视频有400多期，咱们1期视频可能讲不完。唐启运比较务实的提出了他的疑问，因为他知道视频肯定是他剪，这些都不是问题，到时候用新号，不怕报复，讲不完就分级。现在的问题是买流量的钱从哪里出？张扬在群里问道。他在明示了，但没有人直接答应他。我已经一滴都没有了。受害者假半天才回复，现在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邱大师的怒火。这个我倒是有个办法。受害者乙提了个建议，让张大师去他们主播群里找人帮忙推一下就行了。大光头、牛老师、鲶鱼老师还有他们掌握的鉴宝所、天天鉴宝等账号全部推一遍就行。我也可以帮忙。徐杰发了一个举手的表情包，示意他有话要说。我是小破站顶流主播鹰酱的舰长，想来这样的好人好事他应该会帮忙的。行啊，那就这样吧，等视频剪辑出来，咱们就算是用另一个身份进军小破站了。具体什么身份呢？唐启运为了方便写稿子，提前问。鉴宝区胡主任怎么样？徐杰提议。不行，你这蹭的太厉害了，容易引起人反感。张扬想了想，在对话框里打了几个字，发送了出去。鉴宝第1等。3天后，网络热传古玩鉴定系列视频的第1期在小破站上线了。唐启运帮张扬想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标题：鉴宝专家打假捡漏主播。视频的末尾，张扬也非常直接的表示，邱大师捡的漏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总之，整个视频火药味十足，这是要干仗啊！徐杰作为视频的第一位观众，握着拳兴奋地说道。那2位受骗的宝友就更直接了，第一时间在评论区晒了他们的报案回执。接下来就是等流量就位，等舆论发酵了。张扬看着唐启运的电脑屏幕说道：“老板，那我就下班了。”小唐把2位宝友的评论置顶后，直接按了关机键。刚到公司的徐杰不太理解这种行为，下班？现在才中午1点，你就下班了？他疑惑地看向张扬：“老板，是不是今天放假呀？”放假？你不是说只要胆子大，天天在放假吗？人家小唐这几天每天都是朝9晚6的剪视频，必修课都翘了2节，所以我让他提前下班休息一下，无可厚非吧？张扬拍了拍徐杰的肩膀，勉励道：“你早点把设备调试好，我们早点开播，你就能早点下班。”那不行。徐杰掏出手机，原模启动。高姐都没来呢。他迟到，我摸鱼，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是吗？嘿嘿。张扬笑了笑。徐杰突然觉得有些瘆得慌，接着是熟悉的一掐一扭。啊，我不在这么一小会儿，你就编排我是吧？高姐端着一大盘葡萄，装作生气的说道。行了，你俩先别闹了，小唐下午还有课呢。张扬挡在2人中间，给小唐让出一条下班的路。那我就先下班了。小姑娘临出门前还不忘拉拉仇恨。徐杰可能是受刺激了，突然灵感爆发，来了一句：“老板，如果我明天9点来上班，是不是后天也能放假？”对，来打1上午的游戏是吧？张扬白了他一眼，指了指直播间，5秒钟，我希望你从我眼前消失。下午直播开始。可能是这几天群里关于捡漏的事情热度有点高，好几位宝友都在户外连麦，拿着手机对着古玩市场的摊主一顿猛拍，这让张扬连麦时候经常有心惊肉跳的感觉，生怕因为自己一句话发生流血事件。不过前几天都还好，摊主被打假，最生气的也只是说一句：“你懂不懂规矩啊？”但今天第514位宝友好像对到钢板了。张扬本来在帮他分析他手里的那件双耳瓷尊为什么是异造品，结果只听见一声超，接着连麦画面就变得模糊起来。过了几秒钟，呼呼的风声中传来宝友的声音：“老师，现在有10几个摊主在追我，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太拼了吧，这兄弟，假货贩子这么嚣张吗？因为坏了他所谓的规矩啊，都不守规矩，他们怎么骗人呢？直接喊周围的人一起帮忙打回去啊！宝友，这种情况你先跑，还跟我说啥？安全第一啊！张扬建议道。好嘞，老师你放心，我是国家2级短跑运动员。不说了，我先挂了。说完这话，宝友直接断开了连麦。兄弟们，2级运动员是个什么水平？张扬问弹幕。100米跑进12秒吗？那这兄弟应该安全，只要不放狗撵，正常人追不上他的。还在排队的宝友，如果有人也是去古玩市场打假的话，先观察一下摊主的脾气和周围的地形啊，实在不行就算了，自己不上当就挺好的。刚才的兄弟，人家是运动员，兄弟们自己掂量掂量吧。练跑酷的能去吗？这个我不知道啊，我的建议是多带几个人去。张扬回答了下弹幕的疑问，马上连麦第515号宝友。看到对方拿出来的东西，他瞬间坐直了身子。宝友，你这东西土沁有点重啊。视频那头，对方拿在手里的是一个白瓷碗，物品信息显示这是南宋中期的民窑白瓷，但因为土沁实在太重，白色的碗已经被染成了黄色。这个是工地上挖出来的。宝友很直白地解释道。好呀，上来就自报家门。这么重的土沁没得变呀。东西整体保存的这么好，但是釉面又被侵蚀的这么严重，好怪哦。你这个挖是用锄头和铁锹挖，还是用挖机挖呀？张扬问道。具体的不知道，我是施工员。这位宝友在工地上还是带点身份的。张扬马上想起了他在校园门口遇到的那个老头。那你们挖到木盒子了吗？就是那种2米长、80公分宽的。没有，应该不是木。宝友否认道。当时挖出来一大片东西，都是些瓷器什么的，这个算是里面保存比较好的。反正没有挖出来骨头，所以应该不是木。没有骨头？这老哥一边自爆，一边又在辩解，说不上是真是假。张扬想了想问道，是挖到遗种了吗？有没有往周围挖挖？没有啊，当初基坑挖出来好多这些，现在已经回填了。基坑还真是施工员啊，这敢回填的呀，都挖出来瓷器了，没看到骨头就默认不是木，也有可能是遗址啊。兄弟现在还在那个工地上干嘛？没有了，工程烂尾了，工资要年底才发。我想看看这东西能不能卖出点钱来，不然都没钱生活了。宝友说着说着，突然就惨起来了，好像怕张扬不信，还特意拍了一下他身处的环境，
看得出来，确实是在一个狭小的集装箱房里。这东西是南宋的，但是腐蚀成这个样子，卖不了什么钱，最好是联系下文物保护部门上交。看对方说的很真实，张扬也就实话实说，不过没有报价。有些古董虽然年代久，但是品相太差，在收藏市场上也没人愿意接手。再不值钱，南宋的几千块应该有吧？保友有点不想上交，而且给出了他自己的理由。我听人说，工地要是挖出墓地不上报，好像是违法的。我现在去上交，不是送上门了吗？他们什么都懂，但就是要干。上报耽误工期啊，考古队一来，工地就得停工。但是不上报，这工地不还是停工了吗？保友，这种东西你之前有卖过吗？张扬决定帮他分析一下。没有，都在工友们手里，大家说好了，要卖一起卖。保友非常果断地答道。那就行了，你们又不懂，现在上交也不晚。不会被追责吗？保友还是不放心。就是追责，那也是你们工地的负责人承担最大的责任。像你这种拿工资的，一般清算不到你们头上的。真不骗你，我看过不少报道，挖出古墓葬不上报的，都是罚公司的钱。听完张扬这话，视频那头的保友突然激动地拍了下桌子，非常开心地说：那太好了。好？好在哪里？保友，你不会和你们公司的老板有仇吧？张扬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保友的回答证明他的猜想是对的。肯定有仇啊，狗日的骗我们说，要是上报了，我们都要按盗墓贼处理，害得我们连夜把基坑回填了。原来是他自己慌了。保友愤愤不平地说道，接着问了张扬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老师，就这么个碗，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我让工友们把东西都拿过来吧？可以啊，一家人当然要整整齐齐。我的意思是，一个遗址里出来的，放在一起分析，更容易得出准确的结论。那行，我去找他们拿。保友把手机固定了一下，接着传来了咚咚咚踩楼梯的脚步声。工地老哥真是实在人，不会等下搞出个历史罕见的大墓吧？无所谓，张大师会出手。其实工地老哥就是现代的谢岭力士。3分钟后，在阵阵吵闹声中，保友回来了。接着像在准备席面一样，小桌子上陆续摆上了各式各样的瓷器，粗略的算下来，应该有几十件，都是些碗啊、盘子之类的日用品，东西有大有小，大部分都有很重的土磬，不过整体保存的相当完整。张扬挑了几个品相好的，鉴定了一下，确认都是南宋时期的日用品瓷器，最晚不过1230年。东西都是南宋的，就算不是墓，这么多东西，高低也是个遗址。最后再问一遍，确定没有挖到棺材吗？张扬想的是，那边现在人多，也许有什么消息是这个施工员保友不知道的。结果还真就是这样。保友那边换了一个带点粤省口音的中年人回答他，有挖出来木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棺材。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开始自爆了，是不是棺木还能看不出来吗？兄弟，你们好好想想，那木头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现在人多，咱们一起回忆清楚，不然等进去了，你们一个一个被单独问话，交代不清楚就麻烦了。张扬的话引起了保友那边工友的小范围讨论，他们嗡了半天，最后推举出来一个领头的，把一串珠子拿到了镜头前。老师，那些木头都拿去车珠子了，你看下这串珠子能看出来什么不？张扬定睛看去，名称木质佛珠手串，材质阴沉木，生产时间2023年。详细信息，这是用香樟树碳化成的阴沉木制作的手串。大哥，这是阴沉木啊！张扬倒吸一口凉气。某些特殊的木材埋在地下，经历3000到5000年的时间才能碳化成阴沉木，而南宋到现在还不到1000年。也就是说，这串珠子的原材料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是阴沉木了。而阴沉木在古代最广泛的一种用途就是做棺材。你们这是拿人家的棺材板车了珠子啊？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这和那个带玉珠的有一拼了。阴沉木辟邪的，问题不大。棺材板吗？还真是棺材啊，为什么没看到骨头啊？视频那头的工友们乱成了一锅粥，最后还是连麦的那个保友想起来，这不是还有张大师这尊大佛吗？赶紧来问张扬，老师，您说这是墓吗？你管它是不是墓啊？报警，等考古队来发掘就行了呀。张扬帮保友分析道。对啊，老师说的有道理。不少人出声表达了对张扬说法的认可。在张扬断开连麦前，已经听到那边有人在说，喂，警察吗？现在的工地跟谢岭力士干活一样，基本上每个地方的工地都有出现古墓葬吧？谁让咱们历史悠久呢？有墓很正常。刚鉴定完一个大活儿，张扬习惯性停下来和弹幕聊会儿天。咱们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生活了多少人啊？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人们就有土葬的习惯了，
尤其是封建王朝的那些达官贵族。咱们现在不也常说厚葬吗？传统思想就是人走的时候陪葬品多一点，这样就算生前受苦了，死后也能过得好一点。迷信不迷信的也就那样吧。难道有谁想死了以后拿张凉席一裹，直接扔进天坑里？我就准备海葬来着。海葬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尸骨无存？主播不知道现在推行遗体火化吗？你说的有点政治不正确啊。火化和放陪葬品也不冲突啊。张扬笑着说，也许现在的墓园放到几千年以后，那就是群葬墓，放点金叶子在小盒子里，说不定1000年以后考古学家开盒的时候还以为你是达官贵人。好了好了，不聊丧葬话题了，等下和隔壁卖墓地的直播间串位了。张扬把话题拉回正轨，继续连麦。欢迎第516位宝友，这位宝友叫小萌子，一看就是工友啊，赛博谢领力士，要来就一起来。张扬还在开玩笑呢，结果看到对方的东西，他直接原地起立。大哥，你这是石族啊！一般石头做的建筑，年代在旧石器时期到夏朝之前，后面就被青铜建筑给取代了。但是眼前这个石族上面的生产时间明明白白的写着公元前1575年，商朝的时期。钟老，你要亲自和他聊聊。张扬没想到鉴定一个商朝的石族，竟然能把钟老都惊动了。这次可没有汪家的面子在，说明老人家是真的在看自己直播。因为就在刚才，张扬问出这个宝友是在阳城罗岗以后，钟老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同步率 99.1%。主播在跟谁打电话？怎么表情这么严肃？不会是条子吧？可能是刚才那个棺材板的事。我举报，主播刚才要买人家的珠子。张扬没空理弹幕里的老六，因为电话那头钟老说的事情重要程度3颗星。宝友，你别慌，既然是你在工地上挖出来的，只要没损坏没买卖，问题都大不到哪里去。天天给老九们的兄弟们搞鉴定，张扬没少看法律条文和实际案例，毕竟当场量刑也是鉴宝主播的基本功之一。我这边有个阳城博物馆的朋友，他想跟你了解一下具体的施工地点，到时候奖金都是小事，你还会有机会上电视上报纸。真的啊？谢谢老师，我一定全部如实交代。视频那头说话带着点粤省口音的宝友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行。张扬把手机打开外放，对着麦克风。老师，您可以开始了。好的，谢谢你啊，小张。接下来的3分钟，钟老和宝友快速沟通。听见具体的地址后，弹幕上炸出了不少阳城的观众。这地方离我住得很近啊，那里确实是个工地。我上班会路过那里，围了半个月了才开始挖呀。不是说那里要修商场吗？我已经下单望远镜了，以后可以偷看考古进度。钟老的声音颇有威严，加上张扬告诉了宝友他是博物馆的人，所以等他们聊完，这个宝友已经全撂了。宝友是工地上负责土方的，一敲下去铲出一块石足，顺手揣进了兜里。发现这玩意儿可能是老东西，他马上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找张扬帮忙看看，于是便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定完地址，具体的事情经过是不是编的，有没有漏洞，钟老已经没心情甄别了。老人家激动跟张扬说，这个小伙子刚才说的地方，我看了一下地图，是个河谷的盆地，3面环山，算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环境很适合先民繁衍生息。我等下就带队去现场看看。这次小张你可帮了大忙了。客气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张扬笑着答道。至于这个忙究竟有多大，恐怕还得钟老带队去实地考证过才知道。直播时接了钟老的电话，下播后张扬又接到了汪国生的电话。这次事情的重要度直接拉到了满级的5颗星。张扬挂完电话，一刻不敢耽搁，赶紧开车赶到了海陵博物馆。博物馆大楼外已经停了一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消防队员正在楼下铺设着救生气垫，现场也已经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你好，现在什么情况了？张扬直接上前给封锁现场的民警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证件。看到他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警察马上问他，你和你们馆长汪建业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我是他大伯的徒弟，和他跟亲兄弟一样。张扬迅速答道。事急从权，该骗就骗。在来的路上，张扬反复地思考过汪大师说的话。建业他要跳楼，已经爬到9楼的天台了。雪蓉昨天被他打进了医院，现在能管事的汪家人都不在临海，你赶紧去现场看看。汪建业打了他表姐，刚从局子里出来，马上就要去跳楼。为什么要打汪雪蓉？张扬觉得大概率是这个表姐不信邪，又去劝他了，两人起了冲突。可汪雪蓉不知道，被 pull out 的对象除非自己醒悟，不然谁去劝都是仇人。现在汪建业可能是醒悟了，也可能是方甜甜给了更大的压力，他心里的那根弦断了，于是有了轻生的想法。说实话，
知道汪建业打他表姐的时候，张扬已经对这个人有点讨厌了，但还不至于见死不救。尤其是电话那头的汪老爷子声泪俱下，只求他过来看看什么情况。汪建业这边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博物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又劝不动。听到张扬的话，民警赶紧带路。那太好了，现在你们汪馆长的情绪有点激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消防队员和我们队长已经上去了，你赶紧去看看。张扬点点头，在民警的陪同下，到了博物馆所属办公楼的顶层天台。汪建业就跪坐在楼梯出口对面，天台的边缘双手攀扶着栏杆。这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当事人有很深的交情。好，具体的情况你知道吗？民警的负责人问张扬。是因为他打了他表姐吗？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应该只是原因之一。负责的民警介绍道，昨天被他打的受害人和我们同事说，他有个女朋友一直在逼他。这件事你了解吗？张扬点点头，知道基本情况。那就行，长话短说，我们8楼已经有消防队员在布置了，需要你拖时间，能劝回来最好，不行的话也不要急，尽量拖，越久越好。了解。张扬心里松了口气，拖时间他还是比较擅长的。负责沟通的消防队员看了看张扬，觉得他太年轻，又低声叮嘱了几句。他现在的情绪很激动，我们只要往前走，他就有爬栏杆跳楼的动作。等下我会握着你的手，如果一用力，你就赶紧闭嘴，千万别2次刺激当事人。行，我懂的。张扬点点头。汪馆长，你的朋友来了。消防队员喊话，吸引了汪建业的注意力。他抬起头，张扬看见了他深陷的眼眶，气色比之前还要差。张扬，现在只剩下你。汪建业脸上露出苦笑，眼泪已经无声的流了下来。建业哥，原来你在这儿啊！刚才我接到了钟老的电话，就阳城博物馆的那个钟老，你应该还记得吧？张扬虽然知道事情和方甜甜、汪雪荣有关，但现在根本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拖时间就要转移注意力。汪建业没有回话，只是愣愣的看着张扬。你猜他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在阳城发现了一个商朝的遗址。阳城啊，商朝啊，你肯定以为是青铜器吧？但其实是石器。我真羡慕你。汪建业突然说道。看到他的嘴巴动了，张扬赶紧住口。还好天台的风不是很大，能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你年纪轻轻，还有事业可以追逐，又不用受爱情的困扰。这话要是平时听起来，仔细想想还挺气人的，但是放在现在，却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打断他，不能让他这么讲下去。消防人员在张扬耳边说道。张扬赶紧开口。你也可以追逐事业啊，把海陵博物馆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有汪老师在，有你在，博物馆别说挣钱了，以后成为国内私立博物馆的顶流都很轻松，甚至可以走向欧洲，走向世界。听到张扬的话，汪建业沉默了。怎么？你不信吗？我信，但是这跟我没关系啊！汪建业突然哭喊道。有关系啊，你想。张扬还想说话，突然感觉手腕一紧，回头看去，消防队员对他摇了摇头。汪建业看到了这一幕，擦了擦眼泪，冲着民警和消防队员吼道：这不关张扬的事，是我自己的问题，你们别麻烦他。他能在我走之前和我聊聊，我就已经很感激他了。我知道，我们不会的。消防人员赶紧出声保证。我们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朋友吗？我不配啊。汪建业摇摇头。如果我还在英国的话，我还是能和张扬做朋友的，但是这几个月我已经把自己毁了。说完，他有些痛苦地抱住了头。在消防队员的示意下，张扬再次开口。怎么会呢？海陵博物馆的馆长在临海，你绝对算青年才俊啊。天台上，张扬正在苦口婆心地劝着汪建业。而在海陵博物馆旁边的马路上，一辆缓缓驶来的面包车里，额头缠着绷带的汪雪荣正拿着水果刀架在方甜甜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道：你别假装镇定了，我知道你怕死，如果不是我弟说要见你一面，你已经死了。你也别装了。方甜甜轻蔑地笑道：你知道事情弄到现在这一步，就是因为你让汪建业拿那些动物制品给我，要不是我长了个心眼，现在已经在牢里了。那又怎么样？如果你不想着把那些东西卖掉，有什么问题？汪雪荣咬着牙，强忍住挥刀的冲动。呵呵，你明知道我就是想要你弟弟的钱罢了。方甜甜挑了挑眉，一脸的无所谓。谁能想到海陵博物馆的老板坐拥着山一样多的古董，银行卡里存款却只有几百万呢？经济实力不够就不要急着上我嘛。行了，让我出去劝劝你那窝囊废弟弟吧，不然看你这样子还真要把我杀了。真服了你们一家子了，我管理不来这个博物馆。汪建业痛苦地说道。其实我早就和大伯说过，让他自己来管，他不愿意。后来从阳城回来，我又打算聘你。那边说着话，就把镜头给到了一瓶经典的乳白色玻璃瓶茅台。
和一般的茅台不一样，上面系着2根红绳，绳子上写着 GWY 机关服务局专用酒。说句实话，你这上面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张扬假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怕直播间的网警太敏感了。念吧，出事了我们去给你送饭。这保友有点背景啊。老师，那这个能鉴定不？保友问。能啊，你把瓶子转过去，我看看背后的生产日期。张扬已经确定这个酒瓶子是2013年生产的，如果和这个酒的生产日期对得上，东西就有很大的概率没啥问题。保友把瓶子转过去，看到上面写着2009年，张扬眉头一皱。保友，我不懂酒啊，但是我看的话，这东西应该是有点问题，这个生产年份应该是虚标的。不是09年的吗？我打光照了一下这个瓶子，还挺透的，和现在那种茅台瓶子不太一样。哥，玻璃透不透的，有那么重要吗？张扬怀疑这位保友可能是瓷器鉴定看多了。哈哈，不好意思啊，老师，忘记是玻璃的了。保友尬笑2声，从旁边的桌子上拿出一块黑色的像砖头一样的东西。其实我是想请2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砖砚。所谓砖砚，就是用古代的砖头为材料刻制的砚台，一般是秦汉时期的古砖，毕竟现代的砖头没什么价值。张扬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东西看得多了，那种明显的老物件就是不一样，比如眼前这块砖砚，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上面有刻字吗？一般这种砖头都会写明白来历的，不然不值钱。有的。保友翻转实验，指着上面阴刻的大字说道：这上面写的是汉建安元年重修洛阳宫。哈哈哈，这人真是个大聪明。螺旋辽报啊，这是汉砖啊，大开门的东西。建安元年吗？兄弟等一下，我看看是哪一年。张扬看了下年代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而这块砖的生产时间是195年。对上了。兄弟，你这东西哪来的？祖传的。保友对答如流。张扬给他竖了个大拇指，这是给警察的说法，咱们2兄弟有必要这样吗？说说吧，这是从哪里搞来的？真是祖传的。祖传倒斗吗？张扬笑着问道。不是，我祖上是道光年间管5个省盐税的官员，以前门上还有道光皇帝赐的匾，这种东西家里以前还有很多，都搞丢了。道光皇帝，好狠的盗墓贼。这哥们说着说着，声音突然抖起来了。哈哈，皇帝认证的老九门是吧？兄弟，你不会等下拿出道光皇帝御赐的发丘印吧？没有，这真的是祖传的。保友信誓旦旦地说道。您能帮我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吗？钱？这种也就……张扬刚想报价格，这就是个千把块的东西。但是汪大师突然在桌子底下按了一下他的手，给了他一个微妙的眼神。接着老爷子开口问，这位持宝人，你是中原省人吗？有没有在洛阳市的中州中路待过？话音刚落，连麦的保友直接断开连接。其实我还有好几个地名没问呢。汪国生说这话时的语气，在张扬听来竟然有些俏皮。原来老人家也懂节目效果呀。老师，你刚才说的中州中路有什么说法吗？自从和临海刑侦支队的刘队长达成合作关系后，像这种聊了这么久的鉴宝账号，张扬根本就不用管，自然有网警跟进处理。我记得应该是80几年吧，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发现过一个汉代的建筑遗址。汪国生回忆起往事，间接道出了刚才那个砖砚可能的来历。当时有不少汉砖出土，形制和大小都和刚才那个差不多。发掘过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半夜有辆大卡车冲进现场，下来一群人抢了不少砖头。只有砖头吗？张扬感觉自己好像在听憨贼笑话。结果汪大师说还真只有砖头，因为珍贵的东西白天就被运走了。那时候人们对古砖之类的文物还没有多重视，调查的力度也不够，事情慢慢就被遗忘了。不过当事人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又一个悬案即将告破，古砖好像只能改成砚台卖，估计刚才的人也没想到会见到当事人。真可惜啊，要是我早生几年，肯定去搬长城的砖。其实这种砖砚没有名人或者大师的背景的话，市场上其实不太受认可。古董还是要承载一定的文化价值，才会受收藏市场的青睐。汪大师作为一个杂项专家，对文房四宝之一的砚颇有研究。听到没？张扬看向镜头，跟观众说，弹幕里的有些人心思太活泛，我劝你们冷静点。还有没有老九门来送人头的呀？今天最后一个连麦名额了啊！在张扬和弹幕聊天的时候，华中某地的一处农家院子里，今年刚满48岁的孙旺正急得在院子里直打转。他想跑，但是又舍不得自己辛苦到来的金山银山。在离他不远的石磨盘上，就摆着刚才和张扬连麦的时鉴定的那块汉砖实验。孙旺扯起脖子上的大金链子，擦了擦汗，嘴里嘀咕着：没想到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也有翻车的一天，希望没那么容易出事吧。滴滴，
远处的水泥路上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孙旺吓得一哆嗦，但还是冷静下来，走到了院门边张望。看到是熟悉的小货车，他松了口气。不久，货车停在了院子门口，下来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老叔，我来送砖了。小伙子刚进院门，一眼就看到磨盘上的汉砖砚，笑嘻嘻地说：“又在欣赏你的作品吗？送砖去土窑啊，来这里干什么？”孙旺有些心虚，色厉内荏地说道：“今天不管饭吗？管个球，快走，我忙着呢。”孙旺说着话，拉着小伙子出了院门。等下完一车木砖，按理说应该再上满一车砖砚，工作才算完成。但孙旺心里想着别的事，竟然直愣愣地处在原地。小伙子看出不对劲了，问他：“叔，你是不是遇着啥事了？我看你精神好像有问题。”“你精神才有问题。”孙旺对人还是反应很快的，“我就是累了，你先搬。”说完，直接坐在窑洞门口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的平原。面前的水泥路上，一辆本地牌照的黑色的 SUV 驶过，车原本都过去了，却好像看到了孙旺，又慢慢倒车，停到了窑洞正对面的路边。司机摇下车窗，问发呆的孙旺：“老乡，你们这是砖窑吗？”“不是，我们这就是个放东西的窑洞。”孙旺习惯性的解释道。撕开砖窑违法，每次别人问他都这么回答。不巧的是，这时候搬砖砚的小伙子正好抱着3大块砖砚走出了洞口。“那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司机说着打开车门，站在路边，指着小伙子手里的砖问道：“是砖头，但不是我们自己烧的，是找别人买的。我们这窑洞都没有烧过火。”“这么奇怪？我不太信呀。”SUV 上又走下来一个中年男人。“不信你自己看吗？”孙旺嘴上这么说，人却慢慢站了起来。他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难道是刚才鉴宝引来了警察？等对方走上土路，他假装转身进窑洞，却突然加速，撒丫子跑起来。可怜那个还在帮他搬砖的年轻人，刚卸下手上的重物，就听到有人喊：“你跑什么跑？别跑！”“我没跑啊。”小伙子一脸纯真的答道。“不错，你先在这儿等等。”跑过来的中年男子冲他点点头，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先把他铐在了车上。看到银手镯的一瞬间，小伙子感觉浑身发软，但他很快想到什么，马上用另一只自由的手指着孙旺的背影喊道：“是他指挥我们盗墓的。”“盗墓？不是撕开砖窑吗？”直播间里，张扬没想到最后连麦的宝友竟然是自己的老熟人程宗文。视频的背景是在一片荒地，周围都是山。张扬的第一反应是这哥们重操旧业了，但他随即否定了这个答案，因为据陈彦光透露，这会儿程家大部分人还在临海讨论婚事的具体细节呢。程宗文这个女方的重要家长不可能这时候去盗墓。不过接下来程老二的话证明张扬还是把人看扁了。“张老师，我这边发现了一个很新的盗洞。”直播盗斗的又来了，压轴大戏还是有看点啊。希望不是剧本。刚走一个偷砖贼，又来一个盗墓贼，有多新？刚打的吗？报警了没有？张扬3连问，直接给程宗文问哑火了。他干脆说：“我先带老师去看一下吧。”“行，是在面前的这片荒草地里吗？”张扬想当然地问道。“不是。”程宗文摇摇头，伸出左手的3根手指，手机的镜头上移，对准了远处的3座山峰。“老师，你应该知道这是3山加2凹吧？”张扬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3座山峰，中间那座在后，左右2座并排在前，几乎是一个对称的构图。3座山夹着2个山谷是吗？张扬不确定地问道。他总感觉程宗文在说黑话。“是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程宗文对张扬的说法表示认可。“这在说啥？黑话吗？”很明显是在聊风水。这个宝友有点东西的，他这是在分金定穴啊。主播竟然也懂，果然是老九门的。“我不懂，什么也不懂，你继续说。”“好。”程宗文欣然应允，边走边解释：“这3座山的地势，我们一般称作为太师椅。太师椅的椅座就是非常常见的风水宝地，一般都会有墓。”程宗文指着中间那座山脚的方向说道。张扬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种知识他好像不应该知道，但是又真的好想了解一下。程宗文还在继续往前走，走到一片竹林，当山的坡度变缓时，他又伸手了，指着面前平坦的地面说：“老师，你看到没？这是一个平台，应该是修墓时的拜台。”接着又指着那片小平地后的小山包说：“那边就是墓的位置。这是看到盗洞反推的结果吧？”“说屁呢，敢质疑老九门？这是和主播交流经验来了，这笔绝对有东西，说不定是盗墓贼故地重游。”张扬知道程宗文的底细，越听越心惊。这货真的只用坐7年牢吗？放出来了，谁负责啊？
旁边汪大师也看了张扬一眼，小声问他：“不用报警吗？”张扬摇摇头：“这人我认识。”接着，他仿佛在汪大师的眼里看到了2个字：卧槽。2个主播在搞小动作，程宗文已经走上了那个他口中目的所在地的小土坡。这次，他先找到了一个落满枯竹叶的小坑。老师，你看，这是探洞。我看过你之前和人讨论过洛阳铲的打法，这次这个手法应该是正宗的。是这样竖着往下打的，不过估计有点深，打了好几次。主播，你还说你不会导斗？这直播间我看是要没了，太猛了，就差一个深入墓室的盗洞了。弹幕说什么来什么。程宗文走上山包，自觉地给大家讲解。看到左边这一条凸起来的长条眉，像残留的墙根，其实这是墓的户。右边也有户，这背后是靠。这个墓修的非常讲究啊，但是有点太明显了，所以被盗了。镜头终于移动到了盗洞前，大大的土坑能装下一头大水牛，坑底落满了枯竹叶，但是旁边的土壁还很新。在土坑靠近墓室山包的方向，有一个斜着打进深处的洞，幽深，见不到底。按程宗文的断代，这个盗洞最多也就1年。张扬本来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想到程宗文站起来，又把镜头给到了刚才那个平台。老师，你发现没？我什么都没发现。张扬抢答。好吧，我想说的是，你看那个拜台修的有点大，再往下还有一个小平台，说明呢？可别说了。张扬赶紧打断了程宗文危险的发言。大哥，赶紧报警，不然等下真说不清了。张大师，我要不要下去看看啊？程宗文蹲下来指着盗洞，语气轻飘飘的，没有一丝丝惊讶。这洞口附近说不定有东西，能让老师你确定一下这墓的年代？别！汪国生和张扬同时出声。汪老师，您先说。张扬没想到汪大师的反应和自己一样，不过2人开口的理由有些不同。别把现场破坏了，说不定有破案的证据。汪国生非常严肃地说，还是先报警吧，这个墓会有考古队来进行抢救性发掘。是啊，剩下的事就交给考古队吧，不要太好奇，注意安全。张扬也附和道。总感觉张大师是在暗示什么。现在盗墓贼越来越嚣张了，主播不问问这盗洞在哪儿吗？对了，这位宝友，你这是在哪儿发现的？张扬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在临海市郊笔架山风景区旁边。程宗文站起身，给了一下山下的远景。画面的边缘可以看到，有好几个人正沿着他刚才上山的路往这座古墓走来。老师，好像有人来了，我先挂了，马上去报警。挂掉连麦后，程宗文快步往山下走去，在半山腰和上山的人相遇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以陈彦光为首的富2代3兄弟。说，这上面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墓啊。韦福光拿着手机，里面正传出张扬和观众告别下播的声音。他们是看连麦差不多了才跟上的。怎么了？要进盗洞里看看？程宗文的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你们还敢去探墓？他也听说了这3兄弟被盗墓贼坑的故事。不敢了，不敢了。已经成为实习律师的黄斌连忙摆手。上次从警察局回去，他老爹把他一顿痛批。现在只要一想到盗墓，他脑袋里就会自动播放他爹在他耳边唱的《铁窗泪》。其实也可以的，咱们就看看，又不进去盗东西。陈彦光心思活泛，跃跃欲试。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黄斌的念白声突然响起。好了好了，不看了还不行吗？陈彦光直接举手投降。他转头问程宗文正事。我已经报警了，咱们现在直接回去吗？还是在这儿等警察来？回去吧，这种已经被盗过的墓，警察来的不会太着急。程宗文非常老道的和眼前3个小伙子传授着经验。4人回去的路上，3个年轻人忍不住好奇，一直在问程宗文关于风水的事。叔，风水不是封建迷信吗？黄斌问。古人信就行了，盗墓贼找的墓的主人就没有不信风水的。那我们现在学风水还来得及吗？陈彦光问。来得及啊，但是风水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想学必须要下苦功夫。要多久才能到你这个程度呢？韦福光问。阿维，能不能给程叔一点尊重？你能学到他5成功力，你们家下一间酒吧开在哪儿，就是你说了算。那我要开在市公安局旁边，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韦福光若有所思地说道。就冲你这份胆识。程宗文伸出手冲韦福光比了个7的手势，说道。心无旁骛的学，最多7年，你就可以出师了。我前前后后学了12年，现在要是给人看看风水，应该能勉强养活自己。程宗文这话直接断绝了3个年轻人所有的想法。7年？谁有这闲工夫？3人心中同时浮现类似的念头，风水还是看看热闹算了。和他们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汪大师。张扬，风水这种东西
不是从小学习家传绝学的话，太耗费精力了。老一辈的人，包括我弟弟在的时候，都很喜欢研究风水，但是他研究了一辈子，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在汪国生眼里，程老二显然是个阴阳师，替人看阴宅阳宅的。估计是因为张扬家里的关系，这个年轻人才会认识这样稀有的职业。他的意思是，希望张扬这样的好苗子，精力不要分散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但是张扬问了他一个很怪的问题：汪老师，你听说过16字阴阳风水秘术吗？汪国生若有所思地想了片刻，摇摇头。我倒是研究过《汉龙经》《藏经》《血心赋》等古籍，你说的这个风水秘术也是哪本古籍上的吗？不是，只是在某个地方听说过。张扬尴尬地摆摆手，他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汪大师好像真的有东西。藏经这书听起来就和墓的关系小不了。看张扬好像对这些事很感兴趣，汪国生眼神流转，想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及时调整了方向。其实这些风水古籍看看也还是可以的。老师的意思是？张扬一脸疑惑，你刚才不是还说这种事耗费精力吗？我的意思是，刚才说的那些书在海陵博物馆都有收藏，你要是感兴趣，随时可以去看。汪国生开始有意的引导话题，不止这些，还有我弟弟生前研究过的古籍，里面说不定就有你说的那16个字的秘术。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张扬点点头，随即笑了笑说，老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直说吧。海陵博物馆的情况，张扬是清楚的，老人家在这么重要的时间点，还来工作室陪自己一起直播，说他完全出于兴趣，傻子都不信。哎，还不是博物馆的事。汪国生把事情细细道来，看张扬没有什么抵触的情绪，就从包里拿出绿色外壳的聘书递了过来。汪建业那边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博物馆还要继续办下去。汪家没人对这个烂摊子感兴趣，私人博物馆遇到人命案，下场一般都是凉凉。大家都只想赶紧把博物馆里的东西分了，各自发财。我现在还能勉强把摊子拢在一起，但等我走了，建业他又想以后直接去英国定居，这博物馆就散了。为什么不找个靠谱的买家呢？张扬接过聘书，疑惑地问道。汪大师邀请他去海陵博物馆做副馆长，说是副馆长，馆长不在的时候，他就是馆长。可以预见的是，馆长未来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在，所以汪国生的实际意思其实是想招揽张扬这个人才。虽然对给汪家干活没什么兴趣，但张扬没有直接拒绝，因为只有先应承下来，才能顺理成章地问出他刚才问汪国生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海陵博物馆要出售呢？正经的接班人汪建业，他的心气已经没了，打算逃离临海就足以说明一切。博物馆的创始人，汪家的画事人汪大师，家庭的重心在北方，现在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至于剩下的汪家人，成器的太少，张扬在帮着汪雪蓉的老公处理后事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大家都是明白人，汪国生瞬间明白了张扬的意思。老人家轻轻皱了皱眉，沉默了。张扬没有说话，静静等着老人思考。半晌，汪国生开口，就算钱不是问题，你也太年轻了。一旦汪家退出海陵博物馆，你把握不住的。别看馆里有2万多件藏品，其中只有大概40%是我和建业他父亲的，剩下有一半是汪家的亲朋好友捐赠的，如果要卖博物馆，东西必须还回去。还有一些是海关和政府机构借给我们展览的，几乎占到了在展藏品的一半以上，也要还回去。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这样下来，在展的4000多件藏品，最后恐怕就能剩个1000件。那时候展品不成体系，博物馆跟关门也没啥区别了。汪国生在聊这些事的时候，完全没提钱的事，他考虑的只有博物馆的存续问题。张扬听完，仔细想了想，点点头承认道：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他本来想着去赌石，发一笔横财，直接买下海陵博物馆，但实际上在国内办一家私人博物馆，不光是钱的事儿。汪国生以及汪家在临海深耕了这么多年，付出的可远不止钱这么简单。没事，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看到张扬坦然认错，汪大师脸上露出欣赏的神情。其实张扬，你有没有想过，不买博物馆，当馆长也是一样的。张扬和汪国生谈话一共持续了近2个小时，最后顺利的达成一致意见。汪大师其实只有一个核心诉求，那就是保住他和他弟弟创立的海陵博物馆，而张扬是他目前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为了打动张扬，不光是副馆长的职位，他连博物馆的净利润都让了50%出来。虽然最近博物馆可能不会怎么挣钱，但是态度摆在这里了。张扬选择答应的原因更简单，他还没当过博物馆馆长呢，虽然是副的，但是送上门的体验机会怎么能放过？在资源和社会地位面前，单纯的金钱简直不值一提。就在张扬走马上任的第2天，又有一件喜事发生，陈彦光要订婚了。其实我有点看不上程家，
他们家老爷子什么成分你也清楚，但是程世慧人真的很不错。你别看他之前来博物馆的时候穿得很浮夸，但他私下其实过得很朴素。上小学的时候亲爹去坐牢了，他懂事比我早得多。送请柬的时候，陈彦光兴致勃勃地和张扬聊起了他的未婚妻，空气中满是酸臭味。张扬拿起请柬看了严榜一大哥的订婚照，两位新人确实很登对。想起之前陈彦光托他给几个老相好打钱的事，他问道：你那些事情处理完了？不会订婚仪式上出什么幺蛾子吧？处理完了，我直接坦白了，全托我岳丈的福，有他这么个抛弃妻女去踩缝纫机的男人在旁边，我只不过和女主播有些不清不楚，那简直就是好男人。你可别糟蹋好男人这词了。张扬撇撇嘴说道，到时候人多不多，不会和你岳父家那两位碰上吧？不会不会，我老婆的大伯好像公司有急事，已经回家了，剩个老头子只是安安静静的吃席罢了。这时候的张扬还不知道，程老大的急事是阳明工作室的3个员工惹出来的。3天前，工作室里明明已经是下班时间，张扬走后，3个员工却不约而同的摸了回来。怎么样了？开盒的结果出来没？高姐还没进门，就着急的问徐姐。出来了，等我投屏给你们看。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行行个人信息，有酒店住宿信息、医院就医信息等等。这些信息的主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邱俊春。还想着当金门第一的邱大师，直接被徐姐找朋友给人肉的明明白白。这有啥用啊？高姐看了看徐姐，知道邱大师的夜生活有什么用吗？这几天在打假视频热度上升期，邱俊春请的水军开始疯狂反击。反击从2个方向进行，一是疯狂举报鉴宝第一等这个账号，导致小破站直接下架了打假视频。目前小唐还在申诉中，但是以小破站的情况，解封的希望渺茫。二是不知道邱大师从哪里请来了一些头衔都是某某专家的老头，发了不少视频力挺，有的是直接承认邱大师的东西没错，有的则是质疑张扬视频鉴宝的准确性。工作室的3个人高姐和小唐在打假视频上付出了不少心血，这样的结果他们接受不了。徐杰则是来凑热闹的，人肉邱大师的方法是高姐提出来的，但结果有点尴尬，搜出来的好像都是无用信息。邱俊春这些宾馆好像都在同一个城市啊。小唐同学发现了盲点，地图，看看这是在金门的哪个地方？3个人在网络地图上不停地打点，红点最密的地方围成了一个小圈，圈里只有一栋建筑，维多利亚足浴城。这和开元的那个维多利亚广场是连锁的吗？徐杰日常跑偏，要不在群里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看能不能去打听打听这姓邱的到底是干什么的。高姐提议道。张扬拿着陈彦光送来的请柬，面带笑容地回到了工作室。刚从电梯出来，就看见2个物业的工作人员正站在工作室门口往里张望。贵客呀，乔经理。张扬认出其中一位是物业经理，对方看到他没有说话，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接着指了指工作室的大堂。什么意思？里面怎么了？张扬往前走了2步，还没来得及探头，就看见4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把高姐和徐杰带了出来。和一般被警察抓的人不同，这2位都昂着头，像刚刚打了胜仗的将军在骑马游行。看到张扬，徐杰还冲他喊了一句：老板，正义必胜。什么东西啊？张扬一脸懵逼，他想拦下来一个人问问，但是带头的民警好像认识他，直接告诉他只是带2人回去协助调查，具体什么事情暂时不方便透露。有啥不方便的？我可是你们刘队长的线人。这话张扬只在心里说，嘴上说的是去吧去吧，早去早回。反正这个时间小唐同学应该也在公司，他肯定知道点内情。办公椅上，唐启运已经哭成了泪人。张扬走到跟前，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叹了口气，悄悄走开。等5分钟后，张扬再到小唐的工位时，小姑娘已经把情绪全部收起来了。不错，说吧，那2位神仙犯了什么天条？张扬皱着眉头问道。唐启运抿着嘴，把这2天下班后他们3人组干的大事简略地讲了一遍。视频给我看看。按照小唐的说法，在人肉出邱俊春的位置后，那2位报警的受害者直接打飞的到了金门，在半夜11点半，维多利亚门口的停车场逮捕了邱俊春，并且当场刑讯逼供，让对方把干的坏事都给撂了。当时现场还有一位热心的群友拍视频发在群里直播进度。看着唐启运保存在网盘里的视频，张扬直接笑出了声。受害者甲上去就是一个飞天大踹，把刚下车的邱俊春一脚踹倒在地，另一位则上来反扣住这位邱大师的胳膊。接下来的画面有些暴力，反正最后2位保友是威胁切掉邱大师的小蚯蚓，逼他就范的。根据小唐说的，事前群里有学法律的大手子帮忙出主意，所以邱大师虽然痛哭流涕，
但其实受的都是轻微伤。真正导致上门查水表的是之后发生的事。邱大师的骨头有点软，一被威胁啥都撂了，包括集团的事。于是第二天，2位受害者直接带着横幅去了河东集团总部，要找幕后大老板的麻烦。刚开始声势不大，但很快群里大部分华北地区的粉丝，主要燕京加金门几百人都去帮忙壮声势了。热心民众齐心协力对抗国宝帮背后的无良资本，这是群友们买的热搜的标题。看了现场的抗议视频，张扬知道为啥程老大着急忙慌的回去了。他也理解了为什么刚才2位员工能那么骄傲。你们买的热搜里有没有提热心民众都是张大师的粉丝？张扬问唐启运。没有，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连累你的。小唐握着拳头说道。连累啥呀？张扬没法跟小唐解释自己的小心思，总不能跟小姑娘说为什么出名不带我。你们这热搜买的太关键了。张扬点评道。学姐有朋友在流媒体公司工作，她帮忙找的关系。唐启运这时候也从张扬的神情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好像不糟，高姐和徐杰也不一定是去坐牢了。牛的，等徐杰回来记得提醒我，问问对方的公司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哦，唐启运点了点头。老板，那我们下午还直播吗？播呀，徐杰不在，你顶上。我能行吗？唐启运有点畏畏缩缩。在他的印象里，徐杰是一个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调试机器。能行，我帮你把任务简化一下。张扬想了想，调试机位这些问题不大，必须要导播才能做的事，就是在有宝友排队的时候，提前联系下一位宝友做好准备，保证直播的连贯性。直播开始，一上线全是群里粉丝发的弹幕，大家对于这2天直播外发生的事显得颇为激动。主播，邱大师伏法了，你知道吗？我们刚打掉了一个国宝帮，大喜的日子，能不能在群里 V50啊？这就是我们护宝帮的凝聚力。视频我都看了，兄弟们牛逼！这样的事，安全第一，最好不要单独行动。像这次3人行的话，还是不错的。这件事大家就等上面处理就行。等结果出来了，我去群里给大家 V50000。弹幕氛围好，张扬心情也舒畅。5万块放在之前可能是他半个月的直播收益，但是现在已经贬值为了1个星期。回到主题，鉴宝，最近兄弟们是不是发工资了？又去古董店做慈善？最近鉴宝的兄弟咋这么多？张扬点击连麦，上来第一位宝友，背景是在户外。张老师，我把我们乡所有的山都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3山加2凹了。说话的是位声音甜美的女宝友。不错，这地形是对的。张扬点点头。这已经是第3位程宗文的模仿犯了。前2位虽然找对了地形，但是并没有找到墓。有人找到的盗洞是人家挖竹笋的坑，有人找到的坟是人家的祖坟，刚踩上坟头就被人从田里跑过来追着打。这第3位是什么剧情，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在他给大家展示了一把地道的洛阳铲之后。女道友，宝友，你来真的呀？这铲子还是新的，纯新手吗？这种整活有点危险。张扬也觉得这简直离大谱。小妹妹，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真探到古墓了怎么办？就报告给考古队啊。宝友对答如流。但是没有被发掘过的墓，现在理论上是不让挖的。张扬给这位盗墓发烧友科普了一下，除非你当那个盗墓贼，这样考古队才能抢救性发掘，不然你就是在帮盗墓贼探墓，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挖新的。啊，宝友有些沮丧。那我不是白找了？你找到墓了吗？张扬问。找到了，就是按照老师你说的风水找的。不是我说的，是之前一位宝友说的，我什么都没说过。听到对方真找到墓了，张扬赶紧解释，让他铲，让他铲，让他铲。主播不要多管闲事，我就想看美女打洞，起码让人家过过瘾啊。那要不样，你就去旁边的茶园里给我们展示下洛阳铲吧。张扬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好啊，宝友干脆的答应道。接着调整了一下镜头，3秒后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个穿着瑜伽裤和运动背心的姑娘。会不会太大了？又白又大，现在主播的粉丝都是这种质量了吗？小姐姐加群了吗？弹幕再发骚，不过连麦的女宝友看不到。她非常认真地握着长长的洛阳铲，用力往地上扎，但是因为地太硬，根本铲不进去。于是她跳了一下，接着全身上下都跟着跳动。张扬很庆幸前几天没有下单那个眼动仪，不然现在已经射死了。AWSL， 我不能再看了，再看要破戒了。张扬觉得弹幕说的有道理，直接断开了连麦。别打问号，不是我断的，是导播干的。导播已经完事了，他怕直播间被封，兄弟们理解一下。
正看着监视器的小唐同学，并不知道导播是要背黑锅的，回了一句：“我没有断开连麦啊。”为什么有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个妹子。狗主播竟然找了个女导播。冷静点，兄弟们，该下一位宝友了。张扬看着请求连麦的宝友的 ID， 愣了一下。文宗成请求和你连麦。程老二怎么又来了？前几天他带起来的徐慕热还没熄灭，不会又来一波吧？张扬有些犹豫该不该点，不过热心的小唐以为他卡了，直接帮他点了接受。程老二不愧是程老二，还没说话，弹幕就炸了。视频画面里，一具方形的木棺摆在地面上，3个穿着白衣服的人围在棺木周围，在离棺木3米远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吃瓜群众。周围吵吵闹闹的，但是张扬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语速和发音好像是异国的语言。开幕雷击，这是要干嘛？开棺吗？来了来了，赶上直播了。宝友，你这是在哪儿啊？等下不会有什么不能播的吧？看着暗红色表面还有泥土的棺椁，张扬有些瘆得慌。老师，我在南越国呢，今天运气好，刚到这个地方就碰到考古队开棺。国外这么野性的吗？张扬有点难以置信。开棺的时候，这么多人围观不说，还有人拿着手机拍视频。但更野性的还在后面，几个黑衣服的人拿着撬棍走了上来，准备直接暴力开棺。老板，超管问我们，你现在的直播内容是什么？张扬的耳机里传来小唐说话的声音。直播内容？国外考古队现场开箱啊，这不比开盲盒刺激多了？超管肯定在看直播，难道他就不期待等会儿箱子里会蹦出个什么玩意儿吗？让超管等等，等他们把棺打开，我就知道是什么了。张扬敷衍了一句。视频那头的撬棍组已经开始动手，但超管有点心急，直接在弹幕里提示主播当前直播内容有违规风险，请尽快调整，否则将强制下播。超管，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别提醒，有本事你直接封。你敢跟他作对？张大师的弟弟叫一鸣。超管，你倒是疯啊，不封我认作你爹。超管，这个其实是国外博物馆的科普课，要是正经的考古队早就围起来了，你说是不是？张扬正跟超管胡扯呢，视频里突然传来啪的一声，专业开棺团队用力过猛，直接把棺材板掀飞了，重重的拍在地上。而这个木棺也终于露出了它里面的真面目，里面还有一层双层棺木。一般这种下葬方式都是为了保全尸身。张扬看了一眼弹幕，发现观众和他的想法差不多，都觉得可能要见到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尸了。还有说是大粽子的。视频那头，程宗文也小声的嘀咕了一句：汉代双层木吗？现场的工作人员动作很快，简单量了一下那层棺椁的尺寸，第2层也直接暴力撬开。张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屏幕正中间。这次没有第3层，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具被布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四周的棺材内壁上涂着朱红的漆，寓意着长生。如果是在盗墓里，这种红色必然要用妖异2个字来形容。这位宝友能不能走近点啊？能不能离远点啊？小心他突然坐起来。上网冲浪2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粽子，不能再近了。程宗文回应弹幕，手机拍了下在做准备工作的考古人员。你们看这些考古队的，戴着手套还不够，还要戴防毒面具。宝友注意安全啊！不过你可以把镜头放大一点，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张扬建议道。国内考古队开棺，尤其是这种保存非常完好的棺椁，基本都是在博物馆里。像南越国这么原生态的搞法，张扬觉得可能要退回到近代19世纪初的时候才能在国内看到。他不自觉地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流程。穿着白大褂的考古人员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尸体，而是先沿着尸体周围搜索着棺木里的陪葬品。他们首先在棺材的一端用镊子夹一起一块堆叠好的黄灰色布状物，装进了密封袋里。这是布还是纸啊？张扬问。应该是绢布。程宗文迅速回答，并且加上了他自己的分析。刚才开棺的时候有水蒸气冒出来，要是纸的话应该保存不了这么久。而他下一句话直接震撼了直播间所有人，等下我拿来看看，合适的话就买了。买了？这不是在考古吗？考古队、盗墓贼，我已经分不清了。这宝友不会是南越黑社会的吧？宝友，你这是法外狂徒啊！张扬感慨了一句。这个程老二有点猖狂，和前不久那位在非洲连麦的宝友一样。考古队员们还在工作，一件又一件的陪葬品被取了出来。虽然画面放大了，但是因为离得有3-5米远，加上可能是视频的质量不高，具体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程老二勉强的解释了一下，这好像是件玉簪，这是玉佩，绳子都还是好的。这应该是把扇子吧？这墓主人是个女的吗？等到几名考古队员把陪葬品捡完，突然都退到一边，只留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考古队员孤独的待在棺木边。这人不会要把尸体给抱出来吧？来了来了，重头戏来了，要掀开裹尸布了。
这个人要么是高手，要么是人缘不好。他的防毒面具看上去是最高级的，估计是怕尸体带着什么毒气。程宗文解说了一句，张扬这才想起来，等下的画面可能是限制级。他赶紧提醒程宗文，镜头可以缩小一点了，我怕直播间有些女观众看着会不适。说话间，现场最专业的那个考古队员也开始动手了。第一层黄白色的裹尸布很快被掀开，露出了里面第二层布料，呈紫色。紫色的第二层掀开后，露出来的是灰色的第三层，第四层是黑色，接着是第五层。终于到第六层裹尸布的时候，还没揭开，就已经能看到骷髅的形状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扬的直播界面上弹出了熟悉的“你已被封禁”的提示。监视器里，他的直播间也黑了。这超管真是个臭老六啊！一看到最后结果就马上关播。张扬笑着骂了一句。封禁的时间其实不长，就半个小时，只是简单的提醒他注意直播内容，毕竟骷髅头都要露出来了。半小时后，张扬上线，程宗文竟然还在等他。不过连麦的地点从户外换到了酒店房间。程宗文一上来就告诉大家，老师，他们已经把尸体运回去了，古尸保存的相当完好，我也已经把东西买回来了。说着，他晃了晃手里的东西，密封袋里的绢布呈暗黄色。张扬没记错的话，这东西是从那具尸体的头旁边翻出来的，说明很重要。直接买，金钱的力量。国外的考古队这么草率的吗？张扬也和弹幕问了同样的问题。程宗文笑了笑说，他们的工资和我出的价钱不在一个数量级，国不国保的，对他们来说哪有换辆好点的车来的有吸引力啊。老师，你快来帮我看看这个东西的真假，我感觉这好像是明朝的圣旨。圣旨？张扬赶紧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来，你不用打开，就把镜头靠近袋子，我看看。随着镜头推进，绢布上的图案也渐渐明显起来，上面绣着祥云、仙鹤，在折叠起来的边缘还可以看到一些龙的纹路。要不我还是打开给您看看吧。程宗文提议道。行，但是最好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别破坏了。我看的话，这应该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东西。张扬透露了一下自己的鉴定结果，不是国内出土的东西，说起来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这里面也是这样写的。程宗文说着，将这份圣旨慢慢展开，铺在了桌面上。和明朝大部分的圣旨差不多，开头是奉天承运皇帝，制约，结尾是永乐13年4月6日。圣旨的内容是给交趾布政司的布政使兼按察使黄福的家属的诰命，加封他的妻子为书人。那墓主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正是在明代永乐年间镇守交趾18年的布政使黄福的亡妻。这东西妥妥的文物，国外买的文物在国内可以交易吧？查了一下，圣旨的拍卖价基本都在1000万。这兄弟去了趟南越，发财了呀！老师，这东西真值几千万？程宗文看了弹幕报价组给出的价格，是哪个弹幕说的吗？那赶紧卖给他，千万别犹豫。张扬笑着说道。说正经的，我能找到的参考价是万历8年的一张圣旨，当时拍了57万。你这件品相这么好，还有一点历史意义，价格肯定只高不低，保守估计70万吧。那就好。视频那头的程宗文长舒了一口气，这是我第一次买古董，对价格这些不懂，完全是凭经验买的。张扬点点头，他知道对面说的是真话，这人以前都是直接到的，一般不会花钱买。还好卖我东西的那个人不识汉字。程宗文忍不住炫耀起自己的经历，我告诉他这圣旨上的字写的是清朝晚期，离现在就100多年，要是他知道是明朝，估计7万块买不来啊。7万块变70万，算得上漏了。这东西本来就是华夏的，只不过当年墓主人客死他乡，才留在了南越。程宗文要真能把这东西合法的弄回来的话，也算是文物归国。兄弟们，还有没有要连麦的？4点了，主播马上要下播了，要鉴定的赶紧啊！不是我划水，是人家超管不让我播。张扬在镜头里打了个哈欠，上午陈彦光来找他，导致他提前起床了10分钟，现在果然提前犯困了。欢迎这位叫干净又卫生的宝友，宝友不会是印度的吧？张老师下午好，没想到竟然能排上队，今天运气真好啊！说话的宝友是个中年男士，声音比较洪亮，字正腔圆。欢迎欢迎。张扬冲镜头拱了拱手，瞟了一眼弹幕，这个茶杯有点意思啊。茶杯？张扬转过头看向宝友的视频画面，镜头对准的是书桌的桌面，在画面的边缘有一个白色搪瓷的茶杯，杯身上写着武横公安分局，字的上方还有蓝色的警徽图案。捣豆的刚走，警察就来了。嗨嗨，宝友你是在执法机构工作吗？张扬问。啊，张大师，你这也能鉴定？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桌面上那个蓝白珐琅彩的茶杯应该是公元2019年生产的。珐琅彩？宝友轻咦一声，
很快发现了张扬说的是什么。他拿起茶杯，轻轻晃了一下，这就是我平时喝茶用的。他的身份不言自明，直播间里真有条子啊！我不似的你，我见得光。对不起，我是警察。突然感觉和大家格格不入了。宝友，你经常看我直播吗？张扬也有点好奇。网警看自己直播就算了，但是这位更像是派出所里的民警啊。看啊，自从听说有同事在你这里逮到过盗墓贼，我们天天就在这里守着。来鉴宝的民警半开玩笑的说道。哈哈，是吗？要不说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成分比较复杂呢。张扬打着哈哈说道。老师，你这个老九门的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啊？要不我把这茶杯转一下？转一下也行，我怕直播间有些兄弟尿裤子。好嘞。宝友笑了一声，转动茶杯，露出另外一面。白色的杯身上写着8个蓝色的大字：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压力更大了，还不如不转呢。这个警官要是买了赝品，我要狠狠地嘲笑他，然后你就被查水表了。行了，哥，别整你那杯子了。张扬摆摆手，快给我们看看你买了什么宝贝吧。这里的兄弟都急着看你亏了多少钱。行啊，老师，我想请你帮忙看看我一个朋友的一些瓷器收藏。你说的这个朋友，绝对不是我自己。宝友边拿出一个蓝釉的将军罐，边回答道。罐子上画着白色的缠枝莲纹，花纹比较密的地方能看出有些微微的土沁，导致莲花有点发黄。宝友，你这罐子怎么有土沁啊？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戴着银色的手镯？张扬笑着问道。没有，这是一个朋友想送给我的礼物。我也觉得是土沁，所以想请老师帮忙看看。如果是真的，我就不收了。真的就不收了，这说法非常讲究。张扬点点头，认真的观察起来。半分钟后，他已经心里有数了。宝友，看看底下有没有款？有的，这底下写着松林2个字。我在寻思，这会不会是蒲松龄自己提的款？查了一下，他是清早期的人，和这件东西的器型也对得上。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有可能。张扬笑着点点头，这有可能是聂小倩的房子。他白天就躲在这个将军罐里，晚上出来，你懂的。这样啊。宝友也听懂了张扬话外的意思，他笑嘻嘻的说道，那这东西我可得保存好了。老师，您再帮我看看这个。宝友又拿出一个粉彩的瓷盘，上面画着粉色的莲花，和第一件东西一样，也有微微的土沁，但不是浮在表面，是真的沁进去了。这是件大开门的古瓷器。宝友，这个有款吗？这要还是松林的，我可编不出故事了呀。张扬看着物品上1701年的生产日期说道。看到第一件做旧的将军罐时，张扬只觉得好笑。送礼哪有送这种低仿的，还杜撰了一个松林的款，底下不如写上大清康熙年制，起码看上去大气些，说不定还能骗到国宝帮。但看到这第二件康熙40年的精品粉彩，底下还有6字楷书款时，他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一件低级仿品，一件大开门的精品古瓷，好别致的搭配。宝友，你这2样东西是同一个朋友送的吗？是同一个人送的啊，有什么问题吗？宝友疑惑地问道。问题有那么一点点，这2样东西一起送，就相当于我在河边随便捡了块鹅卵石，再加上一块正宗的和田玉籽料，包在一起送给你。老师，你是意思是这件东西是真的？宝友端详着手里的瓷盘，一时语塞。刚才他拿盘子的时候那股随意的劲儿，下一秒把东西直接扔进垃圾桶，大家都不会意外。没错，这是正儿八经的康熙粉彩，价值大约6个 W 吧。张扬看了看东西的品相，给出一个拍卖的参考价。老师，你是不是看错了？这东西不对吧？张扬经常被人质疑，但鉴定为真品以后还被质疑，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还在那儿分析，这个粉彩看上去颜色不是很鲜艳，有点像现代的化学颜料，而且画工也很一般，粗枝大叶的，一点国画的细腻感都没有。宝友，你分析的对，这2点刚好是康熙粉彩的典型特征。张扬面带笑意的说道。这个有土沁可能是墓里出来的吗？宝友转头问道。如果你经常看我直播的话，心里应该有答案了。说完这话，张扬突然听到了对方猛吸气的声音，好像缺氧了一样。这哥们不会已经把东西收了吧？看来是的，感觉他压力很大。这算受贿吗？本来想看他亏钱的，没想到要看他坐牢，白高兴了。宝友在说话时语气低沉了一些，刚才玩搪瓷杯子时的欢脱劲儿已经没了。老师，您再帮我看看这个吧。还有，这里真没少送啊。张扬定睛看去，这个是大开门的乾隆五彩盖罐，品相不错，一般价值在5万左右。这也是真的？宝友的语气好像大白天见到鬼了。为什么我看这人的脸画的有点怪啊？老师您看，这3个人的脸都画的，还有这颜色，跟东北大棉袄似的。宝友越说越着急。
你不要拿现代人的审美去套乾隆时期的审美，这颜色放在现在肯定算艳俗，但是乾隆就是喜欢。放心，我是专业的，这么大开门的东西不会错。张扬耐心地解释道。他的话毁灭了保友心里最后一丝的侥幸。保友有气无力地说：“老师，这样的罐子还有2个，你帮我一起看一下吧。来，你给我看看底下的款。”张扬装模作样的鉴定一番。保友，这2件也是真的，年代对，价格也不低。那完了，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什么完了？张扬疑惑地问道。还能是啥？受贿了呗。该啊，让他拿个杯子嘚瑟。队伍里有坏人啊。老师，我最后再问一句，你给的参考价是偏高还是偏低？保友有些不死心的样子。偏高吧，正常市场价，你可以打个8折。8折吗？那这3件五彩的罐子加起来12万。保友喃喃自语，开始算价格了。兄弟，你是在算暗值吗？你这算的不对啊。什么不对？你这3件乾隆的五彩罐子是一套，你看上面的画，小孩子的脸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可不是巧合，人家故意这么画的。张扬非常笃定地说道。当然，他主要的判断依据是这些东西都在同一年生产，年份一样，器型一样，画风一样，很明显是一个系列的。那价格要贵多少？保友战战兢兢地问道。张扬对着镜头伸出4根手指，一个贵4万，还是一起贵4万？40万！3件加在一起的话，这个价格闭着眼睛卖。保友直接没声了，大于20万了，属于数额巨大。3年起步了，这人啥也不懂就敢收啊！我帮你算了一下。张扬猛按计算器，把计算出来的总价值展示在镜头前，一共是44万。保友，这个暗值算多还是算少？对方是不是受贿？张扬都不觉得跟自己能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暗值，一想到坐牢，他就很好奇。他就拆问这位身份特殊的保友：“兄弟，你觉得自己会被判几年？”民警沉默了一会儿，小声答道：“太多了。老师，其实这不是我的，是一个朋友托我来鉴定的。”好家伙，又是一个朋友。张扬懒得继续问了，点点头：“兄弟，你开心就好。虽然你是普利曼，但是我们直播间说不定就有能管普利曼的人。老师放心，我肯定告诉我那位兄弟这件事有多严重。谢谢你。”挂掉和张大师的连麦，一身制服还没来得及脱的丁庸直接瘫倒在了椅子上。这5件东西是昨天他花了3000块从自己的上司手里买过来的。领导非常肯定地告诉他，这都是河东集团生产的仿古工艺品，叮嘱他说千万别按真的卖，不然要算诈骗，甚至给了他艺术品店开的发票。说好的假货呢？说好的工艺品呢？ TMD 这些真东西都是从哪里搞来的呀？丁庸捂着头难受地说道。他知道自己要么是被坑了，要么被当成了替死鬼。不行，我得去说明情况，不然等人找上门来就迟了。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一看来电提醒陌生号码，但是归属地也是金门的。难道是局里的同事换号了？丁庸带着疑惑接通了电话，下一秒，电话里的人打招呼的一句话直接让他原地起立。丁庸是吧？我是市局纪检，群里还有多少警察啊？出来让俺老乡看看。张扬看到粉丝群里的这条消息时，眼皮一跳，真有人当互联网是法外之地啊！他赶紧艾特全体成员，让大家看一下刚才这位群友的发言，顺便如果真有警察的话，不妨出来冒个泡。张扬，在一个群里就是缘分，大家提前通报一下身份，免得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刑侦刘队长6，网警小李，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吧？文物办老秦，原来大家都在啊！祭司大哥，只有我一个人是来学技术的吗？张扬，你们什么时候改的名字？群里迅速安静下来，一条条消息嗖嗖的全部撤回了。张扬再看群成员，哪里还有刚才的警察，全是护宝帮和韭菜沟。还好有潜水的群友手速快，点进了刚才的刑侦刘队长的个人页面，发现他改名成了护宝帮9长老。张扬看到截图，想起来9长老给自己刷过不少礼物，赶紧出来救他。这个刘队长是我邀请进群的。这话很管用，成功把群里的话题从谁是警察变成了谁是内鬼，并说明为什么是群主本人。张扬正在群里努力的让群员们相信自己，一条私发的消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平时私发他消息的群友，要么是找他鉴宝的，要么是想找他借钱的。稍微变态点的会发腹肌照给他，问他是0还是1，击不击剑。今天这人有点奇怪，问他玩不玩原石。张扬乍一看还以为是徐杰错发了消息给自己，等点进发消息的那个人的资料，仔细一看，这不是粤省的曹小姐吗？好久不见，曹小姐，
又在外面找韭菜啊？张扬面带笑意的回了条消息。张大师说笑了，翡翠对您这样有眼光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是韭菜呢？明明是发财的机会啊！网络的另一头，助理圆圆正在替曹佳云回张扬的消息。他的小老板曹小姐正躺在按摩椅上，接受着护理师的面部保养按摩。姐，张扬好像不是很感兴趣啊。他怎么说？曹佳云懒洋洋地问道。他说，上一个和姐你赌石的，现在缝纫机都要灯冒烟了。圆圆是认识于总的，看到这话，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胖子猛踩缝纫机的画面，忍不住笑出了声。没事，告诉他，下个月我们这里有一批新的原石，有空可以来看看。等圆圆发完消息，曹佳云问他，这是第几个了？他是第10个。你号里潜力股这一组的人都已经聊过了。姐，张扬为什么能在你的潜力股分组里排第10啊？在圆圆看来，张扬和排在第9的企二代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他作为张扬的前同事，知道那个破 MCN 公司里的主播，除了穷学生就是缺钱的小姑娘。谁跟你说他排第10的？曹佳云坐起身，浅浅的伸了个懒腰。他排第1呀。啊，他能排第1？他现在虽然小有名气，但是直播的时间不长，应该没什么钱吧？他又不靠直播挣钱，一看你就没看临海的新闻。曹佳云轻轻拍了拍圆圆的大脑袋，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新闻的截图。在临海日报的公众号上，一篇关于海陵博物馆坠楼伤人案的报道里，在讲完汪馆长已经在等待审判之后，提了一句，海陵博物馆将由副馆长张扬接管馆内工作，目前已恢复正常营业。副馆长？圆圆去过海陵博物馆打过卡，知道那里值钱的宝贝很多，但是他还是不敢相信，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你去博物馆官网看一眼就知道了，有照片的。曹佳云懒得解释这个问题，转而说道，他把张扬排在第1的理由，这人已经不是普通的富二代了，我甚至怀疑他家里是那种隐形富豪。我怎么可能是隐形富豪呢？我要是隐形富豪，还开什么公司啊？直接游艇嫩模不香吗？你家里还有游艇？高姐惊讶的合不拢嘴。她刚才在上家公司的群里看到有个叫圆圆的女主播说，以前下午直播的张扬家里是隐形富豪，来直播室体验生活的。证据就是他在海陵博物馆的馆长出事后，直接出手把博物馆买了下来，自己当副馆长。估计等汪馆长出狱，他就会变成馆长。高姐当然不信这样的鬼话，她觉得海陵博物馆本来就是张扬家的，汪家不过是资本的白手套。这也和他第一次见到张扬鉴宝时的猜测对上了。老板，你家里是境外资本吗？为什么我之前问你是不是盗墓贼，你竟然承认了？姐，其实我家里是石油寡头，家里的油田咕嘟嘟往外冒油的那种。你这也太扯了。高姐撇了撇嘴说道。你还知道扯啊？你知道海陵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值多少钱吗？高姐竟然真的认真思考了一番，然后答道，几个亿。张扬点点头，看来贫穷确实会限制人的想象力。高姐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老板，你说话有点气人啊。行了，你还是说，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吧？其实是想请老板你帮忙看件东西。高姐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串佛珠。姐，你卡粉丝牌子了吗？张扬笑着把东西接了过来，问了一句，卡了呀，之前还在金总监手底下干活的时候，我就给你刷过礼物了。不过你当时是真不行，我给你送个9毛钱的礼物，你跟我说什么3瓜2枣的别送了，给我气的呀。说起几个月前的事，高姐还是有点生气，说话的时候牙齿痒痒。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张扬笑呵呵的和高姐聊着，同时捻了捻手上橘黄色的藏传佛珠。和汉传佛教的佛珠不同，藏传佛珠每颗更小，串的也更密，有时候中间还会串些绿松石、蜜蜡什么的，颜色和样式更丰富。但是藏传佛珠有个很不好的点。卧槽！张扬看到物品信息的时候，一个机灵，直接把东西抛在了桌子上。姐，你这东西哪买的？我婆婆买的呀。高姐看见张扬的反应，有些疑惑的说道，她刚从雪区旅游回来，这是她在景点买的，有什么问题吗？她有跟你说是按啥买的不？张扬问。就是佛珠呗，她花了600块买的，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都说她被人骗了，但是她非说是真的，差点一个打10个。高姐说起家里的事，语气非常无奈。这是嘎巴拉。张扬说话的时候还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什么叫嘎巴拉呀？高姐问。用我们同类的骨头做的佛珠，藏传佛教新这玩意儿。你这串应该是用腿骨做的，有些人喜欢这种东西，我反正是接受不了。张扬连连摇头。卧槽！听到是嘎巴拉，高姐的反应和张扬刚才几乎一模一样，接着非常生气的说道，老太太还想把这东西给我儿子戴呢，说是从大师手里求来的。姐，这东西赶紧送派出所吧。张扬摆摆手，把椅子往后退了点。直接扔了吧。高姐看了一眼张扬办公室的垃圾桶。
不能扔啊，这是新做的，说不定沾着人命呢。这个嘎巴拉有点特殊，因为上面的时间太扎眼了。去年刚做出来的嘎巴拉，这玩意儿别说戴了，沾边都让人膈应。新做的，高姐的眼睛直了，她捂住嘴，也打了个冷战。不行，我还是报警吧，这东西我也不想拿手里，我怕晚上做噩梦。高姐拿出手机，但是好像想到什么，又停住了。老板，我婆婆她不会知道这东西是腿骨做的，专门买的吧？很有可能啊，不然她怎么那么笃定，还差点和小区的其他阿姨打起来呢？老板，这可怎么办啊？我总不能把我婆婆送进去吧？高姐从一串小小的嘎巴拉，已经脑补到了家破人亡的剧情。打住，你直接打电话问一下你婆婆不就行了？对哦，我问问。高姐慌忙拨通电话，电话那头老太太正在和小区的其他老人打麻将。听说儿媳妇私自把佛珠拿出来鉴定了，东西还是真的，老人的语气都变得轻飘飘起来。那什么，媳妇啊，你让专家开个证明，不然我这些牌友都不相信我能请到真东西。老太太，您知道您买的是什么吗？张扬冷不丁地问道。高姐说话没个重点，越说越远，她实在绷不住了，干脆自己开口。您就是专家吧？我请的是高僧开过光的佛珠啊，说是能趋吉避凶。老太太还在絮叨，张扬示意高姐可以挂电话了。目前看来你婆婆也不清楚，不过这也说不准，她也有可能是在装傻。那怎么办？高姐眼巴巴地望着张扬，她虽然吃长了10几岁，但是论送人进去坐牢，经验远没有张扬丰富。没事，我们群里不是有个护宝帮9长老，他特别懂刑法，咱们先打个电话找他咨询一下。新做的嘎巴拉吗？其实倒也没什么奇怪的。电话那头听张扬讲完，刘队长没太惊讶，语气很平静。9长老，你听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是收藏这个吗？高姐问话的时候，想起自家婆婆和雪区高僧的合照，高僧身上挂满了佛珠，4舍5入就是挂满了骨头。高姐不知道的是，嘎巴拉最早就是用高僧的骨头做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循环。张扬，这位是几长老？刘队长才发现张扬那边还有第二个人，这位不是长老，是嫌疑人。哦，嘎巴拉是他的呀。刘队长明白了，干脆直接和高姐沟通。这位宝友，你不用怕，只是买的话，问题一般不严重。这种新做的嘎巴拉，虽然大概率是从违法途径搜集来的骨头，但是很少涉及命案，主要是侮辱尸体罪。不过保险起见，最好还是送到公安机关鉴定一下，对比下 DNA 库。对了，这种东西就不要拿在手里把玩了，万一死者生前有某些疾病。张扬瞬间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啊，我去下洗手间。高姐也马上起身，我也去下洗手间。电话那头刘队长摸了摸下巴，有些疑惑，难道我刚才说的话是尿点吗？等得无聊，刘队长四处张望，准备找个闲人去张扬那里把东西带回来，顺便给嫌疑登记一下。就在这时，网警的孙队长走了过来。孙队，你知道嘎巴拉吗？嘎什么？我只知道嘎子。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孙队从手中的快递包裹里拿出一面空白的锦旗，又到嘉奖张扬的时候了。不是不久前刚嘉奖完吗？刘队长接过锦旗，疑惑地问道。现在他要找2个跑腿的人了。之前那次是你们负责，但是这次是姓沈的那位领导点名表扬的，他还有这层关系。什么关系？纯属是运气好。孙队长一脸懂各样的说道。西南那边发现了一个明代的藏兵洞，这本来是沈老大女儿的功劳，但是因为她是在一个民间考古队里，不好宣传，就悄悄算在张扬身上了。真走运啊！刘队长感慨了一句，伸手问孙队长：证书呢？有锦旗了，还要证书干嘛？张扬不要奖金的，他要锦旗加证书。刘队长解释道：那次他跟我说，让我们不要拿几百块钱去物化他对保护文物的热情，这笔装的。孙队长竖了个大拇指，转身去找证书。这时候张扬和高姐也回来了。9长老，这个东西你派人来取吗？张扬问。我等下亲自过来吧，刚好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要处理一下。其他的事情？张扬开始回想自己是不是最近又干啥坏事了，思来想去，他都觉得自己是文物保护的模范好公民。难道是来抓高姐的？那嫌疑人可以走了吗？张扬故意这样问。不急的话留一下，我带人过来做个笔录，免得后面还要上门去找。行吧，那我们等你。挂掉电话，张扬发现对面的高姐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老板，你这就把我卖了？咱们不是咨询一下吗？这9长老怎么就要带警察来啊？9长老就是警察啊，市区刑侦的刘队长，和你这事儿专业对口，都是一个群里的兄弟，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让他抓。说错了，是负责你婆婆的案子。刘队长，高姐想到了她前几天舌战群儒的事，手突然情不自禁地抖了2下。老板，
群里还有啥人？你一次性告诉我吧，给我个痛快。刘队长走后，张扬看着桌上的锦旗和证书，微微出神。失策了，应该布置个荣誉陈列似的。张扬估计，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1年以后，直播这个的房间就跟婚房一样了，到处是喜庆的红色。把锦旗布置好，很快就到了下午直播的时间。张老师好，我带了一些有点异域风情的东西，你能看吗？能啊，只要合法的都能看。张扬点点头，他看了下这个宝友的 IP， 在泰国那边虽然说不上是法外之地，但是有点背景的话，离为所欲为差的也不多。老师，先帮我看看这个佛像吧，这是我从巴基斯坦买来的。宝友拿出的是个灰白色的泥塑佛像，不仅佛像的开脸和汉传佛像的造型完全不一样，底座也不是莲花，而是2个人拖着一座宝塔形状的建筑。这是犍陀罗风格的，莫高窟出来的东西吗？应该是古印度的佛像，这个有点年头了。你这还真是古印度的佛像，1000多年前的东西。兄弟怎么买来的？这个是19年的时候，当地一个农户卖给我的，花了 RMB 大概有1000多块钱吧。1919年吗？不是，是2019年。这东西2019年能买到，说句实话，有点狠了。张扬看着网上弹出的拍卖价，啧了一声。东西没问题，古印度的佛像这种东西，拍卖的话，少说也得5万。5万块吗？这么贵？宝友很惊讶。什么5万块？5万刀好吗？张扬其实也没想到价格这么高。这种风格的佛像，国内很难卖得出去，但是在欧美、南亚的佛像非常受欢迎。不然为什么南亚那些佛像的头都被割掉了？因为值钱呐，一个4、5万刀。嘿嘿，看来这个是赚的。宝友笑得很开心，马上又拿出来一个大象造型的烛台，和印度电影里那些寺庙里用的烛台一样，在大象头翘起的鼻尖有个圆台用来放蜡烛，烛台的顶部有银质的铃铛，摇晃一下还会发出清脆的声音。除了造型很有印度风味，烛台的表面还贴了不少红红绿绿的东西，应该是绿松石和珊瑚。这是尼泊尔的，从一个寺庙里买来的。兄弟，这是满世界寻宝啊！张扬点点头，这是300多年前的东西，这个价值比刚才那个要低一点，可以给到1.2万刀。这些东西这么值钱吗？听得我都想去南亚找找了，反正那边管得不严，东西到手容易，出手难啊。接下来宝友又展示了3个泥塑的佛像，其中最老的那个到了公元3世纪，估价飙到了10万刀，而这些东西在宝友口中都是几千块买的。兄弟主玩南亚佛像的吗？张扬觉得这位是个高手，他本来觉得像程宗文那种去南越买文物就已经很有想法了，没想到这位宝友更逆天，直接成了国际文物贩子。不过南亚的国家确实不怎么保护，东西给钱就卖，出国的海关也是塞钱就放行。什么历史文物，吃都吃不饱，谁还管庙里的佛头有没有历史价值？国内的佛像太危险了，老师，我给你看个国内的你就知道了。危险？啥意思啊？张扬疑惑间，宝友已经把镜头对准了地上的一个纸箱，随着纸箱被打开，一个硕大的石雕佛头出现在众人眼前。看到东西的一瞬间，张扬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刚说完南亚的佛头被割，就真的来佛头了。而且正如宝友所说，这是国内的汉传佛教的佛头。佛头面相丰润，鼻梁很高，额头较宽，一双大耳下垂，表情庄重但又不失柔和，典型的明代佛像特点。物品信息显示，这是一个1522年明正德雕刻成的释迦牟尼佛头。宝友，这个是你在哪里拍来的？张扬问道。此时某鉴宝主播还保留了一丝这是回流文物的期待。拍卖这种东西哪家拍卖行会接拍？视频那头突然换了一个人的声音，这是我们从国内盗出来的明代的佛头。这得意洋洋的语气，令人反胃的炫耀的话，张扬感觉自己好像在哪里听过。怎么了，张大师？你就算忘记了我，应该也没忘记那个唐彩的金刚像吧？卧槽，是那个文物大盗，这人还敢来？不是说唐彩已经被找回了吗？王景呢？还在等什么？这是真罪犯啊！张扬看到这些义愤填膺的弹幕，又去确认了一遍连麦者的 IP， 真是在国外。国内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但泰国就不一定了。但是对方都起脸了，不能忍啊！想想办法干他一炮。张扬脑筋转得很快，高考的时候都没这会儿转得快。对面是2个人，他们是同伙还是买卖双方？张扬更倾向于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文物大盗是卖家，最开始鉴定东西的宝友是买家，因为如果是同伙，还有啥鉴定的必要呢？张扬看着佛头上浮现的信息，嘴角浮起一丝轻蔑的笑。你笑什么？难道是看到国内文物流失海外了，很开心？文物大盗本来是想给张扬上眼药的，结果却看到他在笑，
语气瞬间变得又急又气。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等我先和刚才的宝友聊完。宝友，你还在吗？在的，在的。视频那头传来最初的男声。张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个收藏爱好者，人家老板要求我连麦你的，说你是专门帮警察搞鉴定的。宝友倒是很有礼貌。张扬没想到自己竟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认可，哭笑不得，很大度的摆了摆手。盗墓贼的东西我确实经常鉴定，更刑的东西也看过。你刚才鉴定的那些东西虽然来源有问题，但只要不是国内的文物就没事。老师，这个佛像就是国内的啊？宝友指着庄严肃穆的佛头说道。是国内的，不过工艺品无所谓。张扬边喝水边说道。听见宝友说是嫌疑犯要求连麦他，张扬马上反应过来，这是想用他的话来做卖文物的依据。想屁吃呢！张扬果断暗示对方，东西是假的。工艺品？这东西是假的吗？还真有可能，现在连蜜桃臀都能造假，合着刚才兄弟们白紧张了。你说这是工艺品？这 TM 都是我连夜锯下来的。哦，我懂了，张大师是故意说我这东西是假的，想让我卖不出去是吧？盗宝者嗤笑着说道。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我都上 B 级通缉犯的名单了，国家认证的文物大盗，你懂这名头的含金量吗？切，不知所谓。张扬轻蔑的摇摇头。你这东西是我家里长辈雕的，我会不知道？宝友，他应该跟你说了这东西的来历吧？说了。宝友应声道。那行，我也说说这东西的来历。张扬根据自己看到的物品信息，脑补加忽悠，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叫江峡县的西南小县城，为了摘帽子，请了张家的雕刻高手张二爷，雕了一些佛像，并且做旧，假装成新发现的文物遗址，给县里的旅游业做宣传。听完张扬的故事，盗宝人哈哈大笑。编，你给我接着编。张扬没理他，而是问宝友，我说的信息对吗？对，地名是对的，那又怎么样？盗宝者抢着答道。这只能说明我偷佛头的事警察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这个帮警察做宣传的主播也知道了。这佛头省里的专家鉴定过，是明朝的，还被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你个小主播要否定人家省级专家的鉴定结果？对，一会儿说我是警察的人，一会儿说我是小主播。宝友，你真的没怀疑过这位他的精神状态吗？张扬指了指自己的头。哈哈，老公好可爱啊。逃亡出国的通缉犯精神出问题也很正常，他要是早点用精神病当挡箭牌，也许就不会被通缉了。张大师家里的长辈造假，老粉丝都知道这事儿，连夜带着假货潜逃出国，有点黑色幽默了。说实话，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宝友点点头说道。他被通缉了，还这么狂，这是他的人设。张扬笑着说道。要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他盗完以后还想出国，我二爷早就和上面说明了情况，心照不宣的给地方留个面子罢了。放屁！吴老板，你先别急，等我和张大师聊完。老总，你不会真信了吧？等我先聊完。宝友说这话时的语气有点严肃，也很顶用。刚才还很狂的盗宝者一下子就安静了。张老师，除了佛头的地点，您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证据吗？您也知道，这种东西找对渠道，卖个10万刀相当轻松。没了。张扬脸色淡然，工艺品没啥好分析的。你还有别的需要鉴定的宝贝吗？有。宝友迅速答道，接着手机镜头移动，对准了一个中年男子。男人皮肤黝黑，满脸横肉，脖子上纹着一头老虎，一看就是社会人。看到镜头转向自己，男人下意识的想躲，但宝友一句话就把他定住了。你不是 B 级通缉犯吗？网上都有你的照片，还躲什么呢？张扬眯着眼睛看了对方一眼，摇摇头说道。宝友，这玩意儿我可鉴定不了啊。哈哈，不是，是想请老师帮忙看看他是不是通缉犯啊。我说不好，你把他送去大使馆就知道了。不过这种人遣返回来也是浪费国家的粮食。有道理啊。宝友恍然大悟，谢谢张老师。不客气。张扬点点头，等对方挂断连麦。在镜头从通缉犯脸上移开半秒钟后，视频那头突然有人大喊，明老板，你要黑吃黑吗？我 TM。 接着戛然而止。卧槽，撒日朗，这通缉犯惹到狠人了呀。张大师见宝之境外风云，谁能解释下刚才最后那个男的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张扬心想，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半个月后，他在手机里看到一条新闻，震惊，泰国又出命案，国内 B 级通缉犯河中溺毙，警方怀疑是他杀。新闻里配了张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扔在河边的图，虽然人脸打了马赛克，但是张扬一眼就看见了那人后颈纹的老虎，这就嘎了。没这要巧吧？学长，
学长！唐启运急促的呼唤声将张扬从震惊中叫醒了过来。他抬起头，到地方了，该下车了。哦，这么快！张扬从车窗里已经能看到蔚蓝色的大海，在马路和海洋之间隔着一片绿色的草坪，草坪上到处是鲜花气球，还有各种充满浪漫气息的布置。这里就是陈彦光的订婚现场了。哇，这真的只是订婚，不是结婚吗？一下车，高姐和小唐就手挽手，急不可耐地踏上草坪，欣赏起现场的布置。徐杰就比较稳重了，他尾随在张扬身后，低声问：“老板，来之前忘记问了，要不要交礼金啊？你跟在我后面干什么？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张扬让徐杰上来并排走，他这才发现徐杰的社恐好像不是口嗨，用一个词评价他现在的举止，那就是贼眉鼠眼。大哥，你这样走路，等下保安过来了。抬头，挺胸，收腹。在张扬的指挥下，一个大大的红包从徐杰的怀中滑落。你还真带礼金了呀？是啊，这红包有点大，我还怕把它弄皱了呢。徐杰说着，又把红包夹到衣服里。不收礼金，我们是南方的亲友团，是来捧场的。张扬说这话时，心里有点想笑。榜一大哥临到排座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边的亲友有点少。其实主要是他自己的朋友少，直播圈子的朋友不方便来现场，结果根本就凑不齐2桌人。他就让张扬把工作室的员工都带去，起码和他是认识的，又有正经工作。老板，那个就是新娘吗？小唐兴奋地跑过来，用眼神给张扬指了下方向。刚才我听路人说，他那身婚纱镶了999颗钻石呢。张扬点点头，眼神却落在了新娘周围的人身上。程老二回来了，而且把头发理成了监狱同款的圆寸。这老哥以前跟张扬说，留长发是他第2次进监狱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张扬很想采访他，这次是怎么下定决心的？除了程世慧的父母，现场就没有女方其他的直系亲属了。程老大不在的事，陈彦光提过，但是没想到程家的掌门人程老爷子竟然都不在。张扬不知道的是，他关注的程家父子此刻正在被警察分开问话。民警程德义，有人举报说你把价值44万的古董当作工艺品，以3000块的价格卖给了贺有方，这件事你还记得吗？程老爷子，不记得了，我年纪大了，什么都记不清。民警，你好好想想，就在去年的7月份，贺局长那边已经全部交代了，你不要执迷不悟。程老爷子，贺局长是谁？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已经75岁了，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能不能请一下我的私人医生？隔壁房间里。民警程宗义，你还记得？程老大，我记得。民警，我还没说什么事呢。程老大，没事，只要是你们想知道的，我全部交代。所有的坏事都是我父亲苏氏手底下的人干的，我也是前几天才刚刚知情。负责程家父子审讯的2个小组的负责人在休息室碰头。家，我这边都撂了。姨，我这边发病了。2人把情况简短对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程家父子提前设计过口供，他们想把事情全部推到一个75岁的老人身上，这个年纪就算认罪了，判的时候也要减刑。现在怎么办？负责审讯程老爷子的民警乙摸了摸腮帮子，有点恼火。房间里的老头子现在还只是要求看病，等会儿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没事，我先把我这边的结果通知给市局的领导。民警甲的情绪稳定，他确实审出了干货。反正突破口在市局那边，被称为突破口的邱大师这时候正抱着一小杯绿茶，一口一口细细品着。要坐牢，但也要优雅。自从他答应和警方合作以后，待遇好多了。唯一让他不太开心的是，时不时会来个人拿着刚搜查出的证据，问他还有没有没交代的。这种话总是让他干颤。邱俊春，你听听这件事有没有印象？民警拿着刚得到的情报向突破口求证。有的。邱大师听完后忙不迭的点头。这些假货也是我之前说的一个叫李老七的家伙送过来的，你们还没逮到他吗？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用回答我的问题。民警语气严肃，继续提问。当问到程家给海陵博物馆捐文物的事儿，邱俊春第一次摇了摇头。这事儿我没听说过，不过之前程家倒是经常捐东西给博物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啊。博物馆里的东西，程老板跟我说是真的，我就当他是真的，让我帮他卖，我当然就照做了呀。所以这个事算不到我头上。邱俊春还不忘洗白自己。那这种号称是博物馆里出来的东西都卖给谁了？你还有印象吗？民警问。这个我真记不清了。当时我们办了个小展览，我们卖的国宝不对，是假货，价格都不高，便宜的才几万块。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抢着上来给钱，而且买完就跑，生怕被人惦记上。民警点点头，把这些东西记录在笔记本上，接着啪的一声合上本子。行了，
你准备一下，等下会送你去医院检查。太好了，终于要去看守所了吗？邱俊春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咂咂嘴，脸上的表情很满足。你好像很期待。民警惊疑地问了一句。期待谈不上，我早点去占个好点的床位，因为我有预感，过不了多久会有很多人进来陪我。2天后，海陵博物馆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一行4人，全部是省博物馆的鉴定专家。他们接受了荆门市公安机关的委托，要鉴定一下程家人给海陵博物馆捐的文物。用刘队长的话说，东西有可能是赃物，是程家人用涉案资金购置并捐赠的。如果价值太高，需要收回，用来赔偿受害者。那你们直接把东西全拿走啊！张扬很干脆，虽然都是些赝品，但按高仿卖的话，加起来还是能卖个1000把块呢。哪有这么简单？要先估价，确定赔付资金不够的时候再回收。这种捐出去的东西，我们都是有程序的。一句有程序，让张扬不得不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博物馆门口迎鉴定人员。欢迎各位专家光临海陵博物馆。专家团队的4个人，为首的叫杜世明，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剩下3位则是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张馆长，幸会幸会。杜世明亲热地握住张扬的手，脸上笑容灿烂。早就听说海陵博物馆的新任副馆长年轻有为，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啊。杜老师您过奖了，我今天总算是见到国宝级的鉴定专家了，等会儿还要好好向您请教。张扬礼貌地挨个和专家们打了招呼。这些专家因为专门负责涉案文物的鉴定，身份特殊，几乎不能接私人鉴定的活儿。他们到底是什么水平，张扬不清楚。不过在他们来之前，张扬听说了一个故事。2年前，临海海关发现有一批疑似文物想要出境，但上报的人在申请单上写的是高仿工艺品，于是东西被交给几位涉案文物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后来那批东西被专家鉴定为文物，当事人被判了4年。直到做高仿工艺品的那个人因为别的事被抓，才确认当时那批东西确实是仿品，但那个时候当事人已经坐了半年牢了。张扬听完这故事，心里有点慌，因为程家捐的东西都是大器物，造假的原型价值奔着100万往上走。别这几位上来咔咔鉴定完，说32件东西都是真品，拍拍屁股走了。等警察把东西收上去，被明眼人发现是假的，又反过来找自己要真东西。海陵博物馆赔倒也赔得起，就是汪建业出狱后，估计要问一句：等一下，我博物馆呢？几人寒暄完，专家团队很务实，连茶都懒得喝，从包里取出矿泉水，咕嘟了几口，就要去鉴定。这是怕和博物馆沾上任何利益关系，万一有人拿20万1斤的茶叶出来招待呢？张扬当然没意见，引着几位到了仓库。张馆长，你这是？杜世明指着写着赝品区3个大字的横幅，疑惑地问道。这是我们专门划分出来的一个区域。张扬笑着解释道，因为藏家捐赠的东西，或者我们自己买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汪老师又不想让这些赝品流入市场害人，所以专门在仓库里弄了些专柜，存放这些赝品。之前程家捐赠的那些东西都在这里面，全是赝品。杜世明和身边的伙伴互相看了一眼，评价了一句：张馆长和汪大师有心了。他环顾四周，马上想好了怎么操作。刚好这里有张桌子，头顶正对着灯光，就麻烦张馆派人帮忙，把东西拿到这里来鉴定吧。好的，张扬答应下来，马上安排手下的管员搬东西。这件事，3架青铜马车。杜世明扶了扶眼镜，看着桌上的青铜器。和他一起来的一位女鉴定员看着桌上车里军开具的鉴定证书，有些意外。杜老，这是车老师鉴定过的。哦，杜世明赶紧凑过来。张扬见状，赶紧开口：这证书是伪造的。不可能。女鉴定员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在培训的时候上过车老师的课，这就是他最近几年新换的签名，就是怕有人拿他以前的签名造假。有道理。杜世明点点头。张扬看了这位40多岁的女鉴定员一眼，心想：车老师啊，你以前的学生想你死啊！还好他早有准备。各位，这个证书车里军老师已经亲自来打过假了，这里有视频为证。张扬说着，将小唐帮忙剪辑好的视频在平板上放了出来，递给4人。等4人看完后，女鉴定员问张扬：张馆长和车老师很熟吗？他好像很认可你的鉴定结果。在汪大师的引荐下，我和车老师有过几面之缘。张扬笑着解释了2句，接着提出自己的想法：各位老师，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鉴定证书，但是他们连车老师这样的前辈的证书都敢造假，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不敢的。所以等下就别看这些破证书了吧。有道理。杜世明又点点头。接下来的2个小时，4位专家对32件文物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鉴定，最后选出了3件真品。张馆长，这3件东西在我们看来
应该是真的。张扬听到这话，手机差点被震掉了。他赶紧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4位老师全都看走眼了。第一件是李可染的山水画，黑白的山水画，远处崇山峻岭，近处有个牵着牛的牧童在乡间漫步，非常有意境。张扬看到画的一瞬间，觉得这几个专家有可能是看上这座博物馆了，因为李可染的画，光画上这一头接近半平尺篇幅的牛，价格就已经超过1000万了。东西当然是假的，生产日期明确就在2015年。但摆在张扬面前的难题是，如何说服这4位专家？杜老师，像齐白石、李可染这2位先生的画，不是默认都是假的吗？张扬装作试探地问道，他还是做了点准备工作的。李可染一生一共就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现在光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就有14000张他的画作了，真品率不到 5%。这一件如果是对的话，拍卖价怎么也得1个亿吧？几位觉得程家会把这么贵的东西捐出来吗？你说的是拍卖价，是最近炒起来的，真实的价格在2000万左右。鉴定团队里有个人好像对画作拍卖颇有研究。杜世明接着说，我们判断这幅画的真假有很可靠的依据。根据他所说，李可染的亲属开了一间画廊，专门鉴定他的画，如果确定是真品，会和画作合影留念。而刚才他们在网上搜到了李可染亲属和这幅画的合影，有这要巧吗？张扬按照杜世明给的连接上网查询，果然搜到了这幅远山牧童图。图片上传的时间是在2016年，在这幅画仿造出来之后，说明当时真有可能是拿着这幅赝品拍的照，连画家的亲属都分辨不出来的高仿品。张扬想了想，换作是他自己，如果没看到物品信息，也会信这东西是真的。毕竟人家亲属一句这就是我在老人家身边，看着他画的就能对得任何专家哑口无言。知道是假的，怎么证明是假的呢？张扬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帮手。稍等，我看下这幅画，程家仿造的是谁的鉴定证书？不是说证书没用吗？女鉴定员对张扬的做法感到奇怪。证书没用，但开证书的人很有用。张扬笑着答道，这幅画是一个叫陆中的专家在去年9月开具的证书。在网上搜了下这个人的信息，好巧不巧，陆中竟然是羊城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张扬赶紧找钟老师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杜世明一行人看张扬打完一个电话又打第2个电话，以为是在忙博物馆的事，默默地整理了一下鉴定意见，就准备走了。刚要动身，突然听见张扬大喊，别动！张班长，事情已经忙完了，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开什么玩笑，我们博物馆难道还差你们4双筷子吗？张扬拿着平板一路小跑到了鉴定团队面前。刚才那幅画，陆中，羊城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亲自看过。是啊，他说是真的啊，鉴定证书不是写了吗？不是这样的，那幅画是假的。平板里突然传出一个男人急迫的喊声，大家往张扬手中的平板看去，才发现原来还有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大光头正在和张扬视频连线。看到鉴宝团队的4个人，光头男人欣喜地打招呼，杜世明老师，我是羊城博物馆的小陆啊，我们以前在燕京的启功先生书画展上见过的。没印象。杜世明摇了摇头，那个泰国 SPA。 可杜世明赶紧打断对方，原来是小陆啊，我想起来了。张扬惊讶地看了一眼杜老师，他应该有60岁了吧？这视频那头，陆中开始解释他刚才说画是假的原因。他一开口就把4位老师镇住了。这幅画其实是我画的。李可染的亲属们鉴定他画作真伪的时候，其实就只看几个点：山的细节、牛的神态、墨迹的颜色以及印泥的成分。这几个点仿得好，他们就分不出真假了。我当时出于炫耀的心理，拿到画廊鉴定了一下，果然没被认出来。不过这幅画我是按高仿卖的，就卖了3万块。陆中的画还是有说服力的，作为博物馆书画行业准专家级的人物，他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奇怪。至于他说的按仿品卖，而且只卖了这一件，究竟是真是假，在场的人都没有纠结。倒是杜世明很好奇，问张扬是怎么说服陆中让他承认做假画的。张扬笑着摇摇头，这事儿我答应了他要保密。时间回到4分钟前，张扬拨通陆中电话的时候，在表明身份后，他直接摊牌，陆先生，你也不想大家知道你给国宝帮当托儿出假证书的是吧？事实证明，国宝帮底层人的嘴是最硬的，等级越往上，嘴越软。像陆中这样的人，听说程家父子进去了，本来就慌得不行。张扬稍微暗示一下，他就水到渠成的把底裤露了一点出来，当然露的也不多，刚好够他把锅甩到程家父子头上，还把一个隐患除掉。现在4位相信这话是假的了吧？杜世明点点头。张扬伸手，那能把刚才这幅画的鉴定意见给我吗？刚好我办公室里有碎纸机。女鉴定员赶紧把那张写有鉴定为真的意见表递
递了过来。张扬随手递给身后的管员，同时做了个请的手势。几位，还有2件真品呢。和说服陆中的方法一样，张扬通过找开证书的专家，让4人相信了那个明代7金佛像也是假的。但最后一个西晋时期的古玉璧却联系不上出证书的人了。听说这位周老师好像去年的时候进去了，等他出来应该是10年后的事。杜世明联系到的人这样告诉大家。鉴定师也是个高危行业啊，要不咱们等等他？张扬笑着提议道。别，就当这东西是假的吧。女鉴定员直接开始找这个玉璧对应的鉴定意见，但是杜世明把他拦了下来。他问张扬：张馆长，你只是说东西是假的，不能给我个理由吗？给理由还要说服你，这太麻烦了。张扬摇摇头，就剩这一件了，要不我代表海陵博物馆捐给省博物馆吧。你们等2分钟，我马上把捐赠协议拟好，你们今天就可以把东西带回去。看张扬不似作假，轮到杜世明犹豫了。连续2件东西都证明张扬说的是对的，他有点吃不准。32件高仿，看走眼3件，考虑到东西种类繁杂，这概率还真是他老杜看东西的准确度。难道自己又双弱看走眼了？就在杜世明犹豫的时候，张扬已经准备在协议上签字了。这是他今天的备用计划，你说是真的，那送给你了。哈！张扬哈了口气，准备盖章，杜世明却突然伸手，章盖在了他手上。还好海陵博物馆的公章字比较多，不然别人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检疫合格的标识。这件东西我带回去，组织古玉组的专家团队再看看。行。张扬点点头。那剩下2件的鉴定意见呢？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就写。杜老师，我没有带多余的鉴定表。女鉴定员为难地说道。她根本想不到自己这4人团队的意见会被质疑。其实她更想不到的是，张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没事，我们博物馆也有打印机。张扬本来以为跟河东集团程家的事到此就结了，但是半个月后，陈彦光突然兴奋地问他：你觉得当赘婿怎么样？他这才知道程家父子已经移交看守所了，程家的所有财产目前交由程宗文打理。不过程老二显然对赚钱没兴趣，实际的掌权人成了程诗慧这个小辈。榜一大哥的人设从啃老的富二代进化成了软饭男。程家不用赔钱吗？张扬好奇地问道。赔啊，当然要赔，不赔的话估计慧慧他爷爷可以提前办丧事了。赔完还有很多钱吗？这个有点复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消息发出去这么久了，警察也在帮忙联系，但是真正愿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还来找集团赔钱的不到1/10。据陈彦光说，很多国宝帮受骗的人在接到警察的电话后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更别说索赔。张扬推测，这种人里应该有不少人已经把东西转手了。程家记了，但是人人有国宝的故事还得继续。对了，慧慧决定以后河东集团的工艺品主要往海外卖，去赚歪果人的钱。陈彦光颇为自豪地说道。你未婚妻真棒，光哥你也要加油啊，不然以后你只能在家做饭带孩子了。那不可能。陈彦光摆摆手，他把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放上桌面。我今天来找你还有正事，这是我老丈人出远门前托我交给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张扬好奇看陈彦光打开皮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熟悉的密封袋，里面装着那张熟悉的圣旨，袋子上贴着白色的标签纸，纸上写着：我代父兄给张老师赔罪了，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你岳父这个人有点意思。张扬嘴角翘起一个弧度，这东西可以收，因为它很适合放在海陵博物馆里。这算啥？底下的东西才牛比呢。陈彦光不以为意地说道。论送钱给张扬，他未必就比他岳父差了，所以知道袋子里的东西估计很值钱，榜一大哥也不惊讶。张扬拿起装有圣旨的袋子，底下是几个小笔记本。这谁写的笔记吗？盗墓笔记？你看了就知道了。陈彦光冲张扬挑了挑眉。神神秘秘的。张扬翻开第一个笔记本，里面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是我跟着把头学到的分金定穴的方法，不过我们一般直接叫找墓。这还真是你岳父的盗墓笔记啊。是啊。陈彦光说。你再看看下一本。张扬拿起第2本，看完开头总结道：这应该是你岳父挖过的那些墓。不止，后面还说了各个地方墓的特征，还有他师傅以前挖过的墓。陈彦光显然提前把笔记都看完了，张扬甚至怀疑他已经全部掌握了。这些东西他进去的时候没料吗？料没料的，那些口供你也看不到啊。说的也是。那最后这本呢？这本没什么意思。陈彦光耸了耸肩，这是他以前在全国各地乱窜的时候发现的一些地下古玩交易市场的地点，还有联系人。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看人真准。
张扬给陈彦光竖了个大拇指。去地下市场的目的无非是淘一些墓里出来的东西，这对张扬来说没啥吸引力。拿到程宗文这3本笔记，张扬突然感觉他自己整个知识体系都已经完整了，从找墓开始一直到被警察逮捕，全都一清二楚。到下午直播前，张扬已经看完了程宗文全部的笔记，迫不及待的想要验证一下。兄弟们，我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洪荒之力，有需要的赶快连麦。宝友，欢迎光临，张大师竭诚为你服务。张扬元气满满的说道。老师好。老师你太客气了，我就带了个小东西，想请您帮忙看看。宝友手里拿出一面青铜镜，铜镜的正反两面都是满满的绿锈。和一般青铜镜不同的是，镜子的边缘不太齐整，而是像花瓣一样有一段一段的弧度。宝友，这可不是小东西啊，东西从哪来的？张扬把身子往前坐了点，在宝友讲来历的时候抓紧时间鉴定罪证。锈成这样了，一看就是土里的，说是生锈的铁片我都信。你家铁片生绿锈啊？这是我前几天开车回老家，在老家捡的。宝友答道。哦，刚出土的。张扬帮对方翻译了一下，接着问，坟里只挖出来这一个吗？坟里？这不是挖的，真是我在河边捡的。宝友差点被张扬带沟里。河边？你确定吗？张扬看着青铜镜上的铜锈问道。非常确定，就在老家的河边。那就奇怪了，这锈不是水坑的锈啊，东西肯定不是河里出来的。我这边建议你再组织下语言。张扬似笑非笑的看了镜头一眼，挑了挑眉毛。提醒你一下，因为刚才的瞎话，你口供的可信度目前正在直线下降。不，宝友好急，我说的是河边，不是河里。老师，我是江南省的，这边修河堤，从山里挖出来的土运过来，我就是在那种土里发现的这个镜子。宝友开始自报家门。就发现这个吗？周围没再找。张扬已经鉴定完了，东西是辽代的菱花青铜镜，看锈色的话，确实是刚挖出来的。在出土前，应该两面都接触了土壤，才会有这么厚的锈。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山里挖土挖出来的，但陪葬品一般会有好几个，不是铜镜，也有别的。没有了，我就找到这一个青铜镜。宝友信誓旦旦地说道。殊不知，他的话已经告诉大家，他在附近找过，只是没找到。不可能，你报个地址，我带铁锹来找你，肯定不止一个。算我一个。我也报个名，我带2个铁锹，我直接开挖机来。你看看弹幕，大家多热情。张扬笑着说。可以啊，但是我现在不在老家。宝友还在说话，突然他那边的屏幕黑了，接着连麦也断了。张扬猝不及防，赶紧问，宝友，你是主动断的还是被动的呀？你这走的也太急了吧。哈哈，直接逮捕了。这人是坐在警察局里连的麦吧？这么快？这兄弟估计用的是5G 网连麦的，5G 的基站范围小，直接就给他锁定了。张扬开玩笑的说道。这么快，这么彻底的断线，要么是宝友慌了，要么是真断网了。下一位吧，大家连麦前检查下网络呀。嚯，宝友，你这铜炉崭新出厂啊！张扬鉴定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宝友拿出来一件铜炉，样式不算新鲜，一个四四方方的顶状炉，底下带座，两边有耳，专业术语叫马槽炉。但是外观很逆天，东西应该是放在阳光底下拍的，炉子外面都反光了，可以看到太阳。张扬怀疑能当镜子用。这是刚做出来的吧？还没来得及做旧。不锈钢的，很明显是铜炉没包浆，就像人没穿衣服一样。老师，您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是老的吗？他们说是李曲江款的。宝友展示了一下炉子的底面，确实用篆书写着李曲江志4个大字，样式古朴，很像老物件。张扬看到这个款，注意力马上集中起来。来，宝友，你拿远一点，我看看整体的造型，有没有哪里不是这种金属光泽的，我看看。半分钟后，张扬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宝友，你这确实是明代的一个马槽炉，东西没问题。你这个是从哪来得来的？明清的铜炉和其他金属器不同，一般都是有传承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很少进墓。所以铜炉圈子也有句话，叫铜炉没有漏可捡。这是我爷爷以前收藏的，分给了我们几个孙子。我很好奇，他的包浆呢？张扬很想笑，但是忍住了，怕宝友不懂，他还解释了一下，就是这东西表面原本那一层黄黄的东西，铜的氧化层，那层皮啊，我觉得有点难看，就给洗了。宝友说着，还把铜炉拿在手里转动了一下，好像在炫耀他洗得有多干净。牛逼！张扬一边说，一边竖了个大拇指。洗包浆？天才啊！我玩炉子的，要被这人气死了。几百年的包浆，说洗就洗，什么家庭啊？这人完完全全的外行，纯纯的散兵。老师，
这个难道不能洗吗？保友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他好像干了一件蠢事。可以洗啊，就是价值除以100罢了。张扬礼貌地答道。鼓完，历史痕迹被洗掉，鼓没了也就完了。那这个本来值多少钱？保友还不死心，好像价格低他就不会心疼了。明末到清代的铜炉估价很难，我只能给您一个参考价。张扬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晃了晃。20万，200万。张扬继续微笑，他知道某人要欲哭无泪了。卧槽，这么贵！保友大叫一声，他的摄像头晃动了一下，最后对准了炉子底下的款。老师，这个李曲江是个什么名人吗？我在网上没查到他啊。不是名人。张扬摇摇头，但是这个款是有名的私款。有一位文玩大家，对文博行业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王世襄，国内研究明代古家具的第一人。他收藏了很多明清的铜炉，国内玩炉子的这批人很多都是学他的。王老先生的个人珍藏里就有2件李曲江款的炉子，其中一件在10年前的湘江拍卖会上成交价就已经过1000万了。你这个没有名人加持，卖个200万算低的，要是找个名气大的圈内人过一遍手，拍出个1000万也不奇怪。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他有300多年的包浆上。好消息，原价200万；坏消息，没包浆只值2万，亏了好多，看得好爽。玩古董没文化是最可怕的。为什么会觉得有包浆丑啊？再丑也比这不锈钢色强吧。唉。保友听完张扬的话，连叹了5声气。20秒后，他才缓缓开口：老师，这个还有办法复原吗？我记得现在不是有些工艺品也有包浆吗？你是说做旧？对，就是做旧。兄弟的思路很清奇啊。张扬又一次伸出大拇指。我们搞鉴定的，只要发现有做旧痕迹，统一按假的处理。今天我知道你东西是老的，但是以后别人看到做旧的痕迹，可不会这么认为。那这个还有办法复原吗？保友很后悔，他很想把2万变成200万。有啊。张扬点点头。铜炉靠氧，你去网上搜铜炉的正确使用方式，每天焚香，用炭火慢慢烘烤，让它外表自然变化，这样大概传承到你孙子手里的时候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吧，谢谢老师，我就留着当传家宝吧。保友听完张扬的话，认命了。不客气。对了，你介不介意我把咱们今天鉴宝的视频剪成宣传片啊？张扬在临结束的时候问道。他倒不是想补刀，而是觉得这位保友简直是天然的反面教材。以后谁问包浆能不能洗，看这位的悲惨经历就知道了。没问题，谢谢老师。血亏198万的保友急匆匆断开了连麦。兄弟们，古董行业的常识不能不知道啊！别觉得那锈啊什么的看上去碍眼就给掰了，从土里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为什么是从土里出来的？你说的那个是破坏文物罪吧？主播你不对劲，别在意细节，我只是举个例子。张扬指了指自己背后的锦旗和牌匾，希望大家记住，我是一个正能量主播。虽然他懂盗墓，认识盗墓贼，直播间里还有盗墓的来鉴宝，但他依然是文物保护阵营上的一个尖兵。来，欢迎下一位保友。老师，我带了一些古玉器，想请您帮忙看看。保友的白色桌面上摆着一排玉器。兄弟是专门玩这个的吗？不是，我就是外行。保友拿起一块大的玉璧，玉的品质一般，上面没有任何花纹，也就是常说的素面。老师，这是齐家的吗？这问题，你说你是外行？齐家古玉和红山古玉两主古玉并称为3大古玉，但是名气要比后2位小一些。张扬自己看了会儿，摇摇头，不对，你这是这几年新仿的，做旧的痕迹太明显。虽然是和田玉，但是材质太差了，几百块钱吧。他淡淡的答道。靠，被坑了。老师，你再帮我看看这个。保友拿出一块和大拇指差不多粗细的玉石，长度比食指稍短，表面带点土沁，一看就是当古玉买的。保友，我终于等到你了。张扬直接开始啪啪啪的鼓掌。啊，老师，这个东西有什么学问吗？学问？这学问可大了去了。张扬清了清嗓子说道，往大了说，咱们可以聊古人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成仙的向往。那往小了说呢？保友追问道。保友，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吗？张扬有些奇怪。按理来说，玩古玉的看到这件东西的形状就知道这是啥了。我觉得可能是吊坠断了。保友捏着玉器的一端提在空中。好吧，那你闻闻，看看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味道。保友把东西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点点头，好像是有一点，可能是土腥味吧。卧槽，真闻啊，应该有股尸臭味才对。这个年轻人应该是传说中的半桶水。
这东西的学名叫玉塞。你这个应该是古人死后陪葬时的钢塞。张扬一脸严肃地说道。古人认为塞住九窍就能保证尸身不腐。我个去！保友这下彻底明白了，赶紧把东西放在桌上。接着，张扬听到了对方在裤子上猛擦手的声音。你这东西没看错的话，是东汉晚期的。你从哪里得来的？有前面的假玉璧打基础，在张扬看来，这个玉塞保友大概率是在哪买来的，挖出来的几率不大，甚至有可能是他捡的漏，就是味道重了点。这是我在阳城的天光墟买的。保友答道。那应该是盗墓贼卖的。张扬根据自己的经验迅速得出结论，而且是个很缺德的盗墓贼。啊，盗墓？那我这个不会违法吧？保友的法律意识还挺强。张扬赞许的点点头，安慰他：兄弟别慌，这会儿应该已经出警了，你就安心等警察敲门就行了。老师，你别吓我呀。我吓你干嘛？张扬看着镜头，语气非常真诚。直播间里天南海北的警察都有，抓卖给你东西的盗墓贼是他们的工作，你只管配合就行了。就你刚才闻这玩意儿的动作，已经把你的嫌疑洗清了。行，我明白了，我就在家里不动，等他们上门。保友语气非常坚决，还问张扬：我现在要不要报警啊？不用了，他们应该已经出警了。你现在报警，等下好几波警察在你家门口碰头，周围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抓通缉犯。那好，我先等等，一直不来的话再报警。张扬点点头，要是报警了也没来，你就私信我，我找人给你安排。来咱们直播间连麦的保友，我肯定给你服务好。技术君在吗？刚才这位是第几位在直播间暴露的保友了？张扬问弹幕，马上就有人回复了一个数字29，还差一个，凑个整。直播间还有没有人有货呀？想连麦看看行不行的？来了，欢迎护宝帮第一美男子。兄弟，你怎么抢住了我的 ID 啊？喂，老师，听得到吗？说话的是个有些清澈的女生。女保友啊，听得到听得到。张老师，我是你的第一女粉。女保友一上来就开心的自报家门。兄弟们听到没？我的女粉。张扬冲镜头比了个剪刀手，以后谁再说这是罗汉直播间，我可不认啊。嘿嘿，其实老师你女粉很多的，我们还有个女粉群呢。我怎么不知道？等下鉴定完拉一下我不在里面，多不好意思啊。直播开后宫是吧？老师这个年纪没结婚吗？赶紧找他老婆举报一下。我也是女粉啊，女粉群的能不能拉一下我？直接发群号吧，弹幕都是女粉。那太好了。保友答应了张扬，接着把镜头对准了桌子上一个青黄色的瓷器。老师，这个是我爷爷送给我的，您能帮忙看看是啥吗？之前我摆在家里的客厅，有朋友跟我说这样太猖狂了。确实挺猖狂的。张扬点点头，就这个釉色和造型一眼就知道老东西。你围着转一圈，我看看这东西的整体外观。张扬看完以后发现东西竟然和越窑青瓷教材上选用的那尊差不多，就是品相差点。再一看时间337年，根正苗红的东晋越窑青瓷四系盘口尊啊，这是哪个朝代的啊？保友问。东晋的越窑青瓷将近1700年以前。保友，你是在江浙地区吗？这个不好说，我在苏北。那就对了。张扬点点头，这个应该是你们当地墓葬里面出来的东西，不过保存的太差，有点掉釉了。老师，这个价值高吗？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这个就在家里了，到现在起码有80年了，他现在85岁，这个80年的时间点卡得好啊。张扬笑着说道。他太爷爷是老九门的，在建国前就挖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入行的时间点很重要，看看人家老九门的传承和底蕴。但是很可惜，现在宋代以前的东西，拍卖行一般是不给上拍的。为什么啊？保友很不理解。我看老师之前鉴定过不少汉代的东西啊。是有不少，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那些都是刚从墓里出来的？张扬笑着解释道。他也是最近才知道，前几个月文物保护部门重拳出击，打击倒卖文物的犯罪行为。然后燕京不少古玩店的老板排着队进去了。你可以捐给博物馆，或者先传承着，等待政策的变化。张扬给出了2个中肯的建议。好，那我就先留着吧。女保友坦然接受，她把镜头移动到旁边的一个桌子，上面摆着个黑色的大罐子。老师，还有一个，这个能卖吗？张扬端详了一会儿，笑着冲镜头抱拳。原来是师妹啊，幸会幸会。我是老张家的，敢问你是？我不是老九门的呀。老师，你的意思是这个也是墓里出来的吗？你这说的哪里话？这和刚才那个是一批的，都是东晋的。张扬笑着说道。就这种东晋的墓，不是咱们老九门的，一般小毛贼敢动。他本来还觉得那个4系盘口尊
有可能是传承下来的。但是看到这个黑釉的罐子时，已经能100%确定有人祖坟被掘了。至于是不是这位女保友的长辈掘的，张扬觉得很有可能。老师，那这个值钱吗？值钱啊！这个黑釉的大罐子是鼎鼎大名的德清窑，德清窑是国内最早烧制黑釉瓷器的窑口。你这东西足够放到你们当地的博物馆里展出了，3级文物。张扬的说法还是比较保守的，万一哪个博物馆想撑门面，定成2级也不奇怪。那这个也不能卖啊。女保友还是懂点文物保护知识的，谢谢老师。还有最后一件，你看看这个，这也是越窑的，应该是你家里长辈一起挖出来的，不知道谁家祖坟没了。东西不错，就是活干的有点粗糙，把瓶口都碰掉了一块，应该是生手吧，老手不能犯这种错误。张扬看着残缺的越窑青瓷，有点遗憾，这个釉面保存得更好，但是器物不完整了。师妹，咱们真的不互报下家门吗？说不定咱们小时候还订过娃娃亲啊。张师叔，我今年才20岁。保友笑着答道。可惜了，可惜了呀。张扬一脸惋惜的摇摇头。那咱们就此别过，你保重啊，可能会有民警同志联系你。哈哈哈，好的，谢谢老师。保友底气很足，笑得很开心。30，这个不算第30个。老九门的师妹是家门传承，弹幕懂又不懂。那主播家里有这样的传承吗？当然有啊，不过我们张家传承的不是物质，是非物质遗产。张扬振振有词地说道。我难道会告诉你们我懂一点风水吗？展示一下？没法展示啊，我总不能现场给你分金定穴吧？可以去给隔壁卖坟的看风水。别扯了，平安哥卖的是现代化的墓地，我前几天看他都开始卖生态墓了，就是在埋骨灰的地方连墓碑都不立，直接种棵树。不扯远了，还是鉴宝吧。老熟人啊，小蒙子。张扬对这个 ID 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挖出古遗址后想把欠薪的老板送进去的工地老哥。兄弟，这次挖出啥了？看到对方戴着红色安全帽，背后有灿烂的阳光，张扬就知道他人在工地上。老师，你等一下啊。接下来的一幕让张扬手里的水杯一下没拿稳，差点掉在地上。只见到处是钢筋水泥的工地上并排停着2辆挖掘机，挖掘机的铲斗悬停在半空中，举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赛博谢岭力士恭迎张总把头。接着工地老哥又拿出一面锦旗展示在镜头前，上面写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总把头，这是我们工友的一片心意。工地老哥咧开嘴笑道。据他说，在连麦以后，他们先是分批去了各个博物馆，拿手里的宋代瓷器换了锦旗和奖金，然后又报警，把工地发现古遗址的事抖了出来。在政府力量的帮助下，老板在被抓2天后就托人结清了大家的工资。事情搞定后，这个工地老哥费了不少脑细胞，才整了这个让人眼前一黑的活儿。谢岭的兄弟们辛苦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棺材板车的珠子没带了吧？没带了，都卖给本地一个房地产老板了。老哥开心地说道，估计卖了不少钱。老板不是姓许吧？不是，姓杨，听说是粤省人。粤省，不是姓许就行。张扬点点头，姓杨的老板，他只认识一个卖麻辣烫的。张老师好。保友打完招呼，把镜头拉高，桌上放着一把装在剑鞘里的长剑，剑鞘是红色，剑柄是黑色。老师，这是我太爷爷的爸爸传下来的东西，我爷爷说在我太爷爷的爸爸还在的时候，这东西就在家里挂着呢。保友，以后这东西你就说是祖传的就行了。张扬帮对方简化了一下。好的老师，这把祖传的宝剑有点生锈了，你要看看吗？必须得啊，这剑鞘是老东西，不代表里面的剑也是。保友应了一声，长剑出鞘，果然生锈很严重，不过不是绿锈，是铁剑的红锈。冷兵器也能看吗？这兄弟祖上起码是个西厂的，理论上是不是磨一下还能用？磨锈是吧？洗包浆是吧？老师，这上面有7个点，是金色的。保友对着镜头展示了一下。7星宝剑吗？镇宅用的。但是我听说这东西不是镇宅的，好像嘎过人。保友说话的时候，一股我在给你讲秘密的语气。张扬才不信这些，他是学历史的，长剑算是古代战场上最不实用的兵器之一了，基本是装饰品。明代军队都是用长柄刀和枪的。他笑着说，真的假的？我当年砍荆轲，砍了他7、8剑都没事。秦王腹肌科被8疮。主播真是秦始皇啊，这种剑确实砍不死人，我被砍过。弹幕吹笔是真的牛逼。老师，那这上面的锈能洗吗？还是就这么卖？可以洗，但是最好找专门的人洗，你别自己把上面的花纹给洗掉了。卖的话也不值钱，就2、3千块钱。这个剑的年代，我爷爷说是义和团那个时候的，是这样吗？
保友又换成了那种神秘兮兮的语气。年代差不多。张扬看了下生产时间，1889年，是不是当时用来砍那啥的，我就不知道了。上次我看到国外拍个路易16用过的断头台，还流拍了呢。燕史荆轲拜见秦王，论整活，直播间的粉丝就没输过。新连麦的保友用一种很特殊的打招呼方式，让张扬有些措手不及。当21世纪的秦始皇没看过《史记》，不过他反应也很快，兄弟，燕国地图就不用看了，这国家已经灭了，直接看看你的匕首吧。笔不给看，但是可以给你看看刀。保友嘴里全是骚话，说着拿出卷成一长条的白底绣花床单。等他把一整张床单全部摊开，大家才看见原来里面包裹了一把泛着金属光芒的黑褐色长刀。我承认刚才的七星宝剑不错，但如果我拿出这把抗战时期的马刀，老师你觉得孰优孰劣？草卷起来了，我投这把马刀一票。我家里也有一把这样的刀，但是生锈了。鬼灭之刃。张扬看着鬼灭之刃这4个字的弹幕，想了整整1秒钟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直播间的兄弟太有内涵了。他的目光回到马刀上，相比于武侠里的大砍刀，马刀更窄也更长，就像刚才那把宝剑掰弯了一样。保友，刀把呢？这把刀的刀把部分只剩下一根粗糙的大铁棍。要啥刀把呀？这床单一撕，往上面一裹，还能顺便把刀绑在手上。保友是看过电视剧的，知道刀把上缠布带子。原来床单是干这个的啊，我悟了。张扬一脸幸福的点点头。二战时期的马刀历史超过50年了，严格来说也是文物。名称：马刀，材质：铁、锰、碳，生产时间：1940年。详细信息：二战时期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军用马刀，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使用痕迹？难道砍过？张扬盯着刀看了半分钟，也没找到他想象中的那种痕迹。老师，这个是我们自己造的，还是缴获的？这应该是某个兵工厂造的。张扬淡定地解释道。在送走金与两兄弟后，他恶补了不少冷兵器的知识，保友问的刚好都没有超出他的知识面。我看这个质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能练出这么好的钢了吗？保友拿手指弹了弹刀身，好像在演示这刀很结实。这些刀原本都是铁轨，质量当然还可以。张扬回忆起自己看过的资料，百团大战的时候，光铁轨就拆了20多万根，不少地方的铁路都被拆瘫痪了。怪不得当时没法炼钢，却还有钢材用。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啊！当年秦始皇搜天下兵器，就应该用来造铁轨。前面的车同轨没听说过吗？弹幕聊弹幕的，保友问张扬：“老师，那这把刀有价值吗？这种刀的存量比较多，而且你这个品相也不太好，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但是这比刚才那把七星宝剑更适合镇宅，你懂我意思吧？”张扬淡笑道：“哈哈，谢谢老师，那我就自己留着了。”保友大笑着答道：“兄弟们，还有没有冷兵器啊？”张扬发现了，直播间来鉴定的保友也有从众心理。刚有一位保友来鉴定了宝剑，接着就来了把马刀，接下来该是谁家的斧钺钩叉登场了？欢迎这位匿名用户，你这是匿名连线吗？个人资料点不开啊，还真是。看来这位保友是要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张扬嘿嘿笑道，他一点不慌。没用的，兄弟们，什么匿名连麦，后台都查得到。匿名只是不让我和直播间的兄弟们知道罢了。老师，这个你认识吗？保友指着一块石雕上的图案说道。镜头里的是一面长方形的石板，上面有精致的浮雕。你这东西的形状好像个木门啊。张扬点着头说道，他还没细看雕像，就石板的形状来说，他能想到的东西就是木门。嘿嘿，老师你知道就行了，这个我是正经来路，辛苦你帮忙鉴定下。木门还有正经来路？这人在骗傻子呢。为什么要骂主播是傻子？兄弟们不觉得这上面雕的像孙悟空吗？孙悟空？张扬定睛一看，还真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而且是盛海美术制片厂那部动画版《大闹天宫》里孙悟空的形象。这是整活还是真傻啊？张扬一时不敢确定。保友还在，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一般这样的木门上，这个人物手里拿的应该是拐杖吧？但是这个我看不懂是什么。这拿的是桃子啊！”张扬惊愕道：“孙悟空大闹天宫，偷蟠桃，大哥没听说过吗？”老师你别开玩笑，我是正经的和你讨论学术问题。连麦的保友听见张扬的说法，语气好像有点不乐意。猴子偷桃啊，这题材挺好的。这真的是木门吗？就算是木门，也是这几年新修的木。保友不乐意，张扬可就乐了，他扑哧笑道：“保友，你是弱智吧来整活的吗？活儿是好活儿，就是烂了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保有语气还是一本正经：“老师，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朝代的？”“现代的呀，年纪比我还小。”张扬马上答道：“这是宋代的。”“嗨嗨！”保有咳嗽了2声，沉声说道：“大开门的东西，少数民族那边的木门。老师您之前可能没见过，应该是你看走眼了。”看对方说话的态度和语气，张扬马上想到国宝帮余孽来了。但是看着眼前这憨态可掬的孙悟空，他倒也不生气，勉强收起脸上的笑容说：“保友，你这是把哪个公园的壁画偷到家里来了？赶紧还回去吧，等下警察来了。”“老师，这真是少数民族的东西。你看这人物穿的靴子，他就不是我们中原地区的。”“你这句话说的有点道理。”张扬一脸认同的点点头。孙悟空的靴子是在东海龙宫找老龙王拿的，肯定不是陆地上的东西。保友还在喋喋不休，张扬无奈的摇摇头，只能主动断开了连麦。这个弹幕说的对，这人魔怔了。张扬和弹幕聊道，本来以为这位国宝帮余孽只是昙花一现，没想到3天后他又来了。这次他没匿名，张扬不知道是上次鉴定宋代孙悟空的保友点了接受连麦，对面一上来就哭丧着脸的对张扬说：“张大师啊，我终于连上你了。保友，你别哭啊，就1毛钱连个麦，不至于，不至于。”张扬赶紧安慰，但是没啥用，保友还是那副衰样。“不是钱的事，是这几天我日子要过不下去了。”“你这是怎么了？慢慢说，是被人骗了，还是挖坟被警察逮住了？”“都不是，是张大师你的粉丝，差点把我吃了，天天在主页骂我是国宝帮。”“还有这样的事？弹幕里谁干的？出来认领一下。”“这人是那个宋代孙悟空啊，他就是国宝帮呀。骂国宝帮不是为民除害吗？”看到弹幕，张扬才想起来3天前的事，他乐呵呵的说道：“原来是你啊，孙悟空。”保友听到张扬这个称呼，捂着额头不停的摆手：“老师，那个木门我看走眼了，您说啥就是啥，我绝对不杠了。”“没事没事，你别往心里去。”张扬喝了口水，解释说：“咱们直播间以前闹国宝帮就跟闹耗子一样，大家都比较敏感。”“我理解。”保友对着镜头点点头：“我不是专业玩文玩的，就是个业余爱好，真不是国宝帮。上次和您探讨那个木门，有点沉浸在里面了，听不进去您的意见，不好意思。”“没事，我……”张扬刚想说他带直播间的兄弟跟他说声抱歉，结果就看到这老哥一言不合，直接从桌子底下抱起来一个青铜方壶。方壶的表面有绿锈，有土沁，两边带耳，样式古朴。来硬货了？难道我们骂错人了？是你骂错了，我可没骂，这一看就是真藏家。看张扬没说话，保友开始介绍起来：“老师，我直接拿深坑的东西给您看，拿到手以后都没敢动，准备直接上交博物馆。这是个汉代的方壶，红斑、绿绣、孔雀蓝，每样都在。”保友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但是物品信息显示这是个一眼大关门的假货。张扬眼睛瞟了瞟天花板，他开始思考这人的成分了。真会有人上来就承认自己的青铜器是深坑的，不怕招警察啊？国宝帮现在准入门槛这么低了吗？没想到他的神情让这位保友误会了，以为他看不懂。“老师，这个您要是不能确定，我还有一些镜子。您看这个唐代的海寿葡萄镜，看看这纹饰保存的多好，也是深坑的东西。保友，你这个深坑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张扬好奇地问道。“我以前不懂事。”保友害羞地摸了摸后脑勺，欲言又止。“但是这些东西如果要我上交的话，我是不会犹豫的。老师，还有这个。”接下来保友跟献宝似的拿出了7面青铜镜，题材从战国到唐代，全部都是一眼大关门，数量太多，以至于弹幕的风向都变了。这么多铜镜，这人是搞仿品批发的吧？我错了，他确实是国宝帮。走，兄弟们，继续去他主页施工，不能让他把这些假货拿去害人。这位保友还不知道他的主页要遭重了，此刻正45度角仰望天空，感慨道：“想想我收藏这些东西也有10几个年头了啊。”张扬点点头，鉴定完毕，这兄弟是被国宝帮忽悠瘸了。东西展示完了，也到了收网的时候。保友，东西我都看了，谢谢老师。保友笑着看向镜头：“我不是想炫耀什么呀，只是想给您还有您直播间的粉丝看看我的真货。真别骂我国宝帮了，我也知道那些人，他们想捡漏嘛，假装自己买的是国宝。我这都不是漏啊，也不打算卖，就私人珍藏。”听见最后这句话，张扬有点惊讶地问道：“保友，你这些镜子不会是按当时的市场价买的吧？没有哪个是你捡的漏吗？”“没有。”保友摇摇头，青铜器是不让买卖的，所以我都是以物易物，有些是拿水果手机换的，有些是拿笔记本电脑换的，还真没少花钱。这兄弟说的话，张扬已经无力吐槽。他摆了摆手说道：“节约时间，
我就直说了，你这些东西全是假的。青铜方壶底不对，耳不对，袖不对，反正是20-30年前的仿品。剩下那些镜子全部都是古玩市场标准的地摊货，进货价40块钱一块，不能还价。老师，保友想打断师法。先别急，我还没说完。你背后不是有一个博古架吗？张扬指了指男人身后，那上面的瓷器，我隔这么老远都能看出来是景帝镇最近几十年新仿的，也是古玩市场上的流通货，批发价要到100了。这老哥实在太能聊了。张扬盯着屏幕看，愣是把远处东西的物品信息也看了出来。所有东西年代最老的是你现在用的这个实木桌子，起码有40年了。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你还有啥想鉴定的吗？专业。听懂掌声。掌声在哪里？这一套打狗棒法，国宝帮的还敢说话吗？听完张扬的话，保友恍然大悟道：我说怎么老师您的粉丝都在我主页动态，这么好的铜镜我都自爆了，说是深坑的东西。几年前我看着人家从墓里挖出来的，怎么还能是上周的啊？他提溜着一个青铜镜，对着镜头不停地摇头，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对不住啊，保友，看得出来直播间这些人给你弱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啥，作为赔礼吧，我这边。张扬拿出手机，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警察，和您聊聊这深坑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怀疑您盗墓啊，是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大哥被人家用假的墓给骗过。张扬，你是真的牛星号？那个被骗的憨憨忽悠他的人背后有一个100人规模的制假售假集团，涉案资金高达2.7个亿，这次直接被一网打尽了。就是可惜他们人不在临海，我们只捞着一个抓外围成员的活儿。你什么时候来警察局一趟？新的锦旗又到货了，这次你可以挑2面。张扬站在白云机场的停车场边，能想象到电话那头刘队长眉飞色舞的样子。辛苦刘队，帮忙把锦旗快递去我们公司吧，别发到付啊，现在公司没人呢。你们去哪儿了？请假为什么不在群里发通知？难道是我们这些粉丝不配吗？刘队长愤愤地问道。张扬刚想问刘队长你是不是喝大了，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欢呼声。芜湖，张扬请假了。哈哈哈哈，那我也可以休假了。接着他还听到一些人在嘀咕着什么张大师之类的。刘队，你不会跑去参加我们群里组织的线下粉丝聚会了吧？我怎么听着这么像徐杰的声音？刘队长看了看刚才有些失态的网警队孙队长，沉默不语的文物办老秦，还有缉私队的葛副队长，以及面前桌子上的花生毛豆，没有一个姓徐的。他松了口气，摇摇头，怎么可能？刚才是我们队里负责盯你的那个小兄弟没把持住。行吧，反正我们工作室最近没人，我先挂了呀，车来了。张扬挂掉电话，对着刚从车上下来阳城博物馆考古队的曾公热情地打了个招呼。这位曾公他在和钟老视频连线的时候见过。张扬现在已经知道他帮钟老的那个忙到底有多大了。钟老半个月前主动邀请他来罗岗的考古现场学习一下，看看张扬自己到底发现了什么重要的遗址，而且还派了他的助手曾公全程接送。张大师看起来比视频里年轻啊。曾公握着张扬的手说道。哪里，好久不晒太阳，人变白了。临海古天乐笑着解释道。为了准备这次阳城之行，张扬按高姐的建议提前半个月开始蓄须，又整了件老气横秋的衬衫，用皮带扎在裤子里。他现在的样子乍一看就像世纪之交的时候快30岁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南下来阳城谋生。在路上，张扬和这位曾公聊起来，了解到这位历史系的学长本科学的其实是土木工程。他在工地打灰2年，提桶跑路后跨专业考研，改学了考古。虽然到头来还是没离开工地，但是起码条件好多了。曾公指了指后座上的装备说道，那里摆着有冰袖，有遮阳帽，还有2把小铲子。看张扬好像对铲子有兴趣，曾公主动介绍起来，这是巩一铲，是国内一个叫巩一的地方生产的，我们这里的考古人员最爱用这种。洛阳铲有吗？张扬往后座看了看，那个太长了，我这里放不下，等到工地上就能看见了。张扬本来以为工地在闹市区，因为之前有弹幕说那地方原本要修个商城，结果车一路开到了郊区，等进到工地的时候，周围已经随处可见树林果园了。这是个好地方啊。张扬一下车就在心里感慨了一句，不管是用地理学还是风水学的知识来看，遗址所在的山谷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工地上已经划分出了一格一格的探方，像稻田一样，人多的地方摆着不少大遮阳伞，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有人在考古现场摆摊卖饮料。我先带你转转吧，等会儿你自己逛。曾公递过来一个遮阳帽，对张扬说道。遮阳伞下，考古队员们正一点一点翻找着土里的东西。张扬蹲在旁边，亲眼见证了一块陶片的发掘过程，并在工作人员登记前就断定了它的年代。
公元前1563年，确实是商代的遗址无疑。这边应该是生活区。曾公介绍道：“你之前发现的石剑在那边的狩猎区。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各项功能都比较完善的先秦人民生活遗址，对填补整个华南地区的原住民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张扬不关注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他只在意有青铜器吗？如果是在中原地区，面积这么大的商代遗址，不出个青铜大鼎都说不过去。但越省所在的岭南地区，一直到秦朝才开始发展，情况可能会不同。曾公的回答让人惊喜。目前已经发现了方琼、孔的青铜斧，不过暂时还不能确定年代。除了青铜斧，还有一些玉璧和中原地区的形制很像，说明可能早在商周时期，两边就已经有了文化交流。等我们全部发掘完，很可能把岭南先民与中原人民的沟通交流历史再往前推个几百年。厉害，那我得好好见识见识。张扬点点头，心想自己这有点 bug 的断代手段，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先派上用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这张脸。当晚9点，张扬看着灯火通明的考古现场，打了个哈欠。吃完晚饭，曾公说还有点事没解决，要回工地一趟。没想到是一点事，一忙就是1个多小时。这期间不停的有珍稀的文物出土，大部分是带着图案的陶罐碎片。张扬估摸着这是挖到古人的厨房了。收工了，下班了。年长的大姐一嗓子，现场的工作人迅速的各自收拾东西。就在这时，张扬突然看见远处蓝色的围挡铁皮缝隙里有几道黑影闪过，那个方向是一片果园。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到那么黑漆漆的地方干啥？张扬马上想到了汪大师说过，当年他经历过考古现场被抢，也是在晚上下班以后，对方趁着夜色动手。那群人饥渴到连砖头都不放过。轮到我碰上了，大家白天刚挖完，你们晚上就来抢，就是资本家也不带这么吸血的吧？你哪怕盗墓呢？起码自己奋斗过。张扬赶紧走上前，拍了拍曾公的肩膀，背对着黑影出现的方向说：“我们背后的那个铁板外面好像有不少人，是不是来偷东西的啊？”曾公听完，神情严峻的点点头，没有太惊讶。这种可能是来工地上偷建筑材料的，像我们这种晚上停工的工地，应该早就被盯上了。前工地老哥对这些烟杂事儿简直门清。没事，我先报警。咱们这边6个成年男性，等下护住这些文物就行。那边的建筑材料偷就偷吧，反正可以报销。按曾公的说法，与其让他们一直惦记着，还不如绝了后患。等到所有的灯都黑了，果园的方向传来咯吱一声，铁挡板被推开了，一束手电筒的光照了进来。有内鬼，可能是以前这个工地上的人。曾公拿着洛阳铲，悄悄和大家说道：“不然他们没那么容易把铁皮挡板打开，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后门。”听了曾公的话，包括张扬在内都默默无语，全部紧张地盯着手电筒的方向。奇怪的是，那束光的主人先后路过存放水泥和钢筋的棚子，却不为所动，径直往暂存文物的铁皮房走来。真是来偷文物的，曾公小声说道。张扬还在点头，突然感觉背后有人推了一下自己，而且是很用力的那种。猝不及防之下，他的身体被推出了人群，手里的洛阳铲砸到铁板，发出巨大的响声。操！真有内鬼！但这时候纠结是谁推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手电筒的光已经照在了张扬的脸上。什么人？远光不能照眼睛，不知道啊。张扬挡着眼睛，不爽地说道。哦，不好意思。对方迅速把灯光移开。张扬这才看见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密密麻麻一群人，现在正齐刷刷地看着他。估计当年斧头帮包围鳄鱼帮的老大的时候，也就这场面了。这时，对面的人群领头的小哥突然说了句：“哎，这不是张总把头吗？这称呼，谢岭的兄弟。”张扬还在疑惑，背后传来了另一个惊愕的声音：“总把头，原来你就是内鬼，还在内鬼！对方这么多人到脸上了，还在抓内鬼。”张扬没好气的回过头说了句：“刚才推我出来的那个，我是你爹。”口还爽了一下，他转过身：“你们都是谢岭的兄弟。”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张扬直播的梗，但是领头的那几个都在点头。张大师，我们虽然是白嫖党，但是经常给你的直播和视频点赞。没事，我也不差你们那3瓜2枣的。张扬摆摆手，这语气果然是张大师本人啊。领头的几个人相视一笑，不停的点头。张大师，你还记得我吗？这个工地就是我。拿手电筒的那个兄弟还想套近乎，外面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了警笛声，滴呜滴呜，警察来了。有人反应过来，别慌。张扬安抚着眼前开始躁动的人群，你们已经被警察包围了。领头的兄弟觉得自己明白了张扬的意思，点点头，转过身对大家高声说道：“兄弟们，没事，张大师黑白通吃，
他说别慌，就肯定不用慌。张扬突然发现，眼前这个拿手电筒的小伙子很有直播间老六的气质。虽然自己确实有往黑白通吃这条路上发展的趋势，但是你也不能到处往外说啊。他上去一问才知道，这小伙子竟然是这群人里唯一付费看自己直播的人。上次连卖鉴宝的人就是他，那个把10件揣兜里的人就是你啊！这宫殿你还待得下去？张扬一脸惊奇地问道。不是说考古队一来，工地就要停工，工人就要被拖欠工资吗？那这个保友作为罪魁祸首。小伙子没理解张扬的意思，一脸迷茫地答道：这里不是停工1个半月吗？肯定待不下去啊。那你们的工作不是泡汤了？张扬问。没有啊，周围到处都是工地，我们就在隔壁。小伙指了指街对面和考古现场斜对角的地方。在这里停工的第2天，他们就无缝衔接到了附近另一栋大楼的工地。今天回来只是想把板房里的个人物品带走。刚停工的时候他们也想拿走来着，但是被工地经理以可能私藏文物为由给拦住了。其实是怕他们走了就不回来了，这样重新开工的时候还要再招人。这样的手段当然拦不住这些工地老哥，今晚他们就是来拿东西的。早说是来拿东西的嘛。曾公在旁边听完，直接把洛阳铲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再晚一会儿，他腿发软的事就该露馅了。等民警们到场，看到几十个拿着锅碗瓢盆、背着编织袋、提着大红水桶的工地老哥，他们也愣住了。因为这场面怎么看都不像报警电话里说的盗窃啊，反倒像是大型提桶跑路现场。这么多人走出去，搞不好得上社会新闻。刚才是谁报的警？谁是工地的负责人？带头的民警出来问道。曾公无奈地举起手开始解释。张扬在一旁听着，随时准备帮工友们说话。不过他的担心有点多余，钟老的助手人品还是不错的。曾公成功把事情解释成了误会，还联系上了工地的管理人员，说服他们不要为难大家。毕竟考古还要持续1个多月，谁也不想晚上总遇到这样的事。等大家都走了，张扬和曾公最后离开，刚出闸门，街角就有个提着红桶的老汉迎了上来。看他的年纪，估计有50多岁了。一看见张扬，他满脸堆笑地说：张大师，俺们工地上发现了一口棺材，你要不要去看看？二狗子跟我说，只要是土里挖出来的东西，让张大师瞧上一眼，要是值钱就会分我们点。听说最少也有500啊，是真的吗？张扬不知道老汉口中的二狗子是谁，但大概率是个看过自己直播的保友。所谓分钱，应该说的是上交文物以后的奖金吧。张扬和曾公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惊讶。好家伙，还有意外收获。就是这时间点很尴尬，马上10点了，这时候跑去研究棺材，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曾公的处理比较老练，这种事你们报警就好了啊。这么晚了，我们也没时间处理。如果事后发现确实是文物的话，该有的奖金我会给你申请的，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说完还展示了一下兜里的证件。不过老汉对证件完全不感兴趣，他看都懒得看，还是跟张扬说，明天怕是来不及了。怎么了？难道今晚就要运走吗？张扬问道。是啊。老汉连忙点头，棺材已经装车了，晚上10点钟渣土车能上路的时候就会直接拉走。啥时候挖出来的？曾公问。就刚才天快黑的时候。张扬听说过工地上处理古墓葬的常规手段，其中一种就是当没看见似的直接运走。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工地上的当事人，谁都不知道。曾公想了想，提议道：张大师，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跟着他们去看看。张扬点点头表示同意，反正就算开棺也是明天白天的事。但是老汉不答应，他信不过考古队，只信张扬这个主播。用他的话说，张大师是个名人，要脸，这种500块钱的事肯定不会坑人，但是考古队的就说不好了。曾公一脸苦笑，只好请张扬帮忙，同时他也联系了刚刚下班的那几位仁兄，喊他们回来加班。张扬倒是无所谓，这个点年轻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过是人家的夜生活是在酒吧蹦迪，而他要去坟头罢了。工地离得不远，差不多10分钟脚程。在路上，曾公没少打听，发掘出棺材时的现场情况，确定了几个点：一，那是座孤坟，周围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墓葬；二，在挖出棺椁之前，先发现了大量的木砖，砖头已经装车了；三，棺材没有被打开过，没往外漏东西，附近也没有陪葬品。张扬听曾公话里的意思，似乎想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墓葬的年代。不过老汉只是旁观者，没有提供太多有用的线索。到工地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三人刚好看到一辆渣土车从工地里开了出来。不会刚好就是这辆车吧？张扬笑着问道。大师看得真准，就是这辆。老汉点点头答道。靠！
那怎么办？曾公急了，想去拦车，不过被工地的安全员拦了下来。张扬本来想上去劝一下，毕竟就算开走了，也可以找交警嘛，没必要在工地门口闹。但是他看了一眼老汉的表情，突然觉得不对劲，这人刚才不是很急吗？怎么这时候又不急了？察觉到张扬的视线，老汉咧嘴一笑：“张大师，你别急，开车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说的二狗子，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找个地方等我们。”有老汉这话兜底，曾公马上退回来，帮他提着东西，快步往约好停车的地方赶去。但是找到渣土车后，曾公又犯了难，棺材被土石埋在了最底下，啥也看不见，直接带回考古现场卸货。万一是具现代的棺木呢？那后续的事情可就麻烦了。这时候，某不知名鉴宝专家拿起一块车上捡的木砖，悠悠问道：“如果是南汉末年的墓葬，有研究的价值吗？”“有，当然有。”曾公听懂了张扬的意思，兴奋地说道：“就算这棺材里只有几张裹尸布，那也有研究价值。”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此时的岭南地区还在南汉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刘长的统治中。张扬看完关于南汉的全部知识科普，总算把岭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期间的年代给弄清楚了。木砖是970年烧铸的，这一年北宋的军队刚刚开始攻打南汉。第二年，也就是971年，南汉灭亡，棺材也是这一年做好的。张扬觉得棺材里的死者可能和南汉政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算不是皇帝，也可能是南汉的高官。不过一切的猜测，等开完棺就都清楚了。今天张扬只是旁观者，在角落里踮着脚看的那种。真正的专业团队是以羊城博物馆馆长为首的老手们。看见开棺的大部队来了，张扬赶紧把手机放到储物柜里锁好，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白褂子，跟着进了房间。接下来的时间，张扬连大气都不敢出，主打一个认真听和仔细看。这样的机会，对他这样的编外人员来说，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而这具北宋初年的楠木棺椁也很争气，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开。棺材板周围一圈都用比手掌还要长的铁钉钉得严严实实的，光是在不破坏棺椁的前提下，取出这些钉子就花了专业团队大半个钟头。终于，棺木开了。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棺材里满满当当的瓶瓶罐罐，因为塞得太满，空隙处还用绢布垫住。从工地出土到博物馆开棺，这些东西竟然没怎么碎，这是把陪葬品都塞在棺材里了呀！副馆长一边感叹着，一边把棺材里的东西往外拿。每拿出一件，张扬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跳一下。这家伙到底塞了多少？一件一件精美的瓷器很快摆满了整个工作台。按副馆长的说法，这里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民窑，比如高明龙窑、番禺曾边窑等等，也有越州窑出来的名品青瓷。把这么多东西放在棺材里，而不是放在墓室里陪葬，墓主人还是挺有想法的，生前应该是个守财奴。此时众人还没意识到这些只是开胃菜。当馆长把压箱底的东西，一件精美的唐彩鸡手壶从棺材里拿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呼吸都要停滞了。历经千年，壶身依然五彩斑斓，尤其是壶盖的位置，彩色的釉面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当事人张扬非常后悔，他忍不住想，早知道当时就直接让二狗子把车开到临海了。但他还是后悔早了，因为接下来馆长又从棺材里取出了一枚雕着乌龟的金印。金印！张扬开始掐自己的人中，他要被自己气晕了。这东西哪怕底下刻着我是傻逼，也能当部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果出现在海外拍卖会上，国家层面都会想办法调动资源把东西拿下。现在竟然出现在了小小的一方楠木棺材中。对，有金印的墓就搞个破棺材糊弄人，现在被绝了吧？馆长，这金印刻的什么？张扬忍不住出声问道。作为半个找回金印的人，他一定要问清楚。馆长对着灯端详了片刻，脸都要笑僵了，说道：“萧贤大夫印。”副馆长马上跟上解释：“这是南汉末代皇帝刘昶的私印，他自称萧贤大夫。墓主人应该是皇室中人，难道是他哪个心爱的妃子吗？”“嘿嘿，应该不是。”馆长小心翼翼地放下金印，对副馆长的说法呵呵一笑：“你看这个，棺材里竟然有比金印还要压箱底的东西。金印攥在死者手里，而一个灰色陶罐则被死者放在当下。这个罐子，副馆长轻咦一声，从棺材里取出这个斗大的陶罐。从他般的动作看，罐子有点重量。张扬赶紧踮着脚往罐子里看，本来以为罐子里会是金银珠宝，再不济也是串好的铜钱，但出乎大家意料，里装满了灰白色实心状的东西。这应该是最后一件了。馆长面露笑意，副馆长和他相视一笑，回了一个暧昧的眼神。这两个老头子还玩神秘。张扬在心里不爽地嘀咕了一句，他本来以为是来听课的，结果还是得自己看。名称：子孙根罐，材质：陶罐、石灰。
生产时间942年。详细信息：封建时期宦官保留子孙根的罐子，用石灰填满，下葬时一起带入棺中。原来是此物，宦官啊，那没事了。张扬顿时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之前所有的疑惑全部解开。为什么是一座孤坟？因为宦官没有真正的后人啊，尤其是一个亡国的宦官，就算有过继的也跑了。为什么他有南汉皇帝的私印？因为在他死前，南汉皇帝已经跑了。能把这么多精美的瓷器搜罗到手里，这个宦官多少带点身份，收藏一个亡国之君的私人金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看馆长他们取东西的顺序就知道，这个宦官最在意的并不是象征权力的金印，而是他早就失去的东西。大师，我悟了，胯下有鸟，给个皇帝都不换。老师，你们有扒开石灰看过吗？是不是真的埋着？直播间里，张扬正在给观众们讲完他阳城之行的收获。兄弟们能领悟就好，珍惜当下我们拥有的，不是吧？我跟你们聊人生，你们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蛋，那你看没看见吗？当然没看见，石灰受潮都结成一块了。再说了，谁上赶着看那玩意儿？下次一定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还是先连麦吧。今天有位特殊的客人要给大家讲讲和田玉，让我们掌声欢迎社会我彪哥。这位叫彪哥的宝友，从那位真文玩大亨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后台私信张扬，说他也要爆料，拯救直播间和网上的韭菜。张扬本来没注意到，在阳城的时候闲得无聊看私信，才看到了彪哥发来的照片。乍一看平平无奇，放大以后发现，好家伙，竟然是满满一澡盆的和田玉籽料。当然不是真的籽料，全是和田玉的山料作假。张扬觉得这样的宝友非常适合直播间的韭菜们。张大师，我终于连上你了。彪哥是个看上去40岁出头的中年人，蓬头垢面，络腮胡留的老长，但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脖子上却挂着一块羊脂玉的挂件，黄色的表皮雕刻出一条囚龙，给人的感觉马上就从乞丐变成了艺术家。最近几天一直没播，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就是老师你再不来，我这里的路虎都要停不下了。彪哥转动镜头，对着他身边的车位拍了张照，一排看过去全是豪车，顶级富哥们儿，超真路虎啊，我还以为是极光呢。富哥 V 我50看看实力。炫富直播间，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张扬也没想到剧情会这么展开，他都愣了一下，才跟上对方的节奏。兄弟，这全是你卖和田玉籽料赚的。都是直播间的兄弟，或者兄弟们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叔叔阿姨送的钱啊。彪哥说话的语气是真的狂，张扬带入受害者视角，已经想报警了。抓起来，把赚我钱的人都抓起来。宝友还是低调一点吧，小心被嘎了。老师放心，我只是源头批发商，不对接普通买家。今天带直播间的兄弟们进我的工厂看一下子，看看一颗上等的和田玉籽料是怎么诞生的。和田玉大亨来了，我上周刚买了块籽料，别恶心我啊。现在籽料最便宜的也要10万起步了吧？前面的在炫富，10万，正品羊脂玉1万块一克。老师，咱们先去看看成品吧。彪哥提议，你安排就行，我感觉今天连卖完，你这场子应该不打算要了，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的。张扬笑着说道。哈哈哈，问题不大。好了，就是这里了。彪哥指了指他镜头拍到的地方，一个铁皮棚子底下，拳头大小的带皮玉石堆积如山，地上有个小马扎，两边分别放着2个篮子，显然刚才还有人在对玉石进行挑拣。宝友，这里面品相不好的是扔了还是返工？张扬好奇地问道。每块赚个几百块，卖给直播间的兄弟们。看不起谁呢？加1000再卖。就是咱们韭菜沟就是傻子多，终于找到比主播说话还气人的人了。那品相好的能卖多少钱？批发价的话是按8000到1万卖，兄弟们买到手应该是3到5万。彪哥的数据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有刚才的豪车打底，直播间没人提出质疑。利润呢？山料的话全都这么大一块，应该300块最多了。你们加工费多少？加工费平摊到每一块的话，应该是20-30块吧。彪哥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主要是人工贵，咱们工厂一个工人1个月平均都要2万，我得卖20块石头才能把这些工人的工资结清。你1个月能卖多少块？品相好的400-500块吧。彪哥边走边说，很快走到了一大堆水桶附近，每个塑料桶里都装着颜色和番茄酱一样的浓稠液体，这就是染皮色的染料了，是我们这个厂子的核心技术，只有我们几个老板知道配方。真的吗？我不信。张扬摇摇头，我也知道一个配方，你说说看，咱们俩对一下。哈哈，老师你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彪哥笑着答道，这个是真不能说，说了要被蒸发，就是被条子抓了也不能说，我宁愿多坐几年牢。
彪哥还补充了一句：“这么严重吗？行吧，那山料呢？”张扬还没见过山料的原材料，之前保友拿来鉴定的大部分都是加工好的。彪哥告诉他，他的厂子里也没有矿里开采出来的那种原材料，从矿场拉料过来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帮忙加工成了一块一块。所以和田玉作假，在玉石出矿洞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我们第一步是染色，这种叫染色滚筒，日夜不停的滚，要滚好几天，这样最底层的皮色和毛孔就都弄好了。第二步是二次染色，就放在盆里的染料里面泡。为了让大家看到玉的白色，这一步会用锡纸提前盖住要留白的地方。第三步，把锡纸摘掉，放到滚筒里烤。张扬看着像爆米花实用的滚筒，不停的点头。上次鉴定和田玉的兄弟还在吗？你问我为什么假的籽料皮色怎么洗都洗不掉，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吧？这大火收汁好几天，什么颜色染不进去？这加工流程也太简单了吧？难道骗你们这些韭菜还有什么复杂的技术吗？人家说了，染料是秘方。彪哥还招加盟商吗？看得我也想去干了。我不是来打广告的呀。彪哥摆手加摇头，表示不收加盟商。我只是想给各位韭菜提个醒，有闲钱干点啥不好？非要买石头？还有些散兵倾家荡产去买，划算吗？非得犯贱送钱不是？哥，你确定自己是安全吗？张扬看着语气又张狂起来的彪哥，颇为担心。这性质可比他鉴宝严重多了，这是在断卖假玉石的人的根啊！真没事，我有保镖呢。保镖顶啥用啊？人家霓虹的头头也有第一女保镖呢，还不是两冲就。张扬嘴上提醒的话，在看到彪哥那边给出的新画面后戛然而止。关键词一：大奔，蓝白相间的涂装，顶上带灯。关键词二：保镖，制服，荷枪实弹。彪哥，你落网了呀！张扬突然感觉气氛有点煽情。这位叫彪哥的网友，他太温柔了，被抓了还想着直播间的韭菜。早落网了，都判了，现在缓刑呢。彪哥爽朗一笑，气氛又轻快起来。哦，判了呀？那你今天怎么在工厂呢？这不是我的工厂，是我表弟家的，好像是一网打尽了。今天过来帮民警同志指认下现场。兄弟们，咱们敬彪哥一杯。张扬往水杯盖子里倒了半盖子水，对着镜头一饮而尽，仪式感拉满。来，欢迎下一位宝友。就敬一杯是吧？主播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装模作样。能不能给彪哥一点尊重？不是不尊重啊，人家正在缓刑期呢，最好少喝酒，万一酒后吐真言了咋办？张扬考虑得非常周全。欢迎这位景地镇人在伦敦。宝友，你真是瓷都本地人？是真的景地镇人，如假包换。宝友的声音听起来年纪不大，如果真在伦敦，大概率是留学生。我猜你要给我们看一件瓷器，还是景地镇产的？嘿嘿，是的。镜头里出现一个白底的瓷盘，黑色花纹的边缘在灯光的照射下泛起金色的光芒。这是一个非常开门的墨彩描金工艺的盘子。相比于它的工艺，更有趣的是上面纹饰的题材，一幅耶稣受难图。宝友，这盘子可不兴装鸭血啊，应该是外贸瓷吧？这种题材在国内没市场的。这种盘子到底是供着还是拿来用啊？好别扭。张扬看着这东西也觉得膈应，就像画了个佛祖在碗底，虽然也能用吧，但是刚把碗里的饭扒拉到一半，就看到佛祖在碗底冲着你笑。可能中国古代的瓷器在外国人眼里确实只当艺术品，而不是日用品。东西是真的，年代在清乾隆早期，应该是当时的外贸瓷。呼宝友听完张扬的鉴定，长舒一口气，谢谢老师，这下我可以说服我爸了。说服令尊。张扬觉得有点奇怪，这种几千块的东西，留学生富哥们儿不是随便买吗？于是他打听了一下，这东西有什么故事吗？不算故事吧，就是我爸，他是专门烧瓷器的。他说景地镇不可能烧这种东西，太丢人了。你爸爸是不是叫李老七？张扬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哎，老师，你认识我七叔？宝友很惊讶，我七叔的儿子也在这边留学，可惜了，要是早2天和您连麦，还能打个招呼。他刚回国了，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那确实可惜了。张扬忍住笑意点点头，他知道李老七出了啥事。榜一大哥现在已经深入河东集团内部，李老七落网的消息也早就传到了张扬这里。你这东西，大英博物馆就有同款，所以很开门。大清虽然闭关锁国，但是外国人来买东西是不受影响的。这应该是当时的基督教徒在景地镇定制的一批外贸瓷。老师，那像这种东西价值高吗？玩回流瓷的宝友最关心的永远是价值问题。国内的市场对这种题材的东西没什么太大的兴趣，看在墨彩描金的工艺上，能给个几千块钱。小千、中千还是大千？价值在中千附近。
那差不多，我是6000块买的。真的差不多吗？张扬挑了挑眉毛，你是不是忘了有个东西叫关税？放在10年前，这种回流文物还能发笔小财，现在除了那种能上拍卖会的大件，买回来基本就是亏。扎心了，铁子，是真货还没亏钱，已经超过90%的人了。大胆点，99%，省流，买回流瓷就是送钱给老外。送走了心碎不已的玩瓷器的宝友，直播间又迎来了一位玩桃塑的高手。宝友，你这东西起码有4000多年历史了呀！张扬看着眼前憨态可掬的陶牛说道。一件还不到巴掌大的桃塑，雕的是一头大角牛，牛角和牛身上有黑色的条纹，圆圆的眼睛看起来有点憨。勇敢牛，不怕困难，这不就是大水牛吗？4000多年前，那不就是西周吗？张扬本来也以为这是西周的东西，但物品信息显示，这是4000多年前印度河谷文化的产物，南亚的文物。而且大数据还匹配了另一个信息，这种陶牛在大英博物馆里有同款。老师，这个是咱们国内的吗？我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买的。宝友好像不清楚东西的真实来历，刚才连麦的时候，这东西就摆在他的电脑桌面上。不是，这是印度河谷文化的东西，他们那边牛是神明，他们雕牛就像咱们雕龙一样。那这种东西有什么价值吗？没有的话，我就继续放在桌面上摆着了。你可以给它做个小玻璃罩子。张扬提了个小建议，这类陶牛是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还是有收藏价值的。啊，刚才那件盘子也是他们的馆藏，怎么他们藏了这么多？不是藏，是搜刮。日不落帝国的时候，文物都往他们那里流，不然他们几座岛哪来的800多万件馆藏？张扬摇摇头说道：卧槽，800多万件！全球文物大本营跟你唠呢。去过一次大英博物馆，那里的敦煌壁画是真的多，那里藏的中国文物就没有2级以下的。这么多，我一天偷100件，也要偷200多年。宝友惊讶地说道。张扬被这位宝友的脑洞逗乐了，不愧是在印度旅游都能买到文物的业余藏家，有点东西的。兄弟，冷静点，里面大部分东西你都搬不动。也是啊，算了。老师，再帮我看看这个陶牛，这个应该是国内的吧？宝友拿出一个锦盒，里面放着一座黄牛陶塑，体积比印度那件稍大，牛的形象和华夏农村的黄牛一样，脚很短，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是咱们国内中原文化的东西，应该是西汉时期的陪葬品。宝友，这东西怎么来的？看到那个锦盒，张扬觉得这件西汉的陶牛大概率也是他买的，但是宝友却说祖传的。你问就是祖传的，难道还能说是挖的不成？我这证书都很齐全，不信你看。不用看了。张扬摆摆手，等会儿大概率王警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直接报证书的编号给他，真有问题你跑不掉的。嘿嘿，只打电话的话，我手机关机不就行了？宝友傻乐道。千万别不关。张扬比他笑得更开心。你看警察上不上门就完事了，怎么今天兄弟们都跟博物馆杠上了？因为有参照物，好找真品。是啊，起码不会买到臆造的，可能是哪个博物馆倒闭了吧。最后这条弹幕看得张扬瞳孔一缩，海陵博物馆之前确实快倒闭了。张扬本来以为怎么也是几十年老字号的博物馆，有口碑在，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客流量吧。结果没想到，在他去羊城的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小红书、百家号以及各大旅游网站的公众号上都有人带节奏，说是临海旅游千万别去海陵博物馆，要避坑保命。幸运的是，羊城那口南汉时期公共的棺材里面出来的货够硬，足够让钟老有理由在中间牵线，让羊城博物馆的馆长答应了张扬提出的借展要求，而且不是借展一次，会分3次，把整个羊城博物馆的在展文物都借过来展览一遍。这对一家处在口碑下滑期的私人博物馆来说，简直是救命了。不过，挽救海陵博物馆的口碑只是一方面，张扬真正的目的远不止于此。老师，您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样？新连麦的宝友说的话，将张扬的思绪拉回到直播当中。视频里展示的是一块椭圆形的佛牌，上面雕刻着开怀大笑的弥勒佛，东西的材质一看就是象牙。名称：弥勒佛牌，材质：非洲象牙，生产时间：2019年。详细信息：用象牙牙尖部分雕刻的弥勒佛牌，工艺精湛。这个东西没问题啊。张扬点点头。兄弟人在国外吗？没有啊，就在国内。老师能帮我看看这个现在价值多少吗？价值？你这个不到900克，2到3年吧，适用缓刑。国内这些人玩违禁的动物制品，除了象牙就是犀牛角。张扬对这部分的法律条款已经滚瓜烂熟了。啊，老师，那如果我有这个呢？宝友说着拿出一个蓝色的吊牌，最底下一行
用红色的字写着华夏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左边是发证机构的 logo， 右边用黑色小字写着非洲象象牙制品50克以下，旁边还打印着编码和二维码。持证完象牙，牛逼！张扬竖了个大拇指，他看着弹幕说：“兄弟们，这就是国内收藏象牙制品的正确打开方式。”老师，那我这个能交易吗？给我估个价。保有的语气洋洋自得，有些炫耀的意思。不行哦，18年开始，国内就全面禁止象牙交易了，什么证都不好使。我17年的证也不行吗？保有突然来了这么一句，给张扬吓一跳。17年？这不是19年的东西吗？真的假的？你给我看看发证日期，我还能骗你不成？保有把镜头推进，对准编码和二维码，上面写着 FJZG-17890616673，前面4个字母是企业代码，17自然就是发证的时间了。这么白的牙，你跟我说是17年的，怕不是因为18年开始全面禁止象牙交易和进出口贸易吧？这位保有背景好像很硬。张扬的嘴角泛起了一丝意味不明的微笑。